夜晚的风清凉舒适，轻抚在6岁稚童的身上。叶无双躺在巨石上，仰望着夜空中的满天繁星，享受着夜间的宁静，眼眸明亮而深沉，透露出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成熟。每次仰望夜空，他都不禁有些恍惚，这一切好似一场梦，一场醉酒后的大梦。他应当是死了的，虽然他也十分难以相信自己不过是喝了点酒，怎么就死了呢？没错，他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是一个名为蓝星的世界，而他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刚刚迈出校园，费尽力气考上公职，本该过上朝九晚五平平淡淡的小日子，却死在了上班第一天的接风宴上。自己平常是不喝酒的，所以对自己的酒量毫无自知之明，再加上不好意思拒绝领导与同事，所以喝了不少，然后就这么挂了。父母应该很伤心，毕竟他们也不知道儿子其实不仅没死，还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道明亮温暖的光芒，裹挟着他的灵魂投胎于此，一个名为天前大陆的世界，一个真真正正的玄幻世界。强者生，弱者死，是这片大陆亘古不变的法则。武道强者，弹指间搬山填海，飞天遁地，寿元悠久，长存世间，坐看天地沧桑。叶无双当然欣喜过，前世趋于生活，不敢逾矩半分，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这一世他要走到武道的尽头，领略这世间最绚烂的风采，潇洒一生，才不枉重活一世。而这一切都要从明日的测灵脉开始。叶无双猛然起身，朝着无尽星空放声大吼，肆意宣泄着内心的情绪，直到累了才跑回家中，早早洗漱完上床睡觉，心中暗含期待，我的灵脉又会是什么品阶呢？翌日清晨，天玄国东阳城叶家。天玄国地处大陆西北域的偏僻一角，而东阳城也不过是天玄国内的一座二流城池，就这么一座偏僻小城，却也异常雄伟，辐射方圆数百里之地。而叶家则是东阳城4大家族之一，已经昌盛100余年了。此刻的叶家人声鼎沸，处处洋溢着喜悦激动之情，只因今天是叶家1年1度测灵脉的日子。武道漫长，尽头不可见，而要想在武道之路上走得更远，天资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之天资分为2部分，悟性和灵脉。悟性之说虽不缥缈，却也难以测量，唯有灵脉人人皆有，是武道之途的基础，这将决定一个人的武道之途是否顺畅，以及家族日后资源的倾斜，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未来成就的高低。可想而知，测灵脉有多么的重要。浩瀚大陆，无论强者后代、世家子弟，亦或平民百姓，6岁之前往往不会接触功法修炼，只以药浴酝养身体，待到6岁测灵脉之后，才会正式开始修炼。叶家中心广场，一个巨大的比武台上，此刻被放上了一座黑色的石碑，这就是用来测灵脉的特殊灵器。周围人头攒动，喧闹声不绝于耳。人群后方，一个仪态温婉、身着普通布衣的妇人，牵着一个已经初显俊美的6岁之童，正是叶无双和他的母亲秦素心。秦素心本是叶家婢女，后被家主次子叶远山看上，成为侍妾，诞下叶无双。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侍妾的地位也就比婢女略高，再加上年纪渐长，姿色消退，叶远山对她的喜爱也逐渐淡去，因此母子2人在叶家仿佛小透明一般，纷争不扰，生活平静无波。无双，不要紧张，灵脉虽然重要，但一个人以后的成就如何，也不是光凭灵脉就能决定的。秦素心担心儿子有压力，柔声说道：“娘亲，我知道的。”叶无双表情认真，声音稚嫩地说道：“他是投胎重生，又不是穿越夺舍，对于秦素心，自然是当亲生母亲对待的。不过，这可是测灵脉啊，哪里能一点不紧张呢？我宣布，叶家1年1度的测灵脉仪式，现在正式开始。第1位，叶武。”伴随着中心圆台上的声音响起，测灵脉正式开始了。高台之上，叶家家主叶南天端坐首位，两侧分坐着叶家的9位长老。此刻，众人也都脸上带着笑意，随意交谈着，也不知道今年的这些娃娃能有几个灵脉品阶不错的。哎，老七，你这也太小看我叶家子弟了。要我说，今天肯定能有一个黄阶上品灵脉。哈哈，你这老家伙，干脆说测出一个玄阶下品灵脉得了。那我当然乐意，这意味着我叶家又要出一个轮海强者了，可保我叶家百年昌盛啊！哈哈，那我可就等着看了。世间无论功法武技、灵气丹药，亦或者灵脉，皆可分为天、地、玄、黄4阶，每一阶又分为上、中、下3品，共12等。不要小看小小的一个品阶，以灵脉而言，黄阶下品和黄阶中品，修炼速度就不可同日而语。天资低下的人，往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资源、机遇，才有可能磨平这一个小品阶的差距。甚至有的境界瓶颈，天资不够，终其一生也难以突破。逆天改命者终是少数，凤毛麟角都不足以形容的存在。几位叶家长老谈笑间，圆台上的测试也在继续着。黄阶下品，下一个；黄阶下品，下一个；黄阶中品，不错，下一个。叶雪，黄阶上品。主持仪式的叶家强者声音突然高昂起来，脸色惊喜地宣布：嚯，黄阶上品，这是哪一脉的女娃？父母是谁？好啊，看来我叶家又要多一位长老了。高台上，
端坐首位的叶南天脸上也不禁浮现出一丝笑容。众位叶家长老更是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欣喜之色。老七，怎么样？看看你这家伙，嘴倒是挺灵光的，希望你这张嘴还能继续奏效，让我叶家出一位玄阶下品的天才。哈哈，我看未必不可能啊。台上主持仪式的叶家强者笑容温和地看着叶雪，很好，但仍需戒骄戒躁，努力修炼，期待你成为我叶家的又一根中流砥柱。叶雪脸色欣喜地点了点头，然后在众多族人的称赞呼喝声中，在父母激动欣喜的目光下，众星捧月般走了下来。下一个，叶无双，去吧。秦素心脸上带着温和笑意，轻声说道。叶无双点了点头，在众多族人的注视下上了台。这孩子是哪家的？怎么看着这么眼生呢？好像是二少爷的儿子，妾室所生。哦，原来是庶子。我说呢，老古董，现在还讲什么嫡子庶子？只要天资够高，别说是庶子，就是路边的一个小乞丐，那也是一飞冲天。嘿，我不就那么随口一说。高台上，众位叶家长老也在随意交谈着，不过显然不是十分在意，毕竟叶家子弟虽多，但每年测灵脉的6岁之童却不会太多。今年出了一个黄阶上品，已是少有。接下来大概率不会有什么重头戏了。将手放在石碑上，放松身心，不要紧张。主持仪式的叶家强者说道。叶无双照做，此刻上了台，他反而有些平静了。叶家强者向石碑中注入灵力，开始催动。瞬间，叶无双感觉到一股暖流涌入身体，紧接着石碑上仿佛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一道道光芒接连亮起。砰！高台之上，叶南天猛然站起，一时激动之下，座椅竟被一掌拍得粉碎，而他的脸上布满了震惊之色。人群也瞬间哗然起来。7道光芒，地阶下品灵脉，绝世奇才，绝世奇才啊！这怎么可能？会不会是测试灵碑坏了？你他妈会不会说话？见不得我叶家出天才！唉，族兄息怒，我也是一时太过震惊了。场面瞬间凌乱起来，各种震惊之声不绝于耳。主持仪式的叶家强者此刻还一脸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隐卫何在？封锁全场！一道灌注着灵力的爆喝声响起，瞬间压下满场喧哗声。一道道身着黑袍、戴着面具的身影应声出现，将整片广场隐隐包围。主持仪式的叶家强者眼前一花，面前出现一道身影，看清之后连忙躬身行礼。家主。叶南天却是没有搭理他，目光注视着叶无双，眼神中充斥着欣喜震惊之情。地阶下品灵脉啊！整个天玄国都多少年没有出现了，只要不中途陨落，那是必定可以达到3天之境的绝世奇才。众所周知，5道之途从下至上依次为断体境、开脉境、聚灵境、轮海境，此为人道4境，每一境又可分为9重。叶南天本人就是轮海境1重，已然位列东阳城4大家主之一。再往上即为3天之境，又称超凡3境。可惜叶南天对这3境知之甚少，只知道3天之境的第一境名为天阳境。即便放眼整个天玄国，天阳境也是巨擘级别的存在，每一位都是了不得的大人物。轮海与天阳只是一境之差，却仿佛云泥之别，可以说是人与神的差距。天阳境强者已经可以飞天碎山，寿元千载，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凡。多少天才困死在轮海境9重，想要进一步而不得。而现在他小小的叶家也将出现一位这样的强者了吗？叶南天此刻可谓老泪纵横，惊喜交加，一脸欣慰地看着叶无双，眼神宠溺至极。叶无双被这个自己名义上的爷爷盯着，略微有些不自在，毕竟他从小到大也没有和叶南天接触过几次，只在家宴时见过几面，而叶南天自然也不会过多关注他这个侍妾所生的孙子。同时叶无双的心中也有着淡淡的疑惑，地阶下品倒也算不上是废柴，只是总感觉自己的灵脉没有被完全测试出来。数位叶家长老飞身而起，落在叶无双身边，老脸带着温和笑意，嘘寒问暖起来。圆台之下，无数叶家族人也在小声交谈，神情满是欣喜与振奋。出了一位如此天才，若干年后叶家必将成为整个天玄国的顶级世家，而他们也是与有荣焉。叶南天惊喜过后，就微微皱起了眉头，心绪飞速思考。虽说他下令封锁全场，但消息终归是瞒不了多久的，说不定现在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透露了出去。灵气、灵符等传讯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下面的族人可不会想那么多。自己家族中出了一位天才，震惊欣喜之下，说不定就已经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炫耀给了好友。就算没有，光凭刚才爆发出的海啸般的惊呼声，也很难不被外人听到。而一旦被东阳城其他3大家族知晓，那他们可不会感到惊喜，而是惊恐了。叶家出了如此天才，那日后东阳城岂有他们立足之地？叶南天将自己带入到其他3大家族的身份上，神情逐渐变得凝重凌厉。若是自己哪怕动用一切手段，也要将叶无双扼杀于摇篮之中，不然难道眼睁睁看着叶无双成长起来，日后俯首称臣吗？怎么办？怎么办？心绪飞速旋转间，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在叶南天脑海中渐渐升起。众长老，点7灵气丹药，随我前往秦家。
一声轻喝，将叶家长老们从欣喜震惊之中拉了回来。家主，这是何意？有长老看向叶南天，不解询问。诸位，你们以为当其他3大家族知晓我叶家出了一位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他们会这么做？叶南天扫视众人，询问道。众长老脸色齐齐一变，他们又不是蠢蛋，很快想明白了这一切。家主，那我们去秦家做什么？叶南天脸上浮现出笑容，吐出2个字：提亲。一旁的叶无双，很快，叶南天带着叶无双以及9位长老向秦家疾驰而去。这不是叶家家主吗？还有叶家9位长老，好大的阵势！叶家主坐下的那匹马，好盛的威势，那可是3阶妖兽火狮马，据说曾一蹄子踹死过巨灵境强者。卧槽！你不早说，快离远点！这是要做什么？叶家竟然倾巢而出，谁知道呢？反正啊，肯定是出大事了。4大家族各占据东阳城一角，相距甚远，但叶家众人的坐骑皆是不凡，速度惊人，很快赶至秦家。秦家大门前的2个侍卫见到这一幕，心中一惊，瞬间汗流浃背。什么情况？最近也没和叶家起冲突啊，至于这么大的阵仗吗？一人连忙进去禀告，另一人则是颤颤巍巍地迎了上来。叶家主，各位长老，请稍等片刻，家主马上就来。叶南天点了点头，牵着叶无双站在门前等待。很快，一行数人从秦家内快步走了出来，为首一人老远就高声打着招呼：哈哈哈，叶兄，稀客呀！清风楼作为东阳城内有名的销金窟，常年歌舞不绝。大堂内，一个身着华丽衣裳、面色略显苍白的中年男子正在悠然地听着小曲，欣赏歌舞。男子身后站立着2个小厮，怀中还搂着一个衣着暴露的美人，不时低头调笑2句。此人正是叶无双的生父，叶南天的次子叶远山。突然，一个气度不凡、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男子一进来就四处张望着，看到叶远山，脸上露出喜色，快步走了过去，大老远就打着招呼：远山兄，远山兄，恭喜啊！在场的客人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是谁居然敢在清风楼内大呼小叫，打扰他们的兴致？不过看到中年男子之后，众人脸上的不满瞬间消失，只因来人是陈卫军统领之弟赫连武。陈卫军直属于天玄国王室，负责维护一城秩序，行事霸道，地位超然。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东阳城的一切事务实际上还是4大家族说了算。不过明面上，即便是4大家族，也要给陈卫军几分薄面，不敢当众撕破脸。所以这赫连武在东阳城可谓地位超凡，即便是4大家族的家主见了，也会客气的交谈几句。这样的实权人物，居然会和叶远山打招呼，而且看起来还那么的和气，似乎2人是多年好友一般。赫连兄，你恭喜我，这是什么意思？叶远山站起，有些疑惑的询问。虽然他天资不高，生性纨绔，但毕竟是叶南天之子，见了赫连武也不至于诚惶诚恐。不过对于自己什么地位，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这样的纨绔子弟，天资又不高，平常根本入不了赫连武的眼。今天这是什么情况？这家伙这么客气，看起来都有些巴结的意味了。赫连武脸上洋溢着笑容，似乎是自己家发生了什么大喜事一样，耐心地向叶远山解释道：远山兄，你有个好儿子，你儿叶无双今日被测出身怀地阶下品灵脉，绝世奇才，天纵之资啊！什么？叶远山一声惊呼，满脸不可置信，同时在座的宾客也是瞬间哗然。卧槽，地阶下品灵脉！我的老天爷，我没听错吧？叶远山这种垃圾居然也能走如此大运，真的假的？不可能吧，我天玄国都多少年没出现这种天才了。赫连武亲口说的，那能有假？远山兄，恭喜啊，恭喜恭喜！清风楼瞬间热闹起来，恭维声不绝于耳。有人表面恭维，眼神中却闪过莫名的光芒，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哈哈哈！叶远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神情狂喜。我儿无双有天阳之资啊！好啊，素心给我生了个好儿子，走回家。叶远山大手一招，推开怀中美人。赫连兄，我先回家看看，来日再续。赫连武脸上带着笑意，没有丝毫不满。应该的，应该的。叶远山的2个小厮也是挺直了腰板，脸上带着欣喜之色，大声回应：是，少爷。秦家大厅此刻气氛略微有些古怪，秦家众人和叶家众人分坐2侧，相对无言。不同的是，叶家众人脸上都是控制不住的喜色，而秦家众人则是一脸茫然。秦家家主秦清雄端坐右侧首位，和叶南天面对面，2人都是50多岁的年纪，但看起来就和3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样，丝毫不见岁月的影子。事实上，以轮海境强者的寿命而言，他们也确实正值壮年。此刻，秦清雄的心里也是十分的猛。东阳城4大家族虽然私底下因为利益冲突不断，但总体上不会牵扯到高层打生打死，因为4大家族实力虽有强弱，但大致处于一个层次，真爆发族战，代价没有人承受得起。即便有胜方，也是惨胜，还要面临其他2家的窥伺。所以叶南天突然拜访，还将叶家所有长老都带来了，阵仗之大，属实让秦清雄有些懵。秦清雄目光扫过叶无双，还带着一个俊秀之瞳，思索良久，秦清雄还是先开口询问道：叶兄，
不知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家主不好了，不好了！家主！一道声音突然响起，一个秦家侍卫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见到在座的叶家众人，侍卫神色一愣，要说的话也瞬间咽了回去。秦青雄眉头一皱，呵斥道：“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没看到有客人在吗？”见侍卫神情古怪，脸色犹豫，秦青雄再次呵斥：“什么事？说。”这侍卫看了一眼叶家众人，吞吞吐吐：“罢了，还是让我来说吧。想来他要禀告的事，和我要说的应该是同一件事。”叶南天抬手解除了秦家侍卫的窘迫处境，面色沉稳不惊，带着些许淡淡的笑容。哦，秦青雄眼神闪动，看向叶南天。既然如此，还请叶兄为我解惑。秦家众人也是好奇的看向叶南天。叶南天微微一笑，开口说道：“诸位想必知晓，今日是我叶家1年1度为后辈子弟测灵脉的日子，这不是什么秘密。”秦青雄拿起茶杯，轻抿一口，静待下文。上天眷顾，竟让我叶家出了一位绝世奇才，也就是我孙叶无双。叶南天说着，将叶无双拉到身前。秦青雄看了一眼这唇红齿白的6岁之童，原来是炫耀来了。不过，至于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吗？还有，这老家伙好大的口气，还绝世奇才，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真尼玛的能吹。秦青雄心中冷笑一声，此时此刻他还是很淡定的。毕竟秦家作为东阳城4大家族之首，是4家之中唯一拥有2位轮海境强者的家族，而他秦青雄更是轮海境2重，力压其他3家家主。他的儿子30多岁的年纪，已经距临境7重，有望轮海。他的孙女2年前更是被测出拥有玄阶中品灵脉。秦家的实力和底蕴不可谓不深厚。过来炫耀，你找错地方了。不过表面上秦青雄还是十分给面子的，配合的询问道：“哦，不知无双的灵脉是何品阶？”叶南天微微一笑，语气平淡的说道：“地阶下品。”哐当，咯吱，呲啦，茶杯摔落的声音，椅子滑动的声音。秦家众人猛然站起，秦青雄也不例外，脸色满是震惊骇然，伴随着响起数道惊呼声。什么？地阶下品？大厅内一时间变得嘈杂起来。秦家众人纷纷站起，一脸的震惊和不敢相信，眼神更是全都看向了叶无双，恨不得直接将他抢到秦家来。而叶家众长老则是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一副小场面都坐下的表情，但那都快扬到天上去的下巴，咧到耳根的嘴角，无一不清晰地表达着他们内心的炫耀之情。被这么多人用看绝世美人般的目光注视着，叶无双感觉十分不自在，心中微微一叹，有些无奈。又来，这场面刚才在叶家已经经历过一遍了。秦青雄也好不到哪去，脸上的震惊之情丝毫不输秦家众人，连茶杯都摔碎了也没在意。他先是条件反射地看向了叶无双，然后扭头看向叶南天，一副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叶兄，此事当真？秦青雄眼神死死地盯着叶南天，企图从中发掘出蛛丝马迹，证明这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他自己也清楚，这个概率太小了。叶南天脑子进水了，才会特地跑过来骗他，图一乐吗？果然，叶南天丝毫不虚，微笑着颔首，自然是真的。呼！秦青雄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看向进来禀报的侍卫。那侍卫见秦青雄看过来，稍显无奈地点了点头。此事已经在城中传遍了。叶公子的灵脉品阶刚被测出来时，据说叶家主还想封锁消息，但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这么惊人的消息哪里瞒得住？叶家主还没出门的时候，各种消息就已经满天飞了。再次被证实，秦家众人看向叶无双的眼神愈发火热了，各种各样的心思也是压不住的萌芽。地阶下品啊！秦青雄再次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坐回座椅上，在旁边秦家一位长老嫌弃的目光中，将他的茶杯端了起来，咕噜一大口下肚，平复着内心波涛汹涌的情绪。良久，秦青雄平静下来，看向叶南天：“如此天才，只可惜不是我秦家子弟。叶兄，还是说说此行真正的来意吧。”叶南天微笑着回应：“无双虽是我叶家子弟，却也未必不能成为秦家人。”哦，秦青雄心中一动，眼神都变得明亮起来。叶兄此言何意？叶南天开门见山：“我欲让无双与若雪定下婚约，不知秦兄意下如何？”果然如此，秦青雄心中一定，同时浮现出欣喜之情。秦若雪即是秦青雄的孙女，今年8岁，其2年前被测出拥有玄阶中品灵脉，在东阳城可是轰动了许久。毕竟拥有玄阶下品灵脉，轮海境就已是十拿九稳的事了。东阳城4大家族的家主，也就是这个资质。而玄阶中品灵脉放在东阳城，足可称得上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秦青雄对这个孙女的喜爱宠溺之情可以想象，若是平常其他3大家族的人过来提亲，秦青雄一定会冷笑一声：“您也配？他什么身份？我家若雪什么地位？不过现在嘛，攻守之势一也。家主，天大的好，喜事啊！是啊，无双和若雪，天作之合呀！叶家主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呀！从这孩子一进来，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叶南天话音刚落，秦家几位长老已经七嘴八舌地回应起来，大厅再次变得嘈杂起来。反而是正主秦青雄面色平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似是在思考什么。提亲
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过，当双方都是家主的后代，且都是难得一见的天才，未来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这就不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事了，而是上升到家族的高度，是秦叶两家结为联盟的标志。叶南天的心思堂堂正正，并不难猜。秦青雄只是略一思考便明白了，这老家伙不过是怕遭到其他3家的围攻，保不住叶无双这个天才，所以想要将秦家拉到一条船上罢了。至于为什么选择秦家，道理也十分简单，因为秦家在这3家中最强，只有和秦家联盟，才有最大的把握保护好叶无双。秦家众位长老七嘴八舌的说了半天，发现家主居然一言不发，顿时有些疑惑。如此天大的好事，家主居然没有马上答应，还在犹豫什么？在座的众人都是秦家高层，自然没有傻子，很快想明白了缘由，欣喜激动之情很快被理智重新取代。刚才还嘈杂无比的声音迅速平复下来。秦家众人一边思索着其中利弊，一边看向秦青雄，等待着他的决定。站在秦家的立场上，拒绝联姻没有任何坏处。秦家依旧是东阳城第一家族，甚至其他2家想要对叶无双下黑手的话，他们还可以帮帮场子。至于置身事外，没有碾压一切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两不相帮，那就是墙头草，首先就会被所有人合力铲除。而接受联姻，则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另外2家还在虎视眈眈呢，毕竟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就只是天才而已。这年头，陨落的天才还少吗？危机永远都存在，这并不能使秦青雄畏惧。利益的不确定性才是让他犹豫的根本原因。秦青雄看了一眼对面，即便知道他在衡量利弊，叶南天也丝毫没有催促的意思，神色从容不迫，还时不时的品上一口茶。老家伙装得挺好啊，我就不信你真这么淡定。秦青雄心底冷笑一声，脸上却是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如此喜事，我岂有拒绝的道理？既然叶兄有意，我自然是举双手同意的。秦青雄选择了同意，理由也很简单，机会难得，多少人为了一本高阶功法、武技打得眼红火热，为了一份天才地宝、一份进阶的机缘，不惜以命相搏。因为什么？机会难得，机遇难求。秦家也是如此。虽然秦家贵为东阳城第一家族，声势如日中天，但也仅限东阳城了。出了这个地界，不说整个大陆，只在天玄国内，秦家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想要让整个家族的实力地位更上一层楼，何其困难！秦家数十甚至上百年来都没有做到，能够守住已有的地位，原地踏步都是一件不易的事。而如今，一份天大的机遇摆在了秦青雄面前，一个只要不夭折，未来最低也是天阳境的绝世奇才。秦青雄看向叶无双的眼神也再次变得火热，那可是天阳境啊，哪怕只是指缝中露出一点点资源，都够他秦家受益无穷。与此相比，可能存在的危机算得了什么？哪怕为此与其他2家交战，他秦家无惧。好啊！叶南天放声大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秦兄，相信无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家主做出了选择，秦家众人的脸上也浮现出笑容，热情地和叶家众人交谈起来。大厅内再次变得热闹起来，一片和睦愉快的景象。叶无双坐在叶南天身旁，从始至终一言不发，静静地聆听着2位家主的交谈。虽然灵魂作为蓝星人接受过自由平等的想法，但他也没有抵触联姻这种带着封建思想的事情。入乡尚且随俗，何况是换了一个世界，不和秦家联姻，光凭叶家怎么在强敌环伺中保住他？他不是一个迂腐的人，弱小时不涉及原则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叶兄，呵呵，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见过天赋最高的天才，也就是我的孙女若雪。当年她测试灵脉的时候，测试灵碑亮起5道光芒，可给我激动坏了。也不知道地阶下品灵脉又是何等风光啊！秦青雄半开玩笑半感慨地说道。叶南天也是老狐狸一个，瞬间明白其中意思。2家联姻毕竟不是小事，秦青雄想要亲眼确认一下叶无双的灵脉品阶，叶南天没有丝毫不悦，反而更加安心。有问题直接摆出来，总比背后做小动作好。这也更能说明秦青雄是诚心想要结盟。于是叶南天也开着玩笑说道：既然如此，秦兄今天可以开开眼界了。不用秦青雄示意，一位秦家长老已经悄然退了出去。没多久，他就带着测试灵碑返回大厅。无双，别紧张，只是再测试一下灵脉而已。叶南天看向叶无双，笑容和蔼。叶无双熟练地将手放在测试灵碑上，叶南天亲自灌输灵力催动，哗，7道光芒骤然亮起，绚烂的光彩瞬间充斥着整个大厅。哈哈，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你说区区几道光芒，怎么就这么好看呢？秦青雄以及秦家众人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唯有叶无双心中有着淡淡的疑惑：2次测试都是地阶下品灵脉，难道我真的感觉错了？接下来，在秦叶2家众位长老的见证下，叶南天和秦青雄亲自为2个孩子签下婚约。若是真的反悔起来，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但现在却是必要的仪式流程，以及让2家安心的重要证明。秦兄，既然你我2家已经结为亲家，有些迫在眉睫的事，还需要秦兄大力支持啊！叶南天言辞恳切地说道。哦，
叶兄但说无妨。对这种刚结亲就朝亲家要钱的行为，秦青雄丝毫不介意。现在多处理，以后的收获才会更丰厚。秦兄，你也知道，我叶家出了无双这样的天才，天然就将另外2家推到了对立面上。虽说如今你我2家联盟，并不惧他们，但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为了无双的安全成长，做出再充分的保护措施也不为过。叶南天回答道：“叶兄所言极是。”秦青雄先是称赞一句，然后沉吟少许，询问道：“叶兄有什么打算？”叶南天微微一笑，说出重点：“我欲带无双前往天玄学院，拜师天阳镜巨擘。”什么？秦青雄先是一惊，反应过来后，立马变得有些振奋。天玄学院原身又名王氏学院，是天玄王室为了培养王室子弟、吸收野生天才所创办。后来由于环境复杂，各大顶尖家族、宗门逐渐渗透其中，学院内部也逐渐诞生出单纯的学院派。天玄学院逐渐演变成一个天才的摇篮，强者的培育之所。如今天玄国声名在外的强者，几乎90%都是天玄学院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天阳境强者放在外面，那都是一方巨擘，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存在，哪里是普通人能够轻易见到的呢？可在天玄学院，明面上就有数位天阳境的顶尖导师。叶南天想要让叶无双拜天阳境巨擘为师，天玄学院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如此甚好啊，有一个天阳境的师尊，足可庇护无双安全成长。秦青雄欣喜激动地说道：“诚然，天玄学院的招生规则极为苛刻，拜师天阳境也绝非易事。但这些对叶无双来说又算得了什么？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可以想象，一旦叶无双展现自己的灵脉品阶，绝对会引发整个天玄国的震动。到时候，哪怕是天阳境的存在，也必定会抢着收徒的。要知道，强者一般是不会轻易收徒的。收个徒弟，倾注了大量心血，结果突破不了某个境界，寿命还没有自己长，这种痛苦，谁愿意多次承受？所以，强者轻易不收徒，一旦收徒，那就世代之如子嗣。这也导致师徒之情，有时候甚至比亲情还要深厚。所以，为免夜长梦多，我打算带着无双即刻启程前往王都，还望秦兄能够鼎力相助啊！叶南天目光灼灼地看向秦青雄。哦，秦青雄语气一顿，看向叶无双，然后目光又转向叶家9位长老。怪不得将族内长老尽数带来了，这老家伙果真是思虑周全，有备而来啊！拜师天阳境视为远虑，联姻秦家视为近忧，双管齐下，才可保证叶无双安全成长。秦青雄思绪闪过一瞬，便大手一挥：“自当如此，叶兄放心，无双已是我孙女婿，我秦家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老二，你和老八、老九留守族内，其余长老尽接点骑兵器丹药，随我护送无双前往王都。”叶南天闻言心中大定，秦家一共2位轮海境，13位长老，如今与倾巢而出也没什么区别了。而他叶家更是破釜沉舟，1位轮海境，9位长老全部出动。叶无双一听，这发展的太迅速了吧？检测灵脉，联姻前往王都，一刻都不停歇的呀。于是他连忙开口：“爷爷，我母亲还在族内，叶家强者倾巢而出，万一有敌人铤而走险，族内可就危险了。”叶南天看向叶无双，笑容和蔼：“无双放心，不先解决掉我们这些人，那些宵小之徒是绝不敢对叶家动手的。你母亲待在叶家，安全无虞。而一旦我们抵达王都，你拜师天阳境之后，一切魑魅魍魉都将销声匿迹。”哒哒，阵阵强劲有力的提声响起，一行20余人骑着坐骑向东阳城外疾驰而去。浩大的阵仗引得路边众人驻足侧目。这什么情况？叶家和秦家走一块去了？清一色的长老级人物啊！要知道，4大家族的长老，那可都是巨灵境7重以上的强者。发生什么事了？为何2家强者进出？难道是要和另外2家开战吗？卧槽！走走走，速速出城，以免被波及。叶无双面朝叶南天，倒坐在火狮马的背上，背后和胯下都有着厚厚的软垫。他还没有接触修炼，长途奔袭自然是受不了的。可见叶南天对他的关心疼爱，连这些小细节都考虑得周到无比。耳边嗡嗡的风声一直作响，两边景色也在不断倒退。本来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叶无双的倦意来袭，然后沉沉睡去。但众人出了东阳城还没一小会儿，叶南天高声呼道，勒住火狮马，队伍瞬间停了下来。叶无双扭过脑袋向前方看去，只见100米远的一个小土坡上矗立着一行20余人，坐下坐骑皆是威武不凡。叶南天看向前方，高声说道：“王兄、李兄，2位等候于此，所为何事？”叶无双瞬间了然，原来是另外2大家族的人。出个城也不怎么平静啊。而另一边为首的2人眉头紧皱，神情严肃而又带着些许烦躁之意。2人坐骑紧挨，正在低声交谈着。叶南天这个老狐狸竟真的与秦家结盟了，速度还真快啊！也不知道他给秦青雄下了什么迷魂汤，还用得着下药吗？一个拥有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秦青雄自己上赶着跪舔还差不多。你我2家现在如何是好？是拼死一搏，还是就此退去，日后俯首称臣？依我看，只要能击杀那个志同，他们2家的联盟不攻自破。拼死一搏就真的能鱼死网破吗？秦家实力
何其强大！秦青雄一人就能独占我们两人，凭手下这些巨灵境，如何在叶南天手中击杀那个志同，就此退去吗？真有点不甘心啊！叶南天这老狐狸，当真是走了一步好棋啊！叶南天等待良久，才见两位家主从队伍中出来，其中一人朗声笑道：“秦兄，叶兄，我等听闻两位带着族内长老禁术而出，莫非是遇上了什么难事？同为东阳城4大家族，我等岂会袖手旁观，必定鼎力相助啊！鼎力相助，你不在背后捅刀子就不错了。”叶南天心中冷笑，表面上也是大笑着回应：“仁兄多虑了，我等不过外出探亲，哪里有什么难事？”面对如此荒诞的理由，对面似乎根本没有怀疑，反而传来爽朗笑声。既如此，那就不打扰诸位了。秦青雄来到叶南天身边，低声说道：“看样子这两个家伙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叶南天脸上带着微笑，不动声色地说道：“若他们真有自知之明，此刻就不会出现在我等眼前了。秦兄，此去王都路途漫长，仍需谨慎啊。”秦青雄神色认真地点了点头。叶无双一行人依旧保持着谨慎之心，越过王李两家众人，继续向着王都疾驰而去。待到众人一走，王李两家自然也是分道扬镳。路上，王家一行人：“家主，我们这么多人过来，难道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王家一位长老忍不住出声，其余人听到也是纷纷谈论道：“是啊，家主，那可是拥有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此子不除，后患无穷啊！日后东阳城岂有我王家立足之地？”王家家主神色平静，淡淡的瞥了一眼众人，轻声喝道：“愚蠢！那个志同必将引发一场天旋国内的惊涛骇浪，在这场巨大的风波中，我王家岂能做出头鸟？”有人眼神不满，面对家主也敢对上两句：“那我们还过来干嘛？老老实实在族内待着不就好了，还免得叶家误会。”王家家主看向那人，也没动怒。若是刚才出城的只有叶家一行人，那么今日便是叶家族灭之时。可惜叶南天竟真将秦家拉上了一艘船，这才是我们今日无功而返的原因。王家家主语气一顿，接着说道：“再说，我们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你们回去之后，将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散播出去，就让这把火在天玄国内燃烧的更加迅速猛烈一些。”有人眼色迟疑，若是有天阳境强者听到消息，起了收徒之心，朝东阳城赶来，我们岂不是反帮了叶家一把？王家家主丝毫不在意，人心是世上最复杂的东西，有人想要在他身上下注，自然也就有人不愿意看到他成长起来。可惜我王家实力太弱，根本没有入局的资格，即便是秦家，也不过是恰逢其时才勉强有了下注的机会。所以尔等传播消息时务必注意隐藏身份。那个志同若死，我王家不揽这个名声，他若活了下来，我王家也不会引火上身。这相似的一幕还在李家一行人身上上演着。很快，一则令整个天玄国震动的消息以东阳城为中心，急速向外裂变传播。一位拥有着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现世了。东阳城，叶家叶无双，速派人前往东阳城，一定要将此子收入我宗。什么？他已经离开东阳城了？给我找！掘地3尺也要将他找到，一定要赶在其他势力前面。这样的场景在各大势力中频频上演，即便是在顶尖的势力也无法保持镇定。无数人的心思变得活跃起来，闻风而动。夜晚，一座小城的客栈内，叶无双一行人在此落脚歇息。小小的房间内，此刻却是挤满了人。叶南天坐在椅子上，眉头紧锁，神情凝重。只因一行人进城之后，就发现城中处处透露着诡异之处，频频有行人将目光放在众人身上，带着审视之意。这太不正常了。很快，叶南天派出去打听消息的叶家长老返回，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家主，无双拥有地阶下品灵脉的消息已经被传播出去了，消息十分详细，连我等的人数、境界都描述的一清二楚。怪不得我们一进城就有这么多人眼神不对劲。有脾气急躁的叶家长老猛地一拍桌子：“干他娘的！肯定是王李两家干的好事，早知道出城相遇之时就该将他们统统镇杀。”叶南天抬手制止他无意义的废话，雷厉风行地说道：“乔装打扮一番，速速出城！”众人行动迅速，很快出城，趁着夜色继续赶路。然而未至片刻，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破空声，这是急速奔驰下衣袍带起的声音。紧接着，秦青雄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顿时怒吼一声：“闪开！”一股蕴含着狂暴凌厉的光团砸落在众人前方，瞬间爆炸，轰隆！巨大的威力带着气浪，将近处几人直接掀飞出去。叶南天目光一红，将叶无双护至身后，然后扭头看去，夜色之下，一道黑袍身影悄然飘落，立在众人眼前。此人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下，脸上戴着面具，看起来并不想暴露身份，但浑身凌厉威势毫无掩饰地宣泄而出，处处彰显着其内心的肆无忌惮。这是一位轮海境6重的强者，众人如临大敌，目光死死地盯着来人。秦青雄和叶南天站在最前方，神情凝重，身体紧绷，但却一言不发。很明显，此人来意不善，根本没有沟通的必要。交出那个志同，可饶尔等不死。黑袍人声音沙哑地说道。叶南天冷笑一声，讥讽道：“真面目都不敢显露的鼠辈，也敢如此猖狂。”话虽如此，但叶南天心里清楚，轮海6重是何等的强大，在场众人加在一起，
也不是其对手。秦青雄更是直接，一只手背在身后挥动，一位较为年轻的秦家长老得到示意，悄然取出一道轮盘模样的灵气，凝神催动，一道道灵纹逐渐被勾勒出来。嗡，一道嗡鸣声突然响起，众人脚下光芒骤起，宛若木帘垂落，一道灵阵如画卷般成型。这位秦家长老居然还是一位灵阵师。天前大陆以武为尊，灵力盛行之下，自然也衍生出了许多其他道路，如炼药、炼器、灵阵、御兽、巫蛊等等。哪个武者不吃丹药？哪个武者不用灵器？每一条道路都不可小觑，皆有其独特强大之处。黑袍人沙哑的声音响起，带着嗤笑之意：三阶御兽阵，不自量力，蝼蚁虽多，岂能反噬猛虎？那位年轻的秦家长老不言，布置好三阶御兽阵后，又继续勾勒灵纹，布置起三阶求灵阵。黑袍人冷笑一声，右脚重重一跺，澎湃的灵力倾泻而出，灵阵瞬间有种摇摇欲坠之感。两家长老飞身落到阵中各处，催动灵力灌入灵阵当中，帮助稳固灵阵。这黑袍人比他们高了将近一个大境界，他们若是近身对敌，怕是会被瞬间秒杀，因此只能在一边打辅助。那位年轻的秦家长老抬手，两道能量光芒飞出，撞进秦青雄和叶南天体内。两人脸上露出舒适的神情，感觉战力上升了数个台阶。杀！两人同时怒吼一声，身形暴动，主动出击攻向黑袍人。不自量力！黑袍人冷哼一声，双手握拳，重重迎上。轰隆！两人倒飞出去，砸在地上，带起一阵烟尘，很快弹射而起。虽然有些狼狈，但身上并无伤势。灵阵中不断有能量注入两人体内，帮助他们维持状态，治疗伤势。两人全力爆发的攻击，居然被轻松挡下。此人绝对不可力敌。秦青雄和叶南天神情愈发凝重，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彼此心中的想法。秦青雄再次主动出击，缠住黑袍人，而叶南天则是抽身退出灵阵，抱起叶无双，翻身骑上火狮马，向远方疾驰而去。他的眼神坚定冷漠，一副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样子。事实上，他这么做，留下的众人反而有着很大生机。黑袍人的目标是叶无双，没能将叶无双杀死或者带走，即便他击溃秦青雄等人，也大概率不会下杀手，这是在绝自己日后的生路。即便他不按常理出牌，众人四散奔逃，他又能追杀几个？叶南天身为一家之主，有着最理智与果决的心境，为了叶无双，一些牺牲是必要的，哪怕他再心痛，也绝对不会逞强留下来。身后传来激烈的交战声，叶无双有些沉默。他很清楚叶南天此举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那些人留下来是为了他而血战，心情不可避免的有些沉重，有些愧疚。那道黑袍身影深深烙印在叶无双的脑海里。叶南天彻夜奔驰，未敢停下休息一刻，直到清晨的第一缕夕光洒落在地，一道城池的轮廓出现在他视野中，他才停了下来。孩童的身体难以承受这种疲惫，叶无双早已沉沉睡去。叶南天看向火狮马，眼神中充满着不舍。低阶妖兽灵智未开，想要驯化为做其十分困难。这只三阶的火狮马，他是从幼崽时就开始培养的，对其感情深厚，但现在他却主动将其放生，让他离开，因为传播的消息太过详细，而火狮马特征太过明显。火狮马悲鸣般地长声嘶吼，叶南天却已转身离开。等到尘埃落定，他必来此将其寻回。叶南天带着叶无双进城之后，先是在地市上买了一些东西，然后找了一家普通客栈。进入房间，叶南天先是换成布衣，然后取出易容面具准备戴上，但略一思索就又放下了。这伪装太过明显，若有强者看出端倪，恐其生疑。于是在地上一摸，拍了拍脸，弄得整个人都有些脏乱起来。紧接着在叶无双震惊和生无可恋的目光下，为他换了一身女童的裙子。叶无双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叶南天身为轮海境强者，只是打坐一番，疲惫就已散去，但叶无双不行，为此还是停留了一会儿让他休息，然后继续漫长而又充满危机的路程。这一路以来，叶南天扮做过平民、商旅、乞丐等形形色色的人，两人步行过，骑过普通马匹，也曾混在车队之中。长期的路程让叶无双疲惫不已，一路上精神都有些萎靡，但各种关于他的消息早已传得漫天都是，甚至他曾听闻过一则消息，有天阳境强者亲临东阳城，欲要收他为徒，可惜那位强者注定要无功而返了。叶南天听到这则消息时也十分的振奋欣喜，但并不后悔。若是一直在东阳城等待，只怕叶无双活不到那个时候。自那夜之后，叶无双再也没见到秦青雄和两家长老了，不知道他们是已经逃走，还是身陨。每每想到这时，叶无双的心情都有些低落。不管如何，路途总在继续前进。在长达1个多月的跋涉之后，一座宏伟的巨城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天玄王都终于到了。两人随着人流走向城门，叶南天突然出声感慨：好大的手笔，居然连守城的士卒都是巨灵劲武者。其中的一个小队长赫然是轮海境，光是这看门的一小队士卒就可媲美叶家的高端战力，不愧是整个天玄国的中心，强者汇聚之地。甚至叶无双都能感觉到一丝惬意舒适，这说明此地的灵气十分浓郁。这位大哥，
请问天玄学院在什么位置？入城时，叶南天取出一枚上品灵石，递给守城的士簇小队长，客气地询问道：“灵石，整个大陆的通用货币，也是最基础的修炼资源。根据其中蕴含的灵气浓郁程度，分为上、中、下3个品阶，汇率10倍递增。天玄国这种大陆偏僻之地，主流还是以下品灵石为主。一枚上品灵石问路，足够珍贵了。”小队长本来面无表情，现在也挤出一抹笑容，顺着这条主路直走，到中心街之后往西，天玄学院的招牌十分明显，一眼可见。多谢。叶南天抱了抱拳，带着叶无双直奔天玄学院。许久之后，一道充斥着古朴气息的门户映入两人眼帘，其上龙凤飞舞般刻着天玄学院几个大字。叶南天深吸一口气，欲要进入时却被拦下。你是来干什么的？若是探望族中子弟，留下姓名，我们会让他过来接你。守卫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是带着我孙儿前来拜师。叶南天连忙说道。今年招生时间已过，想要入院明年再来。守卫看了一眼叶无双，公事公办地说道。开什么玩笑，一个稚童也来拜师？要知道天玄学院的招生规则可是要求古灵在16岁以下的开迈进天才。叶南天心中轻叹一声，有些无奈。若是一切都按规矩办事，他们连天玄学院的大门都进不去。于是叶南天深吸一口气，然后大声说道。东阳城叶无双前来天玄学院拜师。灌注了灵力的声音洪亮无比，传出极远，引得无数行人驻足侧目。何人如此大胆，居然敢在天玄学院门前放肆？你好胆！守卫怒不可遏，就要出手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嗡嗡，天地间突然响起轻微的颤音，天玄学院内数道磅礴的灵力猛然爆发，化作流光冲天而起，伴随着一阵大笑声和骂骂咧咧的拌嘴声。哈哈哈，我的好徒儿，为师来了！老匹夫要脸否？人家答应做你的徒弟了吗？哼！整个天玄国，谁人不知老夫教徒乃是一绝？不选我，难道拜你个糙汉子为师不成？你们两个争吵有什么用？拜谁为师，还要看小家伙自己的选择。不过眨眼间，6道流光化作人影出现在半空中，浑身灵力如渊似海，散发着万兽之王般的威压。守卫两股战战，仰头恭敬行礼，见过各位导师。叶南天也连忙拉着叶无双行礼。周围看热闹的人群瞬间炸开，飞天而起，傲立虚空。莫非这几位皆是天阳境强者？那是离火前辈，炼药师公会的名誉副会长。旁边这位，莫非就是有着狂师之称的李风武前辈？我弟亲娘哎，好多天阳境强者呀！这家伙何许人也？一句话居然能引出如此多的天阳境强者！卧槽，叶无双啊，他是叶无双啊！这段时间疯传的那个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卧槽，竟然是他！卧槽，原来是他！卧槽，果然是他！天玄学院内某处有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此地处在一座矮山脚下，周围林木环绕，鲜有人迹，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世外桃源，清风舒适，竹叶沙沙作响，只是待在这里就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灵气更是浓郁无比，明显是个修炼的宝地。院落、木屋、室内，一个女子正在静坐修炼，她似乎很普通，存在感很低，这是因为她的气息已与天地相融，给人缥缈虚幻之感。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将她忽略，因为她有着不属于世间的绝美容颜，仿佛上天的宠儿，每一寸轮廓都像是被精心雕刻过一般，肌肤白皙如雪，恰似羊脂玉般温润细腻，吹淡可破。眉毛似远山寒带，如柳叶轻扬，峨眉弯弯，仿佛水墨画中的山峦，细腻如丝，轻盈如烟。身姿曼妙轻盈，一袭白衣随风飘动，宛若谪仙降世，仙子落凡尘。任何言语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仿佛她才是完美的代名词。容颜不是她的全部，只是一份天道偏爱的见证。蓦然，女子如蝶一般轻颤的睫毛微扬，缓缓睁开了双眼，周围的景色也变得绚烂活跃起来。那是一双如秋水般澄澈氤氲的眸子，有着星辰般的璀璨，也饱含夜空般的静谧。此刻，这双眼眸中有着一丝欣喜，有着一丝疑惑，这样复杂的情绪对女子来说实属难见。冥冥之中的示意，这份机缘到底是什么？6年的等待，终于得见。女子微不可闻的呢喃声响起，身影渐渐消散。6位天阳境强者轻轻飘落在叶无双面前，脸上皆带着温和笑容。叶无双这才看清这6位天阳境强者的容貌。2位老者，一位仙风道骨，一位朴素和蔼；2位中年男子，一位身材魁梧，面色刚毅，一位气质如和，眉宇间却是锐气十足；还有一位30岁左右的温婉御姐，以及一个手拿折扇、面容俊逸的少年。小朋友，你就是叶无双？那位朴素和蔼的老者看向叶无双，笑呵呵地问道，眼神却是灼热无比。当然，另外5位也好不到哪里去。守卫早已悄悄地退到一边，心中惊慌不已。此时此刻，他哪里还不知道这个稚童是谁？叶无双这个名字几乎包揽了1个多月以来天玄国的所有热点话题。谁不知道这是一位拥有着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谁人茶余饭后不提上一句？守卫感觉背后冷飕飕的，早已汗流浃背，只希望这个小祖宗不要在意自己。是，我就是叶无双。
叶无双点头回应。一时间，叶无双感觉自己被无数道灼热的目光盯上了。围观的人群中，立马有许多人退走，向家族、宗门回禀消息：叶无双来到王都了。这绝对是一个劲爆的消息。往后数10年，他将是整个天玄国最为瞩目的天才。时间延伸到100年之后，他更将跻身成为天玄国最顶尖的一批存在。这其中所牵扯到的巨大利益纠纷，怎能不令人心动？那位少年模样的天阳境强者一展折扇，淡淡一笑：天玄国上次出现拥有地阶下品灵脉的天才，还是130多年前的事了吧？小朋友，介不介意我们测试一下你的灵脉？又来？叶无双只好摇了摇头，表示不介意。人只会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哪怕消息传得再真实，依旧会保持一分怀疑。那少年模样的天阳境强者右手从左手上的戒指一抹，一座测试灵碑就出现在场中。这是储物剑。叶无双来了兴致，原来玄幻世界真的有空间戒指这种东西。6位天阳境强者自然将他这一举动看得一清二楚。那少年模样的天阳境强者还将储物戒展露在外，故意让叶无双观看，然后装作不经意地说道：这储物戒空间有点小了呀，东西都放不下了，过段时间去换个大的，至于这个小的就送给徒弟当个小礼物吧。这话立马引来另外5人声讨：呸，拿个储物戒吸引人家小家伙，还要不要脸了？白兄，无双尚小，你岂能以利诱之？这不利于他的成长。无双，别听这家伙的，小小的储物戒算得了什么？拜我为师，以后灵气你随便挑。呵，灵气够用就行，要那么多能当饭吃吗？武道之途上，丹药才是效果最好的辅助用品。本人不才，不过区5星炼药师，丹药当糖豆吃，想来是没有问题的。诸位，刚才不是说不要以利诱之，现在这是在做什么？这就吵起来了。叶无双有些无奈，还不能说什么。刚才准备上前测试灵脉，现在也停下了脚步。一阵清风拂面，淡淡的空气清新传来。叶无双再一眨眼，一个身着白裙的女子静静地站立在他面前。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瞬，所有的声音随之消散。女子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却仿佛天地的中心，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叶无双感觉自己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宕机，第一反应是：卧槽，好漂亮的仙子姐姐，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叶无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句话，人群也是瞬间寂静下来。众人看着场间出现的这个女子，瞬间噤声，不由感到自惭形秽，甚至不敢低声交谈。李白在写出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时，想来也是同样的心情。这是一个绝美到让人感觉在做梦的女子。还是6位天阳境强者率先反应过来，恭敬行礼：前辈。人群这才变得活跃起来，但交谈声依旧很低，且不外乎是好漂亮的仙子，我在做梦吗？之类的话。少数心境较好的人才意识到什么，言语之中充满着震惊。6位天阳境强者居然向他行礼，我滴妈，这位仙子什么来头？就算是王上在此，也不可能获得如此礼遇吧？女子静静地站立，从周围人的交谈声中，已经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一个地阶下品灵脉的拥有者，在这偏僻小国确实算得上是天才，但为何那份指引落在了他身上？一个稚童对自己而言，算得上什么机缘？女子的眼眸太过纯净，仿佛能洞穿一切。叶无双只和他对视一眼，便偏过了目光，自然也就没有看到他眼神中的疑惑。你要测试灵脉吗？女子的声音响起，如同清泉流响，悦耳动听。叶无双这才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道：是。女子轻轻抬手，测试灵碑便浮空而起，将自己送到叶无双身前。叶无双熟练地伸出手掌放在上面，女子屈指一点，测试灵碑开始运转。嗡嗡嗡嗡，测试灵碑仿佛出现了极为短暂的死机，然后瞬间亮起，一道道绚烂光芒的猛然爆发。卧槽，眼睛给我闪瞎了！谁来数数啊？1、2、3、4、5、6、7，不是兄弟你还数呢？过了呀！人群中的声音突然拔高，像是见了鬼一样，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惊呼声。12道光芒，他妈的12道光芒啊！天阶上品灵脉，这怎么可能？现场极度混乱，无数人都要被震得发狂了。天阶上品灵脉啊！即便放眼整个大陆，也是最顶尖的天才，居然在他们小小的天玄国出现了。众人感觉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甚至许多人怀疑是测试灵碑出问题了。6位天阳境强者再也顾不得白衣女子的身份，迅速围了上来，目光灼热的都快发红了，看向叶无双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无人还能保持镇定，换个灵碑再测试一下。有人催促道。叶无双还在发愣，他也十分吃惊，先前在东阳城测试过2次，都是地阶下品灵脉啊，怎么一到王都就摇身一变成了天阶上品灵脉呢？我知道了。突然有人大声说道，众人连忙看去，竟然是叶南天。无数道灼热不解的目光落在叶南天身上，叶南天压力倍增，但还是强自镇定，面色有些尴尬地解释道：我们东阳城炼气造诣最高的那位只是3星炼气师，所以我们东阳城的测试灵碑应当都是残次品，最高只能测出地阶下品灵脉。这件事以前我是知道的，不过以往东阳城出一位玄阶下品灵脉资质都十分困难，这种残次品测试灵碑也是足够使用的。渐渐的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大悟，测试灵杯也是灵器，品阶倒是不高，属于玄阶下品。这种级别的灵器需要4星炼器师才能炼制出来，但这个品阶不高，也是相对而言，放在东阳城那样的小城，哪里去找一位4星炼器师？人往高处走，强者都来王都发展了。若不是测试灵杯较为特殊，只怕东阳城那位3星炼器师连这种残次品都炼不出来。叶无双也是解开了心中的一个疑惑，怪不得前2次测试灵脉，总有一种劲没有完全使出来的感觉。不过还是有天阳境强者取出来一个新的测试灵杯，想要叶无双再测试一遍，但他却在下一秒停止了动作，因为白衣女子动了。她来到叶无双面前，微微俯身牵住了叶无双的手腕。叶无双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些许惊讶，但更多的却是疑惑，这绝对是个大佬。天阳境对他恭敬行礼，面对天阶上品灵脉，依旧平静如水。手腕被牵住，温润如玉的触感传来，叶无双也没有反抗，然后一道温和的灵力就顺着手心进入了他的体内，四处游走起来。叶无双看着白衣女子的精致容颜，甚至因为离得太近，几缕秀发垂落在他眼前，淡淡清新的味道传来。再然后他就眼看着白衣女子眼神中的疑惑渐渐消散，震惊之色很快布满整个眼眸。这和白衣女子清冷如仙的气质放在一起，还真有种反差感。她从我身体中探查到了什么？叶无双很疑惑，但没有出声询问。众人茫然地看着这一幕，6位天阳境强者欲言又止。这位前辈不会跟他们抢徒弟吧？好在接下来的一幕并没有让他们失望。你，白衣女子轻声开口，然后顿住，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最终鬼使神差地说道：可愿拜我为师？不可，前辈岂能如此？旁边的6位天阳境强者中，立马有人忍不住开口说道。白衣女子神情平静，看向那人，你能保住一个拥有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那位天阳境强者瞬间哑口无言。是啊，一个拥有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现世，宛如在整个大陆扔下一颗深水炸弹，不知有多少老王八隐士大能闻风而动。他一个小小的天阳境算得了什么？若是这些人中有人心怀歹意，他能保得住叶无双，人家捏死他不比捏死一只蚂蚁困难。那位天阳境强者心有不甘，璞玉在前，自己却没有资格拥有，何其煎熬。本想说一句，难道你就能保住他？但一想到对方显露的实力，十分从心地选择了闭嘴。再想到对方的姓氏，心死得更彻底了。白衣女子看向叶无双，叶无双深吸一口气，毫无迟疑地后退几步，恭敬行礼。师尊。白衣女子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周围的景色似乎都随之变得明媚起来。为师名为洛清仙，这名字真的是有点仙啊。叶无双点了点头。洛清仙看向叶南天，你是他的族中长辈？叶南天连忙回答，我是他爷爷。洛清仙微微点头，屈指轻弹，一枚空间界飞到叶南天面前。叶南天小心接过，不自觉的意念探入其中，然后就是眼眸瞬间瞪大，一脸的不可思议。密密麻麻的灵石几乎快要堆成一座小山了，丹药灵气更是不可计数，安静的躺在地上。叶南天狂喜之余，心中也是十分震惊。好大的手笔，这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此庞大的资源，说赐予就赐予，就像是随手的一份零花钱。众人看到叶南天这副表情，就知道这家伙收获颇丰。别的不说，光是一枚空间戒就已极为珍贵，往往只有天阳境强者才能拥有。不过众人虽然羡慕甚至嫉妒，但也将心底那份不善的杂念死死地压制下来。君不见6位天阳境强者都对这位神秘女子恭敬有加，她送出去的东西，谁敢打歪主意，怕是嫌命长了。从今以后，这孩子就随我在天玄学院修炼了。洛清仙送出空间戒之后，淡淡的说道。叶南天自无不可，全听前辈吩咐。叶南天今天的心情可谓是狂喜震惊不断。先是孙儿被确定为天阶上品灵脉，这可是祖坟着了都求不来的大福缘，足以让叶家大摆宴席，接连庆祝3个月不停歇，族谱都得从叶无双这里重开一页。然后叶无双成功拜师一位神秘女子，往后安全无虞，解决了叶南天的一大忧虑。什么？你说为什么就安全无虞了？君不见这个神秘女子气质超凡脱俗，完全不似凡人，天阳境都对其恭敬无比，随手赐下的一份资源更是足够叶家发展数十年。最重要的是，他明知叶无双的天赋，却依旧主动收徒，没有强大的实力，亦或是深厚的背景，怎敢如此？叶南天此刻心情畅快不已，脸上的笑容一直没停过。洛清仙牵起叶无双的手，向天玄学院内走去，留下6位天阳境强者失望的摇头叹息。然而这场风波却不会就此平静下来，更大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中。炼药、炼器、阵法等等都是辅助职业，相当于琴棋书画，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爱好。炼药师、炼器师统一以星定级，分别对应天、地、玄、黄、上、中、下等品阶。比如3星炼药师代表可以炼制黄阶上品丹药，4星就是玄阶下品；3星炼器师代表可以炼制黄阶上品灵器，4星就是玄阶下品。灵阵也就是阵法，只称阶，每一阶对应武者的一个境界。比如3阶灵阵对应巨灵境，4阶灵阵对应轮海境。叶无双被洛清仙牵着手，
走在天玄学院内的道路上，表情有些不自在。说白了，前世毕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恋爱都没谈过几次，突然接触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难免有些拘束。特别是洛清仙的气质十分清冷，表情平淡，路上一言不发。不过想来通过日后的相处，他也会慢慢习惯的。洛清仙的走得很慢，像是在散步，也可能是因为牵着他，所以才放慢步伐。不过为什么不带着自己飞呢？好吧，这个女人有点仙，看不透。天玄学院内部很大，两人就这样走了许久，才来到一处矮山脚下，林木环绕之地。进入树林，面前出现一道波澜，宛若平静的湖面上出现的一缕涟漪。师尊，这是？叶无双抬头好奇询问。这是为师布置的一道幻阵，用来遮掩住处，防止外人打扰。洛清仙耐心的解释。叶无双点了点头，听到洛清仙自称为师，总有点不适应。前行少许，一间木屋出现在叶无双的视野中，想来这就是洛清仙的潜修之地了。两人进入木屋，里面不大不小，也不分卧室和客厅，装扮简洁，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几个蒲团。两人在蒲团上相对而坐。关于你的天赋，为师需要告诉你一些真实情况。坐下之后，洛清仙先开口了。叶无双立马坐直了身体，这是他最关心也是最疑惑的地方。刚才被测出天阶上品灵脉时，洛清仙虽然有些许的惊讶，但依旧很平静。不过当他检查过自己的身体之后，眼神中的震惊是无法掩饰的，明显是发现了什么。叶无双突然开口打断了一下。师尊，你能不能不要自称为师啊？哦，洛清仙面露疑惑，这是为何？叶无双一脸头疼，话刚说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自己这操作有点迷啊。不过好在自己还是个孩子，洛清仙不会多想，于是一脸认真的说道，因为师尊很年轻漂亮，自称为师就给人一种年纪颇大的感觉。洛清仙哑然一笑，3天之境以上的强者就可做到青春永驻，光凭外貌是无法判断年龄的。再者，按照你的说法，你称我为师尊，岂不是更让我显老？洛清仙微微摇头，并不在意，继续说道，你应该知道，一个人灵脉资质分为天、地、玄、黄4阶，每阶又分为上、中、下3品，共12等。但对于一个人而言，天资其实是有上限的，比如天阶灵脉就是一个门槛，资质能够跨过这个门槛的人，往往有着异于常人之处，与生俱来拥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也可称他们拥有着某种特殊的体质。特殊体质往往以其能力命名，如水灵之体、风雷玄体等。对自己的徒弟一个6岁的孩子，洛清仙解释得很仔细。叶无双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师尊是看我天资太高，觉得我有某种特殊的体质。洛清仙微微颔首，没错，所以为师，我刚才探查一番，想要看看你是什么体质，结果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叶无双有些好奇地问道，我的体质很强大？看洛清仙刚才那副震惊的样子，总不可能自己的体质很弱吧？没错，你的体质十分强大。洛清仙肯定地说道。那我的体质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殊能力？叶无双有些欣喜地追问。洛清仙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继续科普起来。刚才和你说了特殊体质，虽然放在某一地、某一时代，特殊体质十分罕见，但天前大陆浩瀚无垠，历史更是古老无比，不可追溯。哪怕某一时代只出现几种特殊体质，漫长的岁月长河下来，特殊体质的种类也是多如繁星了。众多的特殊体质中，有几种体质最为强大，甚至超出了天阶灵脉的范畴，世人称之为10大圣体。当然10是一个虚数，到底有几种圣体早已不可考量，也许没有10种，也许比10种还多，皆有可能。说到这里，洛清仙顿了一下，然后看向叶无双，认真说道，但是你的体质我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纯净如刚出生的婴儿，像是一张白纸，似乎没有任何特殊的能力，又像是拥有包容万象之能。你在这张纸上做什么画，它便拥有什么样的能力。而且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灵脉资质绝对不止天阶上品，甚至比圣体还要强大。若是真的让我形容，我倒是觉得有一个词比较合适，那就是天赐神体。卧槽，这不燃起来了吗？叶无双的情绪随之振奋激荡，变得十分火热欣喜。谁不希望自己是特殊的，是主角？叶无双当然也想过，更何况自己还是个穿越客，本来就不是常理能解释的事。兴奋了好一会儿，叶无双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师尊，你是怎么确定我的体质比10大圣体还要厉害的？难道你见过某种圣体吗？洛清仙表情平静，淡淡的说道，因为我的体质就是10大圣体之一的仙灵圣体。语气平静无波，仿佛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叶无双心下一惊，不是说圣体亘古以来就没有几种吗？怎么下一秒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这妥妥拿的大女主剧本啊，怪不得敢收自己为徒。叶无双其实很想问问洛清仙多大了，但是不敢。洛清仙也不知道叶无双心中所想，解释完体质的事情之后，便轻轻挥了挥手，两枚被光芒包裹着的玉剑浮现在半空中。这里有2门功法，需要你自己选择。叶无双瞬间坐直了身体。功法是踏上武道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一本高阶地功法，
足以让修炼变得事半功倍，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存在。当然，对顶尖天才而言，功法的品阶固然重要，却也要符合自己的体质特性，才能发挥出1+1=2的效果。叶无双看向两枚玉简，烦请师尊为我介绍一下这2门功法。洛清仙微微颔首，手指轻点左边地功法。这门功法名为12清灵诀，天阶下品，较为适合女子修炼，水木属性体质者最佳。当然，你的体质包罗万象，契合性不是问题。天阶下品这种级别地功法，放在外界绝对会引发一阵腥风血雨。不过，在知道洛清仙的身份之后，叶无双倒觉得这很正常。和仙灵圣体相比，天阶下品功法都有些不够看。叶无双还是暗自咂了咂舌。要知道，叶家的祖传功法也才玄阶下品，而且还是残篇，两者差距实在太大。洛清仙解释完，又看向右边的玉简，神情终于不再平静，起了波澜，有些迟疑，有些古怪，但还是向叶无双介绍起来。这门功法是一位圣人所创，已经超越了天阶上品的范畴，若非要以品阶形容，可称为圣阶功法。嚯，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叶无双认真聆听，就见洛清仙语气迅速地说道：“这门功法名为阴阳造化诀，玄妙无比，对修炼的裨益，放眼整个大陆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但它是一门双修功法。那你？”叶无双眼睛蓦然睁大，嘴唇一张一合，一脸瞠目结舌，画风突然不正经起来了，是怎么回事？洛清仙表情平静，气质依旧淡然，但若是叶无双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显然，介绍双修功法这件事，即便是在清冷的女子，也难免有些窘迫。师尊，以您的见识来看，我选择哪本功法比较合适？叶无双虚心请教。洛清仙也不过有那么一瞬间的不自然，心静如水的他很快恢复正常。面对这种问题并不避讳，自然是阴阳造化诀，在修炼效果上，它是12清灵诀的数倍不止。何况你的体质特殊，修炼这种本就没什么限制地功法，契合度极高。似乎是怕徒弟误会什么，洛清仙还解释了一下：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相合本就符合天道，是世间运转的基本法则之一，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叶无双一副我明白了的样子，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我就选这本阴阳造化诀了。叶无双心底本来还有些许抵触，经过洛清仙的解释，也化作了莫名的兴奋，脑海中更是胡乱想些什么。从今以后，我就是合欢宗的开山大弟子了。洛清仙微微颔首，对此并不意外，心中更是不知为何，悄然松了一口气，叮嘱道：“有一件事，你需谨记，未达天阳境前，不可泄露元阳。”叶无双的表情一点点凝固：“你这不折磨人吗？我修炼的可是双修功法呀！”洛清仙嘴角浮现一抹微不可察的笑容：“天阳境共分3重，分别凝练天地人3花。第一重凝练人花，则是炼精化气，泄露元阳之后难度倍增。虽然于你而言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修炼的黄金时期，还是不要耽误的好。再者，洛清仙语气一顿，认真说道：“功法于武者而言，只是工具，阴阳相合，也不意味着沉沦欲望。这一点你要明白，并牢牢秉持本心。”叶无双脸色一正，知道洛清仙都是为他好，认真点了点头：“弟子明白。”不过心底依旧鬼哭狼嚎：“天阳境啊，那得修炼到什么时候去了？”洛清仙欣慰的颔首。叶无双继续问道：“师尊，既然已经说到了圣人，圣人到底是什么境界？天阳境之后的境界又是怎么划分的？东阳城不过一个偏僻小城，哪怕天玄国放在大陆上，也不过弹丸小国。这些修炼上的知识，叶无双真的十分匮乏。”洛清仙继续耐心地为他解释，以他的性格，想来今天说过的话比以往数年加起来都多。目前已知的武者共分为11个境界，人道4境：乱体、开脉、聚灵、轮海；3天之境：天阳、天元、天门；再往后为卧虚、领域、涅槃。度过涅槃9劫，掌握法则之后，即为圣人。如今的天前大陆已经数万年没有出过圣人了，不说圣人，哪怕是涅槃境强者，都已踪迹难寻。叶无双心中暗自感叹，掌握法则，那真的还能算是人吗？叶无双难以想象圣人是何等的强大，莫非真的能言出法随？这种 bug 级强者，每一位都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浪花，足以闪耀后世万代的存在。师尊，天阳境强者寿命真的有1000年吗？叶无双继续问道。当然。洛清仙点了点头。天阳境每凝练出一朵花，即可增寿300年。3天之境的强者，极限寿命为3000年，破虚境为6000年，领域境为9000年，涅槃境为3万年。至于圣人的极限寿命，我亦不清楚，只从各种古籍传闻中可以模糊推断出，大概为10万年。卧槽，这夏夜无双是真的惊呆了，这他妈一个个真的是老妖怪啊，比蓝星人类文明的历史还要长远了。叶无双心头一片火热，怪不得人人都想变强，除了权势、金钱、地位，寿命才是所有人都渴望的东西。同时他也变得有些谨慎起来，以此判断，这个大陆上还不知道有多少深水老王八呢。当然，极限寿命毕竟是理论上的寿命，实际能活到极限寿命一半的武者就已是少之又少。一个普通人理论上也有100多年的寿命，50、60岁的时候都已经垂垂老矣了。武者虽然好一些，
却也无法真正打破这个规则。师尊，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天门境。师尊，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吧。你修炼地功法是12清灵诀吗？天色已晚，早些歇息吧。最后，叶无双也没能马上睡觉，因为他还没有吃饭。听到这时，洛清仙明显有些愣住了。3天之境的强者早已辟谷，吃饭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久远的事了。不过，他也很快有了动作。洛清仙来到屋外，素手轻挥，地上的石块自动聚拢叠好，一个灶台就这么形成。旁边的树木连根拔起，自动褪去树皮，分裂成型，一个一模一样的木屋飞快建好。很明显，以后叶无双就住在这里了。剩下的边角料则被他做成了2副碗筷，这一切非常自然，像是开了倍速一般。叶无双跟着出来时，洛清仙已经从空间界中取出锅具，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瘦肉、蔬菜，点燃木柴，开始做饭。叶无双有些诧异，没想到仙子般的师尊居然还会做饭。看着眼前的一幕，洛清仙气质清冷超然，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此刻却神情认真地做着饭。叶无双的心底也不禁涌现丝丝暖流。天空逐渐被昏黄的光辉渲染，晚风轻轻吹拂在身上，清凉而惬意。木屋外的小院里也摆上了一张石桌，2张石椅，一大一小相对而坐。天玄王宫某间密室，昏暗的走廊内摇曳着微弱的白色烛光，如同幽灵鬼火一般，不知已经燃烧了多久。哒哒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响起，一道人影穿过厚重的黑暗，来到密室门前。这是一个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身着一袭明黄色的华丽长袍，脸上神情变幻不断，一会儿激动无比，一会儿又十分严肃凝重。此人正是天玄国当今王上段安天。老祖，国内出了一位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段安天在密室门前站定，言简意赅地说道。隆隆隆，下一刻，这道200年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大门轰然打开，2道金光从密室内猛然射出。段安天眼前一花，下一秒，一个老者出现在他眼前，目光死死地盯着他，声音沙哑地开口：你确定？若是有其他人在场，绝对会大吃一惊。这个老者赫然是800年前开创天玄国的那位段家老祖。这个老家伙居然还活着，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段家老祖800年前开创天玄国时，就已是成名许久的天阳境强者，凝练了天花的存在，当时就已经活了数百年了，怎么可能再活800年？答案只有一种，这位段家老祖已然晋升天元境了。不过此刻这位天元境强者姿态却也好不到哪去，满脸写着这怎么可能，你在耍我之类的话。段安天点了点头，在天玄学院门口众目睽睽之下，6位天阳境亲眼见证，想来不会有假。段家老祖陷入了沉默，良久之后，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神情癫狂。好啊！段安天站在一旁，有些疑惑，如此绝世天才确实令人震惊，但老祖为何如此高兴？这终归不是我王氏的人啊！段家老祖笑了好一会儿，表情才渐渐平复，追问道：这位天才现在身处何处？段安天答道：此子名为叶无双，现在天玄学院已经拜师一个神秘女子。哦，段家老祖眉头一挑，神秘女子？天玄学院何时出了这等人物，居然敢收一位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为徒？段安天摇了摇头，解释道：他不是天玄学院的人，据说是上官院长的好友，6年前随其一同返回，在天玄学院内潜修，只知其名为洛清仙，境界、背景等一概无知。洛清仙，姓洛？段家老祖陷入了思考，轻声自语着。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身体一震，眼神中浮现出难以言喻的惊恐。他曾听闻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涉及一个强大的氏族，似乎也是姓洛。莫非？段家老祖轻吸一口气，说道：不管如何，就算没有这个神秘女子，天阶上品的天才也绝不是我们可以染指的。段安天赞同地点了点头。不过，段家老祖语气一变，你在王室中的适龄女子中挑选一位天资最高的，与叶无双的父母商量，看其是否愿意联姻，哪怕是嫁过去为妾也无妨。记住，万万不可以是压人，务必向其展现我王室最大的善意。段安天有些兴奋，他本来就有这个打算。老祖放心，我一定办妥此事。夜空被满天繁星点缀得明亮无比，别有一番意境。叶无双进入崭新的木屋，新房子不会有甲醛吧？叶无双摇了摇头，将这荒诞的想法从脑海中甩出去。木屋的样式装扮和洛清仙那间一模一样，中间放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珠子照明，看起来就和灯泡一样，光线明亮温和。叶无双看向墙壁，2间木屋挨着，中间不过2层木板，什么动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洛清仙那边没有一点声音传来，天门境强者走路都没声的吗？叶无双不再乱想，上床盘膝坐好，表情有些兴奋，迫不及待，终于可以修炼了。这对一个蓝星人来说诱惑力太大，闭上双眼，静心凝神，感知天地间的灵气。这对常人来说可能需要1炷香甚至1个时辰的时间，但对叶无双而言却如同喝水一样简单。天地间的灵气仿佛受到了召唤，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身体。叶无双连忙运转阴阳造化诀，引导吸收灵气。轰！脑海仿佛遭受重击，意识瞬间变得黑暗起来，十分混乱。
宛若天地初开，一片混沌。就在这时，一道明黄色的光芒撕裂天穹，直射而下，气势煌煌，威严正大。叶无双瞬间清醒，心绪猛然扬起，激动无比，心底更是疯狂咆哮起来。是他，就是他！6年前，正是这道明亮温暖的光芒，裹挟着他的灵魂投胎至此。现在，他再次出现了。一墙之隔的木屋，洛清仙在床榻上闭目盘膝，神色清冷，仙气渺渺，似是在认真修炼。但光滑白皙的柳眉微微皱起，说明他的心情并不平静，思绪也早已飘得很远。一座雄伟灵秀的山峰，灵气浓郁，云雾缭绕，仿佛人间仙境。山顶直入云层，贯穿云海，波涛翻滚，如幻似梦。此刻，山顶上有着一男一女2道身影。男子风神俊朗，气度翩翩，眼神深邃，仿佛有包藏寰宇之心。他只是静静的负手站立，就给人顶天立地之感，似乎有他在，哪怕天倾地陷，也可只手平复。女子气质清冷，绝美无比，正是洛清仙。此刻，洛清仙正皱着眉头，看着手中的玉简，十分不解。师尊，这是何意？玉简内所记载的，正是阴阳造化诀。原先你修炼太上玄天路，虽然静静神速，也与你的仙灵圣体较为契合，但你的性子却愈发冷淡，不与人言。男子的声音传来，仙灵圣体超然脱俗，缥缈若仙，却也不至于此。太上忘情，太上无情。可是人真的能无情吗？武者是人，圣人也是人，不过是实力更强，生命层次更高的人罢了。任你发展下去，当你度过9劫，掌握法则之后，到底是成圣，还是以身化道？所以为师让你转修12清灵诀。这门功法品级虽低，却无其他弊端。于你而言，功法品级低一些并不是什么大事，心境与意志才是你修行之路上的难关。但为师也忽略了一些问题。心性的形成犹如幼苗成长，主干不正，重新修剪又有什么用？说到这里，洛清仙已然明白了。所以师尊想让我再次转修阴阳造化诀，感悟情欲，以此锤炼心性。男子沉默了。徒弟的脑回路太过优秀，修炼双修功法无疑会激发人心中的情欲，但只要和异性双修，这都不是问题，且能获得莫大裨益。但听徒弟的意思，似乎只打算修炼双修功法，而不与人双修。如此一来，情欲将会永不平息，时刻饱受煎熬，倒也真能磨练心性。想法独特。男子沉默良久，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昨夜天有异象，为师用天眼勘测良久，却并无思绪，只是发现有一份冥冥中的牵引落在了你的身上，似是一份机缘。想来你亦有感应，可前往寻觅。弟子明白。思绪从记忆中退出，洛清仙的眼神一时间有些恍惚。阴阳造化诀，机缘，叶无双，天赐神体。此时此刻，洛清仙哪里还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天机已现，命中注定。洛清仙心中浮现出这样一抹念头，他自己都感觉十分荒谬。他向来是不信命运的，身为武者，本就是在与天斗，与地斗，与己斗。若是一切早已命中注定，他又何必踏上武道一途？不过想到今天鬼使神差收了叶无双为徒，洛清仙又沉默了。天资绝世又如何？天赐神体又如何？这真的是让自己起了收徒之心的原因吗？就算当时是一时乱了心神，现在早已平静下来了，为何没有丝毫反悔之意，反而依旧淡然自若，没有丝毫不适？一念至此，即便是洛清仙的心境平静如水，此刻脸上也不由浮现出一抹苦笑。罢了，一切顺其自然吧。另一边，叶无双的思绪逐渐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缓缓睁开了双眼。待到看清周围的一切，他的眼眸一点点睁大。这是轩辕剑。一片明黄的空间，叶无双漂浮在半空中，身前正是一柄金黄色的长剑。长剑静静地悬浮在空中，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一道龙魂虚影环绕剑身，正在缓缓游走。叶无双看着眼前这柄金黄色长剑，一脸的震惊和难以置信。这柄剑他再熟悉不过了，这不是他小时候在地摊上花了2块钱买的小剑吗？剑身上的每一条纹路都熟悉无比，清晰异常，自己都把玩了10几年了，绝对不会有错。小时候有部电视剧异常火爆，自己一时兴起，在地摊上花了2块钱买下这柄小剑，并自顾自地称其为轩辕剑。当时十分喜爱，还干过滴血认主这样的荒唐事。年龄稍大一点，又嫌弃以前的自己十分幼稚，这柄小剑成了书桌上的一件装饰品。上了大学，渐渐不是那么在意外人的目光，又重新将其戴在了脖子上。这不会真的是什么上古神器吧？叶无双一脸瞠目结舌，他从剑身上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与穿越时那道光芒一模一样。很明显，就是这柄轩辕剑保护着自己的灵魂穿越至此。他的心情很快从震惊转为兴奋，这很离谱，也很老套，但事实就是如此。若没有这柄剑，也许他真的就死在了蓝星，甚至他怀疑这也是自己拥有天赐神体的原因。不然，难道真的是自己运气爆棚，有主角之姿？这片空间是在哪里？我的脑海里，还是身体某处？叶无双开始思考起来，又为什么穿越6年，现在才能见到轩辕剑？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些问题，叶无双只能凭借自己有限的认知、见识去判断，做出一些猜测。突然，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
是因为我刚接触功法，开始修炼，体内有了灵气，才触动了什么，牵引我至此。叶无双神情一震，感觉自己的猜测十分合理。剑，功法之气，应该只能用来战斗吧？带着疑惑，叶无双伸出右手，缓缓握住剑柄，没有任何排斥，也没有任何异象发生。他就这么握住了轩辕剑，一切是如此的自然。只是那道龙魂虚影看起来更加的活跃了，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活的还是死灵。真的可以用？叶无双神情一愣，旋即狂喜，握住轩辕剑，他仿佛掌握了主宰一切的权柄，感知到一股磅礴正大的威能，这是一股强大无比、不可抵御的力量，似乎轻轻挥剑，连天穹都能劈开。我擦，这不是开挂吗？我不会直接无敌了吧？咕噜，叶无双喉咙不自觉滚动了一下，嘴里还念念有词：“各位穿越者前辈，这真的不怪我啊，我连个童子都没有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我无敌了呢。”叶无双自顾自地叨叨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他握着轩辕剑，细细感应一番，很快有所明悟。轩辕剑确实可以用，但似乎也与我的实力有关。有蓝扣蓝，没蓝扣血。叶无双脸色微微一变，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很正常。想要拥有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不付出一些代价？许多武者修炼的一些保命武技，代价可比自己这严重多了，动不动就天资尽毁，寿元大减的。何况轩辕剑就是正常当作武器来使用，威力估计也要超出自己境界一大截，这可是毫无副作用的。想明白这一切，叶无双满意地点了点头。至于轩辕剑有没有其他的作用和神秘之处，总的来说现在并没有显现出来，而自己又实力低微，探查不了，只能等以后慢慢发掘了。叶无双无师自通，心念一动，思绪从这片空间中退了出去。下一秒，叶无双睁开双眼，扫视四周，自己还在木屋内，甚至还保持着修炼的姿势，在床榻上盘膝而坐。看来轩辕剑确实在我身体内。叶无双暗暗想着，他本想将轩辕剑取出来，在现实中看看，不过洛清仙还在隔壁，天门镜到底有多强，自己并不清楚，说不定就有什么灵石、神念之类的东西，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情况。叶无双只好打消这个念头，收敛心神，静静地修炼起来。刚才事发突然，没来得及仔细感受。现在凝神修炼，叶无双只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道漩涡，疯狂地攫取着天地间的灵气。这修炼速度有点恐怖啊，不愧是圣阶功法。叶无双暗暗想着，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这副作用也太明显了，我还是个6岁的孩子啊！叶无双拜师洛清仙，随其一同进入天玄学院后，叶南天也没有立刻返程回东阳城，他找了王都内一家名气最大的酒楼，高调入住。此举自然不是膨胀奢靡的表现，而是为了方便失散的秦青雄一行人找到自己。当然，孙子叶无双身怀天阶上品灵脉，他这个爷爷想低调也低调不了，行踪早已暴露在诸多势力的视野中，太多人想要巴结攀附了。正主现在接触不到，从家族亲人开始接触总可以吧？于是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皆是一方大势力的掌权人物，而他们的来意竟出奇的一致。联姻，叶南天哭笑不得，但也没被喜悦冲昏头脑，全都婉言谢绝了。就这样一连7天过去，一行10余人行色匆匆，风尘仆仆地进了王都，直奔叶南天的居所。打开门的叶南天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了？只见为首的秦青雄神色萎靡，尽显颓废，而他带来的11位秦家长老，此刻竟只剩下4位。叶家众人倒是一个不少，但是看起来情绪十分低沉。秦青雄没有说话，叶家一位长老低沉开口：“家主，自那夜遭遇神秘强者，我们分开之后，又前后遭遇了6波袭击，且出手之人一个比一个强大，我们根本毫无反抗之力。这些人都是为了无双而来，没有见到无双后，逼问你们的行踪。他们心有忌惮，不敢对我叶家之人出手，对秦家人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6位秦家长老，或是被直接击杀，或者在逼问下折磨致死。”叶南天沉默了，他看向秦青雄，这个在东阳城意气风发的秦家之主，遭受如此打击，此刻宛如一条街边的老狗。叶南天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毕竟他叶家可是一个人都没死。此时的安慰，在他人看来只有同情，又能有多少的感同身受呢？良久之后，叶南天郑重说道：“秦兄，此事因我叶家而起，我叶家绝不会袖手旁观。秦家之仇，即是叶家之仇，来日必报。”闻言，秦青雄抬起头看向他，无言地点了点头。家主，我们在路途中听到一些消息，无双的灵脉是天阶上品，这是什么情况？有叶家长老忍不住开口问道。众人的目光全部投向叶南天，秦青雄也不例外。叶南天点了点头，又为众人解释了一遍：“天佑我叶家呀！”一位年纪较大的叶家长老狂喜之下，竟然老泪纵横。他现在的心情不亚于一个普通人突然变成了世界首富，一时间震惊欣喜，根本无法自控。秦青雄的脸上也出现些许血色，笼罩一行人多日的低沉的氛围也被瞬间驱散。咚咚咚，外面突然传来整齐的脚步声，伴随着金属摩擦发出的声响。众人本来没有在意，结果没过多久，房门再次被敲响。叶家主可在？沉稳肃穆的声音传了进来。叶南天看了一眼众人，
解释道：“自从无双的天资展现之后，这段时间多有客人前来拜访。”众人心中顿时明白了。叶南天起身开门，只见一个身着青色长服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面容威严，却又带着温和笑意。一个老者站在其身后稍远处，眼眸微闭，凌厉内敛。叶南天只是瞥了一眼，便顿感心慌压抑，好似凡人看见了猛兽，发自灵魂深处的颤抖。天阳境强者，叶南天心中一凛，此人是谁？居然能让天阳境强者担当他的护卫？中年男子微微一笑，开口道：“在下段安天，天玄国当今王上段安天。”叶南天面色一愣，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很快心中就是一惊，连忙行礼：“见过王上。”语气微微有些发颤。在这个实力未尊的世界，王室说白了就是一国之中最强大的势力，没有之一，而且必然远远强于其他势力，否则可以横压一国，自封为王，这是真正的庞然大物。叶家在其眼中和蝼蚁并无区别。现在段安天亲自拜访，怎能不让叶南天诚惶诚恐？诚然，叶家出了叶无双这样的妖孽，超越天玄王室指日可待，但那都是未来之事。而天玄王室的威严强大早已深入人心，数十年的敬畏之心，现在不过一招成了暴发户。叶南天如何能够迅速改变心态？不必多礼。段安天面带微笑，挥了挥手：“怎么，叶家主不请我进去坐坐吗？”叶南天连忙侧过身子：“在下失礼，王上请进。”房内的众人将门口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此刻早已站了起来，一个个神情拘谨。段安天进来之后，众人齐齐行礼：“见过王上。”“不必客气，都坐下吧。”段安天轻笑着抬手示意：“这些想必就是叶家的诸位长老吧？看来我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啊。”段安天目光扫视一圈，在秦青雄身上短暂停留了一瞬。关于叶家的信息早就呈上了段安天的案桌，网上18代都被扒干净了。叶家只有叶南天一位轮海境，那么这位应该就是和叶家联姻的秦家之人了。想到自己今天来的目的，段安天心中道了一句有趣。一群人开始了无意义的客套，基本是段安天在说，其余人跟随着附和。地位相距太大，叶家之人很难以平和的心态和段安天交谈。当然，这些废话也不是毫无用处，起码通过一番交谈，气氛也渐渐的舒缓下来。今日前来，确实有一件小事需和叶家主商量一番。聊着聊着，段安天突然不经意的说道。叶南天脊背悄悄挺直，对于段安天的来意，他其实很清楚，而且大概率不会出乎他的意料，无非就是联姻罢了。一个拥有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就像是一块巨大可口的蛋糕，看见之人，谁不想分上一块？若是叶无双仅仅拥有地阶下品灵脉，天玄王室可能还会矜持一点，哪会像现在一样，王上亲自登门拜访，姿态更是平易近人。王上请说。叶南天脸色不变的回应。段安天见状，笑着说道：“叶家主想必心中有数，那我就直言了。我有一女，今年7岁，灵脉资质为玄阶上品，不知可有缘分与叶家麒麟儿定下婚约？”果然如此。叶南天心中一叹，面露难色。段安天也没有催他做出决定，反而看向秦青雄：“我听闻叶家只有一位轮海境，那么这位想必就是秦家主吧？”秦青雄连忙点头：“在下秦青雄。”段安天赞叹一句：“好名字！当时能如此果断地选择与叶家结盟，秦家主也是个有魄力的人啊！今日一见，果然名副其实。”秦青雄一本正经地回应：“王上谬赞，在下愧不敢当。我秦家和叶家世代交好，秦义身后，有事自然站在叶家一方。世代交好，秦义身后，你们东阳城4家，平时狗脑子都快打出来了吧？”段安天也不在意：“我知秦家主的孙女已经和叶家麒麟儿定下婚约，但强者3妻4妾，何其正常？叶无双日后的武道成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注定会成为名动整个大陆的存在。这样的人物，多几个红颜知己，岂不是再正常不过了？我段家放眼大陆，虽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天玄国这1亩3分地上，还是说了算的。想来还是可以给叶无双提供几分助力的。”这话既是说给秦青雄听的，也是说给叶南天听的。在秦青雄听来，就是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也是来联姻的，但是你先别慌，我还用不着逼你退婚。在叶南天听来，又是一种意思。男子多几个女人，那都是小事，只要你同意联姻，叶无双白捡个老婆不说，日后我王氏的资源还不是随他使用？两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得知王氏没有恶意，秦青雄心中松了一口气，然后不自觉点了点头，觉得段安天说的十分有理。毕竟他自己都不止一个女人，而叶南天也是有所异动。王氏以前在他眼中就是高不可攀的存在，现在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叶家不用付出什么就能获得莫大裨益，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叶南天最终还是长叹一声，说道：“王上诚意十足，叶家诚惶诚恐。只是无双如今才6岁，我就为他定下如此多的婚约，只怕他长大之后并不情愿啊。更何况……”叶南天苦笑一声，继续说道：“更何况无双已经拜洛仙子为师，有些事情我这个当爷爷的还真不好做主啊。王上不如去和洛仙子商议一番。”段安天眉头微微一皱，略一思索，又渐渐舒缓开来。这其中固然有叶南天推脱之意，但又何尝不是事实？若是洛清先来一句无双日后应该专精武道，不宜有太多琐事缠身，
难不成叶家还敢违逆洛清仙的意思？何况再一再二不再三，自己若是继续下去，不管叶家是勉强同意，还是3次婉拒，大家面子上就不好看了。自己来是为了展现王氏的善意，而不能让叶家产生丝毫的抵触之心。自当问过洛仙子的意见，叶家主提醒的对，是我思虑不周了，无妨，诸位不必在意，今日便不谈此事了。翌日清晨，一缕夕光如利剑般刺破云层，洒落人间。天玄学院，竹林小院，781、782、783。叶无双尚且稚嫩的声音不断响起，断断续续，还在不住地颤抖。他正手持一柄木剑，不断的挥砍，姿势也很简单，纯粹的从上往下劈砍。洛清仙静静地站在一旁，裙角随晨风飘扬，散发出清清冷冷的气息。大约半个时辰前，叶无双被洛清仙叫起，开始了苦修。武者的第一个境界断体境，只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此境以锤炼体魄为主，只为夯实武道之基，同时也辅以练习技艺。洛清仙问他想用什么兵器，叶无双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剑，毕竟自己的外挂就是一柄剑，修炼剑道应该会有所加成吧。于是他的手中就多了一柄木剑。时间一点点流逝，洛清仙也一直静静地站在旁边。981、982、983，汗水早已将衣衫浸湿，紧紧地贴合在身上。叶无双感觉手臂越来越沉重，视线也越来越模糊。此时此刻，他完全是习惯性的出剑，纯粹的肌肉反应，没有一点力气了。挥剑简单吗？很简单，因为洛清仙并不在意他挥成什么样，也不要求他出剑要稳、准、狠。洛清仙只有一个要求：出剑1000次，并且每次都使出全部的力气。1次2次很容易，10次100次也可以咬牙坚持，但1000次呢？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与年龄无关，不管是对6岁的孩童，亦或是一个成年男子来说，难度都是最顶级的。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首先，强大的毅力是必须具备的要素。其次，即便拥有着过人的毅力，你的身体也可能比你的意志先一步倒下。叶无双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他死死地咬紧牙关，苦苦地坚持着，意识仿佛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中艰难求存，随时可能被淹没。坚持，坚持，坚持！想要成为强者，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叶无双清晰地明白一个道理：天赋是天生的，而不是自己比别人强大的证明。精神意志才是一个人最强大的武器。999、1000，终于他挥出了最后一剑，整个人也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向前方倒下。此时此刻，他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了，只想好好的歇一会儿，趴着还是躺着也无所谓了。然而下一秒，他并没有脸部着地，感受到的也不是软硬交加的泥土，而是一阵柔软，伴随着袭来的还有淡淡的女子清香。洛清仙接住了他，将他公主抱了起来，步伐平稳地走向木屋，神情依旧宁静淡然，只是眼神中多了一丝欣慰。很明显，他也没有想到叶无双真的能够坚持到这一步。抛开天赋不谈，这个小家伙似乎也很不错。屋内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木桶，里面是洛清仙刚准备好的药浴，还在向外冒着热气。断体境的修炼，药浴是必须要有的，否则身体很容易留下一些暗伤。再说了，不以药浴酝养身体，也很难长时间的锤炼体魄。从这些细枝末节可以看出，修炼就是个吞金兽。一份药浴需要10几种药材，哪怕品质再低，长年累月的消耗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平民后代与世家子弟差距就是这样一步步拉开的。不过，即便是天玄国内的顶尖家族，族内子弟能一天用上一份药浴，都算不错的了，更不敢奢求药材品质有多高。而洛清仙为叶无双准备的药浴，品质自然不用多说。一份药浴所包含的普通药材、珍稀药材多达上百种，药效更是普通药浴的100倍不止。这是断体境所能用到的最合适、最顶尖的药浴。而且，他为叶无双安排的是一天泡3次药浴，这是他认真考虑过才决定的。过犹不及，药浴也是一样的道理。泡太多药浴，药效不能被身体吸收，反而是坏事。但是叶无双体质特殊，这些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不过他以后的日子可就苦了，每次泡药浴之前，身体估计都得被压榨干净。洛清仙抱着叶无双将他放进了木桶中，途中指尖微动，叶无双的衣服就自动飞离落地，极度的舒适感传来，叶无双不由自主的呻吟一声，更加不想动了。几分钟之后，他渐渐清醒过来，睁开了双眼，眼前是不断升腾的水雾，而自己正四仰八叉的躺靠在木桶内。卧槽，我衣服呢？叶无双瞬间一个机灵，猛地下沉，直露出脑袋在水面上，打量四周。好吧，什么也看不到。他稍微直起身子，打量四周。洛清仙不在木屋内。师尊，叶无双朝着院子外喊道：“何事？”洛清仙清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没事。”叶无双突然松了一口气，现在的这种感觉很熟悉，仿佛真的回到了小时候。一场午觉睡到下午3、4点，醒来时莫名感到很慌。这时，如果客厅内传来父母的声音，就会不自觉感到心安。这药浴泡着还挺舒服的。叶无双心神放松下来，惬意的享受着。泡完了过来吃饭。洛清仙清冷的声音再次传来：“知道了。”叶无双不知道的是，此刻洛清仙的心情可是不太美好。院落内，
洛清仙坐在石椅上，光滑白皙的眉头皱在了一起，似乎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几分钟前，段安天在竹林外站定，幻阵还是迷阵？段安天能从王室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国王上，自然也是一个武道天才，但他至今也未突破到天阳境，困在轮海境9重10几年了。这一步太难，云泥之别，与天堑无异，太多的天才困死在这里了。轮海境9重不算弱，但在天玄国也是一抓一大把，而天阳境呢，整个天玄国不超过20个，就算有一些老家伙隐匿不出，也绝对不过半百之数。段安天挥了挥手，宗老，你能看透这道阵法吗？后方闭目站立的老者闻言上前，盯着眼前的竹林良久，最终摇了摇头，毫无头绪。段安天眼神一凝，一位天阳境强者，居然连人家守门的阵法都看不明白，门神都过不了啊！这位洛仙子果然非凡。段安天轻轻一叹，旋即收拾心情，高声说道：“天玄王是段安天，前来拜访。”竹林内很快传来回应：“何事？门都不让进。”段安天很无奈，但也没办法，只好站在原地说道：“在下昨天和叶家主商议过，欲为在下的女儿和叶无双定下婚约，特来征求洛仙子的同意。”竹林一片平静，段安天以为洛清仙是在思考，于是静静的等待。许久之后，竹林依旧一片平静，只有虫鸣鸟叫声不时响起。段安天脸色逐渐茫然起来，这什么意思？后方的老者摇头叹息，不回答，就是拒绝了。段安天更猛了，不是，为什么啊？他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啊？叶家都和秦家定亲了，难道我天玄王室还比不上区秦家？我段安天的女儿还比不上秦青雄的孙女儿？叶无双没有听到段安天和洛清仙的交谈，或者说段安天的声音被阵法隔绝了，根本没有传进来。因此当他穿好衣服出来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毕竟在他的视角中确实也无事发生过。他来到石桌边坐下，吃起早饭。昨天修炼阴阳造化诀感觉如何？洛清仙似是在随意闲聊，挺不错的。原来修炼吸纳灵气是一件很舒爽的事，我以前还在想怎么会有那么多武疯子，难道他们都是找虐？现在终于明白了。叶无双一边吃饭一边回答，就是副作用有点明显，现在年纪小还能顶住，等长大了可怎么熬啊？这句话自然是在心里吐槽，他没好意思说出来，毕竟是双修功法，等你突破天阳境再寻找一红颜知己，那时修炼起来才更加事半功倍。洛清仙似乎是在给徒弟进行科普。叶无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发现师尊依旧一脸平静，眼神无波，沉默少许，点了点头。当然男女双方最好资质一样，不宜差距过大，才能双方皆有裨益，否则就是一方在带着另一方修炼，这一点你以后寻找伴侣或可考虑一二。洛清仙继续说道。大早上的怎么感觉这话题有点不对劲呢？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叶无双只好再次点头，弟子知道了。洛清仙神色满意，一副孺子可教表情。吃完饭开始练庄功，接下来的日子叶无双便一直待在这里修炼，他甚至没有离开过这片竹林。这片竹林真的很大，当然天玄学院更大。虽然师徒俩住在天玄学院里面，但洛清仙并不是天玄学院的人，叶无双也不算是天玄学院的学生，甚至几乎没人来打扰两人。叶无双是这么觉得的，他有时候很疑惑，外界也太平静了吧，自己拥有天阶灵脉的消息已经传出去很久了，怎么就没有所谓的隐士大能上门呢？不管是找事的还是收徒的，一个都没有。也对，也许消息传出去根本就没人信吧，谁会相信犄角旮旯里突然蹦出一条幼龙呢？这段时间以来，叶无双只见过一个陌生人，一个气质温婉的女子，看起来30多岁的样子，被洛清仙称为木仪。她见到叶无双时很惊讶，眼神中的情绪十分复杂，叶无双没看明白，然后叶无双就被打发走了，留下洛清仙和他交谈。木仪只待了不到半天，从那以后小院里再没出现过第3个人。2个半月后，外面来人了，自称是你的族中长辈，你的父母被接到王都了，问你要不要回去看看。洛清仙叫住了叶无双，那就回去看看。叶无双点了点头。洛清仙伸出手掌，带上这个。叶无双低头看去，一条雪白而透明的细绳穿着一个弯月形的玉坠，玉坠他自然没见过，但是这条细绳他可太眼熟了。叶无双抬头看向洛清仙的脖颈，那里果然空无一物。他接过玉坠，上面的温热还没有消散。叶无双将玉坠挂在了脖子上，问道：师尊，这是什么东西？保命的东西。保命的东西，那怎么使用？带上就行。在竹林外等叶无双的是一位叶家长老，辈分比叶南天还高。大长老，叶无双打着招呼。无双啊，你可算出来了。叶家大长老十分兴奋，老脸上满是欣慰。啧啧，好小子，真给我叶家长脸啊。你是没见过，王豆的消息传回去之后，其他家族那副样子，嘴大的都能赛下10块灵石了，天阶上品灵脉啊。啧啧，老夫到现在还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叶家大长老手舞足蹈地描述着，浑然忘了当初他听到这则消息时嘴张的也不小。还有啊，我听说南天那小子当初来天玄学院还被挡在了门口，不让进去。哈哈哈，真是笑死老夫了。看看现在，那门卫还不是毕恭毕敬的请老夫进来，老老实实的在前面领路。叶无双只好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老人最朴素的骄傲、自豪之情。两人就这么一个说一个听，也不觉无趣。就这样走了许久之后，叶家大长老指着视线尽头的一处宅子，那里就是我叶家刚买下来的，当作在王都的落脚之处。你爹娘都过来了，家主暂时还在东阳城，只有老夫还有少些族人被派过来当先锋。不过嘛，我们大家都知道，等你以后渐渐成长起来，叶家肯定是要举族搬迁到王都的。叶家是沾了你的福啊！哈哈！叶家大长老笑得很开心。叶无双看向远处的宅门，那里站着一群人，看不太清楚，但站在最前面的一男一女，肯定是秦素心和叶远山。两人往叶宅走去，然而就在下一秒，街道上杀机毕露，7道身影猛然爆发，直刺叶无双。叶无双还没反应过来，身边便传来一声暴喝：“大胆！”叶家大长老满脸怒容，飞速将叶无双护至身后，双拳轰出，直迎7人。但就在接敌的下一秒，他脸色猛然一变，整个人瞬间倒飞出去。大长老！叶无双焦急喊道。叶宅门前的一行人也慌乱起来，数道人影飞速朝这边掠来。秦素心满脸焦急，他不过是眨个眼的功夫，街上居然就出现这么多的杀手，还直奔他的儿子而去。最令人惊恐的是，距临近9重的叶家大长老居然连一招都没能接下。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叶无双的生父叶家有名的纨绔叶远山居然也怒吼一声冲了出去。叶远山脸色涨红，神情极度愤怒，嘴里怒吼着：“居然想杀我儿子，都给我死！”但可惜的是，杀手一个个境界高深，速度奇快无比，而这边的叶家人最强也不过距临近4重，哪里能赶得及？无双！叶家大长老牙子欲裂，瞬间弹射而起，急速向这边冲来，似乎并没有受什么伤，但此刻他的心中一片绝望。这7个杀手居然全都是轮海境高阶，这样的阵容，除了天阳境强者，还有谁能救下叶无双？叶无双站在原地，右手放在胸口处，紧握着弯月形的吊坠，虽然有些惊慌，但他并不恐惧。师尊刚给的保命之物，现在就要用上了吗？然而就在下一秒，时间似乎出现了一瞬的凝固，7个手持利器的杀手居然硬生生停在了叶无双3尺之外，再南前进一步。什么情况？叶无双眼神错愕，但很快反应过来，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时间静止。我的周围好像出现了一层看不见的壁垒，如此近的距离，叶无双可以清晰地看见杀手眼中的错愕、惊恐之情。杀手浑身灵力倾泻而出，手臂青筋暴起，但仍旧难尽分毫。好胆！一道怒喝声突然响起，宛若晴空一道霹雳，炸得小半个王都的人惶恐不已。叶无双耳朵一鸣，身形晃动，差点摔倒。此人未到全仙制，磅礴的灵力宛如汪洋大海，彰显着来者的无尽威势。7个杀手甚至来不及流露出惊恐之情，一个个便遭受重击，身形弓如虾米倒飞出去，伴随着鲜血溅洒空中，7个杀手倒在地上，生死不知。叶无双眼前一花，一个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老者出现在他面前。这群家伙出手倒是迅速，老者面带怒容，眼神冷冽。此刻叶家众人都已赶了过来，秦素心一把将叶无双揽入怀中，蹲下左看右看起来，急忙问道：“双儿，你没受伤吧？”叶无双摇了摇头：“娘，我没事。”他现在依旧有些疑惑，刚才那道虚无的空间壁垒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师尊给的吊坠发挥了作用，还是眼前这位老者出手的原因？可惜除了刚才那些杀手，只怕没有人发现异常，毕竟那一瞬的停留太过短暂了。叶家大长老看到叶无双没事，不由松了口气，然后看向那位突然出现的老者，抱拳行礼：“多谢宗老出手相助。”名为宗老的老者摆了摆手，脸上的愤怒冷漠进退，笑呵呵地看向叶无双：“这小朋友就是叶无双？”叶家大长老连忙点头：“是的，宗老，这就是我叶家麒麟儿。”他又转头看向叶无双，介绍道：“无双，这位是宗老，王氏供奉，天阳境强者。这次可多亏宗老出手相助，不然，干他娘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么多轮海境高阶的杀手，木秀于林啊！只有天阳境强者才配被王氏称作供奉。轮海境，哪怕是9重，在王权之下，也不过是一只强壮一点的蝼蚁。虽然叶无双觉得，即便这位宗老不出手，自己也不会有事，但人家的善意是无疑的，于是也像模像样的抱拳感谢：“多谢宗老出手相救。”宗老脸上带着温和笑意，仿佛邻家和蔼的老爷爷一样：“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说着说着，宗老的眼神也逐渐冷了下来。前段日子，你们首次前来王都的途中，不是曾前后遭遇7次袭击？这几人应该就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所派出来的。叶无双有些疑惑，于是叶家大长老为他解释了一遍，当初一行人分开之后，他们所遭遇的事。听到叶家并无伤亡，叶无双心中松了一口气。但当他得知秦家有6位长老因此惨死之后，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眼神冷若寒冰。这些人都是因他而死。宗老继续解释道：“前段日子王上让我彻查这件事背后是何人所为，这不刚有了消息，我就赶来叶家了。这些人自知得罪了叶家，这段时间估计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不安。叶小友出了天玄学院，给了他们机会，这才有了这场袭杀。”宗老说完，将一张纸条递给了叶无双。叶无双展开看完，
将上面7个势力的名字记下，又将纸条递给叶家大长老。叶家大长老看到纸条上的内容，脸色霎时难看无比。青木宗、水仪殿都是底蕴深厚、声名在外的大势力啊，特别是这前2家，据说都有天阳境强者坐镇。叶家大长老脸色变幻良久，最终长叹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还是多谢王上和宗老相助，单凭我叶家，只怕连这些幕后之人都查不出来，遑论报仇了。宗老心中十分满意，叶家还是有聪明人的，能明白王氏的付出和诚意。他继续说道，其实这些势力有的也许只是想将无双小友收入宗门，唉，说这些也没用了，秦家人已死，后果已经造成，终归是要血债血偿的。宗老说完斟酌一番，又开口道，我来之前，王上让我转告诸位，若是叶家有意，王氏可出手解决这7大势力。这话段安天自然没有说过，不过宗老既然敢说，就说明他相信段安天一定会答应下来。理由很简单，在此之前死的只有秦家人，与叶家中规隔了一层关系，王氏还犯不着亲自出手为秦家报仇雪恨。毕竟这7大势力也是真的不简单，即便是王氏想要将他们解决掉，都要费一番力气。不过现在嘛，这些人失心疯了胆袭杀叶无双，那就是正面和叶家结了死仇，不死不休的那种。这种情况下，王氏再出手，叶家可就要领下一份恩情了。多谢王上和宗老的好意了，此等血仇必当亲手报之，方能雪恨。叶无双声音清脆，但却掷地有声，好魄力，不愧无双之名。一旁宗老不由赞叹一声。至于叶家众人，自然没有意见。叶无双的意志将会是日后叶家绝对的中心，哪怕他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人敢违逆。一个普通6岁孩子开个玩笑，那叫童言无忌。6岁的太子开个玩笑，满朝公卿又有谁敢当玩笑去听？大长老，现在这7大势力已经和我们撕破脸皮了，东阳城那边就不太安全了，是不是通知家主他们早点搬迁到王都来？叶无双看向叶家大长老说道。叶家大长老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旁的宗老就笑着说道，无妨，王上早已派遣一队亲卫军前往东阳城了，当时还是和叶家主同行的。王上的亲卫军可是清一色的轮海境9重，家世清白，更擅长合击阵法，除了天阳境强者，绝对无人可敌。王都的叶家这边，因为诸位刚刚到来，所以还没来得及安排，王上很快就会安排人手前来保护，我也会叮嘱巡城士卒，让他们多多关注叶家的。宗老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至于那2位天阳境，更是不必担心，他们还不至于对你们这些小家伙出手。假如他们真的得了失心疯，不顾脸面，那叶家在王都还是在东阳城也没什么区别。叶家大长老顿时狂喜，心中忧虑尽除。多谢宗老，多谢王上。叶无双有些犹豫，他刚才拒绝王氏相助，一方面的确是觉得血仇应该自己亲手去报，另一方面就是不想欠下天大的人情，人情债太难还了。但现在处境如此，叶家确实没有选择，只能接受王氏的庇护。于是叶无双也心里道，王氏的恩情，无双铭记于心。宗老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摆了摆手，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宗老现在的心情十分愉悦，畅快无比，感觉不虚此行。其实他这次还是为了联姻而来，送信不过是顺手的事。上次段安天在天玄学院吃了闭门羹，心情十分郁闷，恰好又听说叶无双出了天玄学院，去和刚到王都的父母相聚，段安天的心思立马变得活跃起来，派宗老前来再撮合撮合。叶无双毕竟还是个孩子，在循循善诱之下，也许就同意了呢。本人都同意了，洛清仙作为师尊也不好反对吧？乃成想宗老刚到叶家就碰到了袭杀一事，顺势救下了叶无双，不仅让其感受到了王氏的友善与诚意，更是让叶家受下了莫大的恩惠。爽啦，简直太爽了！至于联姻一事，此刻就不宜再提了，否则就有挟恩图报的意思了。来日方长嘛，强者固然受人敬仰，风光无限，但修炼却是一件枯燥且漫长的事情。苦修是所有武者都要经历的，日复一日，春去秋来，时间缓缓向前，曾经的孩童也在不断成长。3年之后，天玄学院竹林小院，叶无双盘膝坐在地上，看向一旁的洛清仙，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师尊，你确定我可以直接聚灵？9岁的少年已经渐渐长开，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又带着一丝秀气，五官分明，鼻梁高挺，眼神明亮，阳光洒落在脸庞上，清风拂过额前的碎发，更显少年英气，潇洒无比。这副模样放在前世，看起来就像是15、16岁的少年，妥妥的古装小鲜肉一枚。谦谦公子，温润如玉，不外如是。洛清仙站在一旁，神情依旧清清冷冷，仙气飘飘，开口道：人体内共有9条主脉，108支脉，其余皆为细小灵脉，这些灵脉天生闭塞，所谓开脉境，便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吐纳灵气，将人体内的灵脉贯穿打通，如此灵力方能在体内畅行无阻，继而开辟灵泉，将灵力存于体内，这也就具灵境名字的由来。叶无双脸色稍显无奈，可是我现在才断体境9重啊，我还没开脉呢，怎么直接开辟灵泉啊？是的，经过3年的苦苦锤炼体魄，叶无双如今已是断体境9重。要知道，天玄学院的招生要求
就是16岁以下的开麦境。也就是说，一般人眼中的天才也足足需要10年才能断体圆满，而叶无双只用了3年，这个速度不可谓不快。但若是看一眼他的天赋，又会觉得很一般。这个修炼速度真的配得上天赐神体吗？答案自然是配得上，因为叶无双这3年一直在压制自己的境界。若是正常修炼，以叶无双的天赋，3个月足以达到断体境9重，但洛清仙却让他压制自己的境界，苦苦锤炼体魄。断体境的每一重，叶无双都修炼到了极致，再加上无数珍贵的药玉，他的断体境9重和其他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若是以打铁来比喻，其他人的断体境9重足以称得上是千锤百炼，而叶无双却足足锤炼了上一次。这具躯体下所蕴含的力量让人难以想象。开麦境又如何，能接住叶无双一拳吗？听到徒弟的话，洛清仙的嘴角微微上扬，如千年冰山般的绝美脸颊上罕见地浮现出一抹笑容。天赐神体，天道赐下的体质自然是完美无缺的，你还不明白吗？你的灵脉天生自通。叶无双愣在了原地，神情呆滞，心底疯狂舔屏。卧槽卧槽卧槽，好美好美好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师尊笑，回神了。洛清仙看着徒弟呆愣的表情，轻声说道，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微笑。啊，哦，可，师尊，那个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太听清。叶无双收敛摇曳的心神，面色一本正经，却又带着些许尴尬。你没听清？那你刚才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洛清慈柳眉微微皱起，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卧槽，这确定不是 bug 吗？叶无双一拍大腿，眼睛瞪得老大。什么意思？洛清先皱眉问道。我的意思是，天道是不是出现漏洞了？这明显不合理啊！叶无双连忙解释道。洛清先眉头舒展，神色淡然，人各有异，并不是什么规则漏洞。非要说的话，这也算天道垂青了，可不是吗？正常人天生灵脉闭塞，所以才有开麦境这一说法。自己天生灵脉自通，那还用得着开麦？直接就可以聚灵了。叶无双盘膝坐在地上，闭上双眼，静心凝神，长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如此反复，心绪也渐渐平静下来。他运转阴阳造化诀，如同往日千百次的修炼一般，吐纳灵气，认真感受下来，灵气确实在他体内畅行无阻。以前还以为人人皆是如此，现在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天生灵脉自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体内开辟灵泉，将灵气锁住。叶无双默默地引导着体内的灵气，缓缓凝聚在一起，一切循序渐进，十分顺利。终于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一道无形的灵力漩涡在叶无双体内稳定了下来。咚咚，灵泉仿佛是另一颗心脏，吐纳吸收的灵气经过它游走至身体各处，又担当着储存的作用，时刻保持着灵力充沛的状态。叶无双长呼出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眼，眼神中充满着喜悦的光芒。3年断体，一朝聚灵，此刻他才算是迈出了武道之途的第一步。天玄王宫，段安天再次来到了段家老祖修炼的那间密室。这位段家老祖如今已经结束了长达200年的死关，但依旧不见外人，不理世事。对他这样的老怪物来说，即便只是正常修炼，有可能一闭眼再一睁眼，1年半载就过去了。所以没有重要的事，段安天一般也不会来打扰段家老祖。什么算是重要的事？在如今的天玄国内，只有一件，那就是关于叶无双的各种消息。老祖，叶无双断体境圆满了。哦，用了多久？3年。以他的天赋，倒也算不上很快。第2天，段安天再次来到了密室前。老祖，叶无双聚灵境了。段家老祖睁开双眼，眼神略显迷茫。我怎么感觉你刚来没多久呢？你上次什么时候过来的？段安天沉默一瞬，说道：昨天。两人对视一眼，段家老祖也沉默了。良久之后，苍老的声音在密室内响起：联姻之事，好好把握。明白。天玄王都，叶家。如今的叶家和3年前相比，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叶家附近的宅子已经被悉数买下，拆掉扩建，整个叶家的占地面积扩大了数倍。3年来，随着东阳城的族人不断迁徙，王都叶家的人气日渐充盈起来。当然，家主叶南天依旧还在东阳城，毕竟叶家在东阳城经营了上百年，拥有着大量产业和修炼资源，不可能说抛弃就抛弃，即便是举族搬迁，也会在那里留下一脉分支。王都这边暂时还是叶家大长老主持大局。叶家大门通体由玄金玉打造的牌匾上龙凤飞舞般刻着叶府2个大字，让人仰望赞叹。院墙高深，其上刻画着不少阵法纹络，门前坐落着2只玉狮，姿态威严肃穆。此时的叶家已经颇具豪门氏族的雏形。街道上，一座装饰低调却又无处不透露出贵气的车架缓缓前行，驾车的是一个身着甲胄的女子，脸上戴着半边面具，眼神凌厉无比。车架在叶家门前停稳后，帘幕也随之掀开。秦素心左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腹部上，被侍女搀扶着下车，然后向着驾车的女子颔首道：劳烦柳供奉了。身着甲胄的女子微微一笑：夫人不必客气。3年以来，叶家凭借着洛清仙给予的资源，迎来了飞速发展。3位底蕴深厚的叶家长老相继突破道轮海境，年轻一代的子弟更是进步明显。
与以往相比上升了数个台阶。同时，有着叶无双这个金字招牌在，叶家也吸引了不少散修的投靠，甚至这些想要投靠叶家的散修，实力一个比一个强大。轮海境一抓一大把，巨灵境都是最低标准，叶家十分欣喜，但也很头疼。门客比主人家还强，这叫什么事啊？但也不能因为这就一个不收啊！这些投靠的散修当然没有蠢货，他们就是冲着叶家的未来来的，怎么可能干出颗大欺主这种事？脑子秀逗了吧？不过叶家还是制定了一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家世清白。毕竟现在的叶家还太过弱小，不允许家族内部出什么幺蛾子。这位姓柳的女供奉便是叶家的一位门客，轮海境9重的实力，平常负责贴身保护秦素心。别觉得离谱，这种实力的门客，叶家还有好几个呢。虽然现在的叶家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待遇，相比其他势力也是少得可怜，但叶家有叶无双啊。等日后叶无双成长起来了，随手赏赐一些资源，都是他们往日得不到的东西。若是再随手指点一下，说不定他们就能摸到天阳境的门槛，这是何等天大的机缘，多少人拼死都抢不来的。就说贴身保护秦素心这个职位，这位柳供奉若不是轮海境9重中唯一的女性，还真不一定能拿下来。秦素心在侍女的搀扶下往自己的住处走去，她脸色红润，气态温和，带着淡淡的微笑，说明这几年确实没什么烦恼。事实如此，母凭子贵，有叶无双这样一个妖孽儿子在，他在叶家的地位自是不用多言。当然，就是前些年被叶远山冷落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受过什么委屈。夫人好，见过夫人。不时有门客下人路过，恭敬地打着招呼，秦素心都一一微笑着颔首回应。等他走过之后，众人顿时叽叽喳喳地聊了起来。门客和侍卫还好，各司其职，婢女们则是满脸兴奋。哇，夫人真的好和善啊，居然还冲我点头回应呢。就是，无双小少爷可是天阶上品灵脉呢，这样的资质，就连王室都要巴结我们叶家。那可不，即便放眼整个大陆，都不会有比无双小少爷还厉害的天才了。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绝对鼻孔朝天走路。听说夫人原先也是婢女出身呢，真的假的？你可别造谣啊，小心被赶出叶家。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呀，我也没见有什么避讳的。以前二少爷可花心了，天天不务正业，流连青楼，现在也开始转性了。嘿嘿嘿，他以前冷落过夫人吗？现在哪里还敢去招惹别的女人？要是以后我能被无双小少爷看上就好了。咦，这还是白天呢，怎么就开始做梦了呀？等无双小少爷长大，你就不是小丫鬟了，而是老嬷嬷。你们两个，哼，20多岁能叫老吗？说不定无双小少爷就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呢。一步之休，秦素心走了一会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这是整个叶家位置最好的院落。老树下，叶远山躺在靠椅上，一晃一晃的悠闲的晒着太阳。听到门口的动静，叶远山睁开双眼，夫人回来了。叶远山一个咕噜翻身而起，连忙跑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搀扶住秦素心。慢点，注意脚下。见叶远山这个样子，秦素心不由笑道：我是怀孕了，又不是不能动。再说了，我虽然没有专心武道，好歹也是开脉经了，身体不会有问题的。叶远山依旧坚持扶着秦素心坐下，小心无措，小心无措。没错，两人开始练小号了。原因嘛，还是出在叶无双身上。谁让他天资这么妖孽呢？有些叶家长辈一看，远山这小子可以啊，血脉优秀。那不行，你得多多开枝散叶啊，这么好的血脉可不能浪费了。再生一个，能有叶无双一半优秀也行啊。叶家的兴盛就靠你了，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些老家伙真是这么想的，而且还不止一个人。不少叶家长辈都来跟叶远山说过这事，就连叶南天都暗示过儿子，反正你和素心还年轻，多要几个孩子也正常。叶远山一听，再一寻思，然后就有些兴奋，难道我真这么屌？于是就和秦素心开始了没羞没臊的造人计划。这不，刚怀上没2个月，算起来孩子出生刚好比叶无双小10岁。你说王后也是，明知道你怀孕了，还3天2头找你进宫闲聊，不知道你需要静养吗？叶远山在一旁抱怨道。说起这个，秦素心也很无奈，摇了摇头，还不是联姻那事。哎，这当爹的当爷爷的一个个都说做不了主。听说王上还在洛仙子那里吃了闭门羹，没办法了，只好从我这个当娘的这里开始吹风。王后和我都是女人，好交流些。王氏那个小公主我倒是挺喜欢的，这次去还见着了，比双儿大1岁，长得亭亭玉立，惹人疼爱，也很懂事，听说资质也不差。又有什么用呢？我还真能做主吗？洛仙子那里我又不是没去过，回来之后你们不是更拿不定主意了？言语琐碎平常，虽然听起来是在抱怨，但秦素心眼角的笑容是不加遮掩的。儿子这么优秀，连王氏都想将公主嫁过来，作为母亲，她自然是十分欣喜骄傲的。丈夫这几年也变好了，不再出去寻花问柳，游手好闲。虽然秦素心知道是因为儿子太优秀了，丈夫不敢如此，但也没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是婢女出身，本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妇人思想，叶远山也没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甚至那几年的冷落，在她看来都很正常。何况上次叶无双遇袭，叶远山的表现她都是看在眼里的。就连叶无双虽然对这个父亲情绪复杂，有些小的不满，但也没什么大的怨恨。说起这个，叶远山突然问道：
你当时去见双儿的师尊，他到底是怎么回复你的？叶无双常年在天玄学院内修炼，极少回叶家，不过每隔一段时间，秦素心都会去看望他。上次秦素心过去看望叶无双，其实就有王氏和叶家的意思，想探一探洛清仙的想法。听到丈夫问起这个，秦素心稍显无奈，这个不是都和你说过好几遍了吗？不过在她的思想中，丈夫是一家之主，于是还是耐心地说道：当时虽然是在闲聊，不过洛仙子性子轻了，话比较少，基本都是我在说。我就告诉她，王氏有意将小公主嫁给无双，但是叶家不敢擅自做主，洛仙子作为无双的师尊，这种事情应该问过您的意见。然后洛仙子就说，娶妻之事应当等无双长大之后自行做主，不宜过早定下婚约。洛仙子还说，我虽为无双师尊，但娶妻乃个人私事，倒也不必问我。秦素心端起杯子轻抿一口，继续说道，我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们了，结果你们一个个只能听见那句不宜过早定下婚约，又想和王氏做亲家，又不敢做决定，真的是。叶远山手指轻点，摇了摇头，你不懂，无双的师尊何等人物，王上想要见一面都不得，更是有底气收下无双这样的妖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深意的，多多揣测才是正道。秦素心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们啊，就是爱多想。洛仙子都说得很清楚了，这种事情他不关心。再说了，无双娶妻这种事，他作为师尊有什么理由反对？他又不是啊。话语戛然而止，他又不是什么？叶远山看向秦素心，面色疑惑，没什么。秦素心摇了摇头，刚才是我想差了，不过心底那道荒谬的想法却是怎么也挥之不去。毕竟人们常说，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往往最接近事实。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叶远山察觉到妻子脸色不自然，连忙关切地问道。秦素心随便找了个话题，我没事，只是突然想起洛仙子还和我聊起过若雪的事。秦若雪，秦清雄的孙女，叶无双唯一的未婚妻，这事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叶远山突然皱眉打断。秦素心有些诧异，没想到随口说出的话题引起了丈夫的兴趣，于是说道，当时闲聊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我也是和你聊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叶远山神色认真，洛仙子连王氏都毫不在意，我叶家之事更是从来没有问过。你刚才也说了，洛仙子性子轻了，话比较少，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和你聊起秦家之事？叶远山旋即扶额苦笑，你这真的是？秦素心一愣，本想说你是不是想多了，却又感觉丈夫说的话有些道理，再想到自己刚才那荒诞的想法，不由沉默了下来。叶远山连忙问道，洛仙子当时和你聊起这些时是什么表情？秦素心回过神来，认真回忆，然后摇了摇头，这种高人喜怒不形于色，我一个普通妇人哪里看得出来？话虽如此，但以一个女人的第六感来判断，秦素心感觉洛清仙当时是有些不对劲的，那种感觉十分复杂，难以言明。不过这都是自己的主观猜测，当不得真。叶远山起身，神情认真严肃，来回踱步，不知在思考些什么。秦素心心底莫名有些烦躁慌乱，相公，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什么叫歪主意？我能有什么歪主意？我这都是为了叶家和无双考虑。良久之后，叶远山停了下来，眼神有些呆滞，嘴角微动，低不可闻的话语刚一出口就随风消散了。既然如此，只好委屈一下秦家了。清晨的阳光洒落下来，照射在少年的身上。叶无双手持长剑，姿势不断变换，剑身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时而轻盈，时而刚劲。他的步伐灵活多变，或进退自如，或旋转如风。阳光映照下，剑光闪烁，令人目不暇接。剑与空气摩擦出的声音更是清脆悦耳。庭院中微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少年的身影在风中摇曳，汗水挥洒落下，与自然融为一体。兵器，外物也，在掌控兵器的同时，却也要将它想象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凝神于剑，身随心动，剑随心走，一招一式都不应拘泥于刻板的剑招，每一次出剑都应该是你意志的体现，如此方能真正做到人剑合一。洛清仙的声音不时响起，叶无双开始放缓动作，认真思考演练。凝神于剑，身随心动，剑随心走，剑势愈加平稳，剑招开始随心所欲。叶无双眼神痴迷，似是陷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剑光闪烁，却不再凌厉，反而有一种奇妙的美感，仿佛是在舞剑一般。一股奇特的意境开始萌芽，连周围的环境都被影响。洛清仙眉头微皱，发觉到了异常。这是剑意？怎么可能？洛清仙脸色微微一变，再难保持平静。须知，甚至有一些破虚境强者都没能掌握意境，哪怕再顶尖的天才，最快也得天门境才有可能领悟意境。可叶无双呢？他才9岁，区区巨灵境，居然就领悟剑意了，这太荒谬了！这小家伙，好恐怖的悟性！洛清仙默默地看着，没有出声打扰叶无双。叶无双更是沉醉在这种美妙的状态中无法自拔，剑招愈发灵动，却隐带着割裂感，可见威力十分强大。许久之后，叶无双停了下来，一脸兴奋地看向洛清仙：“师尊，我感觉我好像学会了什么东西。”洛清仙平静开口：“那是剑意，意境的一种。意境是一种奇特的力量，
是武者意念与境界的体现。只有悟性极高者才会在偶然迸发的触动中领悟意境，同时意境也是领域的基础，是领域的前身。例如，你的剑意日后不断领悟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剑域。领域是领域境强者的标志，也是突破此境的必要条件。叶无双明白了，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感觉领悟剑意之后，每一次出剑威力都变大了许多。洛清仙微微颔首，这是自然，剑意威力极强，本就不是摆设。一个低境界的武者何以实现越阶挑战？答案很简单，必须要有比对方特殊的地方，或是特殊地功法武技，或是特殊的体质天赋，又或者强大的灵气等等。意境自然也是越阶战斗的仰仗之一。洛清仙看向徒弟，拿他举起例子，就像你体质天赋强大，修炼圣阶功法，同境界中本就含有对手。你在断体境锤炼3年，磨练到了极致，现在又领悟了剑意。虽然你才巨灵境一重，但全力爆发之下，一剑可斩巨灵9重，匹敌轮海境也不是不行，还需多多磨练战斗意识。卧槽，我这么屌的吗？叶无双被夸赞的有些兴奋。洛清仙看了他一眼，觉得需要给徒弟降火，于是不急不缓的开口：当然，你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那就是缺乏战斗意识。叶无双兴奋的神情很快凝固，正了正姿态，认真倾听。若是你现在遇见一个对手，你可以想象成镜像的自己，这个特殊的你拥有你的一切，且他经历过许多战斗，无数次从死地中逃亡，战斗意识因很老练，意志坚韧难摧。遇上这样一个对手，你有几分胜算？叶无双光是听得就头皮发麻了，这我包死的啊！这集贸优势没有，我还打个锤子？你以为拍电影啊？我上去大喊一声，不要小看我们之间的羁绊啊，混蛋！然后一拳就给人家干翻了。叶无双越想越汗流浃背，不行不行，我这情况怎么这么像小说里主角的垫脚石呢？有天赋，有实力，有背景，一出场逼格高的不行，然后被主角反杀干掉，踩着扬名立万。卧槽，越说越像了。洛清仙看着徒弟紧张的样子，嘴角微微上扬，然后安慰道：当然，你才9岁，本就应当侧重修炼。我说这些是想让你居安思危，不可盲目自大，但也无需妄自菲薄。叶无双脸色稍霁，点了点头，心中却是决定一定要补齐短板。有些事情洛清慈并没有解释，比如战斗意识，说白了就是通过无数战斗让身体形成肌肉反应，在面对危机时能够冷静思考，迅速做出有力决定。天阳境以下自然是有用的，毕竟还是低武战力，而天阳境以上拼的就是意境，大招对轰，要不就是身法如何，打输了能不能跑，一招定胜负是十分常见的。谁还和你玩记忆那一套，来回拉扯，做梦吧你！况且天阳境以上的强者思维运转何其之快，比肌肉反应快多了。一叶无双的天赋，修炼几年，只怕一出山就是天阳境，战斗意识什么的，经历几次就有了。至于意志，更不是问题。他现在每天修炼阴阳造化诀，都是在不断煎熬中，对意志的修炼效果十分显著。而洛清仙故意不说，则是想要叶无双心中有所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也更能激发潜力。境界的修炼对你难度不大，倒是不急。今后将重心转移到感悟剑意上面，这才是重中之重。弟子明白，今日所言，你需牢记于心。最大的敌人永远不是他人，而是自己。如何战胜自己，今后时时思考，这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弟子谨记。秦素心正在院子里摆弄花花草草，突然想起丈夫2天没有着家了，于是挥了挥手，召来旁边一个婢女问道：二少爷回东阳城了？婢女恭敬地答道。秦素心有些疑惑，他回东阳城做什么？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婢女连忙解释道：听说是族人搬迁到王都一事，琐事众多，所以家主叫二少爷回去帮忙。二少爷说夫人正怀着孕，些许小事不必惊扰您。秦素心点了点头，但是心中的疑惑依旧挥之不去。叶远山虽然这几年转性了，但是以前纨绔惯了，哪里有什么本事？这一点叶南天作为亲爹再清楚不过了，怎么会把他叫回去帮忙呢？你怎么回来了？叶南天看着突然从王都跑回来的儿子，面露不解。叶远山将折扇一合，开口说道：这次回东阳城确实有事要和爹您老人家商量一番。哦，叶南天眉头一皱，王都那边出什么事了？叶远山摆了摆手，王都的破事多着呢，但都牵扯不到我叶家身上。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无双的婚事。叶南天眉头舒缓，轻笑道：王氏又提联姻一事了，我不是说了，这种事情拖着就好了，等无双长大了，让他自己做主就好。叶远山再次摇了摇头，抬头看向老爹，认真的说道：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秦家。你说什么？逆子！大厅外的叶家侍卫被这突如其来的怒吼声吓得一颤，连忙站好，耳关鼻关心，这耳朵怎么回事？突然就听不清了。是该去看看大夫了。大厅内，叶南天脸色涨红，怒视着儿子，张口就骂：你说什么？你要解除无双和若雪的婚约？混账东西！你怎么能说出如此没良心的话来？当初为了保护无双，秦家足足死了7位长老，这才过去几年，你就想过河拆桥？你还是个人吗？没有秦家，你以为叶家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旁边的桌子再次七零八落，碎了一地。叶远山也被老爹这一吼吓了一跳，
无数的童年阴影在心中浮现。咕噜一声，叶远山连连抬手：“爹，您听我说完啊！”旁边跟叶远山一起返回的叶家供奉也劝道：“家主，就让二少爷把话说完吧。”供奉即是门客中的佼佼者，这位供奉便是那少数几位轮海境9重的门客，即便是叶南天，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叶南天对这位供奉点头示意，然后看向儿子，怒喝道：“说，你的狗嘴里最好能吐出几句人话，否则今天我非打断你的狗腿。”叶远山小声嘀咕道：“我要是狗，那你不成老狗了？你说什么？混账东西！我看我还是先打断你的腿，让你跪地上慢慢解释。”叶远山吓得连连后退几步。哎，爹，息怒，就我是狗，你不是老狗，这总行了吧？你叶南天堂堂轮海境强者，硬是被气得梗塞，抄起凳子砸了过去。叶家供奉苦笑着上前拦住，好言相劝起来。叶远山小心翼翼地躲在一边，见叶南天不再冲动，才正了正神色，一脸认真地说道：“我说解除婚约，真的是有理由的。”叶南天冷冷地看着儿子，一言不发。叶远山只好继续解释道：“前几天素心和我提起。”随着不断的叙述，叶南天脸上的怒意逐渐消散，神色却逐渐凝重起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无双的这桩婚事，洛仙子肯定是有所看法的，而且极大概率是不满。若是洛仙子对无双这桩婚事很满意，肯定会象征性的夸赞几句，毕竟这件事本就是他主动问起的。叶远山一连说完，感觉有些口渴，端起旁边的茶水喝了起来。直到叶远山说完，叶南天依旧一言不发。他当然听得出来，叶远山这番话中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后面是自己的看法，前面则是单纯的陈述。良久以后，叶南天才开口道：“洛仙子何等人物，若是不满，直言就是，何必遮遮掩掩？我看是你多想了。”叶远山有理不怕说，说话都硬气了不少。爹，你跟我还装什么啊？你要真是觉得是我多想了，现在还能是这副表情，早就抄起棍子揍我了。你现在这样子，不恰好说明你也和我一样多想了吗？叶南天沉默了。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一个凡人王朝的帝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被手下臣子不断揣摩，过分解读，何况是洛清仙？要知道，在普通人眼中，天阳镜就与神明并无区别，那么更加强大神秘的洛清仙在叶家心中的形象可想而知，他的一言一行再怎么多想都不为过。叶远山又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继续输出：“再说了，人家洛仙子那不叫遮掩，那叫不在乎。你会去和一只蚂蚁解释自己的想法？那不可能吗？也许洛仙子只是有一丝小小的不满，甚至他自己都不在意，但是我们不能不当回事啊！整个叶家还有无双，现在都靠这位神仙庇护着呢，没有一个臣子敢在帝王心中埋下一根刺，哪怕这根刺再小，毫无伤害，但这根刺上写着你的名字。假设你都猜对了。”叶南天艰难开口，可是洛仙子到底为什么会对这门婚事产生一丝不满呢？叶远山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地说道：“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无双有所安排吧，以后娶什么大势力的贵女之类的，又或者觉得这小地方的女子配不上无双。说起来也是，若雪的天赋虽然在东阳城尚可，但想突破到天阳境基本不可能啊。而无双呢，她以后的境界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注定寿元悠久，让她娶一个寿元不过200年的女子，确实也是一件残酷的事。唉。”叶南天沉默了许久，精神恍惚间，3年前王都酒楼里那个衰退的秦青雄浮现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的秦家之主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啊！叶南天摇了摇头，缓缓地吐出2个字：“不行。”声音很低，但很坚决。正在侃侃而谈的叶远山愣住了，合着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白说了。叶远山听出了父亲话语中的坚决，神色一点点变得收敛起来。良久，他再次开口：“爹，我说退婚，可没说要过河拆桥。”叶南天被这句话引动，看向了叶远山，这个往日从未正经过的儿子，此刻神色平静，显现出不符合他性格的沉稳。见他看来，继续开口说道：“秦家在当年之事中的付出，儿子自然记得。可您不能否认，在此之前，我们2家哪有半分交情？两家联姻，不过各取所需。我们当时需要秦家的力量来保护无双，而秦家也是想要从无双的未来中谋取利益。那份婚约不过是一个促成此事的纽带而已。取消这份婚约，也不意味着我叶家要行过河拆桥之举。该给秦家的利益，未来1分都不会少，甚至族中其他嫡系子弟也可以进行联姻啊。2家的关系依旧可以和现在一样。但这个人独不能是无双，他的人生不是叶家所能规划的。”叶南天听到这番话，明显有所触动，觉得儿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他还是摇了摇头：“你说的再好听，退婚终究是退婚，女方没有过错，我们凭什么这么做？你让外人怎么看秦家，怎么看我叶家？”叶远山嗤笑一声：“您还在乎外人的看法呢？这个世界靠的是拳头说话，不是面子。这么浅显的道理，您老人家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就说你儿子我，以前有谁把我放在眼里？可是现在呢，一个个卑躬屈膝，进行谄媚之事，我算是看透了。”他沉吟少许，继续说道：“此事虽不地道，但不是说不过去。最好是您和秦叔私下沟通。”叶南天冷哼一声，瞥了儿子一眼：“你自己想的馊主意，
让老子去给你办。老子还没同意呢。叶远山也冷哼一声，直对亲爹，反正我已经想好了，你不愿意去，我自己去。到时候我一个晚辈上门说这种事，只怕秦叔的面子更不好看。你！叶南天一拍桌子，怒视叶远山。叶远山也瞪大眼睛和父亲对视，然后拂袖而去。3日后，叶远山站在院子里，看着远方天际，眼神恍惚，不知在想些什么。3天了，叶南天依旧没有做出抉择，做事犹豫不决。爹他真的老了。叶远山心中轻叹一声，然后低声自语，不过是取消一份婚约，甚至不用取消，换一下联姻对象而已。秦家想要的利益，我叶家一分都不会少给，又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呢？身后那位轮海境9重的叶家门客倚在柱子上，闭目养神，心中倒是一片平静。弱肉强食的世界，哪里有什么道德可言？再黑暗再龌龊的事情，他也不是没见过。叶远山想要做的事，在他看来太正常不过了，甚至都可以说一句正大光明了。叶远山的目光从天际收回，逐渐坚定下来，苦一苦秦家，骂名我来担。什么？去把这个逆子给我追回来！当叶南天得知消息时，叶远山都快到秦家了，一旁的婢女、侍卫皆是被叶南天吓得一颤，几位在家的长老也是莫名感到诧异。二少爷不就是去一趟秦家吗？家主为何如此动怒？算了，不用去了，老子还是自己登门道歉吧。贤侄不是在王都吗？怎么突然回东阳城了？秦清雄见到叶远山上门拜访，还是十分诧异的。作为叶无双的生父，叶远山在秦家受到的待遇还是很高的，不仅家主亲自出面，数位在家的长老也过来了。秦家3年来的发展也是十分迅速，因为死了7位长老的原因，叶南天十分愧疚，将洛清仙赐下的资源分了不少给秦家。抛开门客不看，如今秦家的实力依旧稳压叶家一头。叶远山微笑着回道：“确实有事需要和秦叔商议。”哦，秦清雄顿生疑惑，同时一股不妙的预感涌上心头。叶远山向来游手好闲，纨绔成性，能有什么事找自己商量？果不其然，当叶远山说出来意之后，砰！你说什么？叶远山，你可还有点良心？当年若不是我秦家相助，你儿子早死了。你以为你叶家还能有今天吗？做梦！现在这才多久，你居然就想退婚？过河拆桥也太急了点吧！数位秦家长老顿时大怒，拍着桌子就骂了起来。哼！叶远山身后的叶家供奉顿时向前一步，冷哼一声，轮海境9重的灵力波动显露无遗。怎么，你还想以势压人？秦家长老们更加怒不可遏。唉，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叶远山连忙抬手阻止叶家供奉示威，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可真是演得好啊！主位上，秦清雄缓缓开口，只见他脸色平静，右手的茶杯早已经爆裂，茶水流了一地。秦清雄松开手掌，任碎片和茶水滑落，不带一丝感情的开口：“叶南天呢？派你一个小辈上门，怎么敢做不敢当吗？”叶远山说道：“在秦叔面前，我自然是小辈，但我也是无双的父亲，他的婚事，想来我是有权做主的。”叶远山顿了顿，实话实说道：“家父并不赞同退婚一事，此事是我个人想法。”秦清雄脸色稍霁，但语气依旧冰冷：“我可担不起你这一声情书。无论叶南天是什么想法，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秦家颜面大师。”面对秦清雄冰冷的语气，叶远山毫不在意。秦叔息怒，请听小侄说完。我想解除婚约不假，但叶家无意行过河拆桥之举，只要秦叔愿意，两家可另择适龄子弟联姻，你我两家依然是亲家，关系并无变化。说真的，为何非要将若雪嫁给无双呢？您是知道的，以无双的天赋，日后注定寿元悠久。而若雪呢？不客气地说，即便不缺资源，她能突破到天阳境吗？将这两人强行放在一起，对双方岂不都是煎熬？叶远山苦口婆心地劝道，他感觉自己诚意十足。谁想到秦清雄根本不给面子，笑话！秦清雄愤怒地一甩袖子，你以为婚约是儿戏吗？你想退就退，想改就改，重要的是叶无双这个人，而不是和叶家联姻。再说了，随便两个子弟成亲，算得上什么联姻？秦清雄冷笑道，我算是听明白了，不就是觉得我家若雪配不上叶无双吗？何必找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就是为了维护你叶家的面子？又作又当，简直可笑！叶远山脸色难看无比，似是被揭下了最后一片遮羞布。爷爷，清冷的女声传入大厅，少女的身影出现在门前。若雪，你怎么来了？秦清雄起身看向孙女，脸色舒缓，但一想到叶远山还在，立马又变得难看起来。婚书在哪？秦若雪走进大厅，神情平静地开口。叶远山这才有机会见到这个自己名义上儿媳，她比叶无双大2岁，今年11岁，却已长得亭亭玉立，人如其名，宛若冬天里的雪花，轻盈清冷。特别是那双眼神，宁静无比，仿佛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其打动。这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气质，她似乎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叶远山心中一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眼神，这样的心态，怎么会出现在一个11岁的少女身上？叶远山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在我书房，秦清雄对孙女有求必应，他似乎猜到了孙女想做什么，但他无条件支持。劳烦爷爷将婚书取来吧。秦清雄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就返回了大厅，手上拿着一份婚书。秦若雪抬手接过，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她缓缓开口，语气平静：叶无双觉得我配不上他。白皙的指尖处，一抹青白色的火焰骤然绽放，旋即如同复古之躯般顺着婚书上升，所过之处连灰烬都没有剩下。叶远山瞳孔一点点瞪大，一股凉意从头顶直冲脚底，让他身子都忍不住一颤。大厅内更是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声，灵力外泄，这怎么可能？若雪突破到巨灵境了，11岁的巨灵境，这怎么可能只是玄阶中品的天赋？地阶中品也不可能做到啊！我却也未必看得上他。话音落下，火焰消失，场间再无一丝婚书的痕迹。秦若雪转身离去，神色依旧平静，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过叶远山一眼。叶南天火急火燎地赶来，呼吸都有些粗重，刚好见证了这最后一幕，在大厅外愣愣地站着，与秦若雪擦肩而过。也是南平。秦青雄突然放声大笑，眼神从叶远山身上掠过，看向叶南天。我就知道，我秦家子弟绝不会做他人附庸，婚约又如何？从今往后，秦叶两家互不相欠，再无任何关系。叶南天脸色难看，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秦若雪的房中，牛皮吹得有点大了。秦若雪精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苦笑，天阶上品灵脉，也不知道那小家伙究竟是何体质。这份天赋，就是前世的我也不敢说稳胜啊。这寥寥几句话透露出的信息却是如此骇人听闻。不过有股圣气在，这都不是问题。今世我未必不能渡劫成圣。想到自己的底牌，秦若雪脸上浮现出自信的笑容。她本一代女帝，涅槃境强者，实力强大，纵横大陆难逢敌手，然而却依旧倒在了这成圣之劫上。好在她曾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一件古圣器，正是这件古圣器保住了她的一丝灵识，蕴养多年之后投胎重生。身为一代女帝，见识、功法、武技，秦若雪都不缺，可惜这一世的天赋实在太低了，所拥有的灵脉才区玄阶中品，而能够提升资质的天才地宝太过珍贵，举世难寻。莫说现在的她，即便是前世身为一代女帝，她也极少见过。这样下去，发育期那得多长？秦若雪自然不能接受，于是修炼起一门鸡肋功法。这是一门通过观想而修炼精神力地功法。那么又为何说它是鸡肋呢？因为武者的天阳境就是凝练天地人三花，一为精气神合一，所以天阳境以上的武者应该是圆满如一，灵肉一体的，不存在什么专修精神力的，而是一体修炼的。那种精神力突出的情况只会存在于天阳境之下的武者身上，而这恰好符合秦若雪的情况。她从出生起就通过观想法修炼精神力，精神力提升之后又会反过来带动身体修炼进度，也算是变相提升修炼资质了。就这样，她也足足修炼了11年才达到巨灵境。而叶无双可是6岁才开始修炼的，更是在断体境苦熬3年，两者孰强孰弱一眼可见。当年两家为他和叶无双定下婚约，秦若雪当时并不在场，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她当时并不在意，堂堂女帝岂能受一纸婚约束缚？等到叶无双真正的天赋传出，秦若雪也是大吃一惊，如此奇才居然让她在这犄角旮旯遇见了，简直离谱。不过那又如何？她天赋再高，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秦若雪绝不甘为人妻。直到今天，叶远山上门退婚，秦若雪正好顺势撕毁婚约。从今以后，天高任鸟飞，成圣之道就在脚下。6年后，呼，叶无双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睁开了双眼，自言自语道：压制不住了，3、5天之内，人花就要凝聚成功了。若是让其他人听见这话，绝对要直呼没天理。人花凝聚成功，便是真正的天阳境强者，多少人可求而不及的境界，你居然还在压制，简直没天理啊！突破到天阳境之后，应该就可以。想到某些不可言喻的事情，叶无双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内心的小欣喜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9年了，你知道这9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天天被这破功法搞得头都大了，终于可以。不过突然想到什么，叶无双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有些事情也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这说的自然是9年前刺杀他的那7大势力。叶无双起身来到旁边的木屋，呼喊一声：师尊。清冷的声音很快传出：进来吧。叶无双推门进入，洛清仙正在蒲团上打坐，依旧气质清冷，宛若谪仙，身上丝毫不见岁月的影子。洛清仙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朱唇轻启：怎么还没突破？叶无双回答道：我想试试以轮海境的实力剑斩天阳。当年袭杀他的7大势力中，两方有天阳境强者坐镇，叶无双的目的不言而喻。不过轮海斩天阳这话何其狂傲，这可不是简单的越阶挑战，两者之间有质的差距。洛清仙微微颔首，似乎并不担心。既如此，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强者从不是光靠苦修就能成就的。叶师兄，叶师弟，好久不见啊。叶无双走在天玄学院里，不时有少男少女和他打着招呼。这些人是天玄国内最顶尖的一批天才，年龄从16岁到20岁不等，
境界多以开麦境为主，偶尔遇见几个距邻近的，也都是年轻一代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不管是谁，都对叶无双十分恭敬客气，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叶无双的强大。这些年来，叶无双深居简出，苦心修炼，但是修炼毕竟不是闭门造车，他也会偶尔出来和天玄学院这些天才切磋，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够在他手中走过一回合。叶无双略微出手，就已是他们的极限。虽然叶无双已经很久没出手了，但这些天才依旧对他心怀敬畏。毕竟叶无双数年前展现出的实力，他们到现在都望尘莫及。师尊，他刚才怎么有些交代后事的感觉呢？叶无双轻抚着手指上的空间戒，陷入了思考当中。这枚空间戒自然是洛清仙刚才给他的，里面的东西呢也不多，100万上品灵石，1柄地阶下品的长剑，还有3枚地阶上品的白玉丹。按照洛清仙的说法，这是给他的零花钱。叶无双当时就惊了，这是零花钱？谁家零花钱上来就100万上品灵石啊？换算下来，这可是足足1亿下品灵石啊，都够买我10条命的了。还有那柄剑，地阶下品灵器，珍贵程度甚至远超灵石。当然，这些东西对洛清仙而言确实算不上什么。之所以不为叶无双准备更好的，就是怕他没有压力，什么东西都准备妥妥的，那叫什么历练？不过那3枚白玉丹却是真的价值连城，地阶上品丹药，整个大陆能够炼制出来的，无一不是炼药界的泰山北斗。再加上炼丹还要考虑品质、成功率、出丹率等，每一枚白玉丹着实珍贵无比，只要没死透，一息尚存，再重的伤势也能救回来。这是真正的疗伤圣药，应该不会玩消失那一套吧？叶无双走在路上，胡思乱想着，怎么看洛清仙都有一种要放养他的感觉。秦师姐好，秦师姐。叶无双突然放缓脚步，一个清冷绝美的女子映入眼帘，只比师尊稍逊一筹。即便叶无双此刻也感觉到了一丝惊艳。要知道，常期待在洛清仙身边，他的眼光可是极其之高的。不过紧接着他的心中就疑惑起来，看不透境界，甚至叶无双还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淡淡的危机感。叶无双心中一凛，哪里来的怪胎？面对众人的问候，那被称为秦师姐的女子毫无回应，异常高冷。高冷是这个世界的主色调吗？叶无双心中暗暗想到，其实不然，这并不是高冷，应该说是不假辞色才对。这个世界有颜值、有天赋、有背景的女子大多如此，况且在外表现的高冷一点，也能在无形中排除很多麻烦。女子在经过叶无双时，似是不经意和他对视了一眼，嘴角微微上扬，眼神中闪过莫名的意味。这是什么意思？叶无双更疑惑了。下一秒，周围细小的谈论声传入他的耳中。秦师姐刚才好像笑了哎，她可是学院有名的冷美人呀，怎么会对男子笑呢？嘻嘻，你也不看看那个男生是谁？那可是无双师弟，无双师弟可是他的未婚夫啊。嘘嘘，小点声，小点声，这话可别乱说。怎么了吗？你这都什么时候的消息了？叶家都已经上门退婚了啊？怎么会？秦师姐多好的一个人啊，长得好看又有天赋，听说现在都已经是距临近巅峰了，叶家怎么会退婚呢？天赋高也要看和谁比，无双师弟的天赋多变态，你又不是不知道。叶家看不上秦家，再正常不过了。哎，可惜了，这是秦若雪，我的未婚妻。不过退婚是怎么回事？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道呢？叶无双心中顿感荒谬，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退婚，实力神秘，再来个3年之约，这他妈齐活了呀！坏了，我不会成反派了吧？秦若雪是1年前进入天玄学院的，东阳城毕竟是小地方，随着实力的提升，秦家能给予他的助力也越来越小。而进入天玄学院的天才，一般都是冲着3样东西来的：修炼资源、功法武技以及名师指导。秦若雪上一世身为一代女帝，经验自然是不缺的。功法武技，她脑海里也有不少，她唯一缺的只有修炼资源。而实力弱小时，当然是去和平之地发育比较稳妥。所以她来了天玄学院，这才有了和叶无双的这次偶遇。偶遇叶无双，秦若雪自然也是探查了一番，结果也是让她小吃一惊。我竟然感知不到她的境界，难不成她突破到天阳境了？秦若雪心中微微一震，15岁的天阳境，这也太变态了吧！一丝紧迫感浮上心头，自己堂堂一代女帝重生之后，居然还比不过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家伙。当年虽然事业远山上门退婚，但自己也是放过狠话看不上叶无双的。这要是被昔日的未婚夫超过了，那可就丢脸丢大了。想到这里，秦若雪压力一下就上来了。也不一定，听说叶无双的师尊是个神秘强者，也许就给了他某件遮掩实力的灵气。秦若雪心中自我安慰着，我可是有股圣气的，一时的境界差距而已，不急不急。无双少爷回来了。叶无双刚进大门，就有小厮欣喜的大叫起来，朝着内宅报喜去了。这第一个将消息带到的人也是有奖励的，那些族老贵人一高兴了，随手赐下些东西，对这些普通人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等到叶无双来到主厅时，里面已经聚满了不少人。叶南天看到孙子大笑起来，无双怎么回来了？爷爷。叶无双打了声招呼，叶南天笑容灿烂，一拍他的肩膀，好小子，
有段时间没见了，长得越来越俊了。叶无双的颜值早在小时候就已经有苗头了，如今15岁，完全长开了，更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他现在和洛清仙站在一起，绝对不会有人认为两人是师徒，也绝对会有人夸上一句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不图之心溢于言表。叶家其他人也是你一言我一句的夸赞着，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叶无双见面带微笑回应，然后来到秦素心旁边。娘！秦素心笑意盈盈地看着他，手上牵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童。叶远山满脸笑意地站在旁边。哎呀，灵儿，有没有想哥哥呀？叶无双抱起妹妹，嗷呜一口咬在她的小脸蛋上。这就是秦素心的二胎，叶无双的亲妹妹叶灵儿。叶无双很少回叶家，平常母亲秦素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天玄学院看她。叶灵儿出生以后，更是每次都会将她带上。对这个妹妹，叶无双也是疼爱的不行。叶灵儿今年5岁了，长得十分可爱，惹人怜惜，精致的如同一个瓷娃娃，就是性格不怎么活泼。被叶无双抱起来后，才呆呆地说道：想。此举自然惹得大人们一阵欢笑，叶无双脸上的笑容也灿烂起来。众人三言两语聊着家常。这些年来，叶家发展迅速，除了一条分支留在东阳城，其余举族都搬到了王都。家主叶南天如今是轮海境9重，长老的实力要求也从巨灵境7重提升至轮海境，门客数量依旧不多，但都是强者。如今的叶家放在王都也算得上一方小势力了。现在叶家在王都置办了不少产业，这其中离不开王氏的帮忙，不然想要在王都站稳脚跟，没那么容易。叶南天笑着说道。叶无双点了点头，王氏确实对叶家帮助众多，展现了极大的善意。我在路上听说家里去秦家退了我和若雪的婚约。叶无双突然开口说道。大厅内热闹的谈论声一时小了几分，然后逐渐安静下来。叶南天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站在一旁的叶远山脸色顿时不自然起来。许多人的目光都放到了叶远山身上。对于这件事，叶家长老们也是十分不满的。其一，此举有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嫌，有损叶家形象。不过是娶一个女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还去退婚，简直百害而无一利。其二，秦若雪展现了惊人的天赋，11岁就修炼到了巨灵境，绝不是玄阶中品灵脉那么简单。近几年更是突飞猛进，名扬王都，这让叶家长老们对叶远山更加不满。本来多好一件事，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不过他们却也不好明着说些什么，谁让人家生了一个好儿子呢？可叶远山握拳放到嘴边，咳嗽一声说道：此事是为父主张的。叶无双看向父亲，没有说话。这番举动倒是让叶远山更加不自在了。叶无双没有问他为什么，答案只在人性中，况且那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沉默良久，开口说道：9年前的那个深夜，爷爷背着我逃跑的场景，至今仍不敢忘。叶南天闻言眼神一暗，叶远山更是被儿子短短的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心生悔意。叶无双继续说道：联姻之事因我而始，也当因我而终。退婚之举是我叶家不义在前，我会回东阳城登门致歉。叶家众位长老心中无限感叹，一个15岁的少年竟如此明事理知仁义。再想到这是他叶家子弟，顿时倍感欣慰自豪。对了，爷爷，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另一件事，当年对我们2家下手的那7大势力，现在到算账的时候了。叶无双转头看向叶南天，再次说道：什么？叶南天心中一惊，猛地抬头，场间的气氛再次被叶无双一句话搅动。无双啊，现在报仇是不是太早了点？那7大势力可不简单啊。是啊，那7大势力在整个天玄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轮海境巅峰的强者绝对不少，特别是那青木宗、河水一殿，据说都有天阳境强者坐镇的。叶家虽然发展迅速，但和他们相比还是太弱了。叶家长老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劝道。叶南天也是不解的看向叶无双，请王氏出手。叶无双当年都没答应，现在更不可能答应了。请洛清仙出手，一样的道理，如果叶无双愿意，当年就可以请洛清仙出手了。难道是？叶南天心中一震，看向叶无双的双眼蓦然睁大，连声音都有些颤抖起来。无双，难道你已经突破到天阳境了？整个大厅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叶南天这话惊得心神一颤。本来正在惬意闲谈的人们，目光全都落在了叶无双身上，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无双才15岁啊，怎么可能突破天阳境？再变态的天赋都做不到。想当年我15岁的时候，还在断体境苦苦打磨呢。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这莫名的兴奋与期待感是怎么回事？众人不由紧张起来，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看着叶无双，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惜叶无双平静地摇了摇头，还没有。不过也没什么区别，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突破。众人眼中的期待顿时消散，心中不由松了一口气。我就说嘛，叶无双要真是天阳境就太离谱了，天才这个词都是在侮辱他，以后他都可以成为妖孽的代名词了。叶南天倒不怎么失落，毕竟自己刚才的想法属实有点异想天开了。他继续问道：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叶无双近几年少有露面，除了朝夕相处的洛清仙，还真没人知道他的境界。面对叶南天的询问，叶无双也不遮掩：轮海境9重。
场间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说刚才不过是叶南天脑子抽了，一时的异想天开，那么现在则是真正的传奇照进现实。15岁的轮海境九重，简直闻所未闻。小说话本都不敢这么写，不愧是天阶上品灵脉，好恐怖的修炼速度。照这样下去，无双突破天阳禁用得了几年，太变态了。叶南天也不禁心生感慨，自己修炼了大半辈子，居然还比不上孙子修炼9年，人跟人真是不能比啊。无双，何必急这几年？等你突破到天阳境再去报仇，岂不合适？叶南天继续劝道。叶无双摇了摇头，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候。爷爷放心，我既然提出此事，肯定是有把握的。开玩笑，他就是想要拿那2个天阳境世事件的，再过几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境界了，报仇还有什么难度？看到叶无双平静而自信的样子，叶南天点了点头，不再多说。轮海战天阳，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挑衅强者可是要丢命的。也就自己这个孙子天赋异禀，年轻气盛，敢说这么狂傲的话，换了其他轮海境，在天阳境强者面前，那就真的是孙子一个。叶南天心中暗暗摇头，不过想到有洛清仙在，他也就不担心叶无双的安危了。也好，这小子从小到大一帆风顺，没吃过苦头，借此机会让他经历一番挫折，变得沉稳一些，也是不错的。10几日后，一行11人回到了东阳城。这一趟随行的都是老熟人，叶南天，还有当年那9位长老。当然，此刻他们已经全部突破到轮海境了。不过这点实力，在那7大势力面前，可根本不够看。叶无双也没打算让他们出力，只是让他们跟着见证一下。毕竟他们当年都是亲历者。一行人直奔秦家而去。守门的2位也是老熟人，一眼认出了叶南天。他走上前来，面无表情地说道：“叶家主，请稍待片刻，已经有人进去通报了。”自从叶远山上门退婚之后，2家关系就彻底淡了下来。许多秦家人气愤无比，认为叶家简直是小人行径，十分敌视鄙夷叶家人。叶南天自觉有愧，自然约束族人，禁止他们和秦家人起冲突。叶家迁移到王都之后，2家基本已经不来往了。远在王都的叶南天突然又回来了，谁知道又有什么破事？秦家守卫虽然不敢得罪，但也自然不会给什么好脸色。没过多久，就有人领着众人入内，向主厅走去。大厅内，秦清雄和秦家长老们安然就坐，见到叶南天等人进来，也没有任何反应。秦清雄面无表情地说道：“2家早已没有任何关系，叶家主还来做什么？”说话间，秦清雄打量着上门的一行人，都是当年的老熟人。秦清雄一眼扫去，就心中有数了。不过叶南天身边还站着一个风神俊朗的少年。秦清雄目光一愣，但旋即明白，这就是叶无双。唉，叶南天叹息一声，自知不受待见，便侧开了身子。叶无双向前一步，抱拳朗声道：“无双见过秦爷爷。”哦，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天才叶无双。秦家众人来了兴趣，目光都转移过来，审视打量着叶无双。当年那几位秦家长老也在，他们虽然见过6岁的叶无双，但过了将近10年，少年的容貌变化迅速，哪里还能认出来？现在细细打量之下，才依稀看出几分当年的影子。秦清雄依旧面无表情，不做回应。叶无双继续开口道：“此番登门，只为2件事。其一，当年我父一时思虑不周，冲动之下酿成毁事，致使2家关系破裂至此。如今再提，虽无意义，但我作为当事人，理应登门致歉，了结此事。”叶无双说着，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在空间界上一抹，一个盒子出现在他手中。9年前我尚且年幼，但秦爷爷带领众位长老阻拦强敌的场面，至今印象深刻。秦家因此死伤严重，我也十分悲痛。所谓赔礼道歉，这道薄礼不敢说是补偿，但请秦爷爷务必收下。按理说，如今叶家是大，上门退婚之后还给什么赔礼？不管在谁看来都有羞辱的意味。但叶无双言辞诚恳，句句发自肺腑，就连秦清雄也不禁动容。9年前初见叶无双时产生的念头，此刻再次浮上心头。如此俊杰，只可惜不是我秦家子弟。秦清雄沉默良久，最终叹息一声，摇了摇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我说过，2家已经互不相欠，赔礼什么的就免了吧。”叶无双没有说话，而是将盒子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再次开口说道：“无双这次回来的第2件事，便是为了当年那7大势力。”闻言，秦清雄眼中爆发出摄人的光芒。若要问谁最恨那7大势力，毫无疑问，第一个就是秦清雄。要知道，当年叶家可是什么损失都没有，而他秦家足足死了7位长老。秦清雄每每想起，心中的愤怒、愧疚之情，几乎要将整个人撑爆。可惜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秦家与那7大势力的实力差距太大了，想要报仇遥遥无期。如今叶无双主动提起复仇一事，他怎能不激动？秦清雄一扫刚才的冷漠平静，眼神凌厉地看向叶无双，沉声问道：“你有把握？”叶无双点头回应：“既然提起，自是有把握的。让那些人多活了9年，我都怕他们老死了。”秦清雄不再多问：“需要我做些什么？”叶无双摇了摇头：“您要做的就是跟在我的身边，见证这一切，亲眼看着当年那些人哭喊哀嚎，用他们的鲜血祭奠当年死去的众位长老。当年前后7次的袭击，
包括后来王都对叶无双的刺杀，足以证明这背后绝不是某个人的想法。七大势力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不，这片大陆甚至不该出现无辜这个字眼。死亡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道理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笑话。叶无双走后，秦青雄依旧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上七大势力，以泄心头之恨。咦，有秦家长老这才看到叶无双刚才放在桌子上的盒子，他走过去，好奇地打开，浓郁的丹香扑鼻而来，三枚带着淡紫色纹络的丹药静静地躺在盒子里。秦家长老顿时惊呼出声：“这是父子灵丹！”什么？秦青雄一惊，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瞬间清醒过来，身形一闪，他来到桌前，看到丹药那一刻，瞳孔猛地一缩，真的是父子灵丹！父子灵丹，玄阶中品丹药，其效果十分简单，却也令人疯狂无比。轮海境武者服下，能增加突破到天阳境的几率。轮海到天阳，何其艰难，而一枚丹药竟能提升突破几率，哪怕只有1成，也绝对是无比珍贵。若是放出消息，绝对有人重金求购，倾家荡产都在所不惜。这是能让无数人疯狂的奇物，绝对的有价无市。秦青雄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内心的激荡，好大的手笔，一出手就是3枚父子灵丹。秦青雄已经从许多在场之人的眼光中看出了渴望与贪婪，他冷声喝道：“收神！”一个个连轮海境9重都遥遥无期，就已经开始打天阳境的主意了。众人被这一声呵斥惊醒，想到自己刚才的姿态，一个个都面露惭愧。这3枚父子灵丹很简单，日后谁有机会突破到天阳境，就可服用1枚，没人有那个本事就一直留着，留给我秦家后代的天才子弟。众人自无不可，连忙附和：“家主所言极是，自当如此。不过人心难测，人性复杂，日后会不会因此发生某些事，谁也说不准。但那都是秦家内部之事了。”3日之后，金山宗，这是7大势力中距离东阳城最近的。这金山宗倒也名副其实。叶无双停下脚步，感叹出声：“此宗依山而建，远处极高的山峰顶部，隐约间可见一座殿宇，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灿烂的金光。随着叶无双一起前来的，只有区10余人，都是当年之事的亲历者。秦家众人也都知道了叶无双如今是轮海境9重，一个个惊叹不已。但他们依旧疑惑该怎么报仇。金山宗虽无天阳境强者，宗主也只是轮海境9重，但金山宗的轮海境9重可不在少数，起码也有近30位，其余层次的轮海境更是数不胜数。就他们这10几个人，怎么打？不过看叶无双这闲庭信步，一副没将金山宗放在眼里的样子，他们也只好选择无脑相信了。2个金山宗弟子正在山门前守卫闲聊，此刻看见一群人突然出现，穿的还不是金山宗服饰，也无腰牌信物等，自然上前呵斥：“前方乃我金山宗山门，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叶家，叶无双。金山宗山顶殿宇，宗主司徒木正在盘膝修炼，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司徒木睁开了双眼，眉头微皱，正准备呵斥，却发现是几位长老，一个个都还神情急迫，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宗主不好了！一个老者脸色焦急，语速飞快：“叶无双来了，现在已至我宗半山腰处的广场了。”什么？司徒木猛然一惊，叶无双这个名字他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也正是如此，他才很清楚叶无双来金山宗意味着什么，必是来报当年袭杀之仇的。司徒木连忙问道：“来的有多少人？实力如何？其中有没有一个看起来绝美无比的女子？”他可是知道叶无双那位师尊神秘无比，实力更是强大，起码也是天阳境，而且即便在天阳境中也是强者，否则可以让天玄学院的6位天阳境强者恭敬行礼。司徒木现在很慌，这尊杀神要是来了，他现在就可以直接跪了。那倒是没有。老者摇了摇头，说道：“来了10几个人，都是男子。听禀报的弟子说，观其气势，大多都是我宗执事1级的，也就是轮海境初阶。倒是那叶无双，看不出深浅，没有女子。”司徒木顿时松了一口气，接着又疑惑起来：既然叶无双的那位神秘师尊没来，他是怎么敢来我金山宗的？难道只是来敲诈勒索一番，以了结往日仇怨？司徒木并不这么觉得。当年7大势力惶恐之下，可是派出过高手刺杀叶无双的，这岂是付出一些资源就可以抹消的事？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年轻人就是气盛，胆子大。司徒木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召集所有长老执事，随我前去会一会他。金山宗半山腰的巨大广场，这是金山宗弟子平常演练武技、互相切磋的地方。当然，金山宗自然不是只有区一座山峰，准确来说，附近的一片山脉都是金山宗的领地，而这里是金山宗的主峰所在。能在这里居住修炼的，都是金山宗弟子中的佼佼者。此时，这座演武广场热闹无比，许多金山宗子弟都在勤奋苦练，呼喝声、劲风声不绝于耳。不少人看到了叶无双一行人，但都没什么反应，继续做自己的事。他们潜意识里以为，这些人要么是来探望族中子弟的，要么就是来拜访金山宗长辈的，完全没有想过这是一群不速之客。无双，注意到没有？好多小姑娘正在偷偷看你呢。叶南天笑呵呵地说道。
叶无双对此倒是没什么反应，没办法，这是长得帅的人必须承受的，他都尚且如此，那些比他还要帅的读者大大们岂不是更加烦恼？天天关注的事情如此肤浅。一旁的秦青雄冷哼一声，虽然因为报仇之事再次和叶家人混在了一起，但他对叶南天依旧没什么好脸色。秦青雄打量着演武场上的金山宗子弟，忽然感叹道：“大宗门子弟就是不一样啊！我已经看到好几个优秀的小辈了，秦家子弟跟这些人相比，差得远了。”其余人也随着谈论起来，毕竟是老牌势力，占据着灵气浓郁之地，资源众多，底蕴雄厚。何况他们招的弟子本就天赋不错，精心培养之下，自然十分优秀。再有10年，叶家未必不能超越金山宗。有叶家长老雄心勃勃地说道，这让秦家长老们顿感酸涩无比。叶家现在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随着叶无双的成长，只怕未来实力还会呈井喷式变强。反观他秦家，9年前折损7位长老，这可是一大半的高层战力。好在当时叶南天心怀愧疚，将洛青仙赐下的资源分润了不少过去，这才让秦家逐渐缓了过来。叶家有叶无双，我秦家有秦若雪。秦家长老们忽然想起家主的那位天才孙女，笑容都变得明朗起来。说来也是奇怪，若雪的天赋明明只有玄阶中品，修炼速度却是奇快无比，虽比不上叶无双，但在天玄国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真是神秘无比，令人匪夷所思。哈哈哈，叶小友，久闻不如一见啊！来我金山宗，怎么也不提前告知一下呢？在下也好扫他相迎啊！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声，一群人正朝这里快速走来，为首的正是金山宗宗主司徒木，他身后乌泱泱一片都是金山宗的长老，只是浩浩荡荡近100人。金山宗的长老级都是轮海境9重，大约有30位左右，其余执事级也大多是轮海境中高阶。司徒木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明显别有他意。如此大的阵仗，自然引得金山宗弟子们侧目，纷纷低声交谈起来。什么情况？这么多长老，执事都来了，这群人是谁？莫非身份不凡？听宗主称呼那年轻人为叶小友，难道他才是领头之人？司徒木笑容热情无比，很快来到叶无双等人面前。秦青雄、叶南天等人停止交谈，一个个收敛神色，面无表情起来。叶无双神情淡然，平静开口：“你是哪位？”司徒木明显愣了一下：“你都找上门来了，不知道我是谁？”但他很快恢复笑意：“在下金山宗当代宗主司徒木。”叶无双微微颔首，既然如此，那就没有找错人。他右手抹过空间界，缓缓抽出一柄长剑，这就是洛青仙赠予他的那柄剑，地阶下品灵气。司徒木的神情一点点凝固，笑容逐渐褪去。什么意思？场面话都不说几句，直接开干。一位金山宗长老上前一步，怒声喝道：“放肆！叶无双，你还想动武不成？这里是金山宗，不是王都，别以为你有几分资质就可以如此猖狂。”围观的金山宗弟子瞬间懵了，卧槽，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下一秒就起冲突了？卧槽，这少年是叶无双啊！当年那位绝世天才怎么来我金山宗了？而且看样子来者不善啊！司徒木也变得面色不善起来。叶小友，这是何意？叶无双神色冷淡，当年派人袭杀我一事，司徒宗主忘得一干二净了。金山宗弟子瞬间一片哗然，怪不得叶无双来者不善，原来宗主曾经派人袭杀过他，这是来报仇的呀！叶无双声音冷冽，宛如地狱吹来的九幽寒风，令人浑身一颤。血债还需血偿，今日便是金山宗从天玄国除名之时，司徒木堂堂一宗之主，何曾被人如此挑衅？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压下心中怒火。叶小友，这是令师的意思吗？你确定要鱼死网破？闻言，叶无双轻笑一声：“怎么，怕我师尊？放心，他今天没有跟过来。还有，鱼死网破，你也配？”话已说穿，司徒木知道叶无双绝不会放过金山宗，于是也不再遮掩了，眼中凶光毕露，低沉道：“既如此，就凭你身后这些歪瓜裂枣，也想让我金山宗除名，简直痴人说梦！”话音刚落，司徒木一掌探出，带起阵阵劲风，直击叶无双面门。其身后众多强者也是猛然爆发，冲向叶南天等人。叶南天神色一凝，正准备迎上，然后叶无双动了，他手持长剑缓缓斩出。好慢的剑，这是叶南天的第一感觉。然而下一秒，耀眼的剑光瞬间将他惊醒。不对，那是残影。叶南天猛然看去，一颗大好头颅飞起，脸上还带着茫然之色，鲜血如注，在空中四溅。砰咚，残躯和头颅应声落地，宛若一记重锤，狠狠敲在众人心间，令人心神一颤，脊背发凉。轮海境9重的司徒木被一剑击杀。叶南天等人猛地倒吸一口凉气，而刚才跟在司徒木身后冲锋的金山宗众人，此刻死死地刹住脚步，齐齐向后倒退，目光惊恐地看着叶无双。见之，如见鬼神。场间一片寂静，除了喧嚣的风声，再无一点动静。众多金山宗弟子愣愣地看着这一幕，感觉荒诞无比。他们的宗主就这么死了？一起上，我就不信他还能是天阳境不成？有金山宗长老厉声喝道。刚被叶无双这一剑吓得魂飞魄散的众人醒过神来。是啊，他再厉害还能是天阳境不成？不是天阳境，怎么可能敌得过我们这么多人？轰！
有长老级人物悍然出击，威势极大，身后众人纷纷跟随。叶无双神情冷漠，没有任何动容，整个人的气质却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持剑而立，却仿佛自身就是一柄利剑，剑意凌锐，直冲九霄。叶无双再次一剑斩出，挥出一道半圆形的剑气，伴随着剑刃轰鸣，以不可匹敌之势向前方扫去。前面直面这一剑的几人脸色骤变，怒吼一声，施展出自身最强大的武技。然而并没有用，这灌注了叶无双剑意的一剑，威力是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剑气轻轻扫过，宛如收割杂草，切过豆腐，轰！穿过众人之后，剑气命中山峰，带起漫天尘土。咕噜！叶南天、秦青雄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一下，抬眼望去，所有人竟皆被拦腰斩断，再无一人站立。而厚重的烟尘散过之后，山峰岩壁之上，一道数丈深的裂痕清晰可见。良久之后，还是叶南天忍不住开口：“无双，你这实力，你确定你不是天阳镜吗？一人一剑，灭杀近100位轮海境，其中更是有不少轮海境九重，这是一个天阳镜之下的武者能干出来的事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对此，叶无双微微一笑，这是叶无双最大的底牌之一，也是他苦修9年的成果。剑意9重，如同武者境界分为9重一般，意境也分为9重。意境一重一天地，剑意1重和剑意2重，威力差距数倍，何况是剑意9重，这其中所蕴含的威力难以想象。不要说这些轮海境的杂鱼，就是天阳境强者，面对剑意9重也得认真对待。然而最恐怖的却不是叶无双的实力有多强，重点是他的剑意已经9重了，只差一步就可演变成剑域。掌握领域，这可是领域境强者的标志。如今他一个小小的轮海境武者，居然快走到了这一步，也就是叶南天等人不了解，放在外面被人知道，绝对是要发疯的。轮海和领域中间可是差了5个大境界。过了好一会儿，众人的情绪才渐渐平复，但看向叶无双的眼神中充满着敬畏。这些人怎么办？秦青雄问道。他说的是演武场上这些金山宗弟子。这些金山宗弟子一个个或是惊恐而小心翼翼地看着叶无双，或是愣在原地，一脸不敢相信的模样。也有心思机敏者悄然退至众人身后，但下山的路被叶无双等人拦着，他们也没办法做出其他举动。叶无双扫视一圈，众人皆不敢和他对视。略一思索，叶无双开口说道：“核心弟子都杀了，这些人和金山宗的高层不是有师徒之情，就是有血脉之情。我可不想他们喊着末期少年穷，多年之后还来找我报仇。至于那些普通弟子、外门弟子、杂役之类的，都放了吧，都是些没资源、没背景的普通人。别说保不齐里面还有一些幸运儿、隐藏实力的废柴、天命之子之类的，想杀都不一定能杀死。”秦青雄点了点头，按照他的想法，可是一个都不打算放过的。不过既然叶无双决定了，他也没什么意见。10几人如虎入羊群，展开单方面的屠杀。核心弟子也很好分辨，服饰、腰牌等十分明显。或许他们在天玄国都算得上是天才，但这个年纪撑死不过巨灵境，怎么可能抵得过叶南天等人？解决完之后，叶无双等人又去了金山宗其他山峰，铲除漏网之鱼。消息传播的速度可比人快多了，各种传讯灵气、灵符不停闪烁，传到一个地方之后，便以其为中心，迅速向外扩散。还不到1天，消息就传到了王都。段安天听到消息时，也不免一脸愕然：金山宗被灭了，还是叶无双亲自出的手？金山宗虽然没有诞生天阳境强者，但也算是一方大势力了。宗内轮海境数不胜数，长老更是清一色的轮海境9重，这样的势力，除了天阳境强者，谁能拔除？叶无双今年才15岁啊，他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段安天忍不住问报信的侍卫。侍卫低头回道：“听叶家人说，叶无双如今是轮海境9重，他一个轮海境9重，怎么就能灭掉金山宗？”情绪激动之下，段安天甚至忘了震惊，那可是15岁的轮海境9重。面对段安天的询问，侍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他是很难弄清楚了。啧，接到消息的叶远山啧称叹：“不愧是我叶远山的儿子，就是厉害。”一旁的秦素心担忧地问道：“双儿他没事吧？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是报仇这种凶险之事，秦素心怎能不担心呢？”叶远山笑着摆了摆手：“这你就别操心了。你想想，无双出门在外，还要去找天阳境强者报仇，洛仙子能放心吗？他肯定在暗地里跟着呢。有洛仙子在，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秦素心稍稍心安几分：“我就是有些忍不住担心，怕双儿出意外嘛。外面多险恶呀，人心难测，世事难料。你呀你。”秦若雪只是听了一下消息，便不怎么关注了。他早已有所判断，认为叶无双大概率入了天阳境，击杀一些轮海境而已，再正常不过了。本来这是我秦家之仇，倒是让这个家伙抢先报了，这个仇我记下了。你说什么？叶无双一个人灭了金山宗？你他妈在开玩笑吧？那么多轮海境，说没就没了。其余6大势力收到消息时，无一不瞠目结舌。有人惊恐地给出猜测：难道他已经突破天阳境了？立马有人大声反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脑子进水了？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他才15岁，15岁，他就是从小吃神药长大的，现在
也绝不可能突破到天阳境。有人冷静分析，现在的重点是叶无双既然有能力灭掉金山宗，那就能灭掉我们，我们该如何是好？需要尽早拿定主意。有人冷哼一声，愤怒抱怨：当时我就说了，不要得罪叶家，不要得罪叶家，死的不过是几个秦家人，大不了放一点血赔偿，叶无双还能揪着我们不放。你们倒好，非要派人去刺杀叶无双。现在好了，大祸临头了吧？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别吵了，赶紧想办法解决此事，否则你我都小命难保。这么大一个宗门空了。叶南天有些错愕地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宗门。灭掉金山宗之后，叶无双等人便继续前往下一个宗门。然而刚到此地，就发现这里早已经空无一人。正常，秦青雄神色平静，无双一人灭金山宗的事情早已传开了。除了青木宗、水一殿外，其他5宗的实力大差不差。就算有比金山宗强的，那也强的有限，他们岂能不怕？跑路又不丢人。再说跟小命相比，脸面算得了什么？叶南天啧叹道：这么大一摊子，说散就散了，那么多弟子，难不成都遣散了？还有这么庞大的财富资源呢，也真是舍得。叶无双说道：未必都散了，说不定只是暂避一下，暗地里憋着给我们来个大的。既然一个人没有，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叶无双转身离开，既然没人，那就走吧，看看其他宗是个什么情况。接下来一连3处都扑空了，全都空无一人。叶无双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宗门，眼神中也是多了几分别样的情绪。看样子要么都跑了，要么就是抱团了呀。最后一战直接去青木宗，估计他们都等急了。众人闻言心中一凛，青木宗那可是有天阳境强者坐镇的，至于为什么不是水一殿，那是个情报加杀手组织，驻地难寻，所以那消失的4大宗门之人只可能在青木宗。青木宗随着叶无双灭杀金山宗一事传得沸沸扬扬，青木宗的弟子们这才知道，当年自家宗门也曾派人刺杀过叶无双，那岂不是也上了叶无双的必杀名单？有心思谨慎者悄然退宗，远走高飞。反正他们拜入宗门也不过是想获取资源变强而已，至于宗门存亡，那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更多的青木宗弟子却并不惊慌，他们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气氛甚至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只因青木宗有着一根真正的定海神针。青木宗当代宗主天阳境强者楚一峰，在普通人眼中，天阳境强者就是神明，他们寿元悠久，强大无比，举手抬足间可以飞天碎山，截断江河。有这样的强者坐镇，青木宗能有什么危机？叶无双确实是绝世天才，但想要和天阳境强者作对，还是太嫩了。所以青木宗上下虽然对此事议论纷纷，但实际上毫无压力。不过最近宗门内倒是多了许多长老级的人物，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了。在青木宗上下惬意的氛围中，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这一天的到来，伴着朝阳、清风、晨露，杂乱而随意的脚步声穿过树林，来到此地，然后灌注着凌厉的清朗声音响彻整个青木宗。叶家、叶无双前来拜山。声音平静而自然，却尽显肆意与张狂。拜山说好听点叫请赐教，说直白点就是挑衅、踢馆，而叶无双的意思却更加直接，那就是我来了，你们可以领死了。此刻青木宗大殿之内，宛若梁山聚义一般，密密麻麻摆着100多把椅子，殿内人头攒动，人数众多，气息一个个浑厚无比。此刻能在殿内就坐的，全都是轮海境9重，这些人全都是那消失的4大宗门高层。大殿尽头，一个面容坚毅、气度威严的中年男子高坐首位，此人正是青木宗宗主天阳境强者楚一峰。这叶无双实在猖狂，在青木宗内还敢如此嚣张，完全是没将楚宗主放在眼里啊。下方有人开口说道，叶无双的声音他们自然也都听见了。少年英才，绝世之姿，看不上楚某算得了什么？楚一峰神色淡然地说道，显然没有被这简单的激将法挑起不满。楚一峰身为天阳境强者，自然淡定自若，因为他实力强大，底气十足。但是下面这些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本就是丧家之犬，叶无双还没打上门就抛弃宗门逃到青木宗，图的是什么？自然是希望楚一峰能够出手解决掉叶无双，或者说有楚一峰在，他们才有资格和叶无双进行谈判。但现在楚一峰这个样子，有些让他们着急了。于是又有人起身抱拳，直直地说道，当年劫杀叶秦2家，刺杀叶无双之事，7宗都有参与。叶无双覆灭金山宗，足可见其杀意十足，不可能放过我们。今日我等齐聚青木宗，又有楚宗主在，正是除掉叶无双以绝祸患的大好时机。众人纷纷附和，是啊，听说那叶无双如今已是轮海境9重，这等年纪，这等成就，简直可怕。不止如此，诸位请想，这叶无双才轮海境9重，就能一人覆灭金山宗，可见其战力逆天。若是等他突破天阳境，我等岂有活路？到时候只怕连楚宗主都不是其对手。这绝非妄言，以此子的天资，天阳境绝对毫无难度，慢则10年，快则数年，趁早为杀，以绝后患。众人讨论激烈之时，首位上的楚一峰缓缓开口，杀叶无双
不难。杀完之后的事情怎么处理？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位天阳镜，楚逸峰一开口，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楚逸峰继续说道：“叶无双那位师尊可是神秘无比啊！天玄学院的6位天阳镜对其恭敬有加。当年王氏想要和叶家联姻，王上可是还为此吃了一个闭门羹，连面都没见到。这等人物不是一位隐士大能，就是背景雄厚。杀叶无双，诸位有能力承受他的怒火。”一番话下来，众人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尽皆沉默下来。有人说道：“道理我等都明白，但仇已结下，我等已无退路了。难道楚宗主还想和那叶无双谈判不成？”立马有人站出来反驳：“谈判？且不提那叶无双杀意十足，谈判无非是让我等割肉赔款，杀了我们，东西都是他的。换了在座的诸位，是叶无双会选择谈判？”有人厉声说道：“横竖都是死，既如此，还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就下去，围杀叶无双！”对，围杀叶无双！众人瞬间情绪高涨，高呼要杀叶无双。同时，他们将目光转向楚逸峰，毕竟他才是这里的最强者。见众人看过，楚逸峰摇头轻叹：“杀叶无双，后果难料啊！”众人期待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不过，楚逸峰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我也觉得叶无双今日必死无疑。”叶无双喊话之后，青木宗上下顿时一阵鸡飞狗跳，但青木宗弟子们也不惊慌，而是好奇地打量着叶无双一行人，想要看看这传闻中的天才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叶无双身后，叶南天、秦青雄等人一个个面色凝重，身体紧绷。叶南天还打量着四周，想要观察出洛清仙的蛛丝马迹。他至今仍不相信叶无双能够匹敌天阳镜，哪怕他做出了一剑斩杀术10位轮海镜这样的壮举，但那可是天阳镜，一巴掌不知能拍死多少轮海镜。反而是叶无双神色平静，一脸淡然，丝毫不见紧张，小辈猖狂，宛若9天之上传来神音，轰鸣震地，天穹为之一颤。无数道人引从青木宗大殿内鱼贯而出，一个个气息雄厚，灵力磅礴。100余位轮海境9重的强者站在远处，冷冷地注视着叶无双等人，眼中杀机四溢，同时身形闪动，朝众人飞速掠来。半空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男子傲立虚空，神色冷漠，看着下方众人，如是蝼蚁。楚逸峰一掌探出，顿时天地变色，风云举动，一张巨大的手掌朝着叶无双猛然拍下。秦青雄、叶南天等人满眼惊恐，仿佛凡人窥见天威，颤栗不已，随手一击就想将我拿下。叶无双如同冷面阎罗，整个人战意全面爆发。此时此刻，他仿佛化身一柄锐利长剑，是要刺破苍穹。剑意凌冽，锋芒极盛，刺眼无比，令人不敢直视。叶无双猛然拔剑，一剑挥出，剑光如苍龙入海，直击那巨大的手掌。轰隆，两者相接，爆发出剧烈的波动。楚逸峰脸色微微一变，就见那道手掌应声碎裂，而剑光依旧威势无比，直直地向他斩来。怎么可能？楚逸峰心中一惊，自己这一击虽说不是全力，但也绝不是一个轮海境可以接下的，而叶无双居然直接将其击碎了。楚逸峰冷哼一声，拂袖一震，袭来的剑光随之消散。咕噜，我没看错的话，无双刚才好像接下了天阳镜一击。叶南天一脸呆滞地问道，而秦青雄眼神惊恐，根本没有搭理他。叶无双看向半空中的楚逸峰，慢条斯理地说道：“天阳镜不过如此。”楚逸峰神情冷漠，出手连个轮海境的小辈都拿不下来，着实面子上有些挂不上。怪不得能覆灭金山宗，倒是有几分实力，可惜在天阳镜面前还是太嫩了。楚逸峰冷声说道，再次一击轰出，千灵手。下方观战的众多青木宗弟子顿时惊呼出声，玄阶上品武技千灵手，这可是我青木宗招牌武技，宗主动杀心了，对付一个轮海境居然还使用武技，这下叶无双死定了。叶南天等人刚刚松一口气，见状再次将心提到了嗓子眼。武技谁不会呢？叶无双嘴角微微上扬，9重剑意全面爆发，一剑挥出，气血13剑，血舞长空。地阶上品武技气血13剑。9年来，叶无双只修炼过3门武技，因为他的境界上升太快了，低级武技根本没用，而他所修炼的这3门武技也都是洛清仙精心挑选的。功法武技气血13剑，地阶上品武技；防御武技周天星辰，地阶上品武技；身法武技小眼乾坤步，地阶中品武技。其中周天星辰和小眼乾坤步他都修炼至小成，而气血13剑他则是掌握到第7剑，也就是刚才是展出的血舞长空。叶无双本就体质特殊，灵力凝练深厚无比，远超同阶，又在断体境苦熬3年，吸收无数奇珍灵药，他的底蕴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即便只是随手一剑，不用武技，不用剑意，都可轻松击杀轮海境9重的武者。如今地阶上品武技加上9重剑意所爆发出的威力，简直难以想象。不好！楚逸峰脸色猛然一变，只是一瞬间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楚逸峰再次快速轰出数击，同时衣服亮起，一道雪白的气流环绕在他周身，这衣服竟然还是一件防御灵器。然而没用，血红的剑光自得而起，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
在他身上轰然炸裂。这位天阳境强者再也无法保持姿态，整个人斜飞而出，轰隆一声砸在自家宗门的大殿上，尘土随之四下飞扬。而这座象征着青木宗威严的大殿，也是在这一瞬间轰然倒塌，整片天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无数人的目光陷入了呆滞之中。宗主他败了！有青木宗弟子喃喃出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轮海逆战天阳，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却真实的发生在他眼前。四宗无数强者如今已将叶南天等人团团围住，但他们突然感觉自己的包围是如此的可笑。众人看了一眼不知死活的楚逸风，又看了一眼神色平静深不见底的叶无双，眼神的惊恐之情几乎都快凝成实体了。怎么可能？那可是天阳境，怎么可能连叶无双一剑都接不下来？他到底凭什么这么强？众人心中疯狂咆哮着，楚逸风的战败宣告着他们死刑。嘶！叶南天痛呼出声，然后揉了揉自己的手臂，不是幻术啊！叶南天揉着揉着，突然轻笑道：“金陵岂是吃中物啊！”一旁的秦青雄看着叶南天菊花般的笑容，像是掐了柠檬一样，心中酸涩无比。这老小子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我怎么就没一个如此优秀的孙子呢？秦青雄突然眼神一凛，面色凝重地看向楚逸风砸下的地方。可别高兴太早了，天阳镜可不是那么好杀的。厚重的尘土渐渐散去，一道人影轮廓渐渐成型。可残破的大殿废墟里，楚逸风缓缓走出。这位天阳境强者此刻无比狼狈，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脚步沉重，步履蹒跚，每走一步都在不停地咳血，明显受伤极重。上半身的衣袍早已炸成碎片，胸膛处一道血淋淋的伤痕从右腹下方拉到左肩，伤痕极深，甚至可以依稀看见内脏。楚逸风不知从哪里摸出一颗丹药，囫囵吞下，脸上恢复了几分气色。哦，叶无双眉头轻挑，天阳境强者生命力这么顽强吗？看楚逸风这番操作，似乎是觉得自己还有一战之力。楚逸风缓缓从大殿废墟中走出，声音虚弱的开口问道：“刚才那是什么力量？”这问的自然是指剑意。叶无双微微摇头，堂堂天阳境居然连剑意都不知道，也难怪天玄国只能龟缩在大陆偏僻一角。剑意，叶无双言简意赅。剑意，楚逸风面露疑惑，然后点了点头，轻叹道：“这一剑有近乎天阳境三重之威，我败得不冤。”说出这话时，连他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一个轮海境9重，居然爆发出了天阳境3重的实力。天阳境3重代表着凝练了天花，已经在此境走到了圆满，下一步便是练武器朝元，突破至天元境。天玄国9×9的天阳境都只是天阳境1重，只凝练了人花。楚逸风便是这个境界，而天阳境2重能够确定达到这个境界的，只有天玄学院的上官院长，疑似是这个境界的也不过2-3位。天阳境3重，当今更是一个都没有，只有天玄国那位开国皇帝800年前的段家老祖确定是天阳境3重，但他人家估计坟头草都有一人高了，可有一眼。算了，我听你咽做什么？叶无双本想冷漠的装个笔，但还不等楚逸风开口，就自己摇了摇头。他本就是借此行来试剑的，结果发现楚逸风毫不经打，自然也就没了兴趣。谁知楚逸风突然开口道：“这4大宗门的人想要杀你不假，但我却从不这么想。”叶无双神情微动，来了几分兴趣。楚逸风继续说道：“因为你得罪你那位神秘师尊，怎么看都不划算。本来我是打算和你了结此仇的，哪怕为此将青木宗拱手相让都可以，但你可知我为何要选择？”话未说完，楚逸风嘴角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同时拼尽全力怒吼一声：“千灵手！”他强行凝聚一击攻向叶无双，怎么看都有点外强中干的意味。然而叶无双的脸色却是猛然一变，根本没有去管楚逸风的攻击，抬手就是一剑向身后扫去。当，金属相交的声音响起，这一剑刚好挡在了一柄银光闪烁的匕首之上。然而叶无双却来不及庆幸，一根手指已经无声无息地来到了他的胸膛上，轻轻一点：“小家伙，下辈子可不要和敌人说这么多废话哦。”柔媚的女声在他耳边响起，然后就是轰的一声，叶无双整个人宛若炮弹，瞬间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山壁之上。无双！叶南天脸色骤变，悲呼出声。楚逸风身影一闪，来到出手之人身边，朝着叶无双坠落的方向冷笑道：“蠢货一个，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虽然他今日败在了叶无双身上，颜面尽失，但是成王败寇，叶无双死了，而他还活着，死人注定会被人遗忘，而他依旧是天阳境，依旧高高在上，谁敢在他面前流露出半分不敬？你们高兴的是不是太早了点？尘土之后，少年的身影缓缓走出，看起来颇为狼狈，只是周身之上覆盖着一层星辰般的纱衣，看起来十分耀眼华丽。陷入悲痛的叶南天看见孙子没事，瞬间喜极而泣，只是如今的局面似乎也容不得他欣喜了。咳，叶无双吐出一口鲜血，显然也受了内伤，幸好有周天星辰衣在，否则天阳镜的一击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接下的，只怕我不死也得半残。叶无双心中暗自后怕，他的境界毕竟还只是轮海境，身体强度与生命力还远远比不上天阳境强者，而这道星辰纱衣
则是他所修炼的护身武技周天星辰。看到叶无双居然还没死，楚一峰脸色一变，显然叶无双刚才那一剑给他打出心理阴影来了。啧，好高深的武技，起码也得是地阶下品吧？那位洛仙子果然神秘无比，哎，若非走投无路，真不想招惹这等神秘强者呀。刚才那道柔媚的女声响起，一边啧赞叹，一边感慨抱怨。叶无双将目光放在了楚一峰身边，这是一道笼罩在黑暗之下的人影，看不清实力，隐约可见的轮廓，还有声音，可见是位女子。不愧是杀手出身，水衣店主藏的还真深啊！不出手则已，出手即致命。叶无双看着那道影子，声音冷冽地说道：“他不是泥人，刚才被偷袭，心中后怕之余，自然也愤怒无比。天阳镜，而且与自己有仇的，除了楚一峰，也就只有水衣店了。”叶无双哪里还猜不到这个女子的身份，只是没想到今天连她也在这里。这剩下的6大势力还真是倾巢而出，全部都在守株待兔啊！只是谁是猎人，谁是猎物？水衣店本就是杀手组织，叶公子这番话，妾身全当是夸赞了。阴影下发出柔媚动听的女声。水衣店作为杀手组织，平日里隐藏极深。这位水衣店之主，没人知道他叫什么，甚至没人知道他是男是女。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也算释解了许多人一桩疑惑。众人今日的心情可谓是跌宕起伏。先是楚一峰强势出手，本以为能轻松拿下叶无双，谁想到叶无双强势一击挡下了楚一峰。此时众人虽然惊讶，但仍不觉得叶无双是楚一峰的对手。然后就是楚一峰怒而出击，施展出自己的成名绝技。众人一看，这不稳了。结果叶无双一剑反杀，将楚一峰人都打傻了。正在所有人以为今天忌了之时，水衣店店主突然出现，偷袭将叶无双打成重伤，局势再次迎来反转。哼！楚一峰冷哼一声，脸色阴沉地说道：“叶无双，刚才那一击的滋味不好受吧？你实力虽强，但终究是轮海境，面对2位天阳境，你以为你今日还能活着出去？”叶无双脸色不变，2位天阳境，依我看，只有1位。你现在重伤在身，又能有几分战力？楚一峰冷哼一声，受伤的天阳境依旧是天阳境，对付区区轮海境岂在话下？再说你的伤势也不轻吧？楚一峰突然阴冷一笑，我承认你的剑招威力极强，但重伤之下，你又能发挥出几分威力？我刚才不过是大意了，天阳境终究是天阳境，我等可以飞天，先天就立于不败之地，你又能奈我何？叶南天怒骂道：“呸！无耻！”就连青木宗弟子也觉得楚一峰有点不要脸了。你一个天阳境对付一个轮海境，居然还如此不要脸。当然，生死交战自然是不论招式卑贱与否的，这倒也是。叶无双微微皱眉，似是有些苦恼，但旋即他的眉头又舒缓开来，说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下轮到楚一峰皱眉了，就连看不见真实面目的水衣店主也十分疑惑。就算我们真的打不过你，还不能跑？你一个靠腿走路的，还能快得过我们飞的？两人疑惑之时，却见对面的叶无双微微一笑，轻声开口：“很简单，我成天阳镜不就是了？”什么意思？两人同时一愣，一股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然后两人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凉气，一股凉意从脚底而起至冲天灵盖，刺得两人头皮发麻。只见叶无双微微一笑，张开了双手，一瞬间，天地间的灵气陷入了暴动，仿佛水池突然开了一个缺口，无数的灵气争相涌入。而此刻，叶无双就是那个缺口，他宛如一道风暴漩涡，将无数灵气纳入体内，仿佛没有任何瓶颈一般。他的气息急速攀升，直到某个临界点，哗！叶无双的脑海深处，水到渠成一般，一朵小花缓缓成型。叶无双前向一步，整个人飞身而起，来到与楚一峰两人齐平的高度，右手一挥，长剑将自己送入手中。天空之上，少年持剑而立，微微一笑：“看吧，就这么简单。”叶南天、秦清雄两家长老、四宗高层、青木宗全部弟子呆呆地仰头看向半空中那个风神俊朗的少年，见他如见神明。这不可能！楚一峰死死地盯着叶无双，面色难看至极，他死死地紧咬着牙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楚一峰愤怒地咆哮着，宛如濒临绝境的野兽，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你怎么可能突破到天阳境？怎么可能？一旁的水衣店主早已浑身紧绷，谨慎地盯着叶无双。叶无双轮海境之时，就能一剑将楚一峰打成重伤，现在突破到天阳境，战力成几何倍暴增，杀他们岂不是砍瓜切菜一样简单？叶无双神情平静，不带一丝感情的开口：“踏入天阳境后的第一战，就拿你们两个来击剑吧。”话音落下，叶无双持剑轻挥，一道耀眼的剑光随之亮起，随手一剑，比刚才全力爆发的威力还要强上数倍。水衣店主脸色猛然一变，头上的发簪爆发出极盛的光芒，化作一道幕布挡在两人身前，而他本人则是身体逐渐虚化，同时挥动手中的匕首，发出此声，全力一击，轰向那道斩来的剑气。而楚一峰似乎放弃了抵抗，整个人从刚才的壮若疯狂变成了喃喃自语，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不可能之类的话语。咔嚓！
水仪店主脸色骤变，只见自己挥出的攻击被剑光瞬间吞噬，而身前的帘幕则是在接触剑光的一瞬间化成了碎片。水仪店主想抽身而退，却发现自己被这道剑气，准确来说是剑意死死地锁定住。不！水仪店主脸色惊恐，发出凄厉的怒吼，下一秒就被这道威力无匹的剑光吞噬。身影消散的最后一瞬，楚一峰突然抬头，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嘴唇微动，似是在说什么。叶无双脸色一变，刚才这个老六做出这个表情，然后自己就被偷袭了。他条件反射般抽剑向身后斩去，结果什么也没碰到。叶无双松了一口气，也是，自己都已经天阳境了，怎么可能还有人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至于刚才，那是因为自己还是轮海境，感知力不强，而水仪店主又是杀手出身，极其擅长隐匿气息，境界还比自己高，发现不了很正常。叶无双眉头微皱，什么意思？临死之前恶心我一下，想让我心神不宁？他仔细回忆楚一峰死前的表情、眼神和唇语，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他是在说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刚才楚一峰说他并不想和自己为敌，但他依然选择要杀自己。不过话没说完，自己就被水仪店主偷袭了。他不想和我为敌，却依然选择杀我，这是为什么？妈的，最烦说话说一半的家伙了，早知道晚几秒杀他了。突然，叶无双神情一动，他看见下方的叶南天正在疯狂挥手。叶南天满脸惊恐，吸引到他的注意之后，手指疯狂指着他的身后，嘴里似乎还大声说着什么，而自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因为这都是我让他做的呀。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叶无双耳边响起，手掌已经悄然按在了他的脊背上。撤！叶无双感觉自己的心跳似乎都漏了半拍，甚至他的脸色都来不及变化，一道霸道的灵力就已经肆无忌惮地冲入了他的体内。灵力被封禁了！叶无双心中大惊，疯狂地调动体内的灵力，企图冲破这道莫名的封印，但就像是钻了牛角尖一样，怎么也出不来。身后之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别费劲了，这五方境灵术可是地阶上品武技，由老夫施展出来，就算是天元境强者，实力也要下降70%，没有一个时辰休想冲破封印。呵呵呵，说来也是可笑，这门武技不知难住了多少所谓的天才，没想到居然让我一个天资低下的老头子学会了。叶无双扭头，这才看清来人的面貌，一个面容消瘦、长着鹰钩鼻的老者，看起来十分阴沉毒辣。鹰钩鼻老者呵呵地笑道：至于你，一个刚刚凝练人花、天阳境一众的小家伙，还是省省力气吧。这个家伙只是封禁我的灵力，却不伤我。叶无双心中有些疑惑，这鹰钩鼻老者实力绝对不俗，听他的话语，估计是一名天元境强者。他既然已经摸到自己背后了，只要一击，自己绝对要丢半条命。可是他却没有动手，只是封禁自己，明显别有所求。经过一阵震惊、恐慌之后，叶无双的心情已经恢复平静。当然，能够保持镇定的前提是还有反制对方的底牌。叶无双平静地开口问道：前辈何方神圣？何故出手对付晚辈？难道与晚辈有仇？鹰钩鼻老者咦了一声，饶有兴趣地看着叶无双：你这小家伙倒是镇定，难道不知此刻你已经是我案板上的鱼肉了吗？老者顿了一下，说道：老夫段麒麟。段麒麟？谁啊？没听过呀。叶无双心中疑惑，段麒麟？下方有人惊呼出声，是四宗中某位年纪颇大的长老。段家老祖，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刚才叶无双听不见声音，应该是这段麒麟使用了什么特殊武技。现在叶无双被擒住，段麒麟自然收手，叶无双也就能听见下面众人的声音了。段家老祖？哪个段家？叶无双眉头微皱，一时没有想明白，但很快他就有对应的目标了。天玄王氏也姓段啊？叶无双惊讶地说道：你是800年前开创天玄国的那位段家老祖？段麒麟微笑点头。这下不仅叶无双有些懵了，下面的叶南天和秦青雄等人也懵了。天玄王氏这些年对叶家帮助颇大呀，当年若不是王氏供奉出手相救，叶无双说不定就要死在7大势力的刺杀之下了。还有叶家，当今王上段安天对叶家极其热情，更是将亲卫都派出去一队保护叶家。叶家这些年来在王都的发展，也有王氏在其中大开绿灯，大力扶持。段麒麟怎么会对叶无双出手呢？这没道理啊！叶无双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段麒麟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这就是我的目的。你看，你叶家，甚至整个天玄国的人都没有想到王氏会对你出手，你的那位师尊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呢？叶无双恍然大悟，眼神也一点点冷冽下来。所以从一开始，王氏对我叶家的善意都是装的，所以楚一峰本想和我和解，却依然选择杀我，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指使。段麒麟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楚一峰和水衣店主确实是受我指使，正如他所说，不过是死几个秦家人而已，他怎么会蠢到因此派人刺杀你，与你这么个天才结下死仇？9年前他本打算派人向秦叶两家赔罪，是我拦了下来，让他安排了那场刺杀。至于金山宗等5家，不过是些见风使舵的蠢货，他们见青木宗和水仪殿都出手了，自然派人跟随。叶无双眼神愈发寒冷，你提前安排好王氏供奉，让他在那场刺杀中救下我，又让段安天多次向我叶家提起联姻一事，就是为了让所有人明白，王氏对叶家的友善
王氏和叶家是一方的，以此来打消我师尊对你的提防，又通过那场刺杀埋下我与这七宗的仇怨，在9年之后将我从王都引诱到千里之外。这他妈的，这个老不死的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这个老东西是他妈的真阴啊！叶无双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人世间的险恶。段麒麟点了点头，大致如此，但有一点你猜错了。叶无双眉头微挑。哦，段麒麟说道，王氏对你和叶家善意却是真的。段安天那小家伙并不知道我对你的谋划，你以为事事都那么容易能做到以假乱真？你以为你的那位师尊是那么容易就能被骗过去的？因为有些事情它本来就是真的，因为真实所以才不存在欺骗。叶无双点了点头，但是他信不信那就不好说了。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叶无双直接开口问道，你谋划了这么久，绕了这么大一圈，现在将我困住了也不杀我，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闻言，段麒麟的神情立马变了，他盯着叶无双，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眼神是如此的火热，充满了贪婪与激动。他颤抖着开口，宛如疯狂的邪教信徒，当然是为了得到你啊！嘶，我撤呀！叶无双菊花一紧，浑身一阵恶寒，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他看着段麒麟，眼神中第一次真正的流露出惊恐之色。恶心，太他妈恶心了！轩辕剑呢？赶紧给我出来，把这老东西砍成2半！叶无双依旧能够保持镇定，底牌有2，其一自然是轩辕剑，蓝星神话传说中的上古神器，威力强大无比，是他最大的底牌。其2是当年洛清仙给他的那枚弯月形吊坠，他一直带在身上。虽然他不知道这枚吊坠有什么用，但洛清仙说可以保命，那自然不会骗他。现在还没反应，只是因为段麒麟还没对自己动手，不算生死危机。叶无双心中胡乱怒吼了半天之后，冷静了下来，眉头紧皱，看向段麒麟，什么意思？段麒麟依旧保持着那副狂热的姿态，自然是夺舍你。果然如此，叶无双心中一凛，困住自己却又不伤害自己，必是夺舍无疑。妈的，玄幻世界就避不开夺舍这个梗了是吧？叶无双在心中不断吐槽，而这边段麒麟则是陷入了自我世界，不停地自言自语，老夫500岁跨入天阳境3重，创立天玄国，那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我也曾想过带领天玄国走出这犄角旮旯，日后改国为朝，称霸大陆。但是天道何其残忍，武道何其艰难，我用了500年修炼到天阳境3重，却又在这里困了足足500年，直到寿元将近，濒死之际，才艰难破境天元。满腔的雄心壮志被现实打击的体无完肤。天阳境尚且如此，天元境呢？天门境呢？破虚境呢？我知道，以我的资质，若无逆天机缘，终其一生都将困死在天元境。就在这时，你出现了。段麒麟猛地看向叶无双，眼神火热，又让叶无双感到一阵恶寒。段麒麟看着叶无双，痴迷地说道：天阶上品灵脉，多么完美的躯体啊，简直是上天的宠儿。事实也确实如此，才15岁，你居然就突破到天阳境了。我纵横大陆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比你还优秀的天才，哪怕是一些古籍神话传说中，也鲜有妖孽能和你媲美。段麒麟说到这里时，眼神中有怨恨，但更多的是嫉妒。从那时起，我就诞生了夺舍你的想法。有这样一具天资绝世的躯体，什么样的境界能困住我？哪怕是那虚无缥缈的圣人之境，我也未必不能追求一下。可惜夺舍之法，邪术也。夺舍本就是逆天而行，成功率极低，更不要说我才区天元境，想要夺舍你，只怕千难万难，成功率不足1成。但那又如何？即便是死，我也要试试。叶无双摇了摇头，感觉这家伙应该是心魔深重，精神指定出问题了。段麒麟依旧在自言自语，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因为有洛清仙庇护你，我不得不谋划了这么大一圈，终于在今天成功了。说着，段麒麟脸上露出癫狂的笑容。叶无双有心要吓一吓他，你怎么知道我这次出来，我师尊没有暗中跟着呢？段麒麟神情一愣，像是短暂恢复了冷静一样，理智的说道：不可能，我在天玄学院安排有人盯着，你师尊绝对还在天玄学院。再说你的实力，洛清仙必然心中有数，天玄国内没有天阳境是你的对手，他又怎么会不放心呢？叶无双撇了撇嘴，你能安排什么货色盯梢？最多也就是天阳境呗，一个天阳境也妄图识别我师尊的踪迹。段麒麟摇了摇头，我派出去的人持有特殊灵气，真正的强者宛如定海神针，每一次出行都会引起附近天地灵气的变化。我的人不必观察你师尊的踪迹，只需观测那附近的灵气变化即可，除非他刻意隐匿气息。段麒麟说着说着，猛地一抬头，只见叶无双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段麒麟顿感不妙，心生不安。只见叶无双扯着嗓子大叫起来：师尊，救命啊！段麒麟心中一惊，顿时如临大敌，他身体紧绷，眼神谨慎地扫视四周，摆足了防御姿态。然而等了半天，却半个人影没见到。段麒麟看向叶无双，恼羞成怒起来：臭小子，你敢耍我！无缘无故地，洛清仙怎么可能隐匿气息，偷偷跟在你后面？除非他早就知道我要对你出手。但此事除我之外，就只有楚一峰和水衣店主知道，两人都被我下了咒印，就算是死，
也绝不可能泄露消息。叶无双似乎并不意外，他耸了耸肩，谁知道你这么不经骗？说真的，叶无双也不知道洛清仙有没有暗中跟着，刚才纯属吓一吓段麒麟。段麒麟眼中凶光毕露，阴冷道：“油嘴滑舌的家伙，等下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叶无双呵呵一笑，似是在回应他。我说老段啊，我等会儿能不能笑得出来不好说，但是你夺舍我，成功率还不足1成，你确定你等会儿还能笑得出来？段麒麟咬牙切齿，但一言不发。他一手提起叶无双的脖子向外飞去，估计是想找一个僻静之地进行夺舍。下方看了这么久的叶南天等人瞬间急了，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先不说段麒麟碾死他们就跟碾死蚂蚁一样简单，就是追叶南天等人用2条腿跑的，也追不上人家在天上飞的呀。洛清仙真的不在此处吗？下方的叶南天神情焦急，他都不知道天上的孙子怎么还能笑得出来。你不是早就通过灵符传讯了？叶家肯定已经将消息告知洛仙子了。秦青雄虽然也焦急无比，但依旧强自镇定地说道，也不知道是在安慰叶南天，还是在安慰他自己。不过他们都知道，就算洛清仙得到了消息，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等到洛清仙赶过来，要么叶无双成了段麒麟，要么2人就一起凉了。叶秦2家人焦急无比，但四宗的人可就爽了呀。四宗高层此刻皆是一脸畅快，一副大仇的报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段麒麟是什么目的，反正叶无双是死定了，那他们的小命自然也是保住了。半空中，叶无双暗暗摇头，虽然他也想等段麒麟将他带到无人之地后，再召唤出轩辕剑解决掉这家伙，这样轩辕剑就不用暴露在人前了。毕竟底牌还是要藏着才好，大家都知道的，叫什么底牌？不过若是真的让段麒麟将自己带走，下面这4宗强者只会以为自己死定了，那叶南天、秦青雄他们就危险了。叶无双心中一叹，正准备召唤出轩辕剑时，虚空之中突然响起一道温和的女声，以及姗姗来迟的回应：“师尊不在，保姆倒是有一个。”叶无双一脸懵逼，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就见眼前的空间缓缓裂开，一道人影从中走出。一旁的段麒麟瞬间惊骇出声：“破碎虚空，你是破虚境强者？”叶无双心中一动，这些年一直和洛清仙生活在一起，他自然也了解到了许多天玄国以外的消息，对整个大陆的大致情况、各方势力等都有着一定的认知。破虚境，境如其名，拥有着破碎虚空之能。破虚境强者可以撕裂虚空进行赶路，速度奇快无比，战力更是强大，轻描淡写之间便可以抹杀3天之境的武者。这种级别的强者稀少无比，不管在哪方势力之中都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天玄国这小地方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位破虚境强者？而且听他刚才的话，似乎认识我，或者说其实他是与师尊相熟。叶无双心中十分疑惑。随着来人缓缓从空间中走去，其面容与身影也渐渐清晰。这是一个成熟温婉的女子，杏眼峨眉，身段风韵，黑发挽起，以一枚珠钗定型，或许称之为女人更加合适。叶无双认出来人，惊讶地说道：“木仪。”这个女子曾经拜访过洛清仙，与他有一面之缘。天玄学院那处林间小院，自从叶无双住进去之后，这位木仪是唯一未到访的陌生人，因此他记忆深刻。慕云贤微微一笑：“怎么，你师尊这么叫我，你也跟着这么叫？”叶无双一想也是，这不乱了辈分吗？于是连忙改口：“慕前辈。”慕云贤眼中带着笑意，就像在看一个令人满意的子侄。虽然我没有你师尊年轻漂亮，但是你这么称呼，不也显得我年纪很大？卧槽，这话不是小时候自己一时脑瘫对洛清仙说过的吗？他怎么会知道？看到叶无双有些窘迫的样子，慕云贤轻挥了挥手：“不用拘束，还是叫木仪吧。”叶无双松了一口气，疑惑道：“木仪，你怎么在这里？”慕云贤眉眼含笑：“当然是给你这个小家伙当保姆啊。”护道者。叶无双瞬间明白了，他早就知道师尊洛清仙不仅天资超凡，背景也是极深，这一点虽然他没有说过，但也没有刻意隐瞒。叶无双突然又想到什么，试探地问道：“木仪，你暗中跟着我多久了？”慕云贤看着他，意味深长地吐出2个字：“9年。”干！叶无双瞬间头皮发麻，这岂不是说当年他来到天玄学院之后根本就没离开过？卧槽啊！那自己这些年来每天修炼吃饭或是干点什么，慕云贤岂不是都看到了？叶无双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僵硬，此时此刻他好想直接晕过去。不对，我好像没干过啥难以启齿的事啊。想到这里，叶无双顿时松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你干嘛躲起来啊？”慕云贤悠悠地说道：“要是让你知道一直有人跟着保护你，你哪里会有半分危机感？”叶无双心中叹了一口气，知道是这个道理。就比如刚才自己被段麒麟擒住，但依旧没有害怕的感觉，就是因为自己有轩辕剑，有洛清仙给的玉坠，底气十足。慕云贤以一个长辈的口吻说道：“现在知道外面有多险恶了。你轮海境的时候就能爆发出天阳境3重的战力，如今突破到天阳境了，岂会打不过一个小小的一元境？就算真的打不过，自保也是没问题的。可是你呢，一点防范意识没有，被人摸到背后，连反抗都没有就被拿下了。
若是我不在，你师尊给你的保命之物就要浪费掉了。那东西何其珍贵，用在一个小小的一元镜身上，多可惜。叶无双张了张嘴，他很想说我是有把握才这么嚣张的，但以事实而言，确实是自己经验不足犯了错。他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道：“知道了。”下方众人一脸呆滞的仰头看着空中。两位大佬，我们这么多人还在这呢，你们就这么旁若无人的聊起来了，合适吗？至于段麒麟，从慕云贤出现之后，就一动也不敢动了，眼神惊恐而又敬畏地看着慕云贤。刚才那股子疯批劲也消失不见了，一副我是小透明的样子。开玩笑，那可是破虚境强者，人家随便动动手指，他所处的这片空间可能就裂开了，然后他也会随之裂开。慕云贤看着叶无双虚心认错的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可是和洛清仙一样，一点点看着叶无双从一个6岁的孩子到如今的翩翩少年的，除了没有露面，9年的相处自然是有感情的，哪怕是养只宠物，9年来朝夕相伴，也和亲人无异了，何况是人。这种少男养成计划，别说，还挺有成就感的。慕云贤伸出手，指尖轻轻点在叶无双的额头，叶无双不由自主地舒叹一声，这鬼封禁终于解除了，刚才体内就像是多了枷锁一样，十分难受。慕云贤点头道：“这5方禁灵术，当年是从一个秘境中传出来的，刻在一道石壁之上。当年秘境开放之时，大陆上可是有不少天才都进去了，结果领悟这门武技的人寥寥无几。没想到这偏僻小国的一个区一元境，竟也领悟了，倒是令人惊讶。”一旁一直沉默无言的段麒麟听到这话，眼神中不由露出骄傲之色。慕云贤再次轻轻一挥手，下方无数4宗高层青木宗弟子瞬间随风消散，像是没有存在过一样。嘶！叶无双和段麒麟齐齐倒吸一口凉气，破虚境强者简直恐怖如斯。段麒麟自觉一招之下也能将青木宗夷为平地，但这和慕云贤的手段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而叶无双则是有所感叹，这看起来温婉可亲的木易，动起手来也是令人胆寒呀。而叶南天、秦青雄等人则是惊讶的感觉自身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了一般，然后缓缓飞向半空，来到了慕云贤身后。慕云贤看向段麒麟，神色变得一片冷漠。段麒麟瞬间感觉头皮一阵发麻，心中惊恐不已，双膝一软，那头便拜，口中高呼道：“前辈饶命！”慕云贤转身看向叶无双，温柔开口：“在这小地方碰见天元境，倒也少见，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正面斩了他？”闻言，叶无双战意勃发，就怕这老家伙接不下我一剑。慕云贤笑着摇了摇头：“难不成他还会站着让你砍不成？”慕云贤又看向段麒麟，神色瞬间变得冷漠无比：“击败他，今日你可活？”段麒麟低着头，心中咬牙切齿，这是将他当成叶无双的磨刀石了。不过他又能如何呢？面上还得恭恭敬敬地说道：“多谢前辈。”慕云贤对叶无双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叶南天等人飞出很远，给两人腾开空间。当然，这点距离对他来说和近在咫尺没有区别。叶无双手持长剑，傲然而立，但是神情却是认真无比。他对自己的攻击力很有自信，地阶下品灵气加地阶上品武技加剑意9重所能爆发出的威力何其恐怖。但正如慕云贤所说，段麒麟可不会站在那里让自己看，一个大境界的差距可不是那么容易越阶战胜的。所以气势上藐视敌人，战略上重视对方。而对面的段麒麟也是恢复了阴冷的神色，阴顾狼是般盯着叶无双，神色多有不屑。他承认叶无双的确天资绝世，但终究是个小辈，刚刚凝聚人花的天阳境一重，他可是堂堂天元境强者，越阶挑战，痴人说梦。段麒麟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个慕云贤，万一他说话不算数，自己岂不是难逃一死？段麒麟心中悲叹一声，但却毫无办法，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叶无双身上。不管如何，先将这个小家伙击败再说。段麒麟随意地探出苍老的手掌，却仿佛凶兽的利爪一般，阴狠无比，带着阵阵劲风，直奔叶无双胸膛而去。叶无双眼神冷漠而沉稳，抬手就是一剑，当，两者相碰，居然发出金属般的撞击声。这老家伙的手掌这么硬。叶无双眼神一凝，抽身拉开距离。而对面段麒麟也是轻咦一声，倒是有几分实力。言罢，段麒麟右手伸出，抬手向天，磅礴的灵力喷涌而出，威压四溢。一根玉白色的巨指渐渐成型，带着恐怖的力量，直直的向叶无双按去。叶无双并不恐慌，反而心道来得好，手持长剑，剑意锋芒无比，直冲九霄。一剑挥出，斩向那根玉白色巨指。气血13剑，第7式血舞长空，这是叶无双威力最强的一剑。刚才他正是用这一剑将楚一峰重伤至半残，而那时他才轮海境。段麒麟脸色猛然一变，不好！然而下一秒，轰！剑光与巨指相撞，发出震天巨响，巨大威力波动席卷四方。远处的叶南天、秦青雄等人尽皆惊骇无比，脸色苍白。若不是慕云贤护着，只怕这余波就能让他们化为灰烬。虚空之上，叶无双持剑而立，神色平静。而对面段麒麟衣袍炸裂，黑发飞扬，化作一个血人。叶无双并不意外，
他对自己这一击的威力十分自信。要知道，E 这种东西可是破虚境强者专属的，而他的剑意已至9重，理论上在E的领悟方面，对应的可是破虚境9重。抛开破碎虚空、天地之力这些不谈，与真正的破虚境强者相比，叶无双只弱在灵力质量、肉身及生命层次方面，威力可是实打实的。岂是段麒麟这种1元境可以接下的？本来若是段麒麟不与自己硬碰硬，而是迂回战斗，自己的建议还真不好锁定他。但段麒麟身为天元境，面对一个天阳境的小辈，岂会选择这种畏畏缩缩的打法？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正当叶无双以为段麒麟已经毫无战力之时，对面的血人居然开口说话了，恐怖的威力。叶无双脸色微微一变，然后就见血人抬头咧嘴一笑，露出满嘴被鲜血浸染的牙齿。再来一剑，我就得死了，可惜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话音落下，段麒麟身影闪动，向叶无双冲来。好快的速度！叶无双心中一凝，他的感知根本捕捉不到段麒麟，跟不上他的速度。叶无双持剑身前，谨慎以待。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劲风声，叶无双反手就是一剑，威力极盛。然而斩空了。呵呵，那样威力的一剑，你又能发出几次？段麒麟阴冷的声音从四周传来。我就是耗，也能将你的灵力耗光。小子，你输定了。天元境岂是天阳境可以战胜的？叶无双神色冷冽，眼神沉稳，严阵以待，没有被段麒麟的话动摇心智。他能看到阵阵残影，却无法感知到段麒麟具体的位置，自然也就不敢贸然出剑。轰！又是一击袭来，叶无双挥剑斩去，再次落空。砰！段麒麟一击轰中，叶无双身上瞬间亮起一道星辰杀衣，然而还是遭受重击，在半空中倒飞出去，同时口中吐出一口鲜血。他很快在空中稳定身形，眼神冷冽，扫视四周。远方观战的叶南天、秦清雄等人看见叶无双受伤，倒也没有太大反应，毕竟旁边的大佬还淡定着呢，说明战斗不可能超出他的控制。事实确实如此，慕云贤只是心念一动，就可将段麒麟裂成8块，磨刀石就是磨刀石，不可能将刀崩断。这边叶无双再次2击落空，自己也再次被段麒麟击中2次，身形摇摇欲坠，但眼神依旧无比冷静坚定，没有任何变化。嗡！又是一道劲风声传来，段麒麟嘴角带笑，很享受这种将叶无双一点点磨死的感觉。可惜他现在满脸鲜血，血肉模糊，笑容看起来有点瘆人。然而下一秒，他这一击却落空了。叶无双以一种玄妙的步伐，身形微动，避开了这次攻击。地阶中品武技小眼乾坤步。叶无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找到你了！一剑直刺而出，锋利的剑意猛然爆发，扑哧，剑刃穿胸而过。你是故意的？段麒麟眼神呆滞地看着叶无双，神情已经开始恍惚。呸！叶无双吐出一口鲜血，冷声道：老东西，打得爽了吧？人家都说在一在二不在三，你居然还想打第4下？扑哧！说着，叶无双将剑抽出。段麒麟呆呆地看着叶无双，眼神中的生机逐渐消散，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这位天玄国的创立者，纵横大陆1000年的天元境强者，就这么死在了一个15岁的少年手上。撤！痛死了！叶无双连忙找出恢复伤势的丹药服下。他虽然修炼了周天星辰，防御力不俗，但段麒麟可是实打实的天元境，两者境界差距巨大。也就是刚才被他打成了重伤，不然这几下有他受的。慕云贤此刻已经带着叶南天、秦清雄等人飞了过来，见状开口道：怎么样？知道越阶战斗的不容易了，这段麒麟才区1元境，就能让你如此狼狈。若是碰到5元境强者，你又该如何应对？天阳境您3花聚顶，共分3重，而天元境则是炼武器朝元，分为1至5元。慕云贤这么说，一旁的叶南天和秦清雄等人可不这么想，他们都一脸惊叹地看着叶无双，都不知道该说出什么赞美之词了。15岁的天阳境越阶斩杀天元境，听起来何其疯狂，根本就不敢相信好吗？你以为在听神话故事呢？叶无双听到慕云贤的话，小声嘀咕道：那种级别的强者都是些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妖怪了，我没事老跟他们找不痛快干啥啊？换个同龄的来，我一剑下去他就裂开了。慕云贤眼神变得不善起来，你说什么？卧槽，忘了女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区她的年龄了。慕仪都破虚境了，这年纪只怕是……叶无双连忙解释道：我是说像段麒麟这样的老家伙都活了这么久了，还在天元境呢，也就只能欺负我这样的小辈，哪像慕仪您年纪轻轻就是破虚境了。说真的，您现在和我师尊站一块，看起来就和姐妹似的。慕云贤冷哼一声，没有搭理他。一旁的叶南天看着孙子疯狂补救的样子，悄悄给他点了个赞。话说慕仪怎么？我师尊他今年到底多大呀？想知道？自己问他去。别啊，慕仪你就告诉我呗，我这不是不敢吗？呵呵。高空之上，云层翻涌，一艘造型奇特的灵气飞舟在白云之上急速飞行，周身笼罩着青绿色的光芒，抵御浊劲风气流以及可能存在的危机。甲板之上，叶南天、秦清雄等人宛若好奇宝宝一般趴在栏杆边，俯瞰着蓝天白云，
眼神中满是兴奋激动。第一次飞上蓝天的感觉让众人十分畅快惬意，此时正在兴奋地交谈着。真没想到我也有上天的这一天，哈哈哈！这非洲真是好东西啊！飞行速度丝毫不比天阳境强者慢，关键是省时省力，只要放进灵石就能飞，简直奇了。怎么说，这也得是件玄阶中品灵器吧？屁！王兜又不是没有5星炼器师，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人搞出这种非洲？要我说，起码也是件玄阶上品灵器。瞧你这点出息，做梦都不敢想是吧？这位穆前辈可是破虚境强者，手笔岂是我等能想象的？保不齐是剑帝阶灵器。你是真敢想！再怎么说，这也只是一件代步工具，破虚境强者也不能豪横到这个地步吧？哎，我还寻思着以后能不能搞一艘呢，看来是没戏了。嘿，你老小子，这青天白日的，开始幻想起来了？也不好说啊，等你孙子以后厉害了，说不定这就是个大玩具，哈哈。非洲很大，这不仅是一件代步工具，也是一座可移动的住宅。房间内，慕云贤和叶无双相对而坐，中间摆着一张案桌，杯子里泡着一种不知名的叶子，倒是和蓝星的茶文化有几分相似。慕云贤轻抿一口茶水，放下杯子，看向叶无双：“你如今已是天阳境了，这小小的天玄国对你来说，就像是小水塘里养了一条幼龙，精灵又岂是池中之物呢？你应该有更大的舞台。此间事了，你在天玄国也没有什么挂念了。怎么样，对自己的以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叶无双放下茶杯，唇齿间残留着一丝纯甜的气息。别说，这茶水还挺好喝的，没有苦涩的味道。听到慕云贤的话，叶无双思考起来，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前世蓝星，普通人为何都要往大城市去？因为发达的城市机会才多，有着无限的可能。放在这天前大陆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在天玄国所能接触到的强者，功法武技以及修炼宝地等，远远比不上浩瀚大陆。想要在武道之途上走得更远更快，想要见识更加精彩广阔的风景，第一步就是要走出天玄国。叶无双想了想说道：“如今的叶家还太弱小，我现在离开，是不是？”慕云贤微微一笑：“这你倒是不用担心，天玄学院的上官鹤，你师尊对他有救命之恩，你离开之后，他会照拂叶家的。再说，你灭掉7大势力以及段麒麟的事，估计很快就会传开。人走是犹在，谁会想不开去招惹叶家？”叶无双一愣，脱口而出：“上官院长，怪不得师尊会在天玄学院潜修，原来中间还有这一层关系。上官鹤作为天阳境2重，天玄国内能与他匹敌的屈指可数，有他在，再加上自己的威势，叶家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叶无双突然心中一动，看向慕云贤，慕仪和师尊对此似乎早有准备。慕云贤轻笑着摇了摇头：“这还真不是刻意为之。当年你师尊前往天玄国，途中碰见上官鹤被6阶妖兽追杀，于是顺手将他救了下来。6阶妖兽相当于武者的天元境，上官鹤能够活下来也是够幸运的。”叶无双点了点头，又疑惑道：“师尊身为天门境强者，为何会来天玄国这种偏僻之地？而且一待就是这么久。慕仪和师尊具体又是什么关系？”慕云贤耐心解释道：“仙儿自小就是我看着长大的，同时我也是他的护道者。他为什么来天玄国，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寻求什么机缘吧。毕竟他与易剑锋之后，也就不需要我贴身保护了。至于他为什么一待就是这么多年，还不是因为有了你这个小家伙。”叶无双脸色尴尬，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同时，叶无双心底涌现暖意。洛清仙虽然一直清冷少言，但对他确实付出很多。待在这小地方教导他9年，也相当于耽误了自己9年的修炼时间。毕竟小地方的灵气浓郁程度，怎么能和洛清仙原来修炼的地方相比呢？肯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慕云贤看到叶无双的神情，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开口说道：“倒也不必想太多，你和仙儿这样的天才，境界的进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心境的磨练和领悟才是最为重要的。他待在这里算不上是浪费时间。再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收获其他东西呢？”叶无双点了点头，又想到了什么，问道：“慕仪不是说已经不是师尊的护道者了吗？怎么还跟着一起来天玄国了？”慕云贤颇显无奈地说道：“我哪里是跟他一起过来的，还不是他收你为徒之后，一道传讯把我叫了过来，给你这个小家伙当保姆。”叶无双嘿嘿一笑，突然恍然大悟：“我说呢，我当年还疑惑来着，怎么我灵脉的事情传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隐士大能来找事呢？看来都是慕仪挡了回去啊。还有那次7大势力的刺杀，也是慕仪在暗中保护我。”慕云贤笑着摇了摇头：“那些刺客倒是我挡下的，至于那些隐士大能，哪里是我一个小小的破虚境能够阻止的？”叶无双疑惑道：“那这是怎么回事？”慕云贤也没有卖关子，因为你师尊的师尊，也就是你的师祖，是一位真正的至强者，那些老怪物哪里敢过来抢人？况且关于你的天资一事，根本就没传多远，很少有人相信。一些来求证的小家伙，我气息稍稍展露出来，就被吓跑了。慕云贤说的挺轻描淡写，但是这话语中的底气可是十足啊！不是大陆上真正顶尖的强者，怎么敢称隐士大能？而能够让这些人不敢动歪心思，自己的这位师祖又是何等强大的人物？想来也是，不强大，能收下洛清仙为徒吗？妖孽，代代都是如此相传啊！慕仪，
那我们到底是属于哪方势力？叶无双好奇地问道。这些事情，洛清仙道也不是瞒着他，只是以前觉得他还小，有些事情哪里会和小孩子说。不过现在自己也该知道了。正好慕云贤在，直接问就是了。慕云贤微微一笑，答道：大夏皇朝。大夏皇朝。叶无双在脑海里搜寻着洛清仙给他科普过的知识，很快就对号入座了。纵然他心中早有准备，知道洛清仙背景不凡，但现在听见慕云贤的回答，还是不免有些吃惊。大夏皇朝，天前大陆北域3大霸主级势力之一。天前大陆浩瀚无垠，不知边际，共分为东南西北中5域。中域位于大陆正中位置，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在大陆5域之中最为强大。但这并不表明其他4域就弱，霸主级势力更不是放在一域而言，而是放在整个大陆来评价的。大夏皇朝疆域广袤无垠，虽然被人称为北域3大霸主级势力之一，但其实际疆域早已延伸到西域、东域，这是一个横跨3域的庞然大物。即便在霸主级势力中，也是最为顶尖的存在。北域的另外2大霸主级势力，在大夏皇朝面前，天然就矮了一头。通俗来讲，整个大陆上只可能存在和大夏皇朝同一层次的势力，而绝不可能有比它更强的势力。事实上，能够以皇朝形式存在的势力，本就有着其独特强大之处。叶无双不由赞叹一声：师尊的背景的这么强吗？我都有点想当纨绔子弟了。所以天玄国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我们就是去大夏皇朝吗？慕云贤微笑地点头，自然如此。在那里有着整个大陆最好的修炼环境，最丰富的修炼资源，最多的强者，以及最顶尖的天才妖孽，那里才是最适合你的，最大最精彩的舞台。叶无双咂了咂舌，看向慕云贤：慕姨，你这句话用了好几个罪啊，咱就是说真的不用谦虚一点吗？慕云贤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但言语的自信强大无比。因为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那是真正的群英荟萃之地，放眼整个大陆，即便是中域，也鲜有地方能够比拟。叶无双也不由对大夏皇朝产生了一丝期待。人生嘛，就是要活得精彩一些，这是他上一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了一辈子才领悟的道理。这一世没有任何规则能够束缚他，死亡同样如此。叶无双看着慕云贤，突然轻笑出声：那就让我看看那是一个怎样精彩的地方，也让我领教一下大陆上最顶尖天才的风采。而在众人返回天玄王都的途中，青木宗以及4大势力被灭的消息也是彻底的传开了。毕竟青木宗周围早就藏满了眼线，他们可是在远处亲眼见证了这场令世人震惊的战斗。而传出来的消息大致是这样的：叶无双一剑重创楚一峰，轮海战天阳，旷古烁今，水一殿主现身偷袭，叶无双重伤。叶无双临战突破天阳境，15岁的天阳境绝世妖孽，叶无双一剑秒杀2大天阳境强者。王氏老祖境还活着，活了1000余年的老怪，疑似突破到更高境界。王氏老祖偷袭叶无双，被神秘强者现身救下，叶无双独战王氏老祖，2剑将其斩杀。整个天玄国全都乱了，天也即将要变了，风云涌动，举国震惊。对于这些消息，反应最大的莫过于天玄王室。砰！昂贵的书桌被盛怒之下的段安天一掌拍碎，他死死地盯着面前单膝跪地的护卫，神情之下压抑着无尽的怒火，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说什么？老祖怎么会对叶无双出手？护卫低着头，语气颤抖：我们的人看得真切，确实是老祖，至于老祖为何出手，我等也不清楚，离得太远，听不见老祖和叶无双的交流。段安天的胸膛不断起伏，愤怒、惊恐、茫然等情绪一起涌了上来，让这位一国之主一时间愣在了原地，不知所措起来。身后供奉宗老也是一脸凝重，说道：王上可去密室确认一下老祖是否还在修行。段安天瞬间清醒，连连点头：对，老祖亲口吩咐我要与叶家联姻，怎么会对叶无双出手呢？那人肯定不是老祖。说着他就慌忙离开。然而当他来到往日段麒麟闭关的密室之后，眼前的一幕让他双腿一软，险些倒地，还是身后的宗老眼疾手快将他扶住。密室大门洞开，里面空无一人。段安天牙关紧咬，声音发颤：宗老，这可如何是好？段麒麟的死倒算不得什么，毕竟在外人眼中他早就已经死了，即便没有他，这些年王室依旧牢牢把控着天玄国，没有出任何问题。关键是他死则死矣，为什么要得罪叶无双？段安天此前对叶家的一切善意，自此化为虚意，甚至稍有不当，王室的覆灭就在眼前。这是一个已经成长起来的绝世妖孽，如今已经能斩天元境了。宗老摇头叹息道：如今只能据实向叶无双解释了，老祖所为我等并不知晓，这些年王室对叶家的帮助也做不得假，只希望叶无双还能念这一点情谊。一股凄凉感涌上段安天的心里，让他的神情也变得苦涩起来。偌大的王室，如今却要将生死寄托在他人一念之间，何其可悲啊！天玄学院一处宁静的阁楼小院，青石板铺成的小径从门口直通阁楼，院落内种着不少灵药，其间点缀着些许花草，让空气中多了几分芬芳。此地正是天玄学院院长上官鹤的居住之所。
叶无双看向身后的慕云贤，慕姨，你不先去见师尊吗？叶南天和秦青雄等人早已各回各家，叶无双则是径直来拜访上官鹤。毕竟自己离开天玄国之后，叶家还要靠他照拂，自然需要前来拜访一番。慕云贤神情慵懒，我去见他干什么？又不是没见过，我现在可是你的护道者，当然得跟着你了。叶无双颇显无奈，以前慕仪还会在暗中躲着，现在露过面之后，眼都懒得演了。客人来访，有失远迎了。陈稳如和的男声传来，一道人影随之出现在阁楼前。男子一袭青衣，身姿挺拔，面庞柔和，散发着平易近人的气息。叶无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院长，抱拳行礼，上官前辈，在下叶无双。上官鹤微笑着颔首，果然是少年英杰，气度不凡。叶无双谦虚道：“前辈谬赞。”上官鹤又看向慕云贤，恭敬道：“前辈。”慕云贤神色淡然地点了点头，看来上官鹤是见过慕云贤的，或者说他能感受到慕云贤的强大。上官鹤引导着两人在院中桌椅上坐下，你的来意我已知晓，洛仙子对我有救命之恩，叶家之事我定当上心，叶小友可放心外出闯荡。面对叶无双这样的天才，而且还是洛清仙的徒弟，上官鹤自然友善无比，想要交好，这么主动，搞得叶无双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好抱拳道：“如此，便麻烦上官前辈了。”上官鹤笑着摆了摆手，小事一桩，其实即便没有我，也不会有人对叶家出手的。你两剑斩杀段麒麟一事，可是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那些天阳境个个都是人精，哪里敢去招惹叶家？上官鹤也算是自己人，两人于是随意闲聊起来，气氛愈加融洽。世人都说上官鹤是天阳境二重，可叶无双接触之下，却发现上官鹤的灵力深厚绵长，绝对不止天阳境二重，就算不是天阳境三重，只怕也离之不远了。叶无双心中更加安定，有这样一位强者在，再加上自己的威势，叶家在天玄国不会有任何问题。叶无双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问道：“前辈对天玄王室了解多少？”叶无双或者说叶家牵扯到的人与事并不多，解决掉7大势力之后，只剩下天玄王室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虽然段麒麟说过段安天对所有事并不知情，但是叶无双哪里敢信？谁知道这是不是他给王室留的一条后路？天玄王室，段麒麟沉吟少许，说道：“在天玄国内，王室无疑是很强大的。据我所知，明里暗里，王室一共有8位天阳境强者，其中有1位是天阳境2重。当然，王室天阳境之下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轮海境9重的武者10分之多。天玄国内直接由王室掌控的力量约有3成，加上附属势力间接掌控的势力，整个天玄国的力量，王室掌控了5成左右。”叶无双点了点头，怪不得敢建国封王，段家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上官鹤笑道：“不过这些人在叶小友面前和蝼蚁无异，挥手即可解决。”叶无双点了点头，指尖轻点，他现在犹豫的是该怎么处理王氏。毕竟如果真如段麒麟所说，段安天对所有事情都不知晓呢。慕云贤一直暗中跟在叶无双身边，是一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对他的实力、性格等自然十分了解，知道这小家伙是在犹豫什么，于是开口道：“我有一门秘术，可以搜寻人的记忆，只要让我查看那段安天的记忆，自然能弄清楚他与此事有没有关系。到时候怎么处理这天玄王氏，你心中应该就有数了。”叶无双心中一震，这不就是搜魂吗？叶无双好奇问道：“这种秘术应该对人有伤害吧？”慕云贤微微颔首：“自然，轮海境精神脆弱，对这样的弱者搜魂，稍有不慎，他的精神就可能被重创，甚至可能导致痴呆。”叶无双表示明白，他也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不对段安天搜魂，他如何能够放心？搜魂还是灭族，可以让段安天自己选。叶无双甚至还给了他选择的余地，他都觉得自己有点善良了。活在这种世界上，您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才是正常人的行事准则。叶无双又去见了洛清仙之后，就回了叶家，毕竟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了，自然要多陪家人。谁知道刚回到叶家，就见段安天已经在大厅内焦急等待了。这位王上真怕自己来得晚了，叶无双就提剑前往王宫了。面对一个能够斩杀天元境的妖孽，天玄王室真的毫无还手之力。叶公子见到叶无双回来了，段安天连忙迎上，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来：“老祖所为，我事先真的不知啊，这些年王氏对叶家真的是一片友善真诚之心啊。”叶无双抬了抬手打断他：“可是我在段麒麟那里听到的却是，这一切都是王氏计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师尊不再提防王氏。”段安天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当年叶公子被7大势力刺杀，宗老叶无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些杀手就是段麒麟安排的，其中意图还需要我多说吗？段安天身子一晃，顿时无言，良久之后苦涩开口：“叶公子打算如何处置王氏？”叶无双神色平静不急：“我倒也觉得段麒麟所行之事与王氏并无关系。”段安天眼神一亮，爆发出鲜明的色彩，然后就听见叶无双说道：“不过我即将离开天玄国，所以王氏必须让我绝对放心。”段安天连忙追问：“叶公子需要王氏怎么做？”叶无双神情淡漠，平静开口：“我有一种秘术，可以查看他人记忆。
王氏所有天阳境强者，还有王上，都需要让我探查一下记忆。只要我确定诸位确实对段麒麟所做之事不知情，自然皆大欢喜。王氏以前对叶家的帮助，叶家仍然铭记于心。不过友情提醒一下，被搜魂者可能精神受损，甚至脑子出问题。是否同意搜魂，王上自己决定。叶无双已经决定，只要段安天推辞此事，或者他所带过来的天阳境强者与上官鹤说的数量对不上，那么对不起了，从今以后天玄国可能就得换个名字。听到叶无双的这番话，段安天脸上浮现的喜色一点点消失，他神色难看无比。查探记忆，那不是王氏所有的秘密都要暴露在叶无双的眼中，何况这门秘术还可能有巨大伤害。不过当段安天看到叶无双那冷漠的神色，便知道自己绝没有第二个选择，于是咬了咬牙说道：宗老，现在就通知所有天阳境的长辈，让他们放下手中一切事情，立刻赶来叶家。身后宗老的脸色也是难看无比，他也是天阳境，谁愿意让别人搜寻自己的记忆，更别说可能还会对精神造成巨大伤害。但很明显他们没得选。没多久，数道人影便从天而降，来到叶家。叶无双眼神一扫，加上宗老确实是8位天阳境，看来段安天没有搞什么猫腻。安天这么急着叫我们过来做什么？王氏的这些天阳境辈分都比段安天高，说话自然也就不怎么恭敬，甚至有人正在闭关，突然被打扰，语气自然不善。段安天连忙解释道：诸位长辈。他语气迅速地将所有事情讲述了一遍。什么搜魂？这怎么行？稍有不慎，精神遭受重创，那还得了？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天阳境强者，位高权重，舒适惯了，哪里能接受搜魂这种事？不要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能接受啊！谁还没点秘密了？怎么能让外人查看记忆呢？再说了，还有可能精神重创，这肯定不行！都给我闭嘴！一声暴喝突然响起，让这些王氏天阳境们安静了下来。这是一个中年男子，气势凌冽，却是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天阳境二主。中年男子眼神从这些人身上一一扫过，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射出来。这群蠢货，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吗？现在是你想不被搜魂就可以的，如果不能让叶无双满意，段家千年传承覆灭就在今日。中年男子丝毫不怀疑叶无双的实力，段麒麟在叶无双手中都没能挺过2剑，更别说他们这些人了。何况中年男子的眼神不经意间从慕云贤身上掠过，这个女子带给他极其强烈的危机感。中年男子喝停众人后，朝着叶无双恭敬地说道：叶公子，老祖所行之事，我等事先真的不知，叶公子尽可搜魂，我等绝无意见。叶无双也不啰嗦，看向慕云贤：慕姨，麻烦你了。慕云贤点了点头，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闭上了双眼。紧接着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他体内猛然爆发，叶无双亲眼看见8名王氏的天阳境强者，还有段安天，身体一晃，像是遭受了猛烈的撞击，然后眼神就变得呆滞起来。叶无双对搜魂之术还是挺好奇的，于是打量着呆呆站在原地的几人，结果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明白，只好在一旁百无聊赖地等待着。良久之后，慕云贤睁开了双眼，其他人依旧是满眼呆滞的样子。慕云贤看向叶无双，摇了摇头，他们确实不知道段麒麟要夺舍你的事。叶无双点了点头，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好奇地问道：他们有人出问题吗？慕云贤轻笑着摇了摇头，也不看看你慕姨是谁，区搜魂，我可是再熟练不过了，怎么会出问题？叶无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慕姨，其实这种事情也不用太熟练。良久之后，众人缓缓醒来，一个个皆是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看向慕云贤的眼神中还带着一丝恐惧。实力最低的段安天更是像被放了血的样子，十分虚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叶无双的脸上也露出淡淡的笑容。看来王氏对叶家的善意确实做不得假。听到这话，王氏众人瞬间松了一口气。不过叶无双的声音陡然冷冽下来，若是有人对段麒麟之死记恨在心，做出什么不智之举，可就别怪我不念往日情谊了。那位天阳境2重的中年男子连忙说道：老祖一意孤行，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我等绝无怨念。其他人应该连声附和，不管他们心中怎么想，起码不会在叶无双面前显露出来。叶无双也不甚在意，只要自己还在，这些人自然会老老实实的，不会做出什么不智之举。叶无双摆了摆手，众人如蒙大赦，飞速离开叶家。接下来的几日，叶无双也不再修炼，而是在家中好好陪伴家人。慕云贤也自然而然的在叶家住了下来。叶南天见识过慕云贤恐怖的实力，在他的吩咐下，叶家上下都对慕云贤尊敬有加，反而是叶无双的母亲秦素心和慕云贤挺聊得来，两人都快以姐妹相称了。叶无双得知时苦笑不已，虽然自己确实称呼慕云贤为慕姨，但她的真实年纪估计都可以当秦素心的祖奶奶了。不过既然两人聊得来，他也不会自讨没趣的去纠正什么，反而每天和家人逛逛街，不时逗逗妹妹叶灵，日子倒也十分惬意舒适。转眼间已是7日之后，叶家大门前，庞大的非洲悬浮在半空中，让天空都变得暗淡下来。街上不少人被这奇异的非洲吸引，驻足打量，小声交谈着。娘，
回去吧。叶无双的眼神中也流露出一丝不舍。穿越至此15年，秦素心无微不至的关怀，叶家众人不惜生命的付出，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渐渐的，他也对这里产生了归属感。如今即将离家远行，心中又怎能真的平静呢？秦素心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不时擦拭眼角。唯一的儿子外出闯荡在，做母亲的哪里能不担忧呢？何况此去不知多少万里，叶无双再回来都不知道是几年之后的事了。秦素心拉着他的手，口中不断叮嘱着：出门在外要多听穆姐姐和你师尊的话，不要冲动行事，要避免与人起冲突。说着说着，他自己小声抽泣起来。叶无双只好一一附和，轻声安慰起来。待到秦素心的情绪稳定下来，叶无双才抬头，眼神从众人身上一一扫过。叶家众多长老、族人，叶南天、叶远山、叶流儿。叶南天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中满是欣慰与鼓励。去吧，好男儿志在四方，广阔的大陆才是你的舞台。叶无双重点头，抱拳朗声道：各位长辈、族亲保重。然后便和慕云贤一起飞身而起，上了飞舟。洛清仙早已在这里等待。庞大的飞舟渐渐升空，直至化成一个小黑点，朝着远方飞去。飞舟上，房间内，这不是你徒弟吗？怎么事事都要我来交代？你特地将我叫过来，就是为了当甩手掌柜是吧？慕云贤看着一旁的洛清仙，神情无奈地说道。洛清仙表情依旧清冷，言简意赅地反驳：穆仪是他的护道者。一旁的叶无双正襟危坐，好奇道：穆仪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听到叶无双也称呼慕云贤为穆仪，洛清仙眼皮微微一跳，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说来也怪，明明叶无双和洛清仙相处9年，待在一起的时间比秦素心都要长，但只要在洛清仙面前，他就非常正经。但如果此时只有慕云贤在场，他8成已经半靠在软榻上了。没办法，谁让洛清仙一直清清冷冷的，而云慕贤呢，则是温婉的性格，顶多用手指点点他的额头，轻声说他2句。什么交代不交代的，就是跟你讲一些有关大夏皇朝的事。叶无双对这个称霸一方的大陆顶尖势力也十分好奇，闻言来了兴趣，安静的听慕云贤介绍。大夏皇朝创立于至今17万年前。多少？慕云贤声音轻柔，但开口就是一个重磅消息，惊得叶无双两眼睁到极致。17万年。叶无双难以置信地看着慕云贤，见他点了点头，又看向洛清仙。我记得师尊说过，圣人的极限寿命也不过是10万年吧？洛清仙微微颔首，大致推断数字并不准确。叶无双一脸懵逼，这啥势力啊？掉成这个样子，圣人都挂了，他还在。按照前世蓝星的历史规律来看，一个王朝的存活时间很难超过500年，放在天前大陆道理是相似的。虽然一个武道强者活个几千年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但并不代表一个势力就能存活这么久。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更加残酷的原因，势力的更新迭代反而是一件更加迅速的事。兴盛与衰落，破败与重建，时刻都在上演。没有人物能够永恒存在。一个传承17万年的皇朝，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叶无双忍不住说道。穆仪，这大夏皇朝怎么能够传承这么久的？慕云贤脸上带着温和笑意。很简单，因为大夏皇族北唐氏是圣族。北唐不是姓洛啊？叶无双还以为洛清仙是大夏皇朝的公主什么的，念头一闪而过。叶无双神情疑惑，圣族什么意思？慕云贤解释道，圣人后代即为圣族，圣族身怀圣人血脉，天生具有先祖遗泽，修炼速度远非常人能比，这就是为什么圣族能够长盛不衰。慕云贤顿了一下，神色认真。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血脉中含有圣人所领悟的法则，对于一领域法则的领悟，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容易诞生破虚境、领域境甚至涅槃境的强者。叶无双恍然大悟，前世看过不少网文，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靠血脉吃饭，如果非要用科学来解释，则可以理解为强者通过不断的修炼，自身的基因愈发完善强大，后代的基因自然也就强大，天赋远超普通人。毕竟武者突破到3天之境，生命层次就已经有了质的跨越，往上的境界自然更加强大。圣人更是神秘莫测，自己领悟的法则深深烙印在血脉之中，福泽后世万代。圣族虽强，但衰落与覆灭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避免的，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圣族也不在少数。如今还存世的圣族也大多处于半隐世半入世的状态，鲜为世人知晓。不过像北唐圣族这样站在明面上自立一代皇朝的，却只独此一份。慕云贤停顿了一下，笑道，当然我更习惯称呼其为皇族，而不是北唐圣族。叶无双点了点头道，听慕仪这意思，大夏皇族即便在圣族中也是极强的。慕云贤点了点头，眼神中浮现一抹敬畏之色。古籍记载，大夏皇朝从17万年前创立起，便一直兴盛至今，从未有过衰落之时。广阔无垠的疆域便代表着无尽的资源，17万年的积累，大夏皇朝的底蕴何其深厚。闻言，叶无双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又说道，既然圣族亦有兴衰，那么大夏皇朝能够昌盛至今，自然不可能只靠血脉，必然有其他依仗。
慕云贤道：“自然如此，只是那秘密就不是我能够知晓的了。”不过，慕云贤突然轻笑一声，和叶无双对视一眼，将目光放在一旁的洛清仙身上。你是尊说，不定知道。叶无双见状，也将目光看向了洛清仙，满是好奇。洛清仙本在一旁清清冷冷地坐着，见两人都看了过来，眼神中浮现一抹无奈之色。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夏皇族的至强者从未断层。闻言，慕云贤神色一震，似是明白了什么，而叶无双则依旧是一脸懵逼的样子，完全听不懂。洛清仙耐心地跟徒弟解释，木仪刚才没有说完，大夏皇族既然是圣族，那么其祖上诞生的圣人是谁？叶无双看向慕云贤，慕云贤说道：命圣，大陆最后一位圣人，诞生于17万年前，也就是他创立的大夏皇朝。命圣纵横大陆近10万载，于7万年前销声匿迹，自此之后，大陆再无一人成圣。叶无双恍然大悟，最后一位圣人影响力久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旁的洛清仙继续说道：命圣只是大夏皇族祖上最近的一位圣人，大夏皇族祖上共诞生了2位圣人。闻言，慕云贤和叶无双神情皆是一震，一族2圣人，这血脉天赋该是何等强大，难怪大夏皇族能够强盛17万年。大夏皇族的第一位圣人历史悠久，早已不可考量。在命圣诞生之前，大夏皇族也与其他圣族一样，半隐世半入世，甚至一度迎来衰弱，乃至从大陆除名，直到17万年前命圣诞生才再度兴盛起来。听到洛清仙的解释，叶无双点了点头。所以大夏皇朝兴盛这17万年，有大半都是靠命圣庇护着的。命圣陨落后的7万年，则是靠着双圣血脉雄厚的底蕴，良性循环之下，保持了强者的不断层。洛清仙没有说话，似是说明叶无双的说法是对了。好了，慕云贤笑了笑，本来是想给你讲讲现在大夏皇朝的情况，你硬是把话题歪到人家的发家史上去了。叶无双嘿嘿一笑，这不是好奇吗？别说，有的消息可能就是常识，但大夏皇族一族2圣这种事，如果不是洛清仙告知，他哪里有机会知道？有时候一点认知上的差距，在面对某些事情上就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慕云贤笑道：你以后碰到的对手估计大多都有圣人血脉，如你一般靠着自身崛起的天才妖孽大气运者不是没有，但很少。接下来慕云贤又给他讲了许多大夏皇朝的知识，让他收获颇多。比如大夏皇朝实行州、府、郡的3级地域制度划分，大夏皇朝创立之初共有9州，但经过多年发展疆域扩展，如今已有13州之地。再比如在大夏皇朝，天阳境只能算是武道的起点，只有达到破虚境才能称得上是强者，这个级别的武者已然不多。而领域境则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可封王者，相当于天阳境在天玄国的地位，每一位都是一方巨擘，赫赫有名的存在。洛清仙所在的洛氏一族便有1位领域境强者，洛氏一族也因此成为大夏皇朝的顶级权贵之一，仅次于皇族的存在。再往上的涅槃境，这个境界就太少了。自命圣销声匿迹之后，大陆不仅7万年间没有再出1位圣人，就连涅槃境也极其稀少。每一位涅槃境在霸主级势力中一般都是领袖级的人物，这是霸主级势力能够维持地位的根本所在。大夏皇朝每一代的夏皇必须是涅槃境才有资格继任，这个境界又被尊称为大帝。涅槃境就是一方帝者，洛清仙的那位神秘师尊就是一位涅槃境中的至强者，身世显赫，天资旷古烁今，师尊更是强大无比。洛清仙在大夏皇朝中的地位可以想象。当然破虚境又被称为尊者境，领域境也被称为王者境，本质上都是一种尊称，代表着其境界与实力。比如慕云贤出行在外，就会被人尊称一句慕尊者。叶无双听的心情澎湃不已，都已经在脑海中思考自己的称号了。大夏皇朝距离天玄国极其遥远，不知多少万里，路途总是枯燥的。不管是叶无双还是洛清仙、慕云贤，大多时间都是待在非洲上的房间里修炼，途中也是一片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有慕云贤这位尊者在，谁敢来找事？气息一外放，都能给人吓死。至于王者境，太少了，除非刻意针对，否则很难遇到。随着非洲日夜不停的飞行，叶无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天地间的灵气愈发浓郁，这也说明他们已经离大夏皇朝越来越近了。直到某天，一座宏伟的巨城出现在他眼前，叶无双站在甲板上，举目远眺，满含期待。大夏皇朝，我来了！古老的城池宛如沉睡的巨兽，静静地盘踞在大地之上，城墙高耸入云，巍峨壮观，由巨大的青石砌成，历经岁月的青石依然坚如磐石，散发出沧桑的气息。城墙上刻画着密密麻麻繁复的阵纹，华丽且神秘，难以想象一旦被催动，将会爆发出何等惊天的威力。放眼望去，街道错落有致，楼阁亭台林立，不见边际，一城如一国。这就是大夏皇朝的都城吗？果然宏伟！叶无双赞叹道。他不由自主地外放灵石，略一查探，就发现了好几位天阳境、天元境的武者，甚至有好几人的气息比天元境还要强大。不愧是大陆最顶尖的武道圣地，强者的质量与密度都极其之高。
突然，叶无双脸色微微一变，数道强大的灵石竟然顺着他的感应方向追踪了过来，来意明显不善。出门在外，不要外放灵石扫过他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挑衅。慕云贤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边，素手轻挥，几道追踪过来的灵石瞬间消散。叶无双松了一口气，是我鲁莽了，换了自己也不希望被人随便用灵石扫过。灵石即是武者的神，未达天阳境时，这是一种模糊的感应，比如附近的风吹草动，身后有人偷袭，武者都会有所感应。而突破到3天之境后，这种感知力就变得具象化，被称为灵石。非洲驶入大夏黄都之后，速度就放缓下来，朝城东飞去。叶无双好奇问道：我刚才略一感应，这黄都内3天之境的武者应该不在少数，怎么没见几个武者在空中飞行？慕云贤道：黄都内飞行是有限制的，只有破虚境以上才能在黄都内飞行，毕竟3天之境的武者在这里太常见了，若是不加以限制，空中早就拥挤不堪了。叶无双点了点头，看来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一多，交通问题就是无可避免的。非洲离得很高，但是天阳境的目力极远，叶无双自然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人声鼎沸，络绎不绝，一栋栋奇特雄伟的建筑在他的视野中不断倒退。没过一会儿，非洲驶达了目的地，一座气势磅礴的府邸，三人轻轻飘落在地。暮云显手一挥，非洲消失不见。如此大的非洲都能收入空间界之中，这空间界内的空间只怕巨大无比。当然，叶无双的空间界内部空间也很大，里面是一个正方体，长宽高皆为100米左右。空间界的本质就是将现实世界的空间切割下来，这一点慕云贤自己就可以做到，关键是如何让切割下来的空间保持稳定，这才是制作空间界的关键所在。毕竟被切割的空间就如同无源之水，很容易像镜子一样碎成一地。落，不知什么材质做成的牌匾上单单刻着一个落字，似乎并不是需要解释太多，只要看到这个字就能让人明白它代表着什么。叶无双落在牌匾上的目光微微一凝，这个字似乎蕴含了某种意境。慕云贤微微一笑，水之意，仙儿家的那位老祖掌握的就是水之领域，这块牌匾就是他老人家亲手刻下的。慕云贤说着，自己就不由唏嘘感叹道：从一道领域的感悟太难了，100个破虚境9重也未必能有一个人做到。当年仙儿出生时，我就已是破虚境9重，结果呢，现在他的徒弟都已经剑意9重了，我还在破虚境9重。慕云贤说着，看向叶无双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幽怨。人和人真的是不能比啊！15岁的天阳境固然令人震惊，15岁的剑意9重却是让人惊恐了。这就是圣人转世重修，都不见得有叶无双变态。叶无双笑着安慰道：木仪积累深厚，说不定哪一天就水到渠成，自然领悟领域了。慕云闲叹道：希望如此吧。说着，三人便朝府邸内走去。随着守门的侍卫一声激动高昂的殿下回府了，整个洛府瞬间乱成一团，像是发生了大喜事一般。木仪，为什么他们都给师尊叫殿下啊？叶无双在后面小声问着慕云闲，洛清仙则是姿态清冷脱俗的走在前面。殿下，穆尊者。不时有走过的侍卫、婢女等见到洛清仙都会停下行礼，称呼一声殿下，眼神中满是兴奋与激动，像是见到了偶像一般，热切无比。云慕贤则是被称为穆尊者。至于叶无双，他得到的只有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显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清仙殿下时隔多年回府，身边会带着一个少年。慕云贤和叶无双肩并肩行走着，解释道：你的师祖是大夏皇族的一位帝者，你是尊座为他的亲传弟子，放在俗世王朝那就是太子，称一句殿下不是很正常。什么帝者？叶无双心中一惊，连忙问道：师祖是夏皇？慕云贤摇了摇头，大夏皇族可不止一位帝者，你的师祖辈分极高，当今夏皇陛下见了也要称一句老祖，但他具体是谁，哪个时代的人物，这我就不清楚了。放心，你天资这么高，夏儿肯定会带你去见一下你那位师祖的。叶无双点了点头，这大夏皇族果然恐怖，居然连帝者都不止一位，而且这还是明面上的，其真正的底蕴又该有多么强大？慕云贤轻声说道：仙儿15年没回来了，我们要先去见一下他母亲，他父亲如今大概率不在府内，老祖更是常年闭关，至于其他人没必要浪费时间。15年，叶无双心中一动，这个数字是巧合吗？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很快，叶无双就见到了洛清仙的母亲，一个端庄尊贵、气质又带着些许清冷的女子。大夏皇族嫡系北堂书梦，这是一个容貌极佳的女子，和洛清仙有几分相似，完全看不出来以为人妇。她和洛清仙站在一起，更像是姐妹，而不是母女。事实上，武道境界修炼到极高的女子，很少有容貌气质不佳的。北堂书梦看见洛清仙，清冷的脸颊上也浮现出了笑容。你这丫头，外出历练一走就是15年，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洛清仙在母亲面前依旧是面色清冷的样子，道了一句娘。叶无双这么一对比，发现师尊在自己面前真的是好的不能再好了。虽然神情依旧清冷，有点生人勿近的感觉，但是自己问什么他都会仔细回答。而面对别人，洛清仙就真的是仙子一般的人物，不是亲人他根本不会搭理。
北堂叔梦看向慕云贤，微笑着说道：“云贤也回来了。仙儿这丫头也是任性，一道传讯就把你叫走这么些年。”慕云贤微笑着点了点头，喊了一句：“姐姐。”打完招呼，北堂叔梦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叶无双身上。这少年是叶无双，瞬间有一种头皮发麻、不知所措的感觉，就好像前世走亲戚，不知道该叫什么，那种尴尬，谁能懂？所以，师尊的母亲，我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啊？在线等，很急。叶无双硬着头皮开口道：“伯母好，我是叶无双。”他知道这个称呼是不对的，就像他不应该给慕云贤叫慕姨一样，辈分不对。但是他总不能真的叫师奶或者奶奶吧？那也太离谱了。况且他已经称呼慕云贤为慕姨了，慕云贤又给北堂叔梦叫姐姐，那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反正我才15岁，问题不大。洛清仙眼皮轻轻一挑，说道：“娘，无双是我徒弟。”哦。北堂叔梦是一个极其聪慧的女子，瞬间就想明白了许多事。9年前，洛清仙一道传讯将慕云贤叫走，现在看来就是为了教导或者说保护这个少年。毕竟以洛清仙现在的实力，可用不着慕云贤保护他。而且传讯灵气都是有距离限制的，超过一定的距离，传讯灵气就相当于废铁。而能够将消息从数万里之外传回来的东西，一般都是消耗品，极其珍贵。洛清仙能够使用这种一次性的传讯工具，说明他确实有极其重要的事需要慕云贤帮忙。现在又带回来一个少年，还说是他的徒弟，自己女儿什么性格他能不清楚吗？无缘无故的怎么会收徒？还是一个少年，天资再高，难道还能超过洛清仙不成？北堂叔梦看了一眼洛清仙，又将目光转到叶无双身上。洛清仙依旧神情平静，气质清清冷冷，而叶无双则是略微有些拘束的样子。北堂叔梦突然轻笑道：“既然是仙儿的徒弟，那就是一家人，不必拘束。”闻言，叶无双不禁松了口气，师尊的母亲气场也太强了。不过北堂叔梦话锋一转，说道：“既然是仙儿的徒弟，那叫我伯母就不太合适了。”说这话时，北堂叔梦的目光却是放在了洛清仙身上。果不其然，洛清仙刚一抬眼，就和母亲对视上了。他神色平静，似乎没什么变化。叶无双神情一愣，这语气有点不善啊。还有，这下咋整？正当他纠结之时，慕云贤笑着说道：“小辈的一个称呼而已。再说了，这小家伙一直给我叫慕姨，我都习惯了。”北堂叔梦看女儿一脸平静，似乎也觉得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便笑着说道：“也是，我感觉我还没到要当奶奶的年纪呢。”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就此翻篇。北堂叔梦牵着洛清仙的手，聊起了琐碎小事，不时还问一下叶无双，气氛一片融洽。一会儿过后，闲聊完毕，北堂叔梦唤来身旁的侍女红儿：“你带无双去一下住的地方。”换作红儿的侍女躬身道：“是。”然后看向叶无双：“无双公子，请跟我来。”叶无双点头起身，却听到洛清仙说道：“我带无双去就行，还有些事需要和他交代一下。红儿，你去将清韵院收拾一下。”闻言，不仅是红儿，就连北堂叔梦眼中也出现一抹诧异之色。清韵院不过是个居住之所，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挨着洛清仙的住所，而洛清仙一向喜欢清静，他的住所附近一向是无人了，现在居然会让一个少年住在他旁边，这太不可思议了。哪怕叶无双是他徒弟，叶无双倒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这样和洛清仙一起离开了。北堂叔梦挥了挥手，红儿就跟上了两人，帮忙整理住所。大厅内只剩下北堂叔梦和慕云贤。北堂叔梦坐了一会儿，突然轻笑出声。慕云贤神色无奈地说道：“姐姐想问什么就问吧。”刚才正是北堂叔梦暗中传音让他留下，不然他就跟着叶无双一起走了。灵力必应呈现，也就是灵力传音，天阳镜即可做到。北堂叔梦看向慕云贤，问道：“仙儿当年传讯让你过去，就是为了这个少年吧？”面容看不出来年纪，但是叶无双身上那股朝气蓬勃的生机感却是做不了假。北堂叔梦因此确定叶无双确实是个少年。慕云贤点了点头。北堂叔梦自言自语道：“仙儿对这个少年有点特殊啊。”慕云贤笑着说道：“无双是他的徒弟，自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北堂叔梦摇了摇头：“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以仙儿的性格，怎么会收徒？哪怕这个少年天赋再高，他也只会视若浮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慕云贤摇了摇头：“这我也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姐姐还真说对了，无双的天赋确实很高。”哦，北堂叔梦来了兴趣，笑道：“有多高？”慕云贤面带微笑：“无双今年15岁，已是天阳境。”闻言，北堂叔梦心中一惊，这和洛清仙比都不遑相让了。难道？北堂叔梦连忙问道：“莫非这个少年是一位圣体？”圣体？慕云贤哑然失笑：“姐姐可真是敢想啊！仙儿告诉我，无双的资质是天阶上品。”北堂叔梦松了一口气，缓了一会儿后开口说道：“是我异想天开了。大陆历史浩如烟海，从古至今也不过那么几种圣体，如今这个时代能出现仙儿一人，已是令人震惊，又怎么可能同时出现2位圣体？不过这小家伙的修炼速度还真是迅猛啊！根基是否牢固？天阶上品资质放在整个大陆，也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这种级别的天才，修炼前期
反而并不追求修炼速度，他们更看重锤炼根基，将每一个境界都做到圆满极致。所以北唐书梦才有此疑问。慕云贤笑道：“无双可是仙儿亲自教导出来的，你还不放心吗？他轮海境的时候就能爆发出天阳境3重的战力，根基自然是深厚到了极点。”北唐书梦不由赞叹道：“不错，又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惊的妖孽啊！看来这黄都很快就要热闹起来了。”慕云贤摇头笑道：“姐姐可知，无双最恐怖的并不是他的修炼速度，而是他的悟性。”哦，北唐书梦投来好奇的目光。慕云贤看着北唐书梦，嘴角上扬，一字一句地说道：“无双如今已经掌握剑意，而且是剑意9重。”轰隆！北唐书梦似乎被一道晴空霹雳击中，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神出现了一瞬的呆滞。他很快回过神来，眼神紧紧地盯着慕云贤。剑意9重。慕云贤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北唐书梦的心中瞬间惊起万丈波涛，身怀北唐圣族血脉，嫁到洛族为媳，又有一个圣体女儿。北唐书梦什么样的天才没见过？天阶上品资质固然恐怖，但和圣体比起来，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可是15岁的天阳境，剑意9重，这就太恐怖了。北唐书梦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叹道：“成圣之资，没错，这妥妥的就是成圣之资。天阶上品资质，可以说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涅槃境根本没有难度，甚至有着成圣的可能。但是现在天阶上品资质加上15岁的剑意9重，绝对的圣人之资，足以媲美圣体，可称之为10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即便以北唐书梦的地位，此刻眼神中也不免露出激动欣喜之色。7万年了，大陆无一人成圣，如今我大夏要出2位圣人了吗？叶无双既然是洛清仙的徒弟，那在北唐书梦眼中就是自家人，和他的亲孙子没有任何区别。”慕云贤微笑着站在一旁，没有打破北唐书梦的喜悦之情。良久之后，北唐书梦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他看向慕云贤，问道：“仙儿将叶无双带回来，是有什么安排？”慕云贤说道：“无双出身小地方，如今天阳境了，自然不能继续待在那里，这太影响修炼进度了。”北唐书梦赞同地点了点头。地方小，自然有局限性，天地间的灵气浓郁程度，所能接触到的天才地宝、功法武技、天才名师等，都远远无法和大夏皇都相提并论。别的不说，就是大夏皇都的灵气浓郁程度，绝对是天玄国的无数倍。再辅以聚灵阵，修炼速度绝对能快上10倍不止。至于其他安排，慕云贤顿了一下，说道：“仙儿应该是想将无双送进稷下学宫。”北唐书梦对此并不意外，稷下学宫可谓是大夏皇朝的第一修行圣地，相当于天玄学院在天玄国的地位。不同的是，稷下学宫的资源由大夏皇族一力供应，皇族对其有着绝对的掌控力。大夏皇族的底蕴何其深厚，每年向稷下学宫输送的资源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许多顶尖地功法武技、珍稀的天才地宝，外界没有的东西，在稷下学宫都可以接触到。这本来是培养皇族弟子的地方，可是绿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夏皇族也算得上是心胸宽广，不管是王侯之家的子弟，亦或者平民百姓，只要你天资够高，就可以进入稷下学宫修行，享受这顶尖的修炼环境与资源。北唐书梦突然说道：“即便进入稷下学宫，无双的修炼资源，洛氏也应当出一份。我看就按仙儿当年的等级来。”此言一出，云慕贤也有些诧异起来，洛氏的那些族老不会同意吧？洛清仙当年享受的待遇，自然是不用多说，整个洛氏的资源完全就是敞开了让他用，许多压箱底的东西直接就掏了出来。洛清仙是本族子弟，又是圣体，洛氏自然毫无怨言。可叶无双毕竟只是洛清仙的徒弟，不是洛氏之人，而且天阶上品就是天阶上品，哪怕能够媲美洛清仙，那也还是天阶上品。洛氏那些族老岂会毫无意见？北唐书梦冷哼一声：“一些资源罢了，不用在人身上，难道放着落灰吗？不要说无双如此天资，哪怕只有一丝成圣机会，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那些老家伙那里，我去说。”慕云贤对此自然毫无意见。叶无双是他看着长大的晚辈，他自然希望叶无双能够获得最好的待遇，毕竟谁会嫌资源太多呢？慕云贤笑道：“这么一来，无双的天资可就无法隐藏了。一个洛清仙已经让大陆各方头大如牛，再来一个叶无双，简直无法想象。须知这可不是一般的天才，如洛清仙仙灵圣体，那是必定可以成圣的。一旦成圣，未来10万年，整个大陆都将匍匐在他脚下，一如命圣当年。天才是有一条红线的，没越过这条红线，大家不介意称赞几句，可是一旦超过这条红线，那就真的会有人红眼掀桌子。”北唐书梦知道慕云贤是什么意思，但他依旧不在意，霸气地说道：“有什么好隐藏的？天才妖孽就是要正大光明，遮遮掩掩算怎么回事？自己菜还不允许人家优秀，这是什么道理？掀桌子也要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敢在我大夏皇朝放肆，唯有死路一条。”慕云贤闻言，心中安定下来。北唐书梦在皇族中地位非凡，知道许多秘辛，他既然敢这么说，那就证明皇族真的底气十足，无惧任何威胁。慕云贤猜测，答案很可能出在洛清仙的师尊身上，那是皇族的一位古祖，涅槃境的帝者，
实力强大。只是那位前辈身份神秘，除了洛清仙，没人知道他是谁。现在看来，北堂书梦或许也知道一二。对了，云贤，仙儿如今进展如何了？等到慕云贤准备走的时候，北堂书梦突然将他叫住，问道：“刚才被叶无双的事情一打岔，他这才想起来关心一下女儿的状况。”慕云贤回答道：“已经推开9道天门了。”北堂书梦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叶无双被洛清仙带着来到一个院落，那名唤作红儿的侍女也跟在身后。院子很大，占地极广，里面还有一个小湖，中心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台。住在这里，颇有几分宁静惬意的感觉。不是，他这眼神什么意思？那名唤作红儿的侍女收拾完房间就走了，临走前还看了叶无双一眼，眼神颇为古怪。洛清仙并没有回答徒弟这个问题，虽然他明白红儿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这青玉院明明是给叶无双准备的，殿下过来干什么？呼，师尊，伯母的气场也太强了，我刚才大的坐立难安啊！只剩2人之后，叶无双终于放松下来，抱怨道。听到徒弟一口一个师尊，一口一个伯母，即便是洛清仙如此清冷的性格，眼神也不免变得有些古怪起来，还带着几分无奈。不过他并没有纠正什么，我就在隔壁院落，有事可以直接唤我。如果想出去逛逛黄都，记得叫上木仪陪同。洛清仙叮嘱道。叶无双点了点头，师尊放心，我都已经天阳境了，不是小孩子。洛清仙闻言微微颔首，没再说什么，飞身而起，去了隔壁院落。自己家的领地自然没有净空一说。没过一会儿，慕云贤就回来了。相比洛清仙，他就随意了很多，直接挑了一个房间住下，又和叶无双讲了稷下学宫一事。听起来似乎和天玄学院是一个性质的，对我的帮助有那么大吗？修炼上的问题，不是有师尊和木仪在呢？叶无双听完之后说道。慕云贤脸上带着温婉笑容，解释道：天玄学院哪里能和稷下学宫比？稷下学宫的导师最低都是破虚境，甚至有领域境强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个人对武道都有不同的见解，都是可以学习的，说不定就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况且稷下学宫的许多资源都十分珍贵，有的外界根本见不到。还有武技，地阶武技，你已经修炼了3门，但是更高阶的天阶武技，那可是无比珍贵稀有的，每一本都能引起腥风血雨。除了霸主级势力，就连洛氏这样的王者家族，大概率也是没有的。仙儿肯定是有天阶武技的，但也绝对只有寥寥数门，且未必适合你。而在稷下学宫，你是有机会接触到天阶武技的，还有某些秘境、修炼宝地等，对于修炼武技甚至领悟意境都有莫大助力。这些东西都是皇族独有的，洛氏无法提供给你的。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全是免费的，白拿的资源你不要。免费的？这夏夜无双是真的有些诧异了，皇族这么财大气粗吗？这不是冤大头？慕云贤笑着摇了摇头，虽然皇族的确财大气粗，但他们可不是冤大头。东西是免费的，其他方面可就要有所付出了。那些从稷下学宫走出来的强者，每一个都受了皇族莫大恩惠，有这份香火情在，他们岂能不念皇族的好？而且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天阶武技，怎么可能免费让你学？想要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环境，自然也是要争的。这些等你进了稷下学宫，自然就知道了。叶无双点了点头，这些说来也很简单，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都是人情债。慕云贤想了想，又说道：你现在已经是天阳境了，需要开始为天元境做些准备了。叶无双有些疑惑，好奇地问道：天元境需要准备什么？慕云贤解释道：天元境练武器朝元，正常武者即是循序渐进的凝练，也就是从1元到5元。可是你不一样，天资妖孽者大多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叶无双心中一动，就听慕云贤继续说道：真正的天才，他们寻找五行5属奇物，纳入体内，蕴养其身。这种修炼方式有奇物辅助，修炼速度很快，一旦蕴养成功，直接就是5元境巅峰，而且实力之强，远超其他5元境武者。你师尊当年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卧槽！叶无双心中一震，又是一条挂笔之路。他好奇地问道：听起来这种修炼方式这么好，怎么普通武者要自己慢慢练武器朝元？慕云贤摇头解释道：因为这种修炼方式太难。其一，奇物本就是天地间至宝，踪迹难寻，想要凑齐5行5属奇物更是困难。其二，奇物也是分等阶的，这种修炼方式要求5种奇物必须是同一层次的，否则5行不平衡，自然无法修炼。有时候宁愿用次一等的5行5属奇物，就是因为最顶尖的奇物难寻，难以凑齐。其三，普通武者即便侥幸凑齐5种奇物，也无法纳入体内，便如同小马拉大车，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种种原因造成了必须是有大背景、大气运的绝世天才才能用这种方式修炼。叶无双听完也有些感慨，果然大家都不走的道路肯定是有难度的，就像路边的李子为什么没人摘一样。慕云贤继续说道：现在和你说这些只是让你心中有数，注意留意有关5行5属奇物的消息。稷下学宫作为群英荟萃之地，天才们之间的随意闲聊就有可能涉及某些高层次的消息，以及有关奇物的蛛丝马迹。叶无双点了点头道：师尊刚才怎么不和我说这些？慕云贤微微一愣，
然后笑道：“我估计，你师尊已经开始搜集这5种奇物了。他肯定是想着自己直接帮你凑齐这5种奇物，自然也就不需要你费心了。别说，仙儿当年就已经凑齐过5种奇物，现在再找一遍，肯定比我们2块多了。”师尊，叶无双的眼神顿时变得复杂起来。他知道慕云贤说的大概率就是事实。洛清仙虽然清冷少言，但是为了他的修炼，确实做得面面俱到，一如当年尽心地为他准备药语，指导修行，事必躬亲。甚至这些年来的1日3餐都是洛清仙亲自准备的。要知道，洛清仙自己可是不用吃饭的，3天之境的武者，每天只用吐纳灵气即可。可他不仅每天替叶无双准备饭食，还会陪着他一起吃饭。很难想象，这个在外人眼中仙子般的女子，在叶无双面前却是如此的温情。叶无双突然迫切地生出一种渴望，他想为洛清仙做些什么。木仪，师尊近来有什么烦心事吗？比如想要完成却完成不了的事？叶无双忍不住问了出来。慕云贤神色一愣，似乎没有想到叶无双会突然这么问。他笑着摇了摇头，他哪里有什么烦心事？资源什么的他根本不缺，一些世俗琐事也不会涉及到他。不过若说真的有什么烦心事，那大概也是修炼上的吧。修炼？叶无双疑惑道。以师尊的天资，修炼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困扰他？慕云贤笑道，你这小家伙一路以来没有遇到过瓶颈，就觉得修炼是一件易事了。等你到了仙儿如今的境界，只怕也要烦恼无比。叶无双安静地聆听着。仙儿如今已经推开9道天门，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突破至破虚境，但偏偏他也是个倔性子，非要冲击那虚无缥缈的10天门。这不，现在将自己困在里面了。10天门？叶无双的眼神中浮现诧异、震惊之色。他现在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了。洛清仙多年教导之下，5道各境界的相关信息他已经了如指掌。天阳境3花聚顶，天阳境武器朝元，3天之境的前2境，说到底还是修炼己身，而天门境却是意在掌控天地之力。天门是人体的门户，也是沟通天地的桥梁。天门境的修炼即是沟通天地，推开天门，从而掌控天地之力。天地之力何其强大，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比拟的。一旦掌控天地之力，武者所能爆发出的战力是极其恐怖的。突破到天门境，武者的实力将迎来一次小巅峰。那么10天门又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天门境并不划分具体境界，推开的天门数量越多，代表着掌控的天地之力愈加庞大，实力自然也就越强。而推开1道天门之后，想要推开第2道天门，难度却是成几何倍上升。这就导致每个人能推开的天门数量并不一致，绝大多数的天门境武者只能推开5道天门，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突破至破虚境了，且成功的概率不低。6天门可称为天才，万里挑一；7天门可称为人杰，耀眼一遇；8天门妖孽级别的存在是所难寻；9天门只存在于传闻之中，放眼浩瀚古史，都是最顶尖的妖孽，每一位都留下了赫赫威名。至于10天门到底存不存在这个境界，都未可知。师尊他可是仙灵圣体，古今最顶尖的天赋，岂能和普通武者追求一样？10天门历史上没有，我辈却未必不能做到。若不能开创先辈未有之举，5道岂能滚滚向前？叶无双十分认同洛清仙的想法，眼神中有赞叹欣喜之色，也有渴望热切之色。慕云贤无奈地摇了摇头，道：10天门之说虚无缥缈，哪怕是圣人也不过9天门而已，甚至8天门成圣的也不在少数。也就仙儿和你这样逆天的妖孽，才敢去想一想那虚无缥缈的境界。话虽如此，若是实力允许，谁不想打开更多的天门？5天门突破的破虚境，岂能和6天门突破的破虚境相比？战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为此，无数的天才自困于天门境，苦苦修炼多年，只为再推开1道天门，甚至不乏有人直到大限将近才选择突破。须知洛清仙堂堂仙灵圣体，天资何等妖孽。可是9年前叶无双拜师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天门境了。但是现在9年过去了，他依旧自困于天门境。一代圣体都如此，可想而知天门境的难度与重要性。叶无双陷入了思考，10天门真的很难。历史上不是没有圣体，可是依旧没有传出谁是10天门的消息。洛清仙想要做到，希望很低。慕云贤见状，不由笑道：怎么，你真的想帮仙儿？叶无双点了点头。慕云贤摇了摇头，道：行不通的。天门境的修炼只能靠自己，在这方面外物的效果很低，哪怕是在顶尖的天才地宝乃至圣药，也只有极特殊的才能起到作用，那可都是古今难寻的奇珍。外物的作用很低，那就只能想办法从内部帮助洛清仙了。然而叶无双想了很久，依旧毫无头绪。毕竟他的见识还没有慕云贤广阔，哪里能想出什么办法？叶无双只好将此事深深地记在心里。呼，房间内，叶无双缓缓长吐出一口气。此刻的他在床上盘膝打坐，眉头微锁，看起来有些烦恼。叶无双低头看去，不禁头大如牛，一脸头痛之色。功法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了。双修功法自然能够勾动人之情欲，他如今的反应就是证明。当然，这9年他都是这么熬过来的。不过现在他发现，
实力越强，似乎反应越明显。每一次修炼阴阳造化诀，都是一次难以言喻的煎熬。阴阳相合，本就符合天道人伦，这也是双修功法的根本所在。然而叶无双并没能做到阴阳交融，因此每一次修炼阴阳造化诀，就是在不断的积攒情和欲。9年的积攒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心中的火焰炽热而灼烈，真是撤了。关键是我也没对象啊！叶无双苦笑一声，起身来到院内的湖中小亭。月光如玉，清风徐来，从冥想起，倒是让他的心绪渐渐宁静下来。他躺在摇椅上，静静地思考起来。双修功法肯定不是这么修炼的，但是他也不会为了修炼就随便的找一个女子阴阳相合。要知道，这9年来被点燃与积攒的，并不是只有情和欲，还有愈加庞大深厚的元阳。男子的元阳与女子的元阴是一个道理，为人体中最重要的阴阳两气，所以阴阳交融才对男女双方都有着莫大裨益。更别说叶无双修炼阴阳造化诀9年，体内的元阳已经积累到一个深厚的地步，怎么可能随便就便宜一个女子？必须是有感情的才行。这种事只能顺其自然，真替我未来老婆感到幸运，能遇见我这么一个守身如玉的好男孩。叶无双兴奋又无奈地想到。看着平静的湖面，他的心情也渐渐舒缓下来。功法只是修炼的一部分，其他的东西也同样重要。该说不说，大夏黄都的灵气极其浓郁，洛氏所在的府邸更是布置了品阶极高的聚灵阵法。叶无双的修炼速度因此快了10倍不止。境界的修炼倒是没什么难度，目前还没有遇见什么瓶颈。在这种环境下修炼，只怕很快就能凝聚的花和天花。天元镜也应该早做准备。虽说师尊已经在为我搜集五行无属奇物了，但想必不是那么容易。这件事进了稷下学宫之后，我也得放在心上，多多打听消息。至于武技，我已经修炼了3门，攻击、防御和身法都不缺。气血13剑如今已经练到第10式了，周天星辰也已经大成，倒是小眼乾坤步如今还是小成。这还是叶无双如今并不怎么修炼武技的原因。他如今的重心全在领悟领域上面。若是剑意能够演变成剑域，再碰见段麒麟那样比我境界高的武者，我也不至于太被动。只要剑域展开，敌人便如同深陷泥沼。这种情况下，我一剑下去，5元镜也必死无疑。就是弱一些的天门镜，也未必是我的对手，这一点也不夸张。领域那可是王者境的标志，这个境界的强者已经可以封王，即便放在大夏皇朝，也是1等1的强者。一个小小的天阳境一重掌握领域，简直不敢想象。只差一点，剑之领域快了。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倒是没什么波澜。叶无双还有些疑惑，不是要去稷下学宫吗？怎么现在还没动静？他可是听慕云贤讲过，稷下学宫并不存在特定的招生时间，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进入稷下学宫进修。而稷下学宫的招生条件只有一条，30岁以内达到天阳境。没错，就是这么变态的要求。须知天阳境在天玄国已经是1等1的强者了，而在稷下学宫却才刚刚达到入学条件。在真正的强者看来，天阳境才是武道的起点而已。稷下学宫可不是培养垃圾的地方，那是整个大夏皇朝的修行圣地，放在整个大陆上都是最顶尖的天才汇聚之地。那里所培养的最低也得是破虚境，培养出领域境乃至涅槃境的帝者，才是稷下学宫的目标。这样的地方要求怎能不高？大夏皇朝13州疆域广袤无垠，天才多如雨后春笋，而能达到稷下学宫招生条件的少之又少，宁缺毋滥，宁可学宫空荡，绝不招录庸才。稷下学宫的人数也一直少得可怜，但是资源供应却从未少过半分，甚至大夏皇族仍在不时加大资源供给。种种加持之下，能从稷下学宫走出来的武者岂能弱了？正当叶无双疑惑之时，洛清仙来了。走，随我去见你师祖。洛清仙语气平静地说道。师祖？叶无双恍然大悟，怪不得一直让他等待，原来是要去见那位神秘的师祖。叶无双心中暗含期待，也不知道涅槃境的帝者到底是何等的风姿。叶无双跟着洛清仙飞身而起，朝着某个方向飞去，直到出了洛氏府邸，洛清仙还一直保持着飞行姿态。叶无双心中顿生疑惑，大夏皇都全面净空，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有禁止，整座皇都都笼罩在一座巨大的阵法之下，不打破虚境，根本飞不起来。可是现在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压力啊。叶无双疑惑问道：师尊，我们怎么还能飞得起来？洛清仙声音清冷，言简意赅地解释道：阵法有灵。阵法有灵？啥意思？阵法有灵智？卧槽！叶无双心中震惊不已，阵法连死物都算不上啊，它只是一道阵法啊，怎么会诞生灵智？叶无双感觉自己的三观受到了冲击，玄幻世界太他妈可怕了，阵法有灵，认得洛清仙，所以他们才不会受到压制。叶无双跟着洛清仙飞行了许久，直到一座辉煌雄伟、气势磅礴的宫殿群出现在他眼前。叶无双无师自通，明白了这是哪里？大夏皇宫。宫殿群错落交织，即便以天阳劲武者的目力，也根本看不到尽头。鎏金色的瓦片闪烁着奇异的光彩，宫墙厚重古朴，庄严肃穆的气息如潮水般迎面扑来。洛清仙境直飞了进去，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叶无双跟在后面，刚一进入皇宫领空，
心中便蒙上了一股沉重的压抑感。他瞬间明白，这是闯入了一座恐怖的阵法之中。当然，他并不意外，大夏皇宫这是何其重要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阵法？无数年的布置修葺之下，这里的防御已经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哪怕是涅槃境的帝者贸然闯进来，也绝对是十死无生。下方披甲侍卫来回走动巡逻，却对两人视若无睹。护卫的人数并不多，在偌大的皇宫中，甚至显得有些渺小。叶无双略一感应，眼神中不免露出惊色。好家伙，侍卫里实力最弱的一位，居然是天元境，而且气息深厚圆满，很可能是五元境。大夏皇族的恐怖实力，叶无双终于出现端倪。皇宫四方不时有善意传出，落在两人身上，这些都是隐匿于虚空之中的破虚境强者，甚至谁知道里面有没有领域境强者呢？叶无双又跟着洛清仙飞行良久，花的时间甚至比从洛府到皇宫的时间还长，可想而知皇宫的占地面积何其广阔。终于，洛清仙停了下来，向下方飞去。这是一片空旷的地狱，四方长街蔓延向上，没入天穹，不见尽头。两人落地之后，叶无双才发现这是一座高台，高台广阔无际。叶无双站在上面，举目眺望，只觉空旷无比，除了脚下的高台，就只剩头顶的天穹，天苍地茫之感油然而生。洛清仙指尖在空中轻点，平静的虚空仿佛水面一般生出涟漪，一道漩涡般的门户渐渐显现出来。洛清仙看了叶无双一眼，示意他跟上，然后缓步进入。当叶无双踏入之后，漩涡瞬间消失，而他的视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流云如玉。此刻两人身处半空之中，眼前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林木，不时有险峻奇峰点缀其中。清新的空气扑鼻而入，虫鸣鸟叫在耳边响起。此情此景与世外桃源无异。叶无双深深地吸一口气，感觉天地间的灵气浓郁至极，几乎快要凝成灵液了。师尊，这是哪里？叶无双好奇地问道。洛清仙声音清冷，在此地显得有些空灵。这是你师祖创造的小世界。小世界？叶无双心中了然。虽然破虚境强者已经有破碎虚空之能，但是想要创造一方小世界，必须是涅槃境才能做到。比如一些画本中所描述的某位废柴被人追杀，掉落悬崖，大难不死，习得神功，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无意间闯入了涅槃境强者创造的小世界，得到了这位强者遗留下的传承。还有大陆上的一些秘境、神秘洞府等，也都是涅槃境强者创造的小世界。不过这些小世界，涅槃境强者在事实上能维持，一旦涅槃境强者陨落，几十年之后，最晚不过100年，小世界就得分崩离析。理论上，只有圣人创造的小世界能够长存于世。这种圣人创造的小世界，也被其后代圣族称为圣界、祖地等。比如大夏皇族，肯定存在这样的地方。毕竟命圣可是大陆上最后一位圣人，当然没有能够永恒存在的事物。再强的人与物，在时间面前也脆弱得如同梦幻泡影，一触即破，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圣界不在少数。叶无双跟着洛清仙继续前行，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山峰灵秀，云雾缭绕，恍若人间仙境。山顶破入云层，高居于云海之上，坐看波浪翻滚。一座普通的小屋就建在这里。此刻，一个玄衣黑发的男子正负手而立，嘴角含笑地看着两人。洛清仙落在此人面前，开口道：“师尊。”叶无双连忙跟着喊道：“见过师祖。”叶无双也在打量眼前这个神秘师祖。须知洛清仙当年的处境，肯定和他6岁时是一样的。他在东阳城那小地方测出地阶下品灵脉，救急的叶南天不远千里带他拜师，为的就是能够保住他的性命。而洛清仙身怀仙灵圣体，当年造成的轰动肯定比他大多了。多少老古董闻风而动，多少敌对势力眼红。大夏皇朝本就强大，再出一个圣人，哪还得了？上下30万年，整个大陆都得是大夏皇朝的天下了，没人能够不急。在这种情况，能够保下洛清仙，可想而知这位师祖是何等的强大，颇有一种大陆第一人的感觉了。即便在涅槃境中，也绝对是可称无敌的存在。而眼前的师祖也确实气度不凡，玄衣黑发，风神俊朗，只是静静的负手而立，就给人一种天下世境在掌中的感觉。男子对洛清仙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就落在叶无双身上，眼神中满是欣慰赞叹之色。一代神体如此妖孽，璀璨的盛世啊，大陆又要风起云涌了。叶无双心中一惊，头皮发麻，有一种没穿衣服被看透了的感觉。要知道，洛清仙即便在慕云贤面前，也只说他的资质是天阶上品，可是现在这位师祖只是看了一眼，似乎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体质特殊。这些老妖怪真他妈可怕！叶无双不由在心中狂呼起来。洛清仙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似乎知道世间没有什么事能够瞒过自己师尊的眼睛。叶无双好奇地问道：“师祖所说的盛世是什么意思？”男子不急不缓，示意两人先坐下，然后才开口道：“万物兴盛，潮水起伏，天地自然也是如此。每隔无尽岁月，天地就会迎来一次兴盛期，天地间的灵气变得活跃，规则随之松动，武道因之兴盛，群魔乱舞，群雄并起，无尽的危机与机缘。如今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璀璨的黄金盛世。叶无双有些明白了，盛世似乎就是天地间的灵气达到了一个顶峰，修炼变得更加容易了。洛清仙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主动开口，声音清冷。按照师尊的意思，上一次盛世即是17万年前命圣崛起的时代。叶无双也好奇地看了过去。男子摇了摇道，于人间而言，诞生了一位圣人，确实算得上是盛世，但是于天地而言，那不过是一道小小的波浪。数万年人世沧桑，对天地而言算得了什么？天地间的一次衰落与兴盛，少则数千万年，多则上1年不止。上一次的璀璨大事还要追溯到数千万年，武道兴起的时间，那是一个诸圣并起，武道昌隆的时代。而如今又一个璀璨的大事即将来临。闻言，不仅叶无双满眼震惊，连洛清仙的神情都变得认真严肃起来。男子悠悠地说道，一个仙灵圣体，一个更是匪夷所思的神体，却出生在了同一个时代。你们以为这是常态，是偶然？须知世间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用命圣的话来说，这个就叫做命中注定。明明是叶无双挑起的话题，洛清仙却变成屡屡询问的那一个。天地间的灵气与规则变得活跃，群雄并起我能理解，群魔乱舞又是何意？听到洛清仙这么问，男子的眼中也出现了一丝冷色，说道，老而不死是为贼，一些该死又不想死的老家伙，总会不时跳出来兴风作浪，何况是如今这个璀璨的盛世，无数的牛鬼蛇神都要跳出来了。叶无双一脸懵逼，没听明白。洛清仙却是若有所思。男子摆了摆手，笑道，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就行了，离你们还是太远。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修炼，毕竟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吗？旋即男子看向叶无双，笑道，小家伙，你知道你师尊带你来见我是为了什么吗？叶无双还真不知道，于是疑惑地看向洛清仙，却发现师尊恢复了清冷之色，面色平静，淡淡的说道，见面礼。叶无双瞬间愕然，男子更是扶额苦笑道，看到没，这就是你师尊，即便找别人要东西，也依旧是这副不假辞色的样子。洛清仙神色平淡，没有任何变化。男子道了一声无趣，手一挥，面前出现3样东西，一根冒着嫩芽的树枝，一块闪烁着奇异光彩石头，一团赤红色的水。叶无双瞬间感觉天地都变得活跃起来，空间都有些虚幻不稳了。男子手指在这3样东西上一一点过，介绍道，剑木又称不死树，传闻中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木属性奇物。赤泉又称不老泉，传说人喝下去能永葆青春，不老不死，水属性奇物。星辰石，这是大陆根基所在，承载着一方世界，被我取出来了一部分，土属性奇物。这些都是世间最顶尖的五行五属奇物，没有更好的了，用来助你武器朝元，再合适不过了。怎么样，小家伙，师祖我的准备还满意不？卧槽！叶无双双眼瞪大，上半身后仰，再次为世界气候变暖做出一份贡献。这些奇物的珍贵程度不言而喻，什么样逆天的东西敢冠以不死不老之名？还有那星辰石，居然是大陆根基，师祖把这玩意掏出来，真不怕大陆沉了吗？叶无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抱拳道，多谢师祖。男子并不在意，摆了摆手道，火属性的顶尖奇物，你师尊知道哪里有？想来这种小事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跑一趟的了。至于金属性的奇物，男子看向叶无双，嘴角带笑，眼神中流露出莫名的意味，估计不需要我准备吧？叶无双心中一震，轩辕剑、兵器、主杀法，正是金属性奇物，这个师祖实在可怕。洛清仙眼中浮现疑惑之色，这两人在打什么哑谜？男子看向洛清仙，问道，还有事吗？洛清仙摇了摇头，看来他今天来的目的真的很简单。你没事，我可还有些事要单独和我徒孙交代。小家伙，随我来。男子说着，起身走向旁边的屋子。洛清仙的眼中出现了一丝茫然，同时还有着淡淡的疑惑与诧异。什么事需要避开他？叶无双跟着男子进了屋子，他也十分的疑惑。今天他不过是第一次来见师祖，有什么事情需要单独交代他？一进屋子，顿时像是被天地隔绝了一般，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这小小的一片空间，再也感知不到外面的丝毫动静。同样，外面也感知不到屋子里的动静。屋里的毫无陈设，只有一个蒲团。男子又取出一个蒲团，两人坐下。听说仙儿将自己困在了天门境，想要冲击10天门之境。这话有些突兀，叶无双一时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好点了点头，继续听下去。10天门虚无缥缈，古今未有，但是我却知道史上确实有人打开了10天门。叶无双心中一动，看向师祖，就听见他悠悠地说道，但是据我所知，能够打开10天门的，遍观古史不超过1掌之数。仙儿想要做到，难，太难。能让这位师祖如此评价，可见想要打开10天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但叶无双又不蠢，师祖既然提起这件事，肯定不是单纯的发牢骚，于是连忙问道，师祖可有办法相助？男子悠然道，开天门只能靠自身，外物难助，但我确实知道有一种办法，能够帮助仙儿尝试打开第10道天门。叶无双看着眼前的师祖，心绪不由紧张起来，然后就见师祖脸上浮现莫名的笑容，手指抬起指向了自己，方法的关键就在于你。
叶无双神色一愣，啊，我……叶无双一脸疑惑，问道：师祖此言何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师尊打开第10道天门？师祖并没有回答，反而问道：你修炼地功法，应该是阴阳造化诀吧？毕竟圣阶功法，你师尊身上只有这一门，想来他也不会舍本逐末，让你去修炼那些低阶功法。叶无双点了点头，心中生出一股不妙的感觉，好端端的提这个干什么？然后就听见师祖说道：你应该听说过，这世间不乏一些魔头采集女子元阴修炼，精进神速，当然也不乏女子修炼此道，采阴补阳，采阳补阴是一个道理。他们既然选择这样修炼，自然是说明这种修炼之法裨益极大。听到这里，叶无双的表情已经出现了微妙而奇特的变化，而师祖依旧在说个不停。事实也确实如此，元阴元阳为一个人身体中最重要的阴阳二气，是生命精华所在，但是在他人元阴元阳补己身，却是竭泽而渔，害人害己，妥妥的歪门邪道。此途真正的大道，应当是双修之法，阴阳相融，互有裨益。史上甚至有人集此成圣，阴阳造化诀即是证明。小家伙，我说的这些你可明白？叶无双顿感口干舌燥，略显苦涩地说道：这每句话我倒是都听得懂，但是连在一起就有些似懂非懂了。师祖到底何意？还请明示，免得我胡思乱想。闻言，男子眉头一挑，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我可告诉你，世间没有东西能瞒过师祖我这双眼睛，你可别在师祖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叶无双心中尴尬，但还是强自镇定，看起来一脸平静的样子。罢了，男子长叹一声，说道：小家伙脸皮就是薄，还得我老人家来将事情挑破。我再重申一遍，推开天门，外物难助，只能靠自己。而想要帮助你师尊推开第10道天门，就只能从那里帮他。那么怎么才能从那里帮他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去和他双修。卧槽，猜对了他妈的！叶无双从蒲团上弹射而起，一脸惊恐，连连摆手：这怎么行？不行不行！男子坐在蒲团上，神情淡然，静静地看着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叶无双想到师祖刚才说的那句，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能瞒过我的眼睛。咳。叶无双尴尬地咳嗽一声，回到蒲团上坐下。在这些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妖怪面前，真的是一点也装不下去。好吧，他得承认，他对洛清仙确实是有想法的。毕竟当年拜师之时，虽然他才6岁，但身体里装着的可是一个20岁的灵魂，怎么可能单纯的将洛清仙当作师尊来看待？试想一下，一个美若天仙，在外人面前高冷无比的女子，却偏偏对你与众不同，你会不会产生人生3大幻觉之一？起初固然是他天资绝世，体质特殊，洛清仙才会对他另眼相看，但是有些事追根溯底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需要看事实就行。前世在蓝星，年轻男女之间的恋爱也是如此，第一次见面，谁跟谁熟悉啊？谁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性格啊？你没点特殊的地方，双方之间的故事怎么继续下去？直白点说，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颜值，亦或者金钱。不管是一见钟情，还是见色起意，结果是好的就行。叶无双咕囔良久，吐出一句：他是我师尊。男子扶着额头，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没想到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干催婚这种事，小地方的思想这么落后吗？师徒怎么了？师徒就不能是道侣了吗？这多常见的一件事啊！女师男徒，男师女徒，外面一抓一大把呀。现在皇宫里那个小家伙，妻子不就是他的徒弟吗？叶无双看着师祖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表情也变得瞠目结舌起来。坏了，我成封建残余了。叶无双转念一想，是啊，这他妈是玄幻世界啊！对于一个武道强者而言，寿元成千上万年，亲人早已逝世，这种情况下，寻找道侣肯定也是找和自己实力、天赋差不多的，才能够长伴一生。因此，师徒间结为道侣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朝夕相处之下，最容易产生感情。想到这些，叶无双心思都变得活跃起来了。他又问道：您刚才说的那个皇宫里的小家伙是？男子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当今夏皇，行，还是您老牛逼，夏皇在您嘴里都成小家伙了。叶无双突然扭头四下看了看，您确定我们在里面说话，师尊在外面听不到吧？男子眼神古怪的看着他，摆了摆手。叶无双这才松了口气，脸色颇为苦恼的说道：我总不能直接跟师尊说，只要你和我双修，就能打开第10道天门吧？师尊听完估计会眼神一冷，然后直接一剑把我劈成2半。毕竟我当年拜师的时候才6岁啊，他肯定不可能对我有其他想法啊。闻言，男子悠然的说道：谁告诉你双修就一定能帮助仙儿打开第10道天门了？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可能，可不敢保证成功率。若是10天门有那么简单，无尽的古史之中，怎么可能就只有寥寥数人打开？不过你若和仙儿双修，成功率确实不低。你们2个，一个仙灵圣体，一个天赐神体，天赋古今罕见，且都修炼阴阳造化诀，未曾破身，元阴元阳已经积累到一个深厚的地步。若是阴阳相融，获得的裨益只怕比服下一株圣药还要大。届时顺势冲击10天门，成功率很高。此刻的叶无双像是被天雷击中了一样，一脸震惊，双眼瞪大，
神情满是不可置信之色。师祖说了很多，但是此刻在他耳边回荡的却只有那一句话：你说什么？师尊也练的双修功法。叶无双懵了，洛清仙怎么可能也修炼阴阳造化诀？当初他明明说的是功法要选择契合体质的，品阶低一些也没关系。12清灵诀就很适合他呀，阴阳造化诀哪里契合他的体质了？见叶无双反应这么大，师祖诧异道：至于这么震惊吗？这件事你不知道？也对，他没事和你说这些做什么？叶无双一脸呆滞，他感觉洛清仙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须知自己每天修炼阴阳造化诀时，那可是饱受煎熬，时刻经历着情欲之火的灼烧，整个人的感觉可谓是欲仙欲死。而且修炼越久，情欲之火的积累就越庞大。洛清仙修炼的时间可比自己久太多了，他每天所受的煎熬难以想象。而这边师祖还在悠然地说道：该说的呢，我也都解释清楚了。至于你刚才说的担心该怎么和仙儿坦白一事，那就是需要你去思考的了。总不能这如何去追女子，还要我这个老人家来指点你吧？叶无双闻言回神，摸了摸头，似乎是想给他提振一下信心。师祖又继续说道：如同你这小家伙心思并不单纯一样，你师尊对你也未必没有其他想法。叶无双眼睛一亮，被师祖说不单纯都没在意，竖起耳朵认真聆听。当年你师尊修习地功法名为太上玄天路，这也是一门圣阶功法，十分高深莫测。但是这门功法属于无情忘情一道，你师尊虽然因此进境神速，但性格却出了问题，愈发不似人。史上那位仙灵圣体虽然也超凡脱俗，如仙凌尘，却也不是这样的。为此我费大力气寻来阴阳造化诀，只希望他能够择一道履，有所改变。原来如此，叶无双恍然大悟。结果师祖突然轻笑一声，看向叶无双道：结果这次回来，我就发现他果然已经恢复正常，看似清冷少言，实则已与常人无异。也不知道究竟是功法的缘故，还是你的缘故。叶无双表情一愣，诧异道：我？师祖悠然道：你难道以为你师尊对你的态度是正常的？太上忘情可不是简单说说而已，修炼到最后，那可就是真正的无情。万事万物难以动摇心绪，与天道无异。要不是人，为何皆言天道无情？你师尊虽然没有到那一步，但也少有事情可以动摇他的心绪。不要说你是天赐神体，你就是天道的化身又如何？与他何干？他根本就不会因此收你为徒。可是呢，他偏偏将你收下了，带在身边教导修炼，在外面一待就是15年。我看呐，说不定就是把你当童养夫来养的。卧槽啊！不要时不时蹦出一句这么逆天的发言啊！叶无双又有一点头皮发麻的感觉了，同时心底还有一种奇特莫名的想法：师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小家伙，须知武道本就是在逆天而行，不然强大的武者何以拥有如此悠久的寿元？武道本就是在与天夺命，与人斗，与己斗。想做什么，那就放手去做，不要犹豫。年轻人就该有这样的朝气与魄力，可不要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等到日后垂垂老矣，想起往事，尽是悔恨呐。师祖淡淡的说道。叶无双脸色一正，坐直身体，抱拳道：谨记师祖教诲。师祖摆了摆手：行了，该说的都说了，接下来怎么做就看你自己的了。叶无双起身向外走去，他感觉这次谈话接触到的内容有点多，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等一下，身后传来声音，叶无双扭头看去，只见一道影子飞了过来，于是连忙伸手接住。突然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玩意，说不定对你有用，拿着吧。师祖随意的说道。叶无双低头看去，这是一个瓶子，十分奇特，瓶身五彩斑斓，却又透明，仿佛光晕一般。可以看见里面装着的是一团液体，映照出的色彩也极为绚烂。叶无双突然生出一股冲动，像是看见了什么梦幻般美好的东西，迫切的想要靠近它，沉醉其中。叶无双心中一惊，好可怕的东西，只是看了一眼就有一种想要永远沉沦其中的感觉。只是它似乎是无害的，叶无双不敢大意。须知许多致命之物往往看起来也都是光鲜亮丽且无害的。他看向师祖，询问道：师祖，这是什么东西？师祖淡淡的解释道：如梦似幻，这可是好东西，用的时候只需一滴，稀释于水中，若是服下，连我都得中招。别说我了，即便是圣人在世，若不刻意抵抗，也得中招。它的作用也很简单，能够让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流露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叶无双先是一惊，这东西这么厉害，圣人都能中招？但听完作用之后，不免有些无奈且尴尬。您老人家给这个是想让我给师尊下药，这好吗？我堂堂天赐神体，正人君子，岂能干这种事？师祖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淡淡的解释道：这又不是什么使人致幻的劣等药，服下之后，人的意识是绝对清醒的，只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当年有圣人正道成圣之后，重游故地，忆起往昔，却发现自己的心智早已坚如磐石，再难动容，于是搜寻世间天才地宝，炼制出了这如梦似幻。服下之后，果然情从心起，顿时难以抑制，痛哭不已。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连圣人都能影响到，你若不要，还我。
叶无双连忙收入空间戒中，抱拳道：“长者所赠，不敢推辞。”然后连忙转身离开，生怕晚了半秒，师祖就后悔了。等他走了之后，师祖才轻笑出声：“装模作样的小家伙，师祖在里面和你说什么了？”洛清仙本来不想问的，毕竟师尊特意避开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可是他发现叶无双出来之后，看他的眼神就有点不对劲了，很复杂，很奇怪。师祖就是交代了一些修炼方面的事。叶无双心虚的将目光从洛清仙身上移开，回答道：“不得不说，经过刚才和师祖的一番谈话，他现在的心情十分复杂。其一，知道了洛清仙修炼的也是阴阳造化诀，虽然这算不得什么不可说的事，但是洛清仙在他心目中清冷仙子的形象确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其二，则是师祖所说通过双修之法帮助洛清仙推开第10道天门的事，让他现在的心思总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想歪。那瓶如梦似幻到底用不用啊？现在就直接用不太合适吧。”叶无双现在的心思已经凝成了一团麻花。洛清仙看出了他并不想说，微微颔首没再多问，两人就此离去。叶无双心不在焉的跟在洛清仙后面飞行。对了，师尊，师祖他老人家的名讳是什么？叶无双突然想到了这个，开口问道。北唐云。洛清仙清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他对叶无双真的是知无不言，从不隐藏什么，丝毫不在意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就这么告诉了叶无双。有人可能会说，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有什么不能说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根脚，包含着无数的故事与隐秘。知道一个强者的名字，就能以此查出很多信息，明白很多事情。史上许多圣人真名都已不可追溯，至于尊号流传世间，世人皆知洛清仙有一位神秘师尊，是大夏皇族之人，但他到底是谁，哪个时代的人物，没人知道。就连慕云贤作为洛清仙最亲近的人之一，对此也毫不知情，即便是大夏皇族之中都没几个人知道。而现在叶无双知道了，北唐云。叶无双将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师祖的名字听起来倒是挺普通的，只是师祖这个人注定不会普通。星辰石，我的天，这可是大陆根基所在，和世界是一体的，怎么有人敢取出来？怎么有人能取出来？你的这位师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两人回来之后，洛清仙就消失不见了。青玉院内只剩下叶无双和慕云贤。慕云贤知道两人是去见洛清仙那位神秘师尊了，因此好奇地问了两句。在得知北唐云给叶无双的见面礼是3种绝世奇物之后，慕云贤立马就惊呆了。剑木、赤泉，这可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东西啊，没想到居然真的存在。当然，慕云贤更多的还是惊叹，有一种神话照进现实的感觉。而最让他震惊的还是星辰石，这可是真实存在的神物。星辰石据说重若一方天地，想要将其取出来，估计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慕云贤神情凝重，第一次窥见洛清仙那位神秘师尊恐怖实力的一角，而一旁的叶无双则是眼神呆滞，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是怎么了？出去一趟怎么还萎靡不振了？见状，慕云贤也从震惊之中收回心神，笑着问道：“啊，没有啊。”叶无双闻言坐直起来，看了看外面，问道：“慕仪，师尊去哪里了？怎么一回来就不见人影了？”慕云贤笑道：“你现在已经有木、土、水3种属性的奇物了，你刚才又说金属性的奇物，你师祖也很快就能找到了。仙儿自然是出去为你搜寻火属性的奇物了。”叶无双点了点头，师祖说过，师尊知道哪里有火属性的顶尖奇物，想来不会出什么问题。叶无双心中叹了口气，洛清仙一回来就为了自己的修炼开始奔波，而自己却在这里胡思乱想，成什么样子？叶无双的心绪渐渐平稳，思想坚定起来，修炼才是正事，就算真的要双修，我的境界越高，对师尊的帮助才能更大。早点凝聚天花，这样集齐5行5属奇物之后，我也能更快的突破到5元境。次日，这里就是稷下学宫。叶无双看着下方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山脉，不由赞叹出声。大夏皇朝以北为尊，皇宫就在黄都正北位置，而稷下学宫则是在黄都之外，北面千里之处。慕云贤点了点头，道：“天断山脉绵延黄朝3州之地，是境内最大的山脉之一，其中蕴含无数妖兽灵药，既是险地，也是宝地。但是这一段却被皇族强者以无上伟力截取了下来，挪到这里，以此建造了稷下学宫。”两人落地，来到了山脉入口处，一座古朴的石碑立于此处，上面刻着稷下学宫4个大字，龙飞凤舞，苍劲有力，更蕴含着一股独特的韵味。叶无双见过洛氏府邸的牌匾，其中蕴含着洛氏那位王者所掌握的水之领域的气息，但和这座石碑比起来，明显有些小巫见大巫了。这石碑上蕴含着道的气息，叶无双心中震撼。规则的气息，难道这是命圣亲手刻下的？石碑并不高大，却已历经无数岁月，散发着古老而厚重的历史感。旁边一男一女正在盘膝打坐，看起来都很年轻。感知到有人过来，两人睁开双眼，起身看了过来。穆尊者，两人拱手行礼。看来慕云贤在黄都还是很有名的强者，领域境少得可怜，破虚境9重，自然是旗下最顶尖的强者了。慕云贤淡淡地点了点头，
我带后辈来进行入宫测试。”顿时，一男一女看向叶无双的眼神中浮现出一抹羡慕之色。其中的女子抬手示意，恭敬地说道：“请随我来。”两人跟着女子向稷下学宫内走去。木仪，稷下学宫不需要人看护宫门吗？叶无双凌厉传音问道。带路的女子不仅看起来年轻，生命气息也充满了朝气蓬勃之感。这真的就是一个20-30岁左右的女子，且实力在轮海境巅峰。稷下学宫哪里需要人看门？整座山脉都笼罩在一座恐怖的阵法之下，防御与威力都不比皇宫的那座大阵弱。谁敢强闯，涅槃进来了都得死。慕云贤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叶无双点了点头。这并不代表涅槃境很弱，而是稷下学宫被大夏皇族经营数万年，阵法不断完善补充，早已如铁桶一般毫无弱点。强闯人家老巢，能有你好果子吃吗？一路走来，像是游走在崇山峻岭之中，但是向前一段，道路又变得宽阔起来，以青石板铺就，像是回到了城池之中。道路就这样时窄时宽，如此反复，山野与城池之色错落，直到叶无双眼前突然一亮，一座巨大的广场映入视野之中。广场之中，一座高达数十丈的柱状石碑悚然而立，而广场旁边则是一座依靠山脉建造的大殿。尊者稍等片刻，我去请执事出来。带路女子恭敬地说道。待慕云贤点头之后，走进了旁边的大殿。这一路走来都没看到人啊，稷下学宫的人这么少吗？叶无双好奇地问道。慕云贤点了点头，道：很少，稷下学宫的弟子总共也就1000人左右，至于导师、执事数量那就更少了，估计不过100人。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像刚才领路的这个女子一样，类似于侍从的存在。他们存在的意义，一是帮真正的学宫弟子解决琐事的，以便学宫弟子能够全心修炼；二则是给那些执事们打下手，维持学宫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些侍从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且天资还算可以。他们一旦突破至天阳境，就自动成为学宫正式弟子。叶无双闻言点了点头。虽然这些侍从没有资源可以领，一些特殊的修炼秘境也不对他们开放，但是光看灵气浓郁程度，稷下学宫也是大陆最顶尖的地方。何况在这里还能接触到最顶尖的天才，以及一些外界难见的强者。一些没有背景的天才自然也愿意来这里做侍从。很快，一个矮胖的老者从一旁的大殿中走出，脸上带着笑意，来到两人面前。穆尊者，许久不见了呀。慕云贤也微笑着回应。李执事，稷下学宫的执事必须是破虚境尊者才能担任，至于导师则必须是掌握9重意境的破虚境9重强者。这位李执事看向叶无双，笑道：这是穆尊者的族中后辈，看起来也就20岁出头吧，如此年轻的天阳境，天资不凡呐。虽说稷下学宫的招生条件是30岁以下的天阳境，但实际上许多人都是卡着年龄才能达到要求，还怀着一些运气成分。像叶无双这么年轻的自然少见。慕云贤摇了摇头，微笑道：这是洛殿下的弟子。李执事神色一愣，殿下可不是一个随意的称呼，在大夏皇朝，即便是夏皇子嗣也没有资格被称为殿下。没有天赋，没有实力，皇子皇女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其他皇族子弟无异，而整个大夏皇朝能够被称为殿下的只有2位，一位即是皇朝储君当朝太子，另一位则是洛氏嫡女仙灵圣体洛清仙。当然，这是因为洛清仙的师尊是北唐云，母亲又是皇族贵女，本就算是皇族之人，不然也不会被称为殿下。李执事脸上爆发出灿烂的笑容，看向叶无双，热切地说道：没想到啊，洛殿下居然收徒了，我就说呢，这无缘无故的哪里冒出个少年英杰。面对如此热情的吹捧，叶无双都快习惯了，毕竟这种事从小到大经历的太多了。只是这李执事好歹也是破虚境强者，至于如此吗？事实当然是。至于须知，那位太子殿下如今已经3000多岁了，当今夏皇春秋鼎盛，涅槃境的帝者寿元更是悠久无比。那位太子殿下若是不能突破到涅槃境，不说继承皇位了，指不定还得比夏皇先走一步。而洛清仙呢，仙灵圣体4个字足以解释一切，这是一个有极大概率成圣的仙子，未来10万年间，大陆可能都将匍匐在他的脚下。这样的一个大佬，李执事只恨无法攀上关系，如今他居然收徒了。洛殿下声名在外，谁人不知他性格清冷，与人不假辞色，别说男子了，女子都不会多说一句话。可他现在居然收了一个少年为徒。李执事一时震惊之下，竟没能快速的理出头绪。但不管怎么说，热情一点很难吗？说不定就能搭上关系啊。叶无双微笑着回应道：李执事谬赞了。李执事脸上笑容灿烂，热情无比。不谬赞，不谬赞。洛殿下何等人物？小友能拜洛殿下为师，必然是天资绝世啊。叶无双只好回其一个友善的微笑。慕云贤开口道：李执事还是先进行学宫测试吧，他若是不开口打断，只怕这人还要继续说下去了。李执事闻言笑道：呵呵，也好，小友且随我来，过一过流程。能来进行测试的都是符合招生条件的，不然谁来浪费时间？李执事引导着叶无双朝场中间的石碑走去，口中还在介绍道：这道石碑可以测出人的骨龄与境界，学宫每月都有免费资源发放，这相同境界骨龄越小，
自然获得的资源就更多。呵呵，想必这些消息木尊者都已经向小友说过了，老夫也不过例行侄子而已。对了，还不知道小友名讳，等下我还需记录在册。叶无双口中回应道。叶无双同时将手放在了石碑上，催动灵力灌入其中。这种石碑和测试灵脉的那种石碑很相似，只是作用不同而已。那李执事手中出现一本书册，翻开之后提笔就写叶无双古灵。说着，他抬头向石碑顶端望去，石碑的反应很平静。灌注灵力之后，碑身上纹路缓缓亮起，两行虚幻的字体与顶端渐渐成型。而当李执事看清之后，啪嗒，书册于笔瞬间掉落在地，极度震惊骇然的声音猛然响彻整个广场。15岁，李执事猛然扭头看向身旁这个面容俊秀的少年，脸上布满震惊骇然之色。15岁的天阳镜，洛殿下当年也没有这么恐怖吧？李执事喉咙滚动一下，缓了好几息才开口说道：叶公子的天资属实有些变态了。如果说刚才他是看在慕云贤以及洛清仙的面子上才对叶无双如此热情，那么现在他所表现出的善意则是因为叶无双自身。这是一个妖孽级别的天才，以后未必不能成就涅槃地境。面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大佬，李执事的态度已经有点拘谨起来了。而叶无双能如何呢？他只能微微一笑以回应。李执事手一挥，将一道令牌与书册递了过来。叶公子的信息我已记录在册，这令牌是学宫弟子的身份象征，只需以意念进入其中即可绑定身份。关于学宫内的诸多信息，一一介绍起来倒是有些繁琐，这本册子里记录的十分详细，叶公子等下可以认真观看。叶公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先选择一座无人的洞府。叶无双微微一愣，这就算完了？慕云贤此时已经走了过来，微笑着说道：既然李执事已经记录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麻烦了。无双，随我来。叶无双冲着李执事点了点头，然后飞身而起跟上慕云贤。李执事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本来还想趁着介绍的功夫拉拉关系的。修炼是一件私密性很高的事情，武者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秘密，自然不愿意修炼之时被外人打扰。下方这些山峰看起来正常的，说明无人居住。偌大的稷下学宫，此时放眼望去，空中却只有叶无双和慕云贤两人。慕云贤正在给叶无双介绍着，突然指向一座云雾缭绕、看不清模样的山峰，说道：一般这种就是有主之地，武者修炼之时就会开启战法，防止外人窥探，隔绝外界声音，以免被人打扰。不然刚才李执事那一嗓子，只怕要惊动很多人。叶无双看了一眼，心中了然。天阳境以上的武者，若无必要事情，一般都是在闭关前修。对他们而言，即便是一次小修炼，也可能持续数十天。外界的俗事，自然不可能事事关心。慕云贤似乎已有目的地，一边向前飞着，一边说道：稷下学宫于你而言，助力有三：一，那些导师们的指点。学宫的导师都是领悟了九重意境的破虚境九重，虽然在意境方面你和他们处于同一个层次，但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多多学习他人的武道感悟，触类旁通，你可能会有新的领悟。二，天才们之间的交流切磋，道理也是一样的，能进入稷下学宫的，再弱也弱不到哪去。三人行，必有我师。三，天阶武技。相比之下，学宫那点免费资源你并不是很缺，洛氏在这方面会为你提供很多，但是天阶武技想要找到合适的，只能来稷下学宫。相关信息等下好好看李执事给的那本小册子。叶无双点了点头，说着说着，两人就来到了目的地。这里只有一座山峰有主了。叶无双有些诧异地说道，眼前的群山只有一座开启了阵法，云雾缭绕，而在这座山峰周围则像是一片真空地带，全都是无主山峰，似乎是在躲避什么东西。慕云贤微微一笑，这地方是你师尊在稷下学宫的修炼之地，其他人哪有胆子在他周围打扰？叶无双一愣，道：师尊还是稷下学宫的弟子？慕云贤解释道：只要没有突破到破虚境，都还是稷下学宫的弟子。叶无双讶异道：那岂不是说只要进入稷下学宫就可以白嫖3000年的资源？稷下学宫对弟子是有免费修炼资源发放的，对洛清仙而言，那些资源算不得什么，但是对普通武者而言，那是一笔不菲的资源，远远超出他们正常修炼所需。慕云贤摇了摇头，学宫高层又不是傻子，他们要培养的是天才，怎么可能让庸才白嫖资源？进入学宫之后，天阳境弟子需在300年内突破至天元境，否则开除；天元境之后，需在600年内突破至天门境，否则开除。至于天门境，反而要求不那么严格，只要学宫高层确认你真的有资质推开更多天门，他们并不介意让你白嫖一些资源。而突破到破虚境之后，则算是正式毕业了。叶无双听得暗暗咂舌，好严苛的规则，破虚境居然才算是刚毕业，难怪稷下学宫人少。你师尊现在不在，阵法启动，这里我们也进不去，走吧，去旁边这座山峰就行。慕云贤说着，两人飞向了洛清仙旁边的一座山峰。叶无双取出学宫令牌，意念进入其中，然后这座山峰就绑上了他的身份印记，属于有主之地。通过学宫令牌，他可以操控山峰之上的阵法。叶无双心念一动，云雾缓缓升起，山峰之外的声音瞬间被隔绝。这有点秀啊！
叶无双来了兴趣。虽然云雾将整座山峰都隔绝起来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景象，但是他居然还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象，这不是那啥玻璃吗？慕云闲看着叶无双温婉一笑，递给他一面圆镜。圆镜巴掌大小，泛着玉白色，光滑无比。叶无双伸手接过，疑惑道：“这是什么？”慕云闲解释道：“特殊的传讯灵器，是你师尊留给你的。以前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倒也用不上。不过稷下学宫非宫内弟子不能久留，自然要给你一件方便联系的东西。先意念进入其中，然后认主。”叶无双闻言照做，意念探入其中，顿时像是来到了一片精神空间。茫茫之中，发现这片空间内存在着另外3道意念，2道意念很近，光芒很明显，而另一道则显得有些远，光芒稍暗。近处的一道意念突然靠近，与他接触在了一起，同时一股精神波动传出。无双，是我。叶无双突然面色一呆，看向眼前微笑着的慕云闲，心中呢喃起来：玄幻版的群聊。慕云闲微笑着解释道：“这是通过传讯灵气构建了一片精神空间，在这里，传讯灵气的持有者可以无视空间地域进行交流，当然挺费灵石的。”叶无双心中震惊，无视空间地域，这玩意有没有延迟啊？这不就是点歪了的科技树吗？玄幻世界，恐怖如斯。叶无双好奇地探索起这面玉镜来，意念与另外一道较近的意念相碰。慕仪，这另外2道意念，一个是我师尊，另一个是谁？慕云闲还没来得及解释，叶无双就已经知道了。在他接触到那道意念时，一道精神波动也随之传了过来。无双，精神蕴含着一个人最独特的气息，只要接触过，就绝不可能认错。伯母好，干，怎么是师尊他娘啊？叶无双不自觉站直了身子，表情有些牙疼。北堂书梦那强大的气场，至今让他有些坐立难安。好在北堂书梦并没有说什么，让他在稷下学宫好好修炼，有什么需要告诉他就行，然后就没动静了。慕云闲见他这副紧张的样子，不由感到有些好笑。你这么怕仙儿他娘，那你怎么不怕我？叶无双松了口气道：“那不一样好吧？伯母一看就是身居高位久了，一言一行都散发着威势。慕仪这么温婉，我想怕也怕不起来啊。”慕云闲闻言温和一笑，叶无双则是继续用玉镜向洛清仙发起了私聊：“师尊在吗？何事？怎么感觉精神波动都有些冷冷的？”叶无双心中暗自嘀咕着：“没事，就是想问问你现在在哪？”去凤凰族的路上。前世蓝星，凤凰不过是神话传说中的生物，但在此世天前大陆，凤凰却是真实存在的，为世间最强大的妖兽之一。不过这种妖兽中的顶级血脉稀少无比，早已先有消息传出，甚至许多人认为凤凰族早已绝灭了。叶无双说出来之后，慕云闲沉思片刻道：“仙儿接触到的层次远比我高，他既然这么说，那就证明凤凰族真的还存于世间，莫非是隐匿在了圣界之中？祖凤未比圣人，诞生于太古时期，他的圣界若是一直传承至今，那就有点太恐怖了。”叶无双眉头微皱道：“师尊为我寻找火属性的顶尖奇物，却去了凤凰族。”慕云闲道：“普通的火属性奇物或许还得碰碰运气，但是顶尖的火属性奇物却有2样是公认存在的，其一即是金乌一族的太阳真火，其二则是凤凰一族的涅槃祖焰。看仙儿的意思，似乎是打算为你取得涅槃祖焰。不过凤凰族岂是那么好说话的？祖传之物岂肯轻易给出？”叶无双眉头紧皱，连忙通过玉镜跟洛清仙联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洛清仙的回应很快传来：“交易不是取，凤凰族的当代圣女与我相识，不必担心，你好好修炼，等我回来。”听到这话，叶无双才放下心来，想了想，确实是自己多虑了。师祖都没有担忧，说明是没问题的。何况就算出了意外，师尊也肯定有保命之物。慕云闲闻言也笑着说道：“仙儿行事自然是有把握的，他现在的实力比我还要厉害，绝对可以匹敌领域境。至于那些涅槃境地者，都是大陆最顶尖的存在，怎么会对他出手？再说了，他们也没那个胆子。”慕云闲叮嘱几句，留下传讯玉镜之后就离开了。毕竟非学宫弟子不得在此久留，只是他身份非凡，也不会有人因为这些小事来找不痛快。偌大的山峰，此刻只剩下了叶无双一人。他掏出李执事给的那本小书册，认真阅读起来，阅览了将近小半个时辰，才搞清楚了稷下学宫的一切。稷下学宫共分为3殿一阁：传道殿、资源殿、维序殿、藏书阁。传道殿，学宫导师教导弟子传道解惑的地方；资源殿，各种天材地宝、丹药灵气的储存之地；维序殿，也就是最开始广场旁的那个大殿，李执事就属于维序殿。说是维序，但其实处理的都是琐事，比如学宫测试、登记信息、定期举行比武等。藏书阁顾名思义，就是存放功法武技的地方。3殿一阁，每殿阁大概有3位执事，辅以许多侍从处理日常琐事。不是没有更多执事，而是不需要。执事一般都是普通的破虚境，比如那位李执事，如今破虚境3重，却连意境都没能领悟。而慕云闲破虚境9重，意境9重，两者实力地位云泥之别。稷下学宫的导师实力就是慕云闲这个层次，大约有30位左右，每月都会在传道殿为学宫弟子解惑。3殿一阁的殿主、阁主皆是领域境王者，挂各职，
平常干的也是导师的活。稷下学宫的公主由当代夏皇兼任，平常坐镇学宫的是一位副公主，常年不见人影。学宫每月会为弟子发放免费修炼资源，按照境界分别为玄阳丹、培元丹、清灵丹，对各个境界的修炼都是大有裨益且十分合适的。此外，学宫内还有一些修炼秘境，比如一线天、万火山、真灵池等，对修炼不同地功法武技、领悟意境等辅助作用很大。这些修炼秘境，学宫本意上是免费开放的，但考虑到有弟子一次修炼就占着地方不出来，影响他人修炼，于是限定了修炼时间，超出了修炼时间就得花费积分了。积分即是稷下学宫内部的流通货币。理论上，学宫免费发放的修炼资源是远远大于正常修炼所需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丹药显得太单一，而若是想从资源店兑换其他资源，或者从藏书阁兑换功法武技等，都需要花费积分。而说到积分，则不得不说稷下学宫内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试炼塔。叶无双眼神中闪过一丝光芒，按照书册所言，想要获得积分，只有去闯试炼塔。积分的发放只与2个因素有关：年龄和试炼塔层数。我这样刚入学宫的新人，第一件事就是去闯试炼塔。书册里有学宫内部的地图，3殿1阁、试炼塔，各地修炼秘境皆有标注。叶无双按照上面的路线来到了试炼塔所在之地，位于群山环绕间的一座空旷广场，中央一座高达100米的古塔静静矗立。这座塔怎么看不清层数？明明塔身一层一层清晰有数，但叶无双向上看去，却发现视野开始变得虚幻。不仅上面的层数看不清楚，就连下面的层数也变得模糊起来。幻术真是古怪，叶无双心中暗道。虽然试炼塔是学宫重地之一，但此时也是少有人影，只有一个年轻男子在塔前修炼。感知到有人来之后，睁开双眼，起身走了过来，笑着问道：“师兄看着面生，是刚刚进入学宫的吗？”叶无双点了点头。这个男子的气息不过轮海境9重，应该是学宫侍从，守在此地负责为新人解答疑惑。叶无双问道：“这是炼塔，为何看不清层数？”年轻男子笑着解释道：“在下也不知晓，只能当作是塔自身的特性了。不过塔内层数却是有数的，一共有18层，分别对应3天之境的各个境界。”叶无双神色微动。哦，天阳3重，天元5元。这么看来，学宫高层也知道天门境确实是存在第10天门的。年轻男子笑着说道：“师兄只需持学宫令牌即可进塔，闯塔成功之后，相关信息会通过学宫令牌反馈给维序殿，通过维序殿确认之后，会根据师兄骨龄及试炼塔层数，每月发放不同数额的积分。”叶无双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到了巨蟹之后，就进入了试炼塔。一股无形的波动从他身上扫过，腰间的学宫令牌微微一颤，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叶无双的身影就此消失在塔前。精神微微一恍惚，叶无双再睁开眼时，已经身处一片纯白的空间之中。这不是我的真身。叶无双略一感应，心中有些诧异，类似于一种精神烙印。我的身体素质、意境感悟等，都完全被复制了。叶无双掐了自己一下，痛感也好真实，100%虚拟世界，倒是挺有意思的。叶无双神色一动，抬头看向前方，一道雾气缓缓凝聚成型，一个白袍长发、手持长枪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他面前。试炼规则及杀手关者即算通关，挑战者境界为天阳境1重，本场战斗兵器等阶为玄阶中品，请选择你的兵器样式。叶无双很快明白，开口道：“剑。”一柄雪白长剑在他右手凝聚。叶无双看着面前手持长枪的男子，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生死厮杀吗？那我就不客气了。”维序殿，一座巨大的方形石碑摆放在大殿正中位置，石碑上密密麻麻浮现着无数道光芒，仔细一看，皆是学宫弟子的姓名以及试炼塔层数，而排在首位的自然是叶无双极其熟悉的名字——洛清仙，试炼塔第16层。若是叶无双在这里，绝对要大吃一惊。洛清仙已经推开9道天门，按理说应该对应的是试炼塔第17层，可是结果很明显，他没能闯过第17层，这是炼塔的难度，由此可见一二。此刻石碑前已经围了10几个年轻男女以及那位李执事，他们都是今日负责执勤的。你们说，刚进学宫的这位叶师兄能闯过试炼塔第1层吗？不好说，试炼塔的每一层守关者都是曾经学宫天才们留下的精神烙印，而且都是在每一个境界修炼了很久，达到圆满之后才留下的烙印。这位叶师兄虽然天赋高的离谱，但我估计他可能是刚到天阳境就来学宫了，而且他太年轻了，才15岁，估计以前一直在埋头苦修，武技什么的应该没怎么掌握。试炼塔可是生死厮杀，看的是战力。这位叶师兄想要通过第1层很难，当然以他的天赋，修炼一段时间估计不成问题。一群年轻男女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他们都是侍从，称呼学宫正式弟子，一般都是师兄师姐。一旁李执事悠然地躺在靠椅上摇摇晃晃，目光也不时看一下石碑。他们都知道叶无双的恐怖天赋，因此很好奇他的真实战力如何。新进入学宫的弟子一般选好洞府，阅读完手册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去闯试炼塔，而一旦闯过，信息就会反馈到维序殿的石碑上，所以他们才聚在了这里，一起吃瓜。唉，不管怎么说，叶师兄也是真的幸运，居然能被洛殿下收为徒弟。有年轻男子突然感慨出声，眼神中满是羡慕憧憬，话题不可避免地被带到洛清仙身上。是啊，洛殿下可是出了名的清冷仙子，整个大陆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敢信洛殿下居然会收徒啊？而且还是收男子为徒。有男子痛心不已，羡慕嫉妒的眼睛发红。显然15岁的天阳镜在他们看来还比不上洛清仙的徒弟这个身份。若是我能成为洛殿下的徒弟，就是现在让我突破至天阳镜，我也愿意啊。呸，要不要点脸？你怎么还连吃带拿的？谈笑间，有人疑惑地问道。传闻洛殿下不是已经推开第9道天门了吗？为什么没能闯过试炼塔第17层啊？一群人面面相觑，显然并不清楚。不过还是有人嘿嘿一笑，看起来是知道什么内幕消息。这你们都不知道？试炼塔第17层对应的是第9天门，但是能推开第9道天门的天才何其之少，整个学宫史上都没有几个，因此试炼塔第17层留下的精神烙印也十分之少。我听说洛殿下在第17层遇到的是命圣留下的精神烙印，而且洛殿下像是被针对了一般，后续也闯过几次，但无一例外碰到的全都是命圣留下的精神烙印。众人一时间都沉默了下来，连李执事都不禁摇了摇头。命圣距今最近也是大陆最后一位圣人，甚至有传闻，即便在圣人中，命圣的实力也是最顶尖的。他在无数人心中的形象早已被神化，命圣就是无敌的象征，从来只有命圣越阶挑战的道理，同境界之中谁能是他的对手？圣人也不行。不知道哪里响起一道声音，心疼洛殿下3秒，加一加一。众人继续闲聊起来，看来维序殿的活真的很清闲，或者说若无大事，整个稷下学宫都很清闲。苦修听到才是这里的主旋律，即便是维序殿1年1举行的弟子比武，大多情况下参加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打架那不耽误事吗？什么奖励很丰厚？哎，苦修久了，突然就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毕竟劳逸结合才是正道嘛。众人的闲聊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道女子的惊呼声打断。快看，叶师兄通过试炼塔第1层了！众人连忙停止闲聊，纷纷看向旁边的方形石碑，就连一旁躺在靠椅上闭目摇晃的李执事，此时也睁开了双眼，目光落在了石碑上。果然，只见石碑末尾处一道新的光芒形成，叶无双试炼塔1层，顿时引发了众人的无限感慨。果然，像叶师兄这等逆天的妖孽，实力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够揣测的呀！才15岁就能闯过试炼塔1层，堪比他人数100年苦修啊！怪不得能被洛殿下收为徒弟，确实厉害！一声声称赞感叹，完全发自肺腑。显然，这个年龄，这个实力，让他们心服口服了。一旁的李执事脸上也浮现出淡淡的微笑，继续闭目摇晃起来了。然后没过几秒，又是一道惊呼声响起：“你们看，叶师兄的名字消失！”什么？名字消失了？吃完瓜已经准备散场的众人表情一愣，连忙看向石碑，就连李执事也是猛地睁开双眼，目光飞速落到石碑上，神情认真凝重。只见石碑末尾处，叶无双的名字确实已经消失不见。这怎么会？闯过了试炼塔，名字怎么会消失呢？难道石碑坏了，接触不良？李执事心中一凝，试炼塔存在的岁月无比悠久，石碑怎么可能坏？石碑上的名字，除非突破至破虚境，才会被店主操控着抹除，否则就只会上升，或者被人挤下去。而叶无双本就是最后一名，还能被挤到哪里去？答案只有一个。李执事深吸一口气，飞速将目光往前挪，搜寻着叶无双的名字。很快，他的目光定格下来，而旁边众人中也有心思敏捷者反应了过来，惊呼出声：“快看，叶师兄的名字在这里！他闯过试炼塔第2层了！”什么？众人纷纷飞速看了过去，石碑上赫然写着：“叶无双，试炼塔2层。”什么情况？怎么会？他不是天阳镜一众吗？刚才测试的时候是天阳镜一众啊。没错呀，那他怎么闯过试炼塔第2层了？有人面色呆滞，有人一脸震惊，也有人目露骇然。试炼塔第2层可不是普通的天阳镜2重战力，而是历史上一位位学宫天才妖孽在天阳镜2重圆满时的战力，都是天才妖孽，谁有比谁弱的了多少？而且试炼塔可是生死厮杀，同阶闯过已是不易，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越阶战胜？然而众人的不解还未保持3息，便又是一道惊呼声响起：“叶师兄的名字又消失了！”什么？众人的表情瞬间愕然，哪怕他们再不相信，此时还是只能继续向上寻找。然后目光很快定格在某处，叶无双，试炼塔3层。我的天，他怎么做到的？命圣在上，我一定是眼花了。然而又不到3息时间，又是一道惊呼声响起：“叶师兄的名字又消失了！”众人的表情已经开始有了一丝麻木，但是目光却是十分从心地往上寻找。叶无双，试炼塔4层。然而又是不到3息，叶师兄的名字又消失了。众人的目光便随着心情不断的起起伏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直到许久之后，叶无双的名字终于不再变化，而众人此时已经彻底麻木了，面色呆滞地看着石碑上的某处，那里闪烁着一道普通的光芒，以及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叶无双，试炼塔8层。这种时候，他们已经震惊不起来了，完全是呆在了原地。震惊之情在此刻显得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此时的李执事神情满是凝重严肃，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枚玉镜，另一只手正在上面写着什么，汇聚下来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店主大人，速归。可以想象，哪怕此地此刻只有寥寥10数人，哪怕学宫弟子向来苦修不问外事，可叶无双这个名字很快就会以风暴般的姿态从维序殿而起，席卷整个稷下学宫，从而传遍整个大夏皇都。哎呦卧槽！叶无双面色狼狈的从广场上弹射而起，这破塔也太不友善了吧！没闯过就没闯过吗？直接给我扔出来干啥？叶无双看着眼前的试炼塔，神色极度不善。师兄多恼！塔前那位年轻侍从此时已经迎了上来，笑着安慰道：这是炼塔1层，虽是对应天阳镜一众的实力，但每一道精神印记都是学宫以往的天骄妖孽在各境巅峰时留下。师兄的天资自然是不弱于他们的，但是毕竟修炼时间尚短，等师兄在学宫内修炼一段时日，想必就能闯过这第1层了。显然，这年轻侍从认为叶无双是闯关失败了，才恼羞成怒。第1关，叶无双表情一愣：我早闯过了呀。闯过了？年轻侍从表情也是一愣，问道：师兄莫非不是天阳镜一众？不能啊，这是个生面孔啊，刚进学宫的新人不都是天阳镜一众吗？叶无双点了点头道：我是天阳镜一重。年轻侍从表情又是一愣：你是天阳镜一众，那你说你闯过了是炼塔1层，你进去还没有半盏茶的时间啊喂，吹牛皮也要打草稿好吧？叶无双见这年轻侍从愣在了原地，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了，于是就转身离开了，嘴里还嘀咕着：刚才那道精神烙印是师祖没错吧？我和天门镜差距这么大吗？也不对，只能说明师祖他老人家天门竟是实力太强了。闯完试炼塔，叶无双竟直回了居所。刚才那一击速度好快，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山顶之上，一座崭新的屋子拔地而起，是叶无双刚刚建成的。当然，山峰内亦有洞府，或是前任弟子建造，或是学宫统一建造。叶无双盘膝而坐，思考着刚才的战斗。说实话，前8层他闯得毫无难度，那些守关者，也就是从前学宫弟子留下的精神烙印，根本不是他一合之敌。9重剑意的加持之下，叶无双的实力远远不是境界可以衡量的。要知道，即便是破虚境强者，也有许多没能领悟意境。妖孽级别的人物，能在天门境领悟意境的，都是凤毛麟角级别的存在。至于天阳境、天元境，领悟意境太难。至于像叶无双、洛清仙这样的怪胎，放眼稷下学宫的历史，都是绝无仅有的。本来叶无双以为，即便和天门境相遇，自己也是有一战之力的，再闯过几层试炼塔，也不是什么难事。结果现实残酷，他在试炼塔第9层时碰到的精神烙印，就是年轻时的北唐云留下的。年轻时的北唐云一副英俊潇洒的样子，脸上还带着笑容，然而出手却是凌厉无比，掌风4刀，快到令叶无双惊颤的地步。他勉强躲过一击，还没来得及反应，脑袋就飞起来了，然后就被试炼塔给踢了出来。师祖当年也绝对是同阶少有敌手的奇才。叶无双暗暗思索着，普通的一天门的武者，实力绝对没有北唐云那么可怕，压根是秒杀局。叶无双毫无还手之力。我现在还在实力快速上升的时期，目前的修炼还不存在瓶颈。凝练的花、天花之后，战力绝对要上数个台阶，亦或者剑意演变成剑域之后，实力也会跃升一个大台阶。剑域一直感觉快要成了，但就是还差一丝契机。叶无双变得苦恼起来，先修炼，快速突破至天阳境3重，顺便看看学宫之内有没有什么秘境适合感悟剑域的。维序殿，李执事恭敬地站在一边，年轻侍从们更是十分局促，拘谨无比。石碑前，一个身着雪白长袍的俊朗男子静静地站着，目光落在石碑上的某处，那里光芒凝聚成叶无双的名字。你是说，这是洛殿下的弟子，一位刚进学宫的少年，15岁的天阳镜一重。就在刚刚，他闯过了试炼塔第8层。男子平静而温和的声音在大殿内响起，回荡四方。李执事恭敬地回道：是的。听到回答的男子沉默了，长袍无风轻飘，显示着他的心情并不平静。李执事见状，迟疑了一下，询问道：店主，叶无双的积分倍数算作多少合适？闯过试炼塔，每月即可获得定额的积分奖励，每一层的奖励是固定的，比如闯过1层，每月可以获得100积分。当然，同样的试炼塔层数，年龄越小的学宫弟子获得的积分自然越多，可能加个几成，甚至直接翻倍。而叶无双呢，他太年轻了，这个年龄，这个试炼塔层数完全超出了李执事的认知，也是学宫规则中没有的。他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奖励倍数了。听到李执事的询问，这位匆匆赶来的维序殿店主此刻从激荡的心绪中缓缓恢复过来，沉默着思考稍许，便轻声道：10倍吧，10倍。李执事心中一惊，闯过试炼塔8层，每月固定的积分奖励即是800，翻10倍，
那可就是1月8000啊！稷下学宫的积分虽然只是内部流通货币，但价值可是不打折扣的。对于积分的购买力，学宫弟子也早有认知。比如，在学宫资源店兑换1枚玄阳丹需要0.5积分，而在外面1枚玄阳丹价值5000上品灵石，折合下来1积分约等于1万上品灵石。而在某些方面来说，积分比灵石还要珍贵，因为有些用积分能兑换到的东西，在外面用灵石根本买不到。虽然叶无双天资妖孽至极，但是店主的大方程度还是让李执事心中震撼无比。1月8000积分，相当于叶无双除了每月的免费资源，还可以领到8000万上品灵石，这太恐怖了。由此可见，大夏皇族对稷下学宫的资源供应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天文数字，对于天才的培养简直是不遗余力。当然，这也不代表大夏皇族就真的付出了那么多的资源。道理很简单，学宫弟子的积分不可能都用来兑换资源，修炼秘境的使用、功法武技的学习、请导师、私下教导等，这些才是消耗积分的大头。而在这些方面，学宫做的是无本买卖，可以轻易收回积分，做到良性循环。但不管怎么说，对学宫弟子而言，这些资源本质上都是免费的，因此只要是从稷下学宫走出的强者，自然对学宫、对大夏皇族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位维序店店主看到了李执事的震惊，但他并不在意。境界不同，眼界自然不同。对叶无双这样的妖孽而言，区区一点积分算得了什么？何况他还是洛殿下的弟子，那位前辈的徒孙。对大夏皇族而言，那就是自己人，自家出了这等妖孽，哪有不大力培养的道理？金碧黄辉的宫殿，古朴而奢华，沉重而肃穆。案桌后坐着一位身着玄色长服的男子，眼神沉稳如渊，无形中散发着无上威严，让人忍不住服的跪拜。这是这片天地的帝王，也是这片天地的神明。收到消息的男子轻笑道：“师妹，这是哪里收的徒弟？如此变态！”一旁的老太监佝偻着身子，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不言不语。玄衣男子指尖抬起，又轻轻落在案桌上，如此反复。稍许之后，突然开口道：“给稷下学宫传信，明年的太初池给学宫弟子一个名额。”老太监神情不变，脸上笑容依旧温和，声音并不尖细，只是略显轻柔。如此看来，学宫又要变得热闹起来了。玄衣男子笑道：“都是一群年轻人，成天死气沉沉的像什么样子？不给点甜头都争不起来。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有没有好苗子。”正在修炼的叶无双神色一动，感应到学宫令牌传来了反应。他取出令牌一看，也有些吃惊起来。8000积分，好家伙，维序店这么大方吗？直接给我翻了10倍啊！显然，对于积分的奖励规则，他也十分清楚。学宫令牌不仅是身份的象征，用处也特别多，记录着个人信息，可以查看积分，用来操控阵法，甚至还是传讯灵器，可以接到学宫的各种通知，以及和其他学宫弟子联系等。只是他现在也不认识几个人，没有联系方式罢了。叶无双看了一眼，也没有去资源店兑换什么的打算。毕竟8000积分看着很多，当然实际上也很多，但是那要看你怎么用了。你如果想去学一门天阶武技，很明显那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天阶以上的物品，不管是功法武技还是灵气丹药，都是无价无市的。这些东西完全不是灵石可以衡量的，再多的灵石也根本买不到。天阶灵器每一件都是大势力的镇宗之宝，传宗之物，绝对拥有着神鬼俱惊的恐怖威力。天阶丹药更是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能，是所难寻。天阶功法连洛清仙手中都只有一门。天阶武技甚至他都没有合适的让叶无双修炼。天阶以上的任何东西跟正常人的认知根本不在一个层面。若说叶无双现在缺什么，比如什么样的天才地宝，亦或者丹药，能让他在领域上有一丝感悟，这样的奇物才是他缺的。但是先不说这种奇物多么珍贵难寻，就算资源店真的有，也不是区区8000积分可以兑换得起的。这可是能造就领域进王者的绝世奇物，8000万上品灵石算得了什么？再翻10倍也有人抢着买。正当叶无双收敛心神，准备继续修炼之时，却突然感应到有人触碰了阵法。他飞身而起，很快落到山峰脚下。一个年轻男子正在这里等候。见他过来，男子连忙上前：“叶师兄刚入学宫，我是来送本月的修炼资源的。”说着，他递给叶无双一个玉白色小瓶，说道：“这里面有15枚玄阳丹，足够师兄1月修炼所需了。玄阳丹，玄阶中品丹药，对天阳境的武者修炼有奇效，可以加快凝练三花。1枚玄阳丹的功效因人而异，可以持续2到3天。”稷下学宫的手笔确实够大，即便是免费资源，也毫不间断地维持了学宫弟子的修炼。普通天阳境哪能这么奢侈地使用丹药辅助修炼？像天玄国那小地方，天阳境们都只能靠着自己的苦修，一点点凝练三花。寿元是有限的，5道一途，一步慢，步步慢，突破只会越来越艰难。当然，打基础的苦熬不在其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道理如此而已。多谢了。叶无双伸手接过了玉白色小瓶。年轻侍从抱拳道：“师兄刚刚进入学宫，所以这次派送资源才会贸然打扰。往后每月1日会有人将资源送至山峰下指定位置，以免师兄在闭关修炼中被打扰。师兄放心，
不会有人窃取他人资源的。一旦学宫证实，轻则禁发免费资源，重则直接开除。叶无双微微点头，这一点考虑的倒是周到。回到自己建造的小屋，叶无双取出一枚玄阳丹，扔进嘴里，正准备继续修炼，感受一下这玄阳丹的效果时，脑子却突然嗡了一下，像是被人敲了敲门。这是学宫令牌的反馈，说明学宫下发了重要通知，除非是在必死关接收不到外界信息，否则所有人都会被提醒到。叶无双掏出学宫令牌查看起来，学宫下发的信息很简洁，只有一句话：年底大比，首名奖励为太初池名额。太初池什么东西？叶无双心中疑惑，他掏出慕云贤给的传讯玉镜，弹了一个私聊过去。慕仪，太初池是什么？然而还没等到慕云贤回应，叶无双的脸色就是微微一变，玄阳丹的药效消失了。他刚才服下一颗玄阳丹，确实有一种奇特舒适的感觉，然而还没有一小会儿，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叶无双心中一惊，连忙内视自身，然后他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地花居然有了一点凝练的迹象。我的天，就连叶无双自己此刻也不免有些头皮发麻的感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玄阳丹的效果被他彻底吸收了。要知道，玄阳丹的本质说白了就是 N 倍经验卡加经验果的集合体。为什么说因人而异？玄阳丹的效果能持续2到3天，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资质不一，吸收能力不一。可是无数普通人、天才的使用效果总结下来，最起码也是能持续2天的呀。但在自己身上，玄阳丹的效果持续的时间太短了，而且效果是实打实的完全被吸收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像是被什么东西过滤了一样。这太恐怖了！叶无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体质是如此的特殊恐怖。他想起洛清仙当年说过的话：你的体质似乎没有任何能力，又似乎有包容万象之能。这他妈哪里是包容万象啊？分明是什么都吞的饕餮体质吧？无双，无双！这时传讯玉镜里传来了慕云贤的回应。叶无双连忙回道：慕仪稍等，我有点事，等会儿找你。他再次掏出一枚玄阳丹，扔进嘴里，闭目盘息，运转阴阳造化诀。稍许，他睁开了双眼，眼神中满是震惊。20息，玄阳丹的效果只持续了20息。叶无双心中震惊无比。若是这么来看，只要有足够的丹药，自己就可以迅速凝练的花乃至天花，而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也不存在根基不稳的情况。因为玄阳丹本质上就只是辅助修炼，何况些许杂质还被自己的身体给自动过滤了。静心，静心。叶无双平复心情，在心中告诉自己，就算正常修炼，三花对我也没有难度，不过是多耗费一点时间而已。境界很重要，但于我而言又算不得最重要的。话虽如此，但他眼中的欣喜振奋是难以掩饰的。如此一来，师尊回来之前，我绝对可以三花聚顶，然后五行五属奇物齐聚，一举冲击5元境。稍许之后，叶无双的心情平复下来，掏出传讯玉镜给慕云贤发去了消息：慕仪，我忙完了。慕云贤很快回应：刚才遇见什么事了？这么急？叶无双回道：没什么，小事。对了，慕仪，太初池是什么东西？稷下学宫刚才通过学宫令牌发放通知，年底大比的首名奖励为太初池名额。要知道，艾特全体成员是很令人厌烦的，何况是如今这个世界，人家正在修炼，你直接敲了一下人家脑子，再好的脾气也得口吐芬芳。学宫内部确实每年都会有年度大比，由维序殿举办，但说实话，每次参加的人都不多，算不上什么盛事。而这次学宫特意提醒所有人姿态郑重，只能说明太初池的名额十分重要。太初池是由皇族掌控的一处秘地。玉镜里传来回应，但居然是北堂书梦。叶无双立马身子一直道：伯母，您和慕仪在一起啊？即便隔着玉镜，叶无双都能感受到北堂书梦那强大的气场，以及她身为洛清仙母亲身份上给叶无双带来的天然压制感。太初池名额十分重要。北堂书梦继续介绍起太初池，第一句话就给这件事定了性。太初池1000年开放一次，每次只有10个名额，它的作用十分神奇，也非常简单。在太初池修炼，能够让武者更加容易地感悟领域。简单的一句话，却已让叶无双明白太初池的重要性。这是一处奇地，对领域境强者的修炼都有莫大益处。太初池每次开放，一般都是皇族嫡系的领域境，亦或者对皇族有大功的领域境才有资格进入。只有碰见领域境王者匮乏的时期，才会允许掌握了9重意境的破虚境9重进入，以此帮助他们踏入领域境，来弥补这一层次的战力。可是这次也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居然给了稷下学宫弟子一个名额，简直是难以理解。逆天的效果，1000年才开放一次，每次只有10个名额，领域境的王者们都不够分，而现在居然给了稷下学宫一个名额，可以想象，无数学宫弟子将因此而变得火热起来。这次学宫年底大比，绝对是一场火爆的盛事，无数在学宫潜修苦练的天才妖孽必定会登上舞台，展现他们可怕的实力。叶无双的心头也有些火热，他现在离领域只有一步之遥，若是能够进入太初池，说不定能够一举感悟领域2重乃至3重。当然，他也没有那么膨胀，自以为自己学宫无敌。
他现在毕竟才天阳境一重，和那些顶尖的妖孽们差距太大。学宫弟子中绝对有8天门级别的天才，这种境界差距不是光靠剑意9重就能弥补的。何况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掌握意境？叶无双传讯问道。这个名额明显是留给师尊的吧？以他的实力，学宫弟子之中还有人是他的对手？慕云贤的精神波动传了过来，连我的都不是仙儿的对手，学宫里那些小家伙怎么可能争得过他？不过这次仙儿却是不会去抢这个名额了。这是为什么？叶无双才刚刚产生疑惑，慕云贤的解释已经传了过来。仙儿对领域的感悟已真圆满，好吧，原来是不需要了。叶无双心中还是有些震惊的，不愧是你呀，师尊！9天门，领域9重，洛清仙现在只有境界上的差距了。只要他不追寻10天门，绝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达到领域境9重。不过，既然师尊不需要这个名额了，那我就可以想一想了。叶无双的心头再次变得火热起来。年底还有半年时间左右，若是放在之前，我绝对不会去惦记这个名额。但是现在，凭我这恐怖的体质，只要资源足够，半年之内达到5元境圆满，绝对可以实现。再将气血石3剑和周天星辰掌握到圆满地步，就算学宫弟子之中真有8天门级别的天才，我也未尝不可以碰一碰。若是期间气机到了，剑意演变，那这个名额就更有把握了。距离大夏皇都无尽遥远之地，大陆极东所在，空旷的海面上，2道流光如同流星一样在天边急速划过。2道流光，一道火红色在前，一道月白色在后，这样前后追逐不知多久之后，火红色的流光在海面上停了下来，显露出本来样貌。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火爆的女子，一头火红色长发触及臀部，显眼刺目。然而此刻，火红色长发女子却是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冲着后方喊道：“洛清仙，你老追着我干什么？”后方月白色的流光也停了下来，显露出真身。女子一袭白色长裙，气质清冷，宛如禅宫仙子折落凡间，正是叶无双的师尊洛清仙。洛清仙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平静。凤凰祖宴。听到这话，火红色长发女子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你还要不要脸了？当初你天阳境的时候，搜寻顶尖5行奇物就已经抢过我1次了，现在还来？洛清仙声音平静，不是抢，是交换。火红色长发女子冷哼一声，凤凰祖宴对我修炼有大用，谁要和你换了？再说了，你就算真有同级别的东西，也没有凤凰祖宴对我的作用大，不换。天知道他这些天是怎么过的，这可恶的洛清仙一直追着他不放，一会儿也不带歇的呀，现在居然还想从他手中交换凤凰祖宴，门都没有，打死也不换。洛清仙平静道：“鸿蒙子漏？什么？鸿蒙子漏？”火红色长发女子面色一惊，忍不住呼道：“你有鸿蒙子漏？”洛清仙并不多言，素手轻挥，一个透明的小瓶子出现在半空中，清晰可见，里面一滴环绕着紫色雾气的水珠漂浮在半空中。火红色长发女子只是看了一眼，就确定是真的无疑，连忙道：“换！”说着，手一挥，一道起伏的火焰飞向洛清仙。火焰鲜艳而灼热，带着可怕的威能，却轻轻地落在了洛清仙掌间，没有一丝外泄。装着鸿蒙紫漏的透明小瓶也飞向火红色长发女子，她连忙伸手接住，脸上的喜色难以掩饰。洛清仙平静地收起火焰，似乎对女子同意交换并不意外。真正的凤凰祖宴有焚山逐海之能，蕴含着无上圣威，只要沾染上一丝火苗，哪怕是涅槃境强者，也只会瞬息间被燃为灰烬。这样的绝世圣物根本不可能被人炼化，更别说当作奇物来炼武器朝元了。但是每隔一段岁月，凤凰祖宴都会诞生出一道紫焰来，这紫焰虽然如同新生的婴儿，远不如凤凰祖宴强大，但以质而言，紫焰和凤凰祖宴是处于同一层次的，给叶无双当做奇物修炼，再合适不过了。这火红色长发女子拥有的明显是紫焰，而不可能是凤凰祖宴。当然，哪怕是紫焰，也是极其珍贵的，往往只有凤凰族每一代的圣子圣女才有资格持有，对其修炼有着莫大裨益。而这位火红色长发女子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凤凰族当代圣女火霓裳。火霓裳握着装着鸿蒙紫漏的小瓶子，欣喜了好久，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丝狐疑，看向对面的洛清仙：“不对啊，你现在还要紫焰做什么？这东西虽然珍贵，但对你又没有那么大的用处，值得用鸿蒙紫露来交换。紫焰虽然珍贵，但只要凤凰祖焰在，那就是可再生资源，肯定比不上鸿蒙紫漏。除了修炼火焰一道的人，亦或者修炼火属性功法武技，也就只能用来修炼武器朝元了。而这3点，洛清仙明显都不符合。既然都不符合，他为什么愿意花大代价来交换？然而，面对火霓裳的疑问，洛清仙神色清冷，面色平静，丝毫没有解释的意思，转身化作流光离开。好奇心驱使着火，霓裳跟了上去。你修炼火属性的秘技神通了？不可能啊，我怎么一点气息没感知出来？火霓裳飞在洛清仙身边，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也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有意的。他突然嘀咕了一句：“不会是抢我的紫焰送给哪个男的当礼物？”这话一出，洛清仙的睫毛微微一颤。而火霓裳的感知力何等强大，何况还是在洛清仙身边，哪里能没看清楚？我的天！
火霓裳双眸瞪大，红唇微张，一脸震惊不可思议的样子。真让我猜对了呀，哪里的绝世奇男子啊，居然能让我们冷若冰霜的洛仙子动了凡心。洛清仙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无趣，还有不是抢，是交换。火霓裳没好气的说道：谁让你以前抢过我一次？洛清仙声音平静：你先对我出手的，打不过自然得留下一点东西。闻言，火霓裳的脸蛋立马扭成一团，很气，但是打不过，那你告诉我，你这次抢我的紫燕有什么用处？火霓裳追问道。洛清仙神色平静，一言不发，不说话就是默认了，肯定是送给哪个男的当礼物。你等着，别让我知道他是谁，否则我一定要把紫燕从他身上抢回来。25天之后，稷下学宫，修炼已久的叶无双缓缓睁开双眼，眼神中满是欣喜之色。他站起身来，活动筋骨，骨头瞬间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而他整个人的气息也毫不遮掩的无形显露而出。天阳镜3重，还好这个月的积分已经发放了，不然就得找洛氏要玄阳丹了。这25天以来，叶无双每天消耗的玄阳丹将近900枚，这25天他一共消耗了2万多枚玄阳丹，换算成积分也是1万多积分了。他现在还清晰的记得自己每隔几天去资源店兑换玄阳丹时，只是那看怪物一样的眼神。不到1个月兑换2万玄阳丹，你别告诉我你真的是自己用了。得亏他刚进入学宫时已经将近月末，所以短时间内他领了2个月的积分，一共1万6，这才维持住了自己的修炼，不然就要去找北堂书梦求援了。如果是洛清仙给的资源，他当然可以坦然受之，北堂书梦个人给予的也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洛氏的，总会有点别扭。隔了关系，受人资源就是欠了人情，他不想多这个限制，也该出去走一走了。接下来的重心放到气血13剑和周天星辰的修炼上，然后等待师尊回来。静极思动，叶无双一步跨出，身影消失在屋内。万剑壁，稷下学宫有名的修炼奇地之一。叶无双来到此地，一个年轻侍从正在盘膝修炼。感知到有人之后，侍从起身，见到是个生面孔，解释道：师兄，每人每月有10个时辰可以免费进入万剑壁内修炼，超出免费时间，每个时辰消耗1点积分。叶无双点了点头，表示明白。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叶无双这个名字在学宫内变得十分有名起来，但他这段时间基本都在闭关修炼，认识他的人还真不多。叶无双向万剑壁里面走去。万剑壁名副其实，就是一面材质特殊但十分巨大的石壁，上面刻画着无数剑痕，以特殊阵法笼罩，将其上的剑意神韵保存了下来，留待后人观物。此刻万剑壁前已经有人了，看来不久前学宫宣扬出来的消息，太出池的名额确实让无数人都心动火热了。几乎所有的学宫弟子都从闭关中走出，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修炼，以此提升战力。学宫这段时日也因此变得无比热闹。万剑壁前的几人，或是如痴如醉地看着壁上的无数剑意，或是状若自然地演练着剑招，又或是盘膝闭目感悟着什么。万剑壁很大，几人自然离得很远，互不打扰。叶无双也找了一个较远的地方，细细观悟起来。壁上剑痕无数，剑意自然也不尽相同，便如人的精神气息一样，绝不可能存在一致的。每个人对剑道的领悟自然也不相同。原来还可以这样。叶无双观看领悟着，不时点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壁上剑意或是凌厉，或是轻柔，或是迅捷，各有神韵。而随着叶无双的不断观悟，步伐不断向前，他整个人也陷入了一种奇特的状态，他的剑意也随之自然流入外显，变化正在悄然发生着。这是万剑壁前寥寥数人瞬间感应到了这特殊的波动。闭目盘膝者睁开了双眼，演练剑招者停下了动作，状若痴迷者眼神迅速恢复清明，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了某处。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正在万剑壁前观悟，他的眼神痴迷，旁若无人，已经沉醉在了自己的世界之中。步伐随着目光不断前进，身上的剑意越来越盛，整个人似乎都要化作一柄冲天的利剑。好强盛的剑意！几人眼神中浮现震惊之色。生面孔，生命气息如此蓬勃且富有朝气，是个新人。稷下学宫有时候1年也未必有一个新人进入，而近些时日新进入学宫的弟子只有1人，叶无双。他是前段时日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位新人，洛殿下的弟子叶无双。不是说他才15岁吗？怎么可能掌握如此恐怖的剑意？有人忍不住出声说道。意境即便是学宫中的天门境弟子也少有掌握的，更别说达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几人虽然不是很熟，但此刻也不禁隔着老远距离面面相觑，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懵逼与震撼。天阳镜一众刚刚入宫就能闯过试炼塔第8层，现在我才算知道原因了。有人感叹着说道。如此恐怖的剑意，只怕已达9重圆满之境，爆发出的杀力难以想象。他才15岁啊，简直是妖孽中的妖孽，怪胎中的怪胎。难怪洛殿下都能为他破例，收其为徒。有惊恐之语响起，声音在发颤。你确定我们没有听错消息？1个月前他才天阳境一众，什么意思？两人一愣，看向说话之人，发现他面色震惊，眼神骇然，看向叶无双的方向。疑惑之情尚未升起，两人身体就是一颤，
明白了答案。叶无双的气息已经自然而然地显露而出，毫无遮掩，灵力雄厚，浑然天成，圆满无瑕。天阳镜三重，两道惊骇之声同时响起，三人再次互相对视，发现对方的身体在颤抖，牙关处于紧咬的状态，发出咯吱的摩擦声。怎么可能？消息是从维虚殿传出来的，10倍测试，绝不可能出错。所以你是想说，1个月的时间，他从天阳镜一重修炼到了天阳镜三重，即便是圣人转生重修，可能做到吗？这继下学宫子弟放在外面都是真正的天才，可即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想要从天阳镜一重修炼至3重，再快也需要数十年的苦修。1个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天方夜谭，做梦都比这来的现实。可是现在，这种颠覆三观、超越认知的事情，真正的在他们面前发生了。然而，他们的震惊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人眉头皱起，神情严肃且凝重地看着叶无双，自语道：“他的状态不对劲。”闻言，另外2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叶无双身上，紧紧地盯着他。他不会又领悟了什么吧？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又引得几人心中一震。几人都紧紧地盯着叶无双，神态小心翼翼，身体一动不动，喘气幅度都不敢太大，生怕打扰到叶无双，干扰他人的领悟。这是生死大仇，当然也不至于小心翼翼到如此地步。几人只是忍不住如此，感觉叶无双这次的领悟可能石破天惊，是一次质的飞跃。叶无双的步伐越来越快，爆发出的剑意越来越强盛，似乎快要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终于，他停下了脚步，已经将万剑壁绕行1周了。叶无双在万剑壁前站定，嘴角上扬，脸上是一片平静的微笑。他右手抬起，长剑出现，轻声自语：“得先辈馈赠，当留剑意于此。”言罢，他一剑轻挥而出，万剑壁上一道剑痕出现，其上剑意四溢。这是叶无双的剑意巅峰，今日留于此地。长剑在他手中消失，叶无双张开双臂，脸上笑容灿烂。这不是在拥抱，而是在享受，是成功的喜悦，是蜕变的惬意，是欲的演变。下一秒，无尽的剑鸣声于虚空之中响起，震天动地。万剑壁上无数剑意神韵颤动，在嗡鸣，在回应。后方3人眼神惊恐，脸色骇然，如同窥见剑仙临世，心神俱颤。玉，这是剑玉！有人状若疯魔的大吼，声音嘶哑，但响彻天际。万剑壁附近山峰无数，不在闭关状态，没有启动隔音阵法的学宫弟子，尽皆听到了这一声音。无数道人影化作流光冲天而起，急速落到万剑壁前。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有几人快速询问，但很快他们就自己明白了。天地在被排挤，此地被某种力量笼罩了，我竟不能调动天地之力了。领域，这是领域之力。每次店主出现，我都有这种感觉，整片天的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道道震惊的声音响起，一道道惊骇的目光落在叶无双的身上，无人能保持镇定。一位绝世妖孽在此感悟了领域，震撼人心。天阳镜3重，感悟领域了。北堂书梦的神情不复往日的平静淡然，此刻满是震惊。慕云贤坐在一旁，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虽然他也很震惊，但是总归是看着叶无双长大的，此刻更多的还是欣慰。真的不比仙儿当年弱了。这小家伙不到1月时间，兑换了近2万枚玄阳丹，看来他的体质有着吞噬的特性。北堂书梦自言自语道：“这位洛清仙的生母的确地位超凡，居然连稷下学宫内部的事情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旋即，北堂书梦看起来又有些头疼的样子。玄阳丹这种东西，居然还浪费学宫积分兑换，都不找我开口。慕云贤呵呵一笑，他自己又不是买不起，找你要做什么？洛氏的资源若非必须，无双只怕是不会接受的，毕竟远了一层。若是仙儿给予的资源，这小家伙只怕会颠屁颠地，上赶着吃软饭，没有丝毫犹豫的。北堂书梦闻言也是摇头一笑，也是，有仙儿在，还能缺了他什么？再说了，这小家伙进步太快了，洛氏能提供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只会越来越不起眼。叶无双于万剑壁前感悟剑域，无数人为之震惊，当然也有很多人的心情因此变得凝重。这些人都是继下学宫弟子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意指那个太初池名额，是年底学宫大比首名的有力竞争者。天阳镜3重算不得什么，但是剑域就太可怕了。领域笼罩之下，境界的差距将被急速拉近，何况还是剑域极善攻法，即便是我稍有不慎，也可能被此人翻盘。有人如此低语，是一位强大的天门镜，但此刻对叶无双却是无比的忌惮。跟他有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都在寻求克制叶无双的办法。可惜结果十分现实，领域就是领域，这是感悟上绝对的压制，能对抗领域的只有另一种领域。何况1个月前叶无双可才是天阳镜一重呢，如今距离年底大比还有5个月左右，到那时叶无双又能达到何种境界？没人敢断言。他们能做的只有全方面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没有人选择放弃，那可是太出池名额，不尝试一下，不到最后一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能逆风翻盘？稷下学宫的氛围这段时间也变得无比火热活跃，
整个学宫也不再是一片寂静的样子，时不时就有人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好多天门镜。此刻，叶无双来到传道殿，聆听一位导师授业解惑。传道殿内已经盘膝坐了不少人，叶无双略一感应，就发现了这一事实：稷下学宫1000余名弟子，占比最多的居然不是天阳镜，而是天门镜，有60%的弟子都是天门镜。叶无双略一思索，也就坦然接受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其一，稷下学宫的弟子天资都很出众，要不了1000年，基本都能突破到天门镜。其二，稷下学宫要求严苛，达不到要求的都被开除了，这才导致大多数的学宫弟子都处于天门境。良久之后，叶无双从传道殿内走出，实话实说，收获很低。这位导师掌握的也是剑意9重，若是没领悟剑域之前，可能还会对他有些触动，但现在嘛，平平常常，些许收获还是在功法武技的见解方面。离开传道殿之后，叶无双径直去了试炼塔，掌握领域之后，他的实力大涨，自然要去闯一闯的。这一次，他直接连过5层，败于第14层。第14层对应的是6天门级别的武者，果然不能小觑天下英杰啊！出来之后的叶无双感慨道：“这次他碰上的又是一个惊艳的妖孽奇才，6天门境居然就已经掌握了风之意境9重。虽然剑域压制了对方，但境界差距实在太大，最终还是败了。这绝对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在史上留下了赫赫威名。可惜叶无双并不认识，这也让叶无双变得更加谨慎。学宫弟子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绝对藏龙卧虎，谁能确定其中没有这种妖孽？那些天门境的弟子可都比叶无双多，修炼了上千年，乃至2000年都有可能。蹦出个意境9重乃至领域，虽然令人震惊，但也真不奇怪，也都是天才啊，且比我修炼久多了，安能小觑？”叶无双感慨着说道。旁边一个学宫弟子听罢十分无语，全当你是在夸我们了。叶无双闯过试炼塔第13层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却没有多少人感到震惊，已经麻木了。鉴于他以往表现出的天资和战力，许多人对此十分平静。试炼塔第13层对这种怪物来说洒水了。学宫令牌震动，叶无双收到维虚殿的消息，将他每月的积分倍数提升到了20倍。积分倍数自然也不是固定的，经常变化。毕竟15岁闯过试炼塔第8层和15岁闯过试炼塔第13层，能是一个待遇吗？说起来，还有不到2月，叶无双就要满16岁了，在天前大陆也算是正式成年了。闯过试炼塔第13层，正常每月发放3000积分，维虚殿给我翻了20倍，1月6万积分。叶无双心中有些欣喜。试炼塔1至8层对应100至800积分，但是9层及以上也就对应天门境，每闯过1层，积分却是呈跨越式增长，这也和天门境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推开一道天门之后，再想推开一道天门，难度急剧上升，每月积分暴涨。虽然这个月的积分已经发放过了，但仍不妨碍叶无双心中的火热。他径直来到了藏书阁，我要看一下天阶武技的目录。叶无双对今日当值的执事说道。这位执事是个女子，很明显认出了叶无双，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却摇了摇头。不行，叶无双疑惑道，目录都不让看。女执事笑着解释道，天阶武技的名字、数量都是绝密，只有积分在1亿以上，且确定要兑换的学员才允许查看，而且我权限不够，需要找阁主兑换，恰好今日阁主不在。叶无双从心底摆了摆手，不用，我就问问。他心中十分震惊，1亿积分才让看，这岂不说明想要学天阶武技，最低也要1亿积分？这谁能兑换得起啊？学宫弟子的积分也不可能一直积攒，每月都要消耗的呀。女执事笑着说道，天阶武技本就是给绝世妖孽的福利，正常来说都没打算有人能兑换得起，定这么高的价格还说是福利。偏偏叶无双还无法反驳，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天阶武技在其他地方你学都没得学。叶无双心中盘算了一下，目前学宫内试炼塔层数最高的是洛清仙，闯过了16层，正常每月2万积分，若是按他的系数翻20倍，那也需要将近20多年才能攒到1亿积分。20年换一门天阶武技，怎么看都是赚妈了。但是对叶无双来说，20年可太长了，他这辈子都还没活到20岁呢。叶无双叹了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光芒。10天门也不知道闯过试炼塔18层，学宫又会给多少奖励。黄昏已尽，夕阳西下，橙红色的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彩，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穿过云层，洒在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落日余晖透过窗户照射进藏书阁内，落在叶无双的肩头。既然来了，他自然不会就这么回去，顺便阅览起藏书阁的各种功法武技，当然只是一些功效的简介。不得不说，藏书阁真的名副其实，除了天阶地功法武技之外，其余品阶地功法武技也是数不胜数，藏书浩如烟海。燃神。此刻叶无双正拿着一本书册，皱眉思索。燃神燃的不仅是精神，还有气血灵力，这是一种强大的爆发之术，保命之技，一旦使用将会爆发出可怕的威力，可谓将整个人的战力升华到极点。当然副作用很明显，短时间使用就会急速陷入虚弱状态，而一旦不停使用燃神，
那不仅仅是危害很大了，而是真的会死。精神、气血与灵力燃尽，人还能剩下什么？唯死而已。武者一旦陷入死地，绝境之下，其实也能自行升华战力，但那毕竟是滥用，不可控而风险极大。而燃神秘技其实就是极境升华的最优方式，爆发最强，且短时间使用是可控的。秘技也可称为秘术，是武技中十分特殊的一种，拥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燃神就是一种秘技，短时间使用燃神，仅仅只是虚弱而已，并不会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损伤。这还不是最优方式，那什么才是？当然，所谓最优方式也是相对而言。不管怎么说，这种极境升华之术都是在万丈悬崖之上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话虽如此，但是恐怕许多天才都会留这一手。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也许不是燃神，但也绝对是类似的极境升华之术。叶无双眸光闪动，他对这燃神秘术很感兴趣。合上书册，叶无双看了一眼兑换所需积分，脸上不由露出苦笑。250万积分，这个数字是在形容兑换这本秘术的人吗？叶无双摇了摇头，现在还兑换不起。不过不急，自己的实力还在急速提升期，在多闯过2层试炼塔之后，攒齐这250万积分也用不了多久。2个半月后，稷下学宫修炼齐地观星台，夜空中繁星点点，光芒闪烁，交相辉映。叶无双盘膝坐在台上，身下是一道阵法，此刻已经运转发光，无数星辰之光随之注入他的体内。叶无双的身上披着一道星辰般的纱衣，异常璀璨亮眼。他的身前漂浮着一粒指肚大小的砂石，体积还在不断变小。嗡的一声清鸣响起，叶无双身上的星辰纱衣猛然消散，下一秒，他的周身亮起一道闪耀的光芒，将整个人无死角笼罩其中。光芒渐渐变弱，可以看清是一副圆形轮廓，宛若周天星辰运转，有一种奇特的规律。身前漂浮着的砂石也彻底消散殆尽。呼！叶无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睁开了双眼，眼神中有着一丝喜悦。周天星辰终于修炼到圆满了，有这流星沙辅助，速度快了太多了。周天星辰是洛清仙给他的一门地阶上品的防御武技，2个半月时间将一门地阶上品武技从大成修炼至圆满，哪怕有外物辅助，速度也算是奇快无比的了。流星沙据说是天外陨星掉落形成，对修炼周天星辰有奇效，在资源店兑换也不过10点积分一粒。事实上，天阳镜相应的一些辅助修炼物品，对现在的叶无双而言不过是洒洒水，很便宜，价值大多都是几十积分，价值几百积分的都算很贵了。叶无双神色突然一愣，感受到了传讯，掏出玉镜，我回来了，你在哪里？这是洛清仙的传讯，精神波动都有些清清冷冷的感觉。师尊回来了。叶无双脸上一喜，连忙传讯道：师尊，我在观星台，马上回来。叶无双收起传讯玉镜，身形一闪，人已化作流光飞天而起。自他进入稷下学宫已经有3个多月了，洛清仙也终于回来了。叶无双很快赶回他的居所旁边，属于洛清仙的那道山峰依旧阵法运转，不见内部景象。叶无双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他的山峰之下，一道心长的身影静静而立，月光皎洁，如同白玉，夜风清凉，沁人心脾。月光落在肩头，夜风轻抚长裙，此刻的洛清仙好4月下仙子，清冷淡然。叶无双落在洛清仙面前，轻声道：师尊，3月很短，稍纵即逝，但对叶无双来说，这3个月又很长。从6岁起，洛清仙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这是离开他时间最长的一次。洛清仙点了点头，先回去吧。这座位于他修炼之地旁边的有主之峰，很明显是叶无双的，其他人还没有那个胆子。叶无双点了点头，他不在，自然开启了阵法。洛清仙进不去。小屋内，2人相对而坐，木屋还是那个木屋，陈设一模一样，只是稷下学宫的这座山峰却不是天玄学院的那片小竹林了。你已经天阳境3重了。洛清仙先开口了，如此询问。叶无双点了点头，有些兴奋，有些迫不及待地道：师尊，我发现我的体质真的很特殊，对丹药灵药什么的吸收效率特别快，而且毫无副作用，就像是被体质自动净化了一样。我就是借此吸收了大量的玄阳丹，修炼了将近1月，然后就到天阳境3重了。说起来，这种感觉真的很奇特，只有在洛清仙面前他会有如此感觉，迫不及待的倾诉，就像是小孩子想要博得他人的关注一样。他也想看到洛清仙吃惊的样子，想让他感到满意。在慕云贤面前就少了这种感觉，也没有不信任的意思。慕云贤要是问起他肯定会告知的，但就是少了这种主动积极的感觉。洛清仙安静地听叶无双说完，然后伸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这一举动让叶无双身体一紧，脸色都不变化了。叶无双正襟危坐起来，一动也不敢动。这个举动若是让外人知道，绝对要被惊得呆住。清冷若仙的洛殿下怎么可能主动牵住一个男子的手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过对叶无双而言，这番看似普通实则不可思议的举动却是再正常不过了。小时候断体境的修炼，每次都能把他累瘫下，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的那种。而每当这种时候，都是洛清仙提前准备好药浴，抱着将他放进木桶中，然后准备好饭，
等他吸收完药浴一起吃。再往后，许多见招见势的修炼都是洛清仙手把手教他的。现在想想，似乎还有些怀念那时候，而我对这种接触也早已习惯了。叶无双在心中问自己，所以现在我为什么会紧张呢？我不应该紧张的。洛清仙的脸颊近在咫尺，眼神平静如水，顺着目光看到的是叶无双的手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叶无双看着这副熟悉而绝美的容颜，眼神出奇的有了一丝恍惚。应该是见了师祖之后吧。北唐云轻描淡写的将他的遮掩揭开，将他的心思讲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的感情，他的想法就在悄无声息中变得堂堂正正起来，因为他也开始觉得这并不是一件需要遮掩的事。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胸膛之中某种东西，或者说是情绪，已经萌芽，而且正在急速膨胀，变得炽热灼烈起来，几乎要将他的胸腔撑爆。洛清仙握着叶无双的手腕，感知良久，才微微颔首道：“确实根基沉稳，毫无瑕疵。你的体质确实特殊，如今已经开始逐渐展露出它的特性。吞噬未必是它的全部，可能只是特性之一。当年我感应之时就有这种感觉。你的体质有包容万象之能，最后可能会发展到一个可怕的地步。”洛清仙说完这番话，却发现身前的徒弟毫无反应，他不禁有些疑惑的抬头，对上的是一双略显呆滞且复杂的眼睛。洛清仙心神一颤，甚至一时间忘了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师尊，叶无双看着他，眼神逐渐变得炽热且直接，轻声说道：“我喜欢你。”洛清仙神色一滞，条件反射一般问道：“你说什么？”他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许是刚才心神错乱，导致思绪一时有些不清。我说。叶无双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口，声音不大不小，但十分清晰，坚定异常：“我喜欢你。”此话一出，胸腔之中那股几乎要爆炸的情绪似乎被平息下来，但他依旧有些躁动不安。洛清仙没有任何反应，一动不动，神情毫无变化，依旧一脸平静，只是那眼神不知是有些呆滞的看着叶无双，还是已经神游天外。不知过了多久，叶无双的手指一直在无意识的摩擦，起初还挺起胸膛，一脸不悚的看着洛清仙，现在也变得左顾右盼起来，眼神躲闪。你现在情绪有些不对，可能是刚刚修炼，心绪有些激动了。洛清仙飞速说完这句话，也没看叶无双，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屋内。叶无双一愣，数息之后才大喊了一句干，然后就地打滚孤勇起来。完蛋了完蛋了，我废了，哪有这么突然表白的，好傻逼呀！师尊以后不会和我一刀两断吧？废了呀！隔壁山顶，洛清仙静静的站立，清凉的夜风带动长裙，扰乱青丝。月光之下，洛清仙依旧神色平静，气质清冷，只是他的眼神似乎有点恍惚。确切的说，不仅恍惚，还有些呆滞。洛清仙的思绪现在已经乱作一团了。他找到涅槃祖燕回来，又听木仪说叶无双已经达到天阳境3重，本来打算今晚为叶无双护法，帮他将五行武属其物纳入体内，酝养武器，结果被叶无双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一举打乱。修炼到3天之境的武者，哪有人是呆瓜呢？某些不加遮掩的心思，哪怕再细微，也是一眼即明。自己的想法更加清楚，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洛清仙的眼神再次一晃，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自己刚刚收下叶无双为徒，我为什么会收他为徒呢？这个问题9年前的那个夜晚他思考过，现在又浮现了出来。天眼的指引，冥冥之中的示意，机缘落在一个孩子身上。洛清仙正是自己的内心，当时他就明白了这一切，可他依旧收下了叶无双为徒。也许最初只是心绪的一个波动，也许是自己并不信命运。天眼的指引又如何？冥冥之中的示意又如何？一定就是对的吗？可他不仅鬼使神差的收下了叶无双为徒，更鬼使神差的在那小地方待了9年，对他悉心教导。他不得不承认，起初可能只是心绪的一个波动，但是9年下来，他的心思自己都看不明白了。洛清仙的脸上第2次露出一抹苦笑，难道我真的是将这个小家伙当作童养父来养的吗？他的目光落到旁边的山峰上，似乎透过云雾缭绕的阵法，看到了正在满地打滚孤勇的叶无双，旋即身影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这是一座人间仙境，山峰灵秀，云浪翻涌，天空中也有着璀璨的繁星。或许北唐云觉得一直保持白天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此刻北唐云一袭玄衣，在山巅负手而立，似乎在等待什么人。没过多久，一道流光落了下来，显露出洛清仙的身影。北唐云似乎早有预料他会来，而洛清仙对北唐云早早的等在这里也并不意外。师尊，洛清仙轻启朱唇，话未说完就被北唐云微笑打断。要用天眼。洛清仙点了点头。北唐云微笑着摇头，这种问题不该问天眼，该问自己。洛清仙默然数息之后点了点头，正准备转身离开，却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顿住了脚步，问道：师尊，我记得你得到过如梦似幻。北唐云也是感觉有些突兀，点了点头。洛清仙伸出手，平静地道：给我一瓶。闻言，北唐云本来一脸淡然的微笑，一副蜘蛛在握的样子，此刻也不免有些愕然，神色发愣。他伸手揉了揉额头，手一挥，
一个五彩斑斓却又透明的瓶子飞到洛清仙手中，洛清仙翻手收起，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北堂云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才轻笑出声：“你们师徒俩是强盗吗？明明用不上的东西，还非要浪费我2瓶。”一连几日，叶无双都没有再见到洛清仙。此刻的他正在山顶上来回踱步，清晨的风儿十分清凉，吹在身上很是舒适。然而，却并不能浇灭叶无双心中的烦躁之情。他一手插在腰间，一手扶着额头，神色苦恼。山崖边，深不见底，看着翻滚的云浪，叶无双好想直接跳下去。可惜，以他如今的身体强度，即便真的纵身一跃，也只能体验一下在山林乱石间翻滚的感觉。我不会真的过界了吧？万一师尊真的只是将我当徒弟看待的呢？师祖误我啊！我拜师的时候才6岁，师尊怎么可能有其他心思？就算真的要表白，也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先做一下铺垫啊！叶无双有些欲哭无泪，他感觉自己当时肯定是产生了人生3大错觉之一。那天夜晚，有些情绪上头了，不过他并不后悔。不管怎么说，也算是趁机说出来了。叶无双咬了咬牙，不见我，什么意思？不管了，管他什么路呢？既然开头了，那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我就不信师尊对我一点感情没有。说着说着，叶无双感觉自己的底气都充足起来了，手掌从空间界上抹过，一个五彩斑斓且透明的小瓶子出现在他手中，在阳光映照下，里面的液体色彩鲜艳，异常绚烂，即便闻不到气味，只是看一眼都有一种想要沉醉其中的感觉。这可怕的效果近乎于规则了。师祖说了，这不是迷药。叶无双的眼神有些发愣，自言自语道：“没错，我这不算下药。再说了，武者的事怎么能叫下药呢？”叶无双的山峰和洛清仙的山峰几乎是挨着的，可谓近在咫尺。叶无双在自己这里都可以看到洛清仙的山峰，只是战法运转，他看不清里面的景象，只能看见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相应的，洛清仙也是如此。此刻，洛清仙也正静静地立于山巅之上，目光落在叶无双的山峰上，正是自己的内心不是一件易事。但对洛清仙而言并不难，因为他从不回避自己内心的想法。有没有感情，这并不是一件难以理清的问题。有时候，自己潜意识下的行为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那天夜晚，面对叶无双突如其来的感情流露，洛清仙选择的是逃也似的离开，而不是回以一个冷漠平静的眼神。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如此复杂，踌躇、犹豫，甚至是羞涩，不然也不会有这几天的避而不见了。当然，主旋律依旧很清晰，因为洛清仙就是洛清仙，她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女子，而是一个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人。所以当看见对面的阵法消散，叶无双从中飞了出来，绕着他的山峰上下环绕，口中还不停喊着师尊的时候，绝美的容颜上弯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叶无双绕着洛清仙的山峰飞来飞去，喊了好几遍之后，依旧没有得到回应。他的脸上也不由浮现出疑惑之色。什么情况？师尊不在学宫吗？还是真的生气了，不想搭理我？阵法虽然有隔音之效，但想不想听见声音，取决于主人本身。突然，叶无双神色一动，看向远方，一抹璀璨的流光划破天际，落在他的面前，显露出身形。这是一个俊朗神秀的男子，剑眉星目，神色内敛，气质沉稳，面色平静如水。叶无双神色微微一凝，这个男子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一丝压抑感，躯体之下蕴藏着可怕的力量。咦，领域之力！男子轻咦一声，脸上浮现出一抹讶异之色，看向了叶无双。剑域，即便叶无双不刻意释放，也会自然的流露出来。老虎就是老虎，哪怕他并不发出虎啸，但只要你见到他，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领域也是如此，只要你踏入其中，就会明白这片天地的主宰者是谁。男子微微一笑，道：“在下上官鹤轩，师弟可是叶无双？”上官鹤轩，说起来，继下学宫的弟子，叶无双根本不认识几个，但上官鹤轩这个名字，他却深有印象。维续殿石碑之上，高居榜2，闯过了试炼塔第16层。这是一个8天门级别的妖孽，若是放在一个普通的时代，这等天资是所难寻，绝对可以称之为大夏皇朝新生代的领袖级人物。叶无双的神色也有些认真起来。须知，并不是开了8天门就一定能闯过试炼塔第16层。他在闯14层时碰到的精神烙印就是一个意境9重的妖孽。试炼塔层数越高，精神烙印就越少，但相反的，质量就越高。试炼塔第16层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战力。叶无双点头道：“正是。”上官鹤宣微笑道：“叶师弟果然如同传闻中一般，天资非凡，感悟了剑域。这锋芒锐利的气息，让我都感觉到了一丝压抑。难怪洛师姐会收你为徒。不知为何，明明上官鹤轩并未有出格之举，却依旧让叶无双感到了不适。学宫弟子之间本就以师兄弟、师姐妹相称，上官鹤轩称呼他为师弟，称呼洛清仙为师姐，再正常不过了。但叶无双还是有些不爽。第六感告诉他，这人可能喜欢洛清仙。事实也正是如此。以洛清仙的容貌、天资、背景，爱慕他的人简直不要太多，数量未必比天上的繁星少。但是呢，差距实在太大。
大家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也只会将洛清仙当作天上的仙子来看待，不敢付出行动。不过呢，上官鹤轩明显很特殊，虽然他也觉得自己配不上洛清仙，但是矮个子里拔尖，他却是最配的。大家都不配，但是所有人中我是最屌的。这一对比下来，上官鹤轩怎么可能没有想法？这不，刚一听闻洛清仙回到学宫的消息，就连忙赶了过来。因为洛清仙徒弟的身份，上官鹤轩对叶无双还带着一丝善意。显然，他并没有多想，将叶无双放到情敌的位置上。虽然师徒间结为道侣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以洛清仙声名在外的清冷性格，几乎所有人都在潜意识里将这一可能排除了。洛殿下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徒弟有意思呢？不可能吗？不过，当上官鹤轩看到旁边叶无双的山峰之后，眼神中还是不免浮现出诧异之色。洛师姐对待这个徒弟还真是亲近啊，居然允许他选择旁边的山峰作为修炼之地。上官鹤轩微笑着问道：“叶师弟也是来找洛师姐的？”叶无双点了点头。虽然明知洛清仙不可能对这家伙有意思，但所谓情敌，遇见了他当然天然就有一种敌视感。叶无双开口，声音中并无多少感情：“师尊不在，上官师兄可以回了。”哦，上官鹤轩脸上浮现出遗憾之色，也没有怀疑叶无双，摇了摇头，转身就欲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出：“何事？”正是洛清仙的声音。上官鹤轩神情一愣，脸色古怪地看向叶无双。叶无双面容微微一僵，心情像是忽然从万丈深渊跌落，脸色也开始有些苍白起来。师尊明明在这，却不理我，反而回应这个家伙。他难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宛如被万年寒冰包裹了一般，感觉不到一丝暖意。上官鹤轩虽然对叶无双的行为很疑惑，但听到洛清仙的问话，还是面色一喜，抱拳朗声道：“在下有一些修炼上的疑惑，特来请教洛师姐。”好俗套的借口。可惜此刻叶无双已经没有心情吐槽了。然而上官鹤轩等了半天，洛清仙却依旧没有回应。什么情况？上官鹤轩脸色疑惑起来，看了一眼云雾缭绕的山峰，又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叶无双。良久之后，洛清仙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为何不说话？”上官鹤轩一脸懵逼：“不是，我那么大声的说话，你没听见？”正当他准备再说一遍时，一旁的叶无双却突然福至心灵，明白了什么，眼神中重新燃起喜悦的火焰。“师尊，你把阵法打开，让我进去解释啊！”叶无双大声说道。飞来飞去，上蹿下跳的，回去静心凝神，夜晚助你那奇物入体。洛清仙的声音很快响起，是不是斥责？想必大家都听得出来。叶无双自然也听出来了，喜滋滋的飞了回去。而见证了这一幕的上官鹤轩此刻一脸懵逼。虽然洛清仙直接无视了他，但他并不意外，因为以洛清仙的性子，针对的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人。关键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看看洛清仙对叶无双的态度，上官鹤轩此刻像是遭受了10000点暴击。他看了一眼喜滋滋飞回去的叶无双，又看了一眼面前云雾缭绕的山峰，脸色懵逼且呆滞，眼神茫然而无措。不是你这，我这，他这，合成我在这就是为了给你俩增添一点情趣的呗。天空中满天繁星点点，璀璨而耀眼。小屋内，叶无双正在正襟危坐着，身姿挺拔，神情有一丝丝不安，手指还在无意识地摩擦着。在他手边对面各放着一个酒杯，里面装着的是一种名为白果的药酒，蕴含深厚的灵性，对修炼有莫大的益处。这是他花了500积分在资源店兑换的，可以说是很珍贵了。如梦似幻这个东西也是奇特，单独拿出来一眼就能让人知道此物非凡，但是滴入水中却又没有丝毫变化，瞬间融入其中，无色无味。叶无双认真观察了许久，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就是一杯普通的药酒，他打算以道歉解释为由，道德绑架洛清仙喝下去，有点负荆请罪的感觉了。我都喝了，那一杯明显是给你的，师尊不会不喝吧？没办法，想要让洛清仙喝下如梦似幻，他只能出此下策。方法看似不怎么合适，但又十分合适。只要大家都不多想，不就喝杯药酒，再正常不过了。而此刻，另一边，洛清仙看着自己面前的一个小碗，里面装着一种亮丽透明的液体，此物名为万年清心水，有静心凝神之效，同时服下之后也会让悟性倍增，是一种极为珍贵的灵液。武者闭关之前，或是有大突破之前，服用这万年清心水，再合适不过了。洛清仙就这么看着万年清心水。良久之后，手轻轻一挥，一个五彩斑斓的透明小瓶出现在半空中。洛清仙手指轻抬，瓶子内那绚烂的液体便一分为二，一份落入小碗内，瞬间与那万年清心水相融，而另一份则点在了他的唇间，很快就被吸收。叶无双等了许久，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腿都开始有点发软了，真是见了鬼了！堂堂天阳劲武者，居然还会腿发软，离谱！终于，传讯域境微微一震，一道精神波动传来，打开阵法。叶无双连忙操控学宫令牌，撤掉阵法。一道月白色的流光几乎是在瞬间飘入屋内，显露出洛清仙的身影。叶无双连忙起身，师尊。同时，洛清仙进来之后，阵法重新运转起来，云雾缭绕，将整座山峰都遮掩下来。
今晚叶无双要那5行奇物入体，这可是修炼大事，不容外人打扰。洛清仙微微颔首，神色平静，气质清冷，似乎忘记了那天叶无双表白的事，一切与往常无异。叶无双开口说道：“弟子那天被情绪左右，一时思虑不周，冲撞了师尊，还请师尊勿怪。”说着，他端起手边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看向了洛清仙。洛清仙看了一眼自己手边的酒杯，很明显是为自己准备。他觉得有些奇怪，有一种不至于此的感觉。当然，他也是这么说的。洛清仙平静地道：“不至于此。”然后轻抬酒杯，喝了下去。成了。叶无双心中一喜，同时大定，师尊到底是怎么想的？今晚就可以知道了。洛清仙自然没想到叶无双会在酒中加料，他手一挥，一个玉白色小碗出现在叶无双面前。这是万年清心水，有静心、凝神、明悟的奇效。等会儿你那5行奇物入体，可先服下此物，会更加顺利。叶无双本来就不可能怀疑洛清仙，此刻心中欣喜，更是什么都没说，直接端起碗飞速喝光，还挺甜的。叶无双看向洛清仙，脸上带着笑意，如此说道：“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怎么感觉师尊好像是在微笑呢？”洛清仙神色平静，气质清冷，眉眼间浮现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叶无双嘴角弧度上扬，笑容温和灿烂，一只手背在身后，手指无一时的摩擦，一个在百国酒中加料，一个在万年清心水中加料。此刻两人都有些莫名的心虚感，这如梦似幻到底行不行啊？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叶无双暗暗思索着。对面的洛清仙神色平静，毫无变化，而自己也喝了，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异常。场间宁静的氛围持续了一小会儿，两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最终叶无双决定主动出击，试探一下洛清仙。师尊，虽然那天我确实有些情绪上头，但是所说的话句句发自肺腑。叶无双开口如此说道，打出了一记漂亮的直球。虽然他也喝了如梦似幻，但他是主动表白的那一方，现在不过是将心里话吐露出来，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社死的地方。对面洛清仙依旧神色平静，眸子静若秋水，微微颔首道：“是真是假，我还是能分得清的。从你师祖那里回来之后，你看我的眼神就有些不对了，那点心思几乎要写在脸上了，能瞒得过谁啊？这么明显吗？”闻言，叶无双的脸色有些尴尬起来，摸了摸后脑勺。叶无双继续问道：“师尊既然知道我的心意，为何不回答我呢？反而这几天对我避而不见，这就是要问洛清仙的心意了。”话刚说完，叶无双的神情就肉眼可见的有些紧张起来，目光灼灼而坚定地盯着洛清仙。洛清仙轻轻一叹道：“并非不回答，而是你表达的过于突然了，我需要时间明示本心。”叶无双追问道：“所以师尊明示清楚了吗？”洛清仙微微颔首，神情平静而自然。其实答案早已很清楚，只是我自己不愿承认而已。16年前，师尊担心我人性将泯，为我寻来阴阳造化诀，同时天有异象，师尊用天眼勘测良久，只发现有一份机缘落在了我身上。我亦冥冥之中有所感应，循着指引来到了天玄国，一等6年之后见到了你。探测完你的体质之后，我就已明白了一切。阴阳造化诀，天赐神体，我哪里还不明白？所谓的机缘，就是和你行双修之道。叶无双如遭雷击，瞳孔瞪大，满是震惊。这，他竭力控制情绪，小心翼翼地问道：“所以师尊在10年前就已经对我有想法了？”洛清仙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有哪里不对，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道：“当时鬼使神差收你为徒，我自己都十分不解。也许正如你所说，确实内心对你有所想法，想将你带大了再看看。”我的天！叶无双瞬间头皮发麻，他现在哪里还不明白，绝对是如梦似幻起效果了。这些画像是能从洛清仙嘴里说出来的吗？师尊，你快别说了呀，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心意，没想让你社死啊！叶无双有些瑟瑟发抖起来。等师尊清醒之后，不会把我干掉灭口吧？然而这边洛清仙还在继续诉说着，后来一点点将你带大，我的很多行为都超出了自己的意料，比如为你做饭、抱你药浴等。我不得不承认，也许对你的感情就是在这潜移默化中一点点加深，一点点改变，直到前几天你突然表白，我才算真的明示内心了。一个我不在意的人，他的话语怎么可能动摇我的内心？怎么可能使我落荒而逃？洛清仙看向叶无双，静若秋水的眸子第一次变得温和起来。师尊说我人性将泯，为我寻来阴阳造化诀，期冀能让我有所改变。可是我知道，改变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功法，而是你。无双，我不懂什么是喜欢，也不明白什么叫做爱，可是我想说，你在我心里确实有着我自己都不理解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直白的话语最动人心。师尊。叶无双神色动容，眼神中满是感动，忍不住身子前倾，揽住了洛清仙，细腰若柳，隔着长裙都能感受到细腻光滑。洛清仙身子一颤，眼神出现了一瞬间的茫然。我刚才说了什么？白玉般的修长五指此刻紧紧握在一起，在神智无比清醒的状态下表达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偏偏自己现在才反应过来。洛清仙第一次体会到羞耻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耳根逐渐被染红，面色却是强自镇定。他强忍着内心的羞意，玉臂环在叶无双的腰间轻抚着他的后背，声音罕见的温柔下来。我的心意倒是都一点点剖开给你看了，你呢？难道就一句喜欢吗？洛清仙知道自己的性格，有些话正常状态下是绝对说不出来的，所以他才自己喝下如梦似幻，想要借此吐露心中的情感。不过他又为什么要给叶无双的万年清心水加料呢？答案很简单，一个人的社死才叫社死，大家都社死，那叫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叶无双松开洛清仙，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好意思，开始了他的社死发言。其实我也是从6岁的时候就已经对师尊有想法了。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洛清仙眼眸微睁，满是震惊。6岁，你还是个孩子啊？叶无双浑然不觉，自顾自地说道。初次相见时，师尊确实惊艳到我了，我当时就想，这是哪里来的仙子姐姐，简直好看的过分啊。后来我问师尊，天阳境是不是真的有1000年寿命？师尊为我讲解完之后，我就想，和强者动辄万年的寿命相比，几十几百岁的年龄差距算得了什么？那和差几岁也没区别。既然如此，那我和师尊结为道侣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啊。再然后随着不断的相处，感情愈发深厚，师尊已是天门境，可以不食五谷，却还会为我做饭，待人冷漠，却独独对我温和，一桩桩一件件，怎能不令人感动？所以上次师祖明言我的心思之后，我就决定不再隐瞒。师尊出去为我寻找火属性奇物，一别3月回来之后，我才没忍住吐露了内心情感。叶无双自顾自地说完，才看向了洛清仙，然后面色就是一僵，因为他对上的那双秋水般宁静的眸子，此刻满是震惊，一股凉意直冲天灵盖，让叶无双头皮瞬间发麻。我刚才说了什么？静，死一般的寂静。洛清仙神情再不复往日的平静淡然，此刻眼神震惊，心中还有刚才表白之后的羞耻感。叶无双面色僵硬，头皮发麻，颇有一种可以再换一个世界生活的感觉。不愧是圣人都能影响到的奇药啊！你说说，一点感觉都还没有呢，啥话就都说出来了。两人眼神游离间忽然碰上，然后默契地转移到一边。师尊现在肯定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了，不会怀疑到我头上吧？反正百国酒都喝完了，他也没证据。这是叶无双的想法。无双刚才明显是真情流露，估计他都没怀疑自己被下药了。这是洛清仙的想法。心虚的师徒俩同时社死，一致的选择了沉默。可，最终还是叶无双站了出来。毕竟洛清仙脸皮薄，今天的一番话又让自己维持了10年的师尊形象崩塌，显然不好意思主动开口。男人嘛，总是要吃点亏的，毕竟和老婆比起来，区社死算得了什么？叶无双强忍下内心复杂的情绪，目光灼灼地看向洛清仙。所以师尊是承认了吗？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算是道侣了？洛清仙偏过头没有回答。叶无双忍不住狂笑出声，直接揽过洛清仙，抱着他转起圈来。你放我下来！洛清仙有些羞恼，罕见的产生了这种情绪。叶无双嘿嘿一笑，停了下来，不过双手依然环在洛清仙的腰肢上，没有松开。他也不是什么话都听的。再说了，你堂堂9天门，挣脱不开我一个小小的天阳镜。洛清仙被叶无双搂着，炽热的阳刚之气迎面扑来，让他很难保持往日的宁静淡然。要知道，他修炼地功法可也是阴阳造化诀，我是你师尊，不得放肆。他轻轻推了一下叶无双，就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叶无双眼中露出不舍，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洛清仙抬了抬头，得到示意的他只好坐远了一点。两人安静对视良久，心境逐渐安稳下来。不要乱想了，平复一下心情，静心凝神。说好了今晚助你那奇物入体，正事还没办呢。洛清仙声音恢复平静，但是脸颊上的红润显然不是那么快就可以消下去的。说着，他伸手一挥，面前出现一道鲜艳亮丽的火焰，漂浮在半空中，蕴含着可怕的威能。叶无双隔着一段距离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灼热，好奇道：“这就是涅槃祖焰。”洛清仙摇了摇头，为他解释了祖焰和紫焰的关系，然后道：“将其他奇物取出来吧。”叶无双点了点头，手一挥，星辰石、剑木和赤泉就被取出，一起漂浮在半空中。然后在洛清仙疑惑的目光中，他伸手虚握，以一种拔剑的姿态缓缓移动。虚空之中，一柄金黄耀眼的长剑缓缓出现。这是……洛清仙脸色微微一变，一股辉煌正大的气息瞬间充斥整片天地，宛如帝皇临世，威严无比。金黄长剑之中，威能深邃而神秘，似乎有开天辟地之能，让洛清仙神情凝重无比。这柄剑太可怕了，其中蕴含的力量难以想象。洛清仙深深地看了叶无双一眼，这个小家伙居然还有秘密。不过叶无双既然在他面前展现，那就说明没有瞒着他的意思，洛清仙也不会追问到底。叶无双见状也是松了口气，洛清仙没多问就好，有些事情根本解释不清，真要问起来只能推给师祖了。洛清仙说道：“放轻松，静心凝神。”叶无双闻言闭上双眼，平缓呼吸，良久之后像是坐着睡着了一般。洛清仙屈指轻点，5种奇物化作5道光芒冲进叶无双腹中。叶无双运转阴阳造化诀，灵力涌动，平衡体内的5行奇物。按理说以他的恐怖体质，
这个过程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叶无双脸色微微一变，内视己身，体内灵力轰鸣响起，五行失衡了。叶无双很快明悟，是轩辕剑的问题，他的威能远超其他4种奇物，金属性过于强盛，以致五行失衡。只一瞬间，叶无双的身体变化作蒸炉，无形的轰鸣声响起，让他满脸通红，汗如雨下。洛清仙脸色微变，连忙伸手搭在叶无双手腕上，但瞬间死死止住，不敢动用灵力探查他体内的情况。外来灵力的进入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引发更大危害。洛清仙手一挥，一道冰晶玉髓出现在小屋内，顿时温度骤降，给叶无双带来一丝舒适感。无双，出什么状况了？洛清仙焦急问道，声音却放得很轻，怕打扰到他。叶无双额头青筋显现，牙关紧咬，显然体内出了大问题。他竭力沟通轩辕剑，企图控制住他，然而没用。这是剑自身的特性，难道还能怪他太强？雪霜加上的是5道灵性深厚的奇物入体，若是平衡稳定也就罢了，但是此刻五行失衡，灵力暴动，功法运转之下，叶无双体内积攒了10年的情欲之火，瞬间就被点爆了。此时此刻，他自内而外仿佛都被放在火海中灼烧，心火极其旺盛。功法的后遗症同时显现，确切的说，这并不算后遗症，正常双修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谁让这师徒俩都不是正常修炼的呢？就在这时，一道龙鸣声响起，将叶无双震得心神一颤。这是轩辕剑上的那道龙魂虚影，此刻发出龙鸣，几乎要将叶无双震晕过去。好在他意志坚定，勉强坚持下去。然后他就惊喜地发现，轩辕剑的威能在减弱，逐步降低到和其他4种奇物一样的地步。他连忙控制自身，竭力维持五行平衡。渐渐的，体内暴躁的灵力逐渐平复，5道奇物和谐运转下来。师尊，刚才五行失衡了，已经平复下来，不必担心。叶无双咬紧牙关，艰难开口。那奇物入体本就是一个煎熬的过程，何况功法的后遗症在此刻全面爆发，可谓雪上加霜。虽然五行已经平衡，但他如今的情况依旧算不得多好。洛清仙连忙问道，五行平衡了，你的身体状况怎么还是不对？他眼界高深，自然一眼看出叶无双如今的状态不是正常的，是功法的后遗症。叶无双开口说道，此刻他根本没有其他想法，正在艰难地维持体内平衡。功法的后遗症？洛清仙瞬间明白了，因为他修炼的也是阴阳造化诀，知道所谓的后遗症是什么。这种状况哪怕放在平时也是极其难熬的，何况叶无双如今还是在这种修炼的关键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玩火自焚，遭受重创。洛清仙银牙暗咬，眼神出现一丝恍惚。我已经是无双的道侣了，双修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是的，承认关系当然不仅仅是承认关系，而是已经接受能和对方双修。在这个武道为尊、潇洒肆意的世界，接受就是接受，不接受就是不接受，谁和你磨磨唧唧的玩拉扯？维持五行平衡，完全将奇物纳入体内，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叶无双此刻饱受星火与欲火的灼烧，感官处在一种奇特的状态，似乎是被无限放大了，又似乎感知变得模糊了，难以言明。就在这时，一道略显冰凉的娇躯挤入他的怀中，一道轻声的安慰自耳边传入，静心修炼，不要多想，其余的交给我。罗长轻简，肌肤如玉，光滑白嫩，触感细腻。叶无双哪里还不明白洛清仙意欲何为，他的声音略显艰难苦涩，师尊。下一秒，一道温润的红唇已经映了上来，不要叫我师尊。阵法笼罩下的山峰，夜色寂静如水，伴随着一道婉转音啼响起，星空之下无形的轰鸣声响起，10道古朴深厚的门户缓缓凝形，一时间天地巨震，异象突生，宫阙巍峨耸立，云雾缭绕其间，殿宇神秘威严，若隐若现，宛若人间仙境。宫阙殿宇间，阵阵悦耳的仙乐响起，奇异的芳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距离此地数千里之外，某座小世界之内，一个玄衣男子神色微正，隔着遥远距离朝某个方向投来注视，平静的面容上也随之浮现温和的笑意，倒也不算浪费。小屋内安静无比，针落可闻，只余2道清晰的呼吸声。叶无双环着纤细光滑的腰肢，依旧保持着闭目盘膝的姿态，而洛清仙此刻也闭着眼睛，将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两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师尊，你突破10天门了吗？直到叶无双戳了戳怀中家人的玉背，轻声问道。他明显感觉到怀中的娇躯微微一颤。洛清仙没有回答。叶无双正准备松开双手，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却发现洛清仙2条无力的玉臂在此时微微发力，紧紧地将他抱住了。好吧，看来是有些害羞了。叶无双没再追问，也学着洛清仙的样子，将下巴放在了他的肩膀上。然而宁静的氛围却没能持续太久。洛清仙不轻不重地拧了他一下，有些羞恼的声音响起：“你做什么？”叶无双有些尴尬，但语气也很无奈：“师尊，这个我控制不了啊。俗话说保暖丝那啥。”洛清仙察觉到不对，松开双手，做事就欲起身。然而叶无双岂能让他如愿？揽住家人纤细腰肢的双臂，微微用力，就将他禁锢在了怀中。叶无双有些不悦地说道：“娘子，你做什么？我们已经是道侣了，你怎么还想跑呢？”
听到娘子这2个字，洛清仙的身子一颤，动作明显僵住了。你叫我什么？过了好几秒，一道有些低微的声音响起。不过叶无双的听觉何其灵敏，哪里能没听清楚？再说了，2人现在的距离。叶无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娘子呀，怎么喜欢听这个称呼？娘子，你怎么不说话？我是你师尊，不得放肆。你刚才还说不要叫你师尊。第一次在洛清仙面前占据主导地位，叶无双现在的心情可谓舒爽到爆，脸上的笑容就一直没下去过，反而愈发灿烂了。不过嘛，随着言语间的调戏，娘子功法的后遗症好像又来了。你放开我，我要起来。洛清仙的声音有些急了，挣扎着想要从他怀中离开。啪！叶无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后腰，不悦地说道：娘子，你再这样我生气了呀。效果很明显，洛清仙停止了动作，不再挣扎。良久之后，一道细弱蚊蝇的声音响起：我要歇一会儿。啊！叶无双眼眸微睁，有些诧异，但更多还是振奋欣喜。不是吧，娘子，你堂堂天门禁武者，身体素质这么差呢？洛清仙没有说话，再次掐了他一下，这次很用力。嘶！叶无双立马瞪大了双眼，痛呼出声：师尊，你要谋杀亲夫啊！洛清仙动作一顿，停止了对叶无双的虐待，小手放在他的腰间轻轻揉了起来，同时语气有些不善地说道：你能不能不要乱称呼？叶无双头一抬，十分高傲的样子，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洛清仙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无奈，这家伙现在真是越来越放肆了，可是偏偏自己还拿他没有办法，骂他一顿他不会骂人，打他一顿舍不得。叶无双享受着洛清仙的按摩，突然嘿嘿一笑：师尊，你是不是该改一下对我的称呼了？洛清仙没有说话，叶无双戳了戳他的柳腰，催促了一声：相公。洛清仙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不小，有些清冷之感，但很清晰。叶无双听得很清楚，脸上绽放出灿烂而满足的笑容。他一本正经的回应，然后双手捧起洛清仙的脸颊，重重地印在了娇艳欲滴的红唇上。洛清仙嘤咛一声，心中有些无奈，这家伙说好了让我歇息一会儿呢，但身体很诚实，没有挣扎不说，2条玉臂还主动环在了叶无双的腰上。又是一场风雨，武器朝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哪怕使用奇物修炼之法，也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本质上还是需要自己修炼的。不过叶无双纳入体内的5种奇物，无疑不是世间最顶尖的存在，甚至都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物，再加上他那恐怖的体质，辅以培元丹，修炼速度简直快得吓人。因此他要达到5元境圆满，注定不会需要太长时间。何况和洛清仙坦诚相见之后，阴阳造化诀不再有任何缺陷，这可是一门圣阶功法，加成极其恐怖。而且叶无双和洛清仙初次双修，身后的元阴元阳倾泻而出，所带来的裨益是极其巨大的，完全不亚于吸收了一株圣药。借此，洛清仙成功打开了第10道天门，达到此境之极。史上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寥寥无几，绝对不超过1掌之数。无尽岁月以来，才诞生了这寥寥数位万古奇才，现在又多了一位，这将在大陆厚重的历史上留下一页璀璨的篇章，比之圣人还要耀眼。当然，叶无双获得的裨益也丝毫不小，许多益处甚至他都未能完全吸收，正在逐渐消化当中。功法于武者而言只是工具，阴阳相合也不意味着沉沦欲望。这是洛清仙初次将阴阳造化诀交给叶无双时所说的话，现在他又重新说了一遍，语气严肃且无奈。自2人关系突破之后，叶无双竟然不打算放他走了，这是要做什么？须知2人关系的突破是很多因素导致的，叶无双五行失衡，情欲之火被点爆，更有如梦似幻的原因，让2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在最清醒的状态下流露出来，这才让2人的关系突破了最后一步。当然，即便没有喝下如梦似幻，结果依然会是一样的，只是洛清仙没有那么容易接受，可能会有扭捏等情绪。现在如梦似幻的效果消失了，洛清仙内心的修意就上来了，想要回去修炼冷静一下。然而叶无双居然不让他走，阵法运转，可不仅是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啊。而此地山峰属于叶无双，学宫令牌在他身上，阵法只有他能操控。娘子，我怎么就沉沦欲望了？叶无双眨了眨眼睛，一脸不解。我们修炼地功法都是阴阳造化诀，双修就是在正常修炼啊，双修才是正道好吧，哪里沉沦欲望了？洛清仙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不复往日清冷超然的姿态。关键是叶无双说的话好像是对的，他找不到理由反驳。2人的关系刚刚突破了最后一步，现在可谓是蜜月期，叶无双怎么可能让洛清仙跑了？死皮赖脸的粘在一起，加深感情才是正道。至于加深感情的方式，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星号星号。再说了，叶无双心中暗暗嘀咕着，古今难有的仙灵圣体，10天门，领域9重，连个阵法都闯不出去，你看我信吗？最终他还是强行将洛清仙留在了自己这里，日夜双修。用他的话来说，我们这是在正常修炼，我练个双修功法和道侣双修怎么了？谁敢说我不是在正经修炼？2个半月后，稷下学宫年底弟子大比，巨大的广场之上，此刻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群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交谈。
对于稷下学宫而言，这绝对是一场少见的盛事。往年的弟子大比，可没有几个人来凑热闹，而现在因为太初池名额的缘故，整个学宫的弟子可谓全部破关而出，一纸首名。当然，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最终的胜者不过是在那数位妖孽中产生，他们大多数人不过是来凑个热闹的，真是够热闹啊！好久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了，不容易啊！呵呵，要不是学宫大出血了一回，你觉得这些家伙会这么积极？首名奖励哪里与我等有关？不过凑个热闹罢了。看看那几位师兄师姐，如今妖孽到了何种程度？要我说，这哪里还有比试的必要？这首名奖励，那不妥妥是洛殿下的吗？非也非也，我听说洛殿下并不参与这次大比，不然这太初池名额与内定何意？其他人根本就不会参加这次大比了。哦，洛殿下为何不参加这次大比？太初池名额他也看不上吗？怎么可能？太初池名额何等珍贵，哪怕领域晋王者都是可求而不得的。即便是洛殿下，也不可能不将太初池名额放在心上。他不参加这次大比，我只能想到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别卖关子了，快说！呵呵，一个对你没有用的东西，你还会抢着要吗？莫非很有可能？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广场上的学宫弟子越聚越多，还有不少的学宫侍从。一场无数天才、人杰、妖孽之间的争锋，绝对是难见的盛事之一。想要吃瓜的人太多了。旁边临时建成的高台之上，摆放着许多座椅，上面已经坐满了人，不多，30-40位的样子。每一个气息都十分深厚强大，皆是稷下学宫的导师级人物。最前方的5个椅子左右已经分别坐了4个人，2个中年男子，一个老者，一个妇人，浑身上下丝毫没有灵力波动，内敛自然，仿佛普通人一般。但只有靠近他们的人，才能体会到他们的强大。领域之力的无形威压，足以让任何导师级人物凝重以待，毫无反抗之心。这几位即是3殿一阁的殿主、阁主，清一色的领域晋王者。而中间的椅子还无人就坐，居然能在几位王者间高居首位，不禁让人猜测是哪位大人物将要莅临现场。一道流光划破天际，落在广场上，显露出其中身影，顿时引发了无数人的瞩目，小声交谈。上官鹤轩，稷下学宫弟子之中，除了洛清仙之外的最强者，本次学宫大比首名呼声最高的存在。当然，大家都是天才，不是路人甲，自有矜持，不可能发出惊呼什么的，只是和周围人平声交谈。高台上的导师也在笑着随意交谈。洛殿下不参加大比，只怕这一次的太初池名额就要落到上官鹤轩身上了。难说啊，学宫弟子中还是有不少能人的，有的弟子坚持苦修，甚至闭场关几10年上百年，这些人还不在少数。闯世炼塔都是许久之前的事了，谁知道他们如今战力如何？我看说不定就有人突破8天门是级。再说天门数量也不是战力的唯一影响因素，首名花落谁家不好说啊。说起来也不知陛下是怎么想的，居然赐下太初池名额给这些弟子，他们都才多大，意境能有机虫，太初池能用得明白吗？陛下自有考量，非你我所能猜测的，只能说这些弟子走大运了。说着，又是2道流光划破天际，落了下来，显露身影，正是叶无双和洛清仙。然而这些刚才还自有矜持的天才们，看清之后却是瞬间被引爆了。操，这他妈谁啊？畜生，把手从我女神身上拿开！刀呢？我刀呢？只见此刻的叶无双和洛清仙并肩而立，十指相扣，好似神仙眷侣。洛清仙神色平静，气质清冷超然，而叶无双呢？见众人看来，他的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微笑，松开和洛清仙相扣的5指，右手上攀，揽在了纤细的腰之上，十指相扣，揽腰入怀。这番亲密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再清楚不过了。这位清冷若仙、高高在上的洛殿下，居然也会有被男子揽入怀中的一天，这怎么能接受？不管这个男的是谁，他都不配。原先的广场上虽然人数众多，谈论不断，但总的而言并不是太过嘈杂，毕竟大家都是天才，聊天也讲究一个云淡风轻，儒雅温和。可是现在这些自诩矜持的天才们，一个个宛如被点燃了的火药，眼神中爆发出极度的火焰，灼灼地看向叶无双，那目光简直要将他吞噬了。就连高台之上的诸位学宫导师，4位领域晋王者，此刻也都面面相觑，明显有些懵了。连洛殿下都能拿下，你可真是个神人啊！叶无双这个名字，这段时间在稷下学宫可谓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学宫新来了一位绝世妖孽，洛殿下的弟子，一个叫叶无双的家伙，15岁的天阳境，进入学宫的第1天就闯过了石炼塔第8层，1个月后匪夷所思的达到天阳境3重，更是于万剑壁感悟剑域，名传皇都。这其中的每一件事都足以令人倒吸凉气，敬畏天人。而当这些事全部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太恐怖了，难以想象。所谓的天才、人杰、妖孽在他面前都是如此的暗淡无光，这真的还是人吗？哪怕有人说他是大能夺舍、转世重修，都会有人摇头反问：圣人转世能做到这个地步？这是一个惊艳到让人不足以用言语来形容的逆天奇才，绝世天骄。然而见过叶无双的人却很少，所以
绝大多数人都没能将他认出，反而有许多人本能怒吼：“取我刀来，斩杀此僚！”场面一度十分激烈混乱。当然，见过叶无双的寥寥些许人也都在场，比如维序殿的李执事、一些侍从，当日万剑壁前的一些学宫弟子，再比如咱们的情敌哥上官鹤轩。此刻的上官鹤轩看着宛若神仙眷侣的两人，脸色复杂无比。那天去找洛清仙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一丝丝不对了，但依旧没敢往深处想，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洛学姐只有一个徒弟，待她清静些、特殊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结果这才几个月，两人就已经光明正大的手牵手了。他回想那天的情形，岂不正像道侣之间闹个了小矛盾？再回想自己的举动，真的好像一个小丑。有见过叶无双的人道出了他的身份，再次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什么？此僚竟是叶无双？新入学宫的那个修炼变态？不是说他是洛殿下的徒弟吗？这一时间，许多人就像那熄火的炮仗，哑成一片。若是叶无双的话，似乎、好像、大概、貌似，倒也配得上洛清仙。称赞一句神仙眷侣、天作之合，完全不是一句违心的话。只是万万没想到啊，清冷若仙的洛殿下居然也玩师徒养成这一套，连自己的徒弟都面对无数道注视而来的复杂目光，洛清仙依旧神色平静，一副清冷超然的仙子形象，只是眼眸深处也不免浮现出一抹无奈之色。这家伙还真是一点也不知道收敛。而叶无双呢，嘴角依旧挂着一抹邪魅的微笑，听到众人的话语，揽住洛清仙腰肢的手臂还微微发力，将他往自己这边带了一下。洛清仙似乎也已经习惯了叶无双的这番举动，顺着他的心意往他身上靠去，脑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咔嚓，场间似乎有什么东西裂开了。数量还很多。畜生啊，他妈的畜生啊！师尊，看到没有，这么多人嫉妒你呢，惦记我的人这么多，你有没有紧迫感？叶无双眼角带笑，一本正经地说道。洛清仙神色一愣，他低叹着轻声说道：“你还是正经点吧，别等会儿被人打得几个月下不了床。”叶无双眨了眨眼，无所谓，反正我有娘子照顾，我早就想体会一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了。哪位师兄师姐要是能帮我一把，我还得好好谢谢他。洛清仙。两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也没有刻意放小。在场的除了侍从之外，最低都是天阳境，怎么可能没有听清？此刻刚刚偃旗息鼓的众人一个个再次眼中喷火，娘子都叫上了，这绝对是来秀恩爱的，绝对是来炫耀的。两人的动作言语很是亲密，一点也不在意还有这么多人在旁边呢，就好像是热恋期的情侣，智商为零且十分幼稚。叶无双脸上的笑容一直就没下去过，几个月以来，两人一直在加深情感交流，几乎时刻黏在一起。洛清仙不仅在叶无双面前愈发温和，形象更是有从清冷仙子往听话小娘子上转变的趋势，这让占据主动的叶无双爽得不行。如此没有多久之后，一道无形的威压弥漫全场，温和而威严的声音随之响起：“呵呵，看来人都来得差不多了。”正在和洛清仙卿卿我我的叶无双动作一顿，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半空之中一道空间裂缝出现，一袭玄衣的男子身影从中缓缓走出。帝者出行，天地退避，天地在嗡鸣，虚空在震颤，领域之力无形笼罩全场，宣告着这片天地主宰的降临。参见陛下！4位领域境王者，数十位学宫导师，无数学宫弟子、执事、侍从，此刻尽皆起身，躬身行礼，语气恭敬。这就是大夏皇朝之主，当今夏皇。叶无双看向半空中的那个玄衣男子，笑容温和而平静，却无形之中散发着威严，让人忍不住心生膜拜。场间还平静站着的只剩下洛清仙和叶无双，因此夏皇的目光也是很快落在两人身上。当他看见被叶无双揽在怀中的洛清仙时，神色也是明显一愣。他先是摆了摆手，温和而威严的声音响起：“免礼。”众人齐直起身来。下一秒，夏皇的目光落到洛清仙身上，眼中浮现出温和笑意，道：“师妹，许久不见了。”师妹。听到这个称呼，叶无双懵了。这位夏皇，堂堂涅槃境帝者，居然也是北唐云的弟子。卧槽，师祖他老人家果然牛皮。场间无数人也是心中震撼，洛殿下居然和夏皇陛下师出同门，这太令人震撼了。那位神秘的皇族帝者到底是何方神圣，又到底活了多久岁月？须知当今夏皇已经活了近13000余年了，领域境王者的极限寿命可才9000年。世人皆知涅槃境的帝者极限寿命为3万年，但普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数字是有条件的。涅槃有9劫，准确来说，涅槃境的寿命只有12000年，而每度过1劫即增寿2000年，这才是3万这个极限数字的由来。世人皆传，当今夏皇春秋鼎盛，正值壮年。可是夏皇已经活过13000余年，这怎么能被说是正值壮年呢？众人心中一颤，止于无尽的恭敬与畏惧，因为答案只有一个：这位夏皇陛下恐怕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境界，而他与洛殿下的那位神秘师尊，又该是何等的恐怖啊！师兄，洛清仙回应，虽然靠在叶无双的肩头，一副温顺的模样，但与他人说话依旧语气清冷平静。夏皇微微一笑，道：“10几年不见，师妹果然变了许多，如今竟也。”说着，他
他的目光落到了叶无双身上。叶无双见状，坦然道：“在下叶无双，见过夏皇师兄。”在场众人尽皆心中一颤，有你这么称呼的吗？那可是当今夏皇浩瀚大陆的主宰者之一，身份何其崇高，就连洛清仙也无奈地看了他一眼。夏皇也是一怔，旋即哑然失笑。听闻学宫新进了一位少年妖孽，还是师妹的弟子，没想到是你。你的师尊与我是师兄妹，你该称我一句师叔，如今为何扰乱辈分，以师兄相称？叶无双微笑道：“师兄何必明知故问？仙儿既是我的师尊，也是我的道侣，于情于理，我都该称您一句师兄。”即便是以洛清仙的心境，听到这句仙儿，还是不免握紧了五指，心生羞意。当然，表面上依旧神色平静，不见丝毫变化。演技高深，呵呵。夏皇轻笑道：“我这个师妹天资绝世，性格冷淡，试问天下又有哪位英杰能配得上她？我当年可是一度认为，她说不得就要一生一人了，没想到居然让你这个小家伙给拿下了，这可不是有点本事了，呵呵，简直比你的天资还要惊人啊！”叶无双对此微微一笑，夏皇称他为小家伙，倒也没有轻视他的意思，纯粹就是字面意思。叶无双的年纪太小了，10几岁的年龄在夏皇面前和婴儿有什么区别？夏皇微笑着看了叶无双一眼，眼神似有深意。见面礼，师兄可是已经备好了，能不能拿到，可就要看妹夫你的本事了。说着，夏皇大笑一声，于高台守卫就坐。见面礼什么意思？叶无双神情茫然，看向了洛清仙。洛清仙伸手揉了揉他的脸颊，轻声道：“你以为太初池的名额为什么会分一个给这些3天之境的学宫弟子？”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震，嫉妒且羡慕的目光纷纷投向了叶无双。这话岂不是说太初池名额就是为叶无双准备的？这家伙又吃又拿啊，既抱得美人归，又靠上了夏皇这根擎天巨柱，简直嫉妒得令人双眼发红。叶无双也自然明白了，太初池1000年开放一次，效果惊人，名额极其珍贵。一般而言，非皇族嫡系和对皇朝有大功的领域境王者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上，哪怕将名额分润给9重异境的破虚境9重，都是极为罕见的，只会发生在领域境王者匮乏的时期，以此来弥补该层次的战力。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大夏皇朝从创立至今一直鼎盛，从未衰弱，所以分一个名额给这些3天之境的小家伙，根本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缘由找到了，原来是因为自己。叶无双心中苦笑，他清楚地记得学宫公布太初池名额是在自己进入学宫的第1天，那会儿自己可才天阳境一众啊，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夺得学宫大比的首名。这位夏皇对他可真是自信啊。不对，叶无双突然想到了什么，心中一震。太初池名额确定之时，自己已经闯过了试炼塔第8层，展现了恐怖的天资。或许这位夏皇当时就已经猜到我可能在意境上有极高的造诣，甚至他可能认为我当时就已经掌握了领域，再加上相信洛清仙的目光，这个太初池名额只怕还真是为自己准备的见面礼。只是其中也未必没有给我压力，磨练我的意思。想明白了这些，叶无双看向高台，朗声道：“既然是师兄的见面礼，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狂妄！夏皇对此微微一笑，无数学宫弟子却是在心中冷哼，甚至直接有人面露不满：“你小子还真想连吃带拿！”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太初池名额，夏皇的确是因为叶无双放出来的，但规矩在此，终究是要靠实力说话的。面对如此大的机缘，所有人都将全力以赴，甚至不惜拼命。某些极尽升华之术未必就不会被使用。他们都承认叶无双的确天资绝世，妖孽至极，但是他毕竟才刚满16岁，2个半月前才刚刚达到天阳境3重，掌握了剑域又如何？以为就能傲视一切，抹平如此大的境界差距吗？夏皇坐在高台守卫之上，笑容温和，却散发着无形的威严，高位者气息显露无遗。既是学宫难得的盛事，单单一个太初池名额倒是有些小气了。夏皇开口轻声自语，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首名的奖励便再加上一门天阶武技吧。哗！无数人的目光瞬间变得火热无比，心中的渴望点燃，战意在攀升。叶无双也是眼神一热，天阶武技，即便是他，正常来说都很难获得，需要再学功苦攒数十年的积分。而对其他人来说，根本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是稀世珍宝，值得他们用命去拼。这让本就激动的众人变得愈发疯狂。陛下人后，这一批的学宫弟子倒是福运十足。高台上唯一的一位女性领域境王者微笑着开口。夏皇笑容平静而温和，继续说道：“第2名赐仙骨一路1滴，4强赐真龙血丹1枚，8强赐玄龙精髓1滴，16强赐地阶上品灵器1件，32强赐地阶上品武技1门。其余参加学宫大比的弟子，奖励由学宫资源殿决定，按名次发放。”话音落下，全场轰动，无数学宫弟子高呼陛下圣名，眼神火热发红。本来他们大多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的，毕竟太初池名额只有1个，花落谁家尚不好说，但自己什么实力肯定是有自知之明的。可是现在
其他名次的奖励也如此的珍贵，他们就可以想一想了。仙骨一路，那可是绝世奇珍，有惊天神效。君不见，连高台之上的4位领域境王者听到奖励都是眼神一热，难以抑制内心的渴望，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至于真龙血丹，那可是地阶上品丹药，龙血龙髓炼成的东西，能是凡物吗？地阶上品灵气自不用多说，领域境王者用的也不过是这个级别的灵气。天阶灵气基本只可能出现在涅槃境的帝者手中，地阶上品武技，这是正常人所能接触到的武技上限，学会一门足可纵横同境。可以说，这些奖励的珍贵程度在往年大笔的奖励基础上翻了无数倍，哪怕在场皆是天才人物，眼界颇高，此刻也都难以保持镇定，一个个热切无比，恨不得马上夺得奖励。叶无双暗暗咂舌，不愧是一方霸主级势力的掌权者，哪怕指缝间露出一点，都够无数人想之不尽的了。呵呵，看来诸位都有些等不及了。既如此，我也不再多说了。夏皇温和笑道：“此地太小，难以施展，欲参赛者进我掌中世界。”说着，夏皇手一挥，广场之上，虚空之中陡然传来轰鸣声，一道狭小的裂缝出现，然后转瞬间化作一道数10丈长宽的巨大漩涡，散发着幽蓝的光芒。此次学宫大比还是以切磋为主，某些危害极大的禁术还是不要使用的好。夏皇声音温和，却让无数人心中一凝，这就是在定规矩了。很明显，毕竟是内部比武，禁止使用类似燃神的极境升华之术。叶无双倒是不以为然，那种东西不可控性极大，不是快死了谁会使用？去吧。夏皇声音落下，广场之上无数道人影飞天而起，冲进那巨大的幽蓝漩涡之中。师尊，我也进去了。叶无双看向洛清仙，松开了揽着柳腰的手臂。洛清仙微微颔首，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鼓励道：“可别真被人打得下不了床。”叶无双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放心吧，这可是我的见面礼，谁敢抢，直接打爆。”说着飞速在洛清仙的红唇之上嘬了一下，然后化作流光飞天而起。洛清仙脸上浮现一抹无奈的笑容。继下学宫1000余名弟子，其中大约60%为天门境，此刻飞入幽蓝漩涡之中的身影，前前后后绝不下于700道。看来对自己有自信的人很多啊。广场之中瞬间空旷了很多。待到人都进去完毕，夏皇再次手一挥，幽蓝漩涡暂时消失，无数道光幕出现在空中，密密麻麻数百道，其中显示的正是里面各位学宫弟子的场景。叶无双眼前止于无尽的光芒，不到1秒之后触到了实地，脚下是一片广场，或者说是演舞台，四周混沌不见边际，是一片奇特的空间，也没说个比赛规则什么的。叶无双心中刚刚泛起嘀咕，对面不远处就出现了一道身影，余光团中缓缓显现。这是一个身姿高挑的女子，手持一杆血银色长枪，英气十足，长发编成辫子垂落至臀部。一道空灵且毫无感情的声音在场间响起：“击败对手即可晋级下一轮，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简单的1v1单挑。”咦，叶无双和月瑶那丫头遇上了。外面广场之上，无数人盯着半空中的光幕观战，当然光幕太多，他们也只会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种子选手观看战斗。刚才就是一位导师发出声音，引得无数人将目光投了过来。显然不管是叶无双还是那位名为月瑶的女子，都是极负盛名的天才。洛清仙的目光几乎是在瞬间就找到了叶无双，不过当他看清叶无双的对手之后，神情就变得无奈起来，罕见的有些头疼。叶无双？对面的女子一愣，然后瞬间就变得欣喜起来，十分激动的样子。叶无双一脸懵逼，什么鬼？听这语气，我还有粉丝？然后就听见对面那女子激动地说道：“感谢夏皇陛下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好好的教训这家伙。”叶无双一脸懵逼，这位师姐什么仇什么怨啊？我好像不认识你吧？女子娇喝道：“昨天还不认识，今天认识了，敢抢我的洛师姐，你这家伙死定了！”沃特发，我没看错的话，你是个女的呀？什么逆天发言啊？这不是，你说你要是个男的，这一脸的夺妻之恨我倒也能理解，你这成何体统啊？叶无双召唤出洛清仙送他的那柄灵气长剑，道：“师姐，虽然你是个女的，但你要说是情敌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女子冷哼一声：“谁是你情敌？洛师姐那样的仙子，怎么可以有道侣呢？我绝对不允许。师姐应该是完美无瑕的，好吗？原来是师尊的小迷妹，虽然不太友善，但叶无双不好不太友善。男娶女嫁，人之常情。仙子怎么了？不也是人吗？有个道理不行啊？”女子理直气壮地道：“不行，师姐身边只能有我一个。炸裂，抢我老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虽然叶无双没说话，但武月瑶从他眼神中看出了这个意思，顿时手中的长枪滑动着发出声响：“抢我师姐，还威胁我，还不客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话音落下，澎湃的灵力气息从其身上散发出来，身后数道门户虚影若隐若现。叶无双神色一凝：“8天门！”嚯，月瑶这丫头打开第8道天门了呀！场外有导师发出惊呼声：“8天门！”值得他们如此震惊。不要说他们，哪怕涅槃境的帝者，也有部分只打开了7道天门。无数人的目光投向属于叶无双和武月瑶的那道光幕，两人绝世妖孽的对战，
所有人都很感兴趣。当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叶无双必败无疑，原因只有一个：16岁，太小了。数月前还是天阳镜，在八天门面前能翻起什么风浪？叶无双思索着维序殿石碑上的排名，但始终没能对号入座。这位师姐应该是突破八天门没多久的，而七天门的学宫弟子中，女子还是有好些的。叶无双认都认不全，哪里能将眼前之人对号入座？请教师姐名讳。叶无双开口说道：八天门放在整个大陆都是极为耀眼的，不能当路人甲来对待。五岳瑶。五岳瑶一甩长辫道：哼，你刚才在广场上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就让你在床上躺几个月吧。叶无双持剑而立，微微一笑，既如此，那就看师姐有多少本事了。话音落下，宛若天倾海覆，剑域之力笼罩全场。便是八天门的五岳瑶，面对这恐怖的剑域，也是神色认真了起来。长辫一甩，便环绕在脖颈几圈，被他一口咬住。血银长枪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五岳瑶身形猛然闪动，长枪烈烈作响，仿佛将空间都劈开，带着恐怖的威势重重地轰向叶无双。而迎接他的是一道泛着青白色剑芒的长剑。咦，岳瑶没使全力吗？怎么跟一个小家伙打得有来有回？场外有导师疑惑出声。光幕上两道快若流光的身影悍然交接，发出猛烈碰撞。短短数息，两人已经交手数10击，而叶无双丝毫未落下风，反观五岳瑶的神情愈发凝重了。奥特曼打小怪兽也要先肉搏一段时间，消耗对方的生命力，然后再发出大招，给予致命一击。叶无双和五岳瑶现在的交手也是一样的道理，属于试探对方，消耗对方的灵力。五岳瑶用的是枪，而叶无双用的是剑。虽然有1寸长1寸强的说法，但那只限于低武之间的技艺对拼。3天之境的武者，特别是天门境，已经可以调动天地之力，完全不适用这条规则。兵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承载自己力量的外物。叶无双的力量不对。有导师级人物脸色微变，看向洛清仙。夏皇创造的光幕十分神奇，在外只能看到景象，但若是将精神力探入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内的力量波动，仿佛身临现场。这位导师正是将精神探入了光幕之中，才发觉到了不对，那是2道天地之力在对拼。叶无双竟已是天门境，这怎么可能？面对数10道投来的骇然疑惑的目光，洛清仙依旧神色平静。叶无双和五岳瑶对拼上千次之后，终于拉开了距离。场间天地之力对轰无数，已经有些凌乱，3种不同的意境交织错落，在地上留下不少痕迹。叶无双持剑而立，神色认真。八天门果然不是泛泛之辈，这位五师姐居然领悟了2种意境，一道为7重枪意，大开大合，威势强盛；另一道意境却难以言明，有极度锐利，无坚不摧之感。2种意境相叠加，再加上八天门所能调动的天地之力，简直如同不断袭来的海浪，一重胜过一重，恐怖无比。而对面的五岳瑶更是一脸凝重，身段随着呼吸上下起伏，不见起初的姿态。刚才交战，他居然出落于下风。最关键的是，五岳瑶银牙暗咬，你怎么会是天门境？这家伙3个月前不是才天阳境吗？嗑药了修炼这么快？叶无双微微一笑，区3天门而已，比不得师姐。没错，如今的叶无双已入3天门之境，他从天阳境1重到天阳境3重，才花了25天。按理说，哪怕他体质恐怖，天元境的修炼也应该更慢才对。但是他走的可是5行奇物修炼之法，而且用的是世间最顶尖的5种奇物，一突破就是5元境巅峰。再加上洛清仙和他初次双修带来的莫大裨益，以及因此而消弭地功法的后遗症，叶无双的修炼速度简直达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不到1月，他就完美的突破到了5元境，剩下的2月便是顺势进入天门境。况且这几个月洛清仙可是一点没歇到。随着不断加深感情，叶无双更是接连推开3道天门，甚至他还有些惋惜，学宫大比再晚2个月就好了，推开5天门绝对毫无难度。五岳瑶银牙暗咬，一脸不忿，妈的，这家伙好能装啊，还区3天门而已，你咋不上天呢？3天门这怎么可能？3个月前他不是才天阳境3重吗？怎么把圣人骨髓炖了熬汤喝？境界也不能飙升这么快啊！数十位学宫导师面面相觑，神色满是震惊。一个16岁的少年领悟了剑域天门境3重，怎么世界是你家创造的呀？你这不开挂吗？4位领域境王者此刻的神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妖孽让他们见了都有一种无力感。莫非真是上天宠爱的天命之子不成？便是夏皇眼神也复杂无比。16岁啊！场间唯一神色平静如常的也就只有洛清仙了。环在脖颈上的长辫此刻已经自然垂落。五岳瑶神色认真，右臂后滑，长枪摩擦在地，发出金属碰撞般的声音。他整个人的气势也越来越盛，灵力疯狂倾泻，血银色的长枪随之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五岳瑶修长的双腿微微弯曲，娇喝一声，整个人宛若炮弹般猛然跃至半空。苍龙坠，长枪自上而下，宛若被投掷而出，一条青色苍龙虚影怒吼一声，直奔叶无双而去。龙鸣怒吼，虚空震颤。这一击威力极盛，2种意境附着其上，
绝对能一击湮灭普通的破虚境。叶无双神色平静，横剑于身前，剑尖略微向下，以一种拔剑的姿态展出，铿锵的尖鸣声随之响起。气血13剑第10式，剑断天涯。在剑域的加持之下，这一抹剑光耀眼无比，带着撕裂苍穹的威势，悍然轰在了苍龙虚影之上。这股力量，场外不少盯着这一幕的学宫导师脸色微变。这可怕的威势，哪怕是他们都感到一丝心悸。4位领域晋王者神色满是感叹：妖孽至此，不佩服不行啊！这2个小家伙追上他们也只是迟早的事啊。夏皇神色平静而温和，看着光幕上一片耀眼的光芒，轻笑出声：看来胜负已分了。强与弱界限清晰，场间的胜负几乎是在瞬间分出结果。苍龙虚影被锋芒锐利的剑光吞噬，2股强盛的灵力碰撞，发出震天的轰鸣声。瞬息间，虚影消散，光芒湮灭。叶无双持剑而立，神色平静。而对面，血银色长枪倒插在地上，武月瑶一手握住枪身，半跪在地上，长辫散开，嘴角的鲜血清晰可见。材质奇特坚韧的衣袂大半炸裂开来，露出薄如蝉翼的内甲。武月瑶一手持枪，撑起身子，抹了一下嘴角的鲜血，道：我说了，他倒不是完全没有一战之力了，但是胜负已经显而易见，没有挣扎的必要了。叶无双微笑道：师姐，承让了。武月瑶眼神狠狠地说道：你别得意，你最好一直比我厉害，否则我一定会把师姐拯救出来的。这眼神，这语气，真是很难看出几分凶意。叶无双都气笑了，合着在你眼里，师尊跟我在一起就是饱受煎熬呗？他耸了耸肩，杀人诛心的来了一句：你就是打过了我了又怎样？师尊还是我师尊，娘子还是我娘子，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投入他的怀抱。你……武月瑶神色一凛，感觉鲜血涌上喉咙，让他都有些岔气了。话还没说完，一道青绿的光芒就凭空出现，飞入他的体内，让他的脸色都变得红润起来。刚才所受的伤势尽皆痊愈，而也是在同时，他的身影渐渐消散，被传送出去了。一道光芒又飞入叶无双体内，他身体里的灵力瞬间充沛起来，疲惫尽散。战斗有快有慢，其余地方应该还在进行着第一场战斗。叶无双闭目盘膝，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到来。一道道光芒闪过，广场上出现数百道身影，这些都是一轮游的学宫弟子。看来夏皇制定的规则很简单，以个人的视角来看，每赢下一场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这种2-2对决，直至最后的决赛。决赛落败的那位再和另外2位4强比试，确定第2名。至于3、4名就没有再对决一次的必要了，反正奖励一样。余下8强、16强等也是一样的道理。像武月瑶这样的纯倒霉蛋，第1轮就碰上了强对决，连第2轮都没进入，喜提1轮游。但也没话说，不会再进行排名了，毕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广场上多了数百人，顿时热闹了许多。哎，倒霉啊！第一个就遇见了上官师兄，我连一招都没接下就飞出来了，可怕！俺也一样，洗白洗白！逆着什么眼神？不相信我？你这鼻青脸肿的，说话都漏风了，我怎么信你？武月瑶神色不忿，被叶无双最后一句话气得牙痒痒，飞速来到洛清仙身边。师姐，很难想象一个英姿颇显飒爽的女子嘴里能发出如此娇滴滴的声音。武月瑶一脸委屈，张开双手就要扑进洛清仙怀中，然而洛清仙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立马就老实了。武月瑶尴尬的收起双臂，嘴里依旧委屈的说道：师姐，你徒弟欺负我，你要给我报仇啊！洛清仙淡淡的说道：连个16岁的小家伙都打不过，还让我给你报仇？闻言，武月瑶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心中欲哭无泪。真的不是我猜啊，这家伙根本不是人啊，纯变态一个。想起叶无双，武月瑶的心中还有着一丝羡慕，怎么这家伙就可以搂着师姐的腰呢？我也好想要。接下来叶无双并没有碰见什么强劲对手，便是7天门的学宫弟子也在他手中撑不了多久。然而外面的人可不这么想，一次比武真的炸出不少黑马。除却武月瑶之外，居然还有一位弟子打开了第8道天门，这人名为灵剑，和上官鹤轩遇上。这一场战斗可谓势均力敌，比之叶无双和武月瑶之间的那场战斗激烈多了。场间天地之力碰撞不断，灵力气息如渊似海，意境之力纵横交错，两人激战良久，打得眼睛都红了，咳血不止。最终还是上官鹤轩艰难胜出，引发在场强者感慨不已。至于那些观战的侍从，说实话，他们真的只是看个热闹而已，最低也是天门境之间的交战，他们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看到2道影子，2道光芒在那不断碰撞。在经历9轮之后，这场瞩目的大比终于迎来了决战。当上官鹤轩看清对面的对手之后，瞬间懵了。叶师弟，怎么是你？偌大的空间之内，只与2人相对而立，而场外还有无数人的目光正在注视着这里，期待着一场精彩的大战。上官鹤轩一脸懵逼的看着对面的叶无双，这不是决赛吗？我的对手是叶无双。他万万没想到，一个3个月前才是天阳境的小家伙，居然一路杀到了决赛，这不可能啊！那么多天门境，他没遇到4进2的对手，必定是7天门啊！甚至如果有黑马，像他一样遇见一位8天门也不无可能。就这情形，
他根本想不明白叶无双是怎么闯到决赛的。剑域就这么可怕吗？可以是境界差距如无物。叶无双神色平静，脸上有着淡淡笑容，微微颔首道：“上官师兄。”上官鹤轩刚才与灵剑交战，受伤不轻，此刻已被治愈，状态恢复至圆满状态。现在惊愕之下，倒是显现出有几分苍白的样子。看来外界对叶师弟了解颇少啊，我竟未曾听闻叶师弟的实力强悍至此，实在令人惊讶。上官鹤轩很快恢复平静，不管他心中是怎么想的，反正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的。叶无双微微一笑：“请师兄赐教。”情敌啊，跟你客气啥呢？看你不爽，先揍一顿再说，管你小人还是君子呢？既如此，就让我见识一下叶师弟的实力。上官鹤轩神色认真，并无丝毫大意。学宫弟子竟是天才人物，其中藏龙卧虎、灵剑这匹黑马便是证明之一。叶无双能走到决赛，只能说明他实力非凡，不容小觑。面对太初驰名额的诱惑，上官鹤轩内心火热无比，却依旧十分谨慎，出手即是大招。铿锵，一道清脆的鸣声响起，上官鹤轩竟然也是用枪，而且是一杆大枪，枪身清脆，节刺鲜明，看起来就像是竹子做的一样。然而威势确实盛大无比，可谓枪出如龙，一往无前。两道强大的意境清晰无比，附着枪身，宛若两条水火蛟龙，直奔叶无双而来。水之意境九重，火之意境九重。叶无双神色一凝，两道截然相反的意境居然被他领悟，而且融会贯通到如此地步，威力简直翻了数倍不止。难怪他能闯过试炼塔第16层，果然实力强大。这些想法在叶无双脑海中转得很快。面对上官鹤轩这威势极盛的一剑，他神色却愈发平静，轻轻舒缓一口气的同时，长剑缓缓划过半空。这番应对比面对五岳瑶时还要缓慢，但叶无双的心境却是宁静无比。他轻轻地斩出一剑，剑刃划过虚空，比之初学者挥剑还要缓慢。然而剑刃划过之处一片虚无。看见这一幕的上官鹤轩脸色微变，这看似普通的一剑，居然让整片虚空为之湮灭，这比直接破碎虚空难度大太多了。轰！两者相触，两条水火蛟龙抬手撞在了剑光之上。这是一场怎样剧烈的爆炸？虚空在寸寸湮灭，天地间响起咚的一声巨响，然后耳边再无一点声音，时间都仿佛因此停滞了一瞬，寂静无声。夏皇的神色微动，指尖轻抬，顿时掌中世界之内的虚空变得稳定下来，不再崩坏。他温和而威严的声音随之响起：“此战叶无双胜。”场间众人一脸懵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唯有高台之上的众位导师，4位领域晋王者明白是什么意思，眼神中满是震惊。便是洛清仙，眼神中都出现了一丝讶异。师姐，什么情况？五岳瑶在旁边小声地问道。他也没看明白，怎么刚才叶无双和他还打得有来有回，遇到上官鹤轩一剑就分出胜负了。五岳瑶的声音不大，但在如此寂静的环境中，跟开了扩音器也没什么区别。一时间，无数道目光落到了洛清仙身上，带着疑惑不解之意。洛清仙神色平静地说道：“他这一剑有近乎破虚境巅峰之威。”什么？五岳瑶脸色一惊，连忙道：“破虚境巅峰？怎么可能？这家伙要是有这么强大，刚才还和我打那么久，一剑过来我不就躺地上了？”我们抛开洛清仙这样的绝世天骄不谈，天门境就是天门境，8天门也是天门境。固然如上官鹤轩这样的2种9重意境加持，战力无双，有逆战破虚境的实力，但也绝不可能打得过破虚境巅峰。巅峰，此境之巅，圆满无瑕。你一个大境界征法，做梦呢你！可是现在一个3天门爆发破虚境巅峰之力，哪怕只有一招，也太过不可思议。无数学宫弟子都不敢相信，将目光转到了高台之上，那里数十位导师，4位领域晋王者，却是丝毫没有反驳洛清仙的话，反而神色中满是凝重。这番表现，众人哪里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瞬间哗然一片。我的天，破虚境巅峰之力，这家伙要上天吧？岂不是说导师们面对叶无双这一击也得全力以赴？可怕，太可怕了！半空之中，幽蓝色漩涡出现，2道人影掉了下来。上官鹤轩脸色苍白而茫然，渐渐的才浮现出一丝后怕。叶无双这一剑的威力被夏皇消弭了，否则他有9成的可能重伤垂死，还有1成可能则是直接湮灭在虚空之中。这是一个16岁少年能斩出的一击。叶无双突然被踢出房间，眼神中也出现了一瞬的茫然，然后转瞬稳定身形，飞到了洛清仙身边，挑了挑眉：“师尊，怎么样？”洛清仙微微颔首，淡淡的说道：“不错。”叶无双的笑容顿时灿烂起来。广场上本就脸色苍白的上官鹤轩看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又白了几分。累了，毁灭吧！高台之上，广场之中，无数人的目光落到叶无双的身上，看着这个面容清秀的16岁少年，无数人的目光中都满是震惊之色，复杂之情溢于言表。谁能想到，一场轰动学宫，甚至外界都有无数目光在关注的天骄盛世，夺得首名的居然是一个16岁的少年。哪怕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展露天资，声名鹊起，依旧令人难以置信。可以想象，此间事了，
叶无双这个名字一定会如同一道狂暴飓风，迅速传遍整个大夏皇朝，乃至无尽大陆。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将不再是一个青涩的天才妖孽，而是一个新生代的至强者，有着让无数老家伙都汗颜的实力。无数学宫天骄妖孽的名字在其面前也如同绿叶置于鲜花，不过衬托而已。此刻看着并肩而立的两人，女子气质清冷超然，少年笑容灿烂明朗，众人的心中也只剩下感叹称赞之情。世间若无叶无双，何人能配若青仙？你刚才是什么情况？和我交手的时候还隐藏实力了？武月瑶靠了过来，好奇地问道。他必须得承认，若是他遇到上官鹤轩，10有8九是要落败的。八天门加上9重水火意境，在天门境中绝对快要触摸到战力天花板了。而他步入八天门的时间没有上官鹤轩长，虽然也领悟了2种意境，但最高的枪意也不过才7重，一条条对比下来，真的毫无优势。而叶无双刚才还和他打得有来有回，转眼就一剑将上官鹤轩秒了。刚才这是在演我？差距有这么大吗？叶无双对此微微一笑，道：“说起来还要感谢师姐。”武月瑶一脸疑惑地问道：“感谢我？什么意思？”叶无双解释道：“刚才和师姐交战，那道锋利无比、一往无前的意境，令我有所感悟。”武月瑶蓦然瞪大了双眼，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刚才和我打了一架，就领悟了我的睿智意？”睿智意？叶无双神色微愣，确实名副其实，意境千奇百怪，既有剑意、枪意这种兵器之意，又有水之意、火之意等属性之意。武月瑶的睿智意就是意境中特殊的一种，给人锐利无比、不可阻挡的感觉，锋芒极盛。这种特殊意境往往带着武者本人的特性，比如同样是剑意，每个人所领悟的剑意都不尽相同，道理如此而已。虽然叶无双才刚刚领悟睿智意，只能算是意境一重，但这睿智意的威力可是极其可怕的，特别是他还掌握着剑域，两相加成，威力大增。当然，最重要的是气血13剑，叶无双已经完全领悟了，一门地阶上品武技，任谁都不敢小觑，绝对是重要战力之一。和武月瑶交战时，叶无双不过只使出第10式就将其击败，而上官鹤轩嘛，他值得更好的，所以叶无双出首级大招，上来就动用了气血13剑的第13式。至于效果，显而易见。武月瑶看着叶无双，像是在看一个怪物，憋了半天才吐出一句：“变态！”只是交战一场就领悟了对手的意境，这不是变态是什么？从中可见叶无双的悟性是多么的可怕，单单一个剑域就足以证明很多。还有地阶武技，多少武者呕心沥血半生才能掌握一门，可是在叶无双这里却是如此的轻松，似乎毫无瓶颈。可以想象，他的悟性也如他的灵脉资质一样逆天到了极点。首名虽然已经决出，但比试仍在继续，其余名次还需要确定下来。叶无双也安静地当起了看客，一番观战下来，也确实让他感慨不已。稷下学宫弟子真的足以配得上天才之名，其中八天门不用多说，足3位。正常来说，八天门放在整个大陆上都是一个时代最顶尖的妖孽，可如今稷下学宫就出了3个，到底该说是大夏皇朝鼎盛无比，还是时代真的不同了？七天门可称一域最顶尖的人物，在一个时代之中，只弱于寥寥几位八天门的妖孽，可在稷下学宫足足有数十位。对于学宫弟子而言，6天门才是主流，哪怕依旧有5天门的弟子，展现出来的底蕴都十分雄厚，可以预见5天门并不是他们的终点。何况5天门就真的弱吗？那只是相对而言，5天门晋升破虚境就已有极大把握，世上的破虚境又有多少呢？在哪里都不可能是弱者。最终这次年底学宫大比落幕，名次确定完毕，夏皇温和而略显感慨的声音响起：“群雄并起，英杰无数啊！时代永远是在滚滚向前的。这一批的学宫弟子很不错，大笔的奖励，诸位可以前往资源殿自行领取。同时有一句诫勉的话要送给诸位，这是一个璀璨耀眼的时代，天才成了凡人，妖孽也不再少见。值此盛世，可谓是诸位的幸运，也可以说是不幸。而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武道之途上努力前进。我很期待诸位的名字能在这无尽浩瀚的岁月长河之中留下璀璨的一笔，也希望终有一日能在铜镜乃至更高境界中看到诸位的身影。”一番话语让无人心中的火焰都变得炽热起来。世人皆入武道，渴求那强盛的力量，悠久的寿元，谁不希望成就涅槃地境？谁又没有梦到过渡劫成圣的那一幕？夏皇的话语响彻在叶无双的耳边，似乎渐渐地被唐云当日的话语重合了。所有的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璀璨耀眼的盛世，天地起伏，时代将兴。叶无双的脸上也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微笑。精彩一点好啊！稷下学宫之中，氛围虽然火热，但主色调仍是宁静，因此叶无双也没能感受到这场大比给外界带去了多大的风波与震撼。太初池在明年初春开放，还有月余时间。当然，首名的奖励之中还有一门天阶武技，这令叶无双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感觉夏皇临时在奖励中加上一门天阶武技，都是为他准备好的。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去藏书阁挑选天阶武技，就被洛青仙叫走了。师尊，我们去哪？
叶无双跟在洛清仙身边飞行，疑惑地问道：“回家？”洛清仙的声音依旧清冷，只是对听习惯了的叶无双而言，却感觉这份清冷越显得温和了。回洛氏是有什么事吗？叶无双依旧有些不解。洛清仙偏过脑袋看了他一眼，不知为何，叶无双感觉这个眼神有点意味深长。与我有关？叶无双一瞬间还没想明白，就听到洛清仙说道：“过年。”叶无双一脸懵逼。学宫大比本就是在年底举行，换句话说，年关已近，过年对武者来说似乎是个有些陌生的词汇了。悠久的寿元动辄闭关3-5年，强大的武者生活中哪里还有过年一词？不过现在这个时间段明显有些特殊，学宫大比带来的热度显然还在持续，很少有人立马投入苦修之中，因此这个年似乎还有几分热闹。洛氏府邸占地极广，此刻都已多了不少挂饰装扮，有些崭新明亮的意味。洛清仙和叶无双回来，显然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殿下回来了，旁边的这位少年就是殿下的弟子叶无双吗？听说他是这次继下学宫大比的首名呢。你没听说殿下和叶公子在学宫露面，两人似乎已经是道侣了啊？真的假的？殿下怎么会和自己的徒弟？嘘嘘，小点声，师徒怎么了？我听说叶公子才16岁啊。压低声音，感情是不分年龄的，好吧。听到对话的叶无双一脸懵逼，他似乎反应过来了，自己上次来洛氏还是以洛清仙徒弟的身份，半年过去就成道侣了，这次过年怕不是有点上门见家长的意思。叶无双感觉似乎有电流从体内流过，头皮微微发麻。干，我就说呢，好端端的正经武者谁过年啊？想到北堂书梦以及慕云贤可能的表情，他不禁有些瑟瑟发抖。怎么了？洛清仙察觉到这一幕，看了过来。叶无双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道：“娘子，岳母大人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吧？”洛清仙美眸微睁，瞪了他一眼。这家伙大庭广众之下就不知道收敛一点。每次叶无双一叫娘子，不是有什么坏心思，就是做了啥事有些心虚。见洛清仙不搭理他，叶无双也没什么反应。去求又不是没见过家长，有什么好怕的？如此自我安慰还没2秒，他又突然想到刚才听到的对话，说道：“师尊，其实有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你了。”洛清仙看了他一眼，淡淡道：“问吧。”叶无双先打了一个预防针：“你先说好，别生气。”洛清仙有些疑惑：“问个问题而已，我生什么气？”叶无双显得有些吞吞吐吐，最终开口道：“其实我当年就想问了，师尊，你多大呀？”这个问题他问过慕云贤，可惜慕云贤没告诉他。刚才听到的对话中刚好有人提起这事，所以才问了出来。话音落下，叶无双瞬间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冷了几分。洛清仙依旧一脸平静，气质清清冷冷的样子，但是在此刻的叶无双的眼中，他已经眼神微眯，浑身散发着丝丝冷意。叶无双连忙凑了过去，握住了光滑如玉的小手，说好了不生气的呀。见洛清仙不搭理他，他又凑近了点，摇起了耳朵：“娘子，我们都已经是道侣了，这点小事还不能说吗？”灼热的气息扑来，洛清仙耳根微红，伸手将他推开了点，红唇微动，一道声音传入了叶无双耳中。叶无双神色一愣，这么小，抬头看去，洛清仙已经走了很远了。师尊，等等我啊！青玉院挨着洛清仙的居所，半年前叶无双就是住在这里，现在也依然为他留着。只是两人刚刚回来，肯定是要先去见一下北堂书梦。大厅此刻已经有人正在闲谈，看来他们都知道洛清仙和叶无双今天要回来。大厅内除了北堂书梦和慕云贤，还有一个男子，男子长得十分英俊，潇洒肆意，一双桃花眼比之女子还要夺目，完全就是一个20多岁年轻男子模样，可谓风度翩翩。刚进大厅，叶无双的目光就落在了此人身上，无他，就这一个陌生人。不过一个男的长了一双桃花眼，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颜值连我都感觉到了几分压力。洛清仙清冷的声音响起：“爹娘慕仪。”叶无双神色一愣，但反应很快，几乎是脱口而出：“岳父岳母慕仪。”闻言，三人皆是神色一愣，连洛清仙都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在场三人实力皆是不俗，反应也是很快恢复了平静。慕云贤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调侃意味明显，看来他早就察觉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不同寻常了。北堂书梦气质清冷，淡淡的说道：“坐吧。”母女俩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是北堂书梦的身上多了几分端庄威严，这是属于上位者身上无形的气势。叶无双面色平静，只是内心难免有些忐忑紧张。这些事方面，他是纯纯小白一个。男子也是洛清仙的亲爹，倒是笑得很潇洒，就像是朋友一般。这就是我女婿，好小子，真有本事啊！这么快大冰坨你也能追到手？叶无双心中满脸黑线，表面上微微一笑，这位岳父大人还真是不拘一格，不过态度倒是很友善。洛清仙坐在叶无双旁边，神色平静，毫无反应。北堂书梦忍不住白了丈夫一眼，这口无遮拦的家伙。她看向两人，语气调侃：“我就说仙儿怎么改了性子，居然也会收徒弟了，原来不是徒弟啊！”面对亲娘的调侃，洛清仙的神色依然平静，毫无变化，只是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那指节分明的修长五指，此刻已经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北堂书梦看着面前的女儿和少年，其实心中非常满意。若是没有叶无双的话，以洛清仙的性格，这辈子最大的可能就是独身一人，追求着那虚无缥缈的武道尽头。虽说这样的武痴世上有很多，但作为父母，他怎会希望看着女儿一生一人呢？武道岂有尽头？缥缈难寻，无人倾诉，那太孤独了。好在叶无双出现了，更幸运的是，一切都很合适。北堂书梦的声音难得的温和下来，此刻的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族贵女，而是一个挂念女儿的母亲。师徒也好，道侣也罢，能有一个陪伴在身侧的人已是不易。更重要的是，你们两情相悦，这很好。既然已经决定成为道侣，那就好好相处。我和你爹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很为你们开心。话语朴素，感情却从不平庸。洛清仙的神情都微微有些愣住。叶无双起身，握住洛清仙的手，对他微微一笑，看向北堂书梦，神色认真的说道：岳父岳母请放心，只要我在，绝不会让仙儿受半点委屈。看着这个神色认真的小家伙，北堂书梦和洛南巡相视一笑，修炼也要张弛有度，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在家住几天，放松放松。北堂书梦温和笑道，然后就是一些闲话家常。洛清仙本就性格冷淡，基本不参与聊天，在一边安静的聆听着，而叶无双也只会在洛清仙面前口花花，面对三位长辈也都是在老实应答，随声附和。一会儿之后，叶无双和洛清仙告退，两人离开大厅之后，北堂书梦看向丈夫问道：这次回来住多久？洛南巡英俊的有些过分，一双桃花眼长在男人身上更是太过妖娆，再加上气质潇洒不羁，十分洒脱，看起来和男狐狸精似的。不过能获得北堂书梦这位皇族贵女的芳心，又有一个仙灵圣体的女儿，这位洛清仙的生父显然也不是常人。洛南巡张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的折扇，轻善着说道：为夫才刚回来，娘子就要赶我走吗？真是令人伤心啊！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回来的，省得惹娘子厌烦。慕云贤嘴角浮现出一抹无奈，得，我还留在这干啥呢？慕云贤抬手轻挥，步入裂开的虚空之中，身影消失。北堂书梦也叹了口气，看着没个正形的丈夫，表情十分无奈。洛南巡嘿嘿一笑，一个闪身来到北堂书梦旁边，伸手一捞，穿过腿弯将其抱了起来，自己在椅子上坐下，将北堂书梦放在了大腿上。这次回来自然是要好好陪陪娘子的。北堂书梦双手环着洛南巡的脖子，闻言表情有些讶异，你要突破了？洛南巡一直闯荡在外，所求不过是一份突破的契机，如今看来已经得偿所愿了。洛南巡一挺胸膛，语气嚣张地说道：那当然，也不看看你相公是谁？小小领域境拿下，这倒也不算吹牛。洛南巡能娶到北堂书梦为妻，自然不单单只靠着个人魅力，其天资与实力在同代人之中绝对是佼佼者，况且能突破至领域境，成为一代王者，自然有嚣张的资本。北堂书梦白了他一眼，有意打击一下他。仙儿可是早就领域圆满了，他现在欠缺的只有境界，只要他愿意，可以直达领域境9重，期间毫无瓶颈。你一个领域境一中，很快连自己女儿都比不过了，还好意思呢？洛南询问言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耷拉了下来，强自辩解道：仙儿可是仙灵圣体，这种妖孽从古至今又有多少？再说了，被自己的女儿超越有什么可丢人的？北堂书梦悠悠地提醒道：你女婿可是剑域一众，他今年才16岁，得修炼了几千年，连个小家伙都比不上了。双重打击之下，刚刚突破的喜悦烟消云散，洛南巡有些自闭了，他有些郁闷地说道：娘子，你老是打击我作甚？北堂书梦笑着轻哼一声：谁让你总是没个正形，不打击你一下，你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了？北堂书梦看丈夫老实了，也就没再逗他，顿了顿问道：介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洛南巡不甚在意，百无聊赖地说道：就那样呗，还在缓慢扩张着，担心那个干什么？就那扩张速度，我们挂掉之前都不会出什么乱子，等我们都挂了再出乱子，还关我们啥事？北堂书梦没好气地拍了他一下，倒也没再说什么。青玉院内虚空裂开一道缝隙，慕云贤的身影从中走去。仙儿，你怎么在这？慕云贤看着不远处的洛清仙，神色一愣，这里不是叶无双住的地方吗？叶无双和洛清仙脸色都是一呆，慕姨怎么回来的这么快？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慕云贤就是一拍脑袋，十分无奈的样子。得，看来是我打扰到你们小情侣的恩爱时间了。身后刚刚合上的虚空再次裂开，慕云贤转身步入其中。叶无双和洛清仙双双面色呆滞。其实叶无双也很好奇，师尊跟过来做什么？要知道，洛清仙虽然已经能够接受双修一事，但他每次都有点不情不愿，是被叶无双软磨硬泡才答应的。师尊，你有什么事吗？洛清仙嗯了一声，神色轻轻冷冷，却是没说话了。叶无双心领神会，啧，见鬼了，师尊居然还有主动的一天。他自然而然地揽上纤细柔弱无骨的腰肢，即便已经亲密接触多次，洛清仙的身子还是不自觉微微一降，有些不自然。叶无双也没有过多动作，揽着洛清仙向屋内走去，口中一本正经地说道：修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好我修炼上有些困惑之处，
即待师尊为我解惑。一道清冷的从洛清仙喉咙中响起，阵法运转，隔绝灵石声音。窗户紧闭，屋内帘幕拉起，显得有些黑暗。叶无双躺在床上，眼睛带着一条黑色纱巾，神情纠结而复杂。他的声音十分无奈：“师尊，你给我眼睛遮着干啥啊？”洛清仙跪坐在床上，耳根发热，已经红透，不过声音依旧清清冷冷：“太亮了，你都已经拉了几层帘幕了，外面是一点光也照不进来啊，还亮。再说了，你要觉得亮，你给自己眼睛遮住啊，你遮我眼睛干啥？”不过作为受益者，叶无双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不要说话的好，免得刺激到洛清仙。他掐着光滑柔软的细腰，识趣地选择了闭嘴。良久之后：“娘子，我觉得伯母说的对。”叶无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神色认真无比，像是在思考什么关系到天下苍生的大事。洛清仙缩在他怀中，脸颊贴着胸膛，看不清表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闷闷的声音才在房间里响起：“什么说的对？”叶无双一脸严肃，语气认真：“伯母说修炼要张弛有度，让我们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双休的时候就不要再修炼了，这等大事岂能一心二用？”洛清仙没有理他，叶无双也没有说话，氛围宁静而祥和。直到叶无双紧揽住洛清仙腰肢的手臂，问道：“娘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反常，太反常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叶无双叫娘子，洛清仙心间就是一颤，很久才能缓过来。他闷闷地说道：“叫师尊。”叶无双脸上浮现出笑意：“你还挺会叠 buff。”他很听话地说道：“师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过了几秒，洛清仙的声音才响起：“你要去太初池修炼了。”这我知道啊。叶无双还是有些不解，道：“有什么问题吗？”太初池一次开放时间是3年，什么玩意？叶无双的声音瞬间拔高：“3年？”叶无双并不是很震惊，只是表情很复杂。这对一个强者而言，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闭关，但对叶无双而言就很长了。这一世总共才活了16年，太初池一下子就要修炼3年，显得有些漫长。最关键的是，他正和洛清仙处于如胶似漆的阶段，一下子就要禁欲3年，这谁受得了？便是以前他和洛清仙分别最长的一段时间，也不过才3个月，即是那次洛清仙外出为他寻找涅槃祖焰的时间。洛清仙抬起头，声音中似乎有一丝笑意：“太初池何其珍贵，即便皇族底蕴深厚，也不过1000年开启一次，那些领域境巴不得在里面泡上1000年，3年时间，你还嫌长？”叶无双低头和他对视，眨了眨眼睛，道：“那要看是在做什么了。和师尊在一起，我只会嫌时间过得太快，但要是和师尊分别，每一秒我都度日如年。”一抹红润从脖颈攀升至脸颊，洛清仙罕见地移开了目光，不敢和叶无双对视。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切。叶无双嘿嘿一笑，翻身而起，引发洛清仙一声惊呼：“师尊不是怕亮吗？我来为你戴上。”他捡起散落在枕边的黑色纱巾，在洛清仙略显紧张的神色之中，盖在了那双动人的眼眸之上。天门镜极为重要，即是武者掌握天地之力的起始，又可谓是除了断体境外第2道苦熬奠基的时期。推开更多数量的天门，不仅在同境界中战力超凡，更能提高破境更高层次的概率。古往今来的圣人，绝大多数都是9天门级别，便是证明之一。当然，8天门成圣的也有，只是那数量太少了，且肯定在后期获得过莫大机缘，以此来弥补天门境的劣势。正是因为天门境极为重要，才造就了无数天骄妖孽困于此境，苦苦追求。之前的洛清仙也是如此，而现在轮到叶无双了。呼！叶无双长呼出一口气，睁开双眼，一道绝美的脸颊近在咫尺。洛清仙脸色略显红润，但此刻依旧神色平静，正在闭目认真修炼。感知到叶无双的动静，他也缓缓睁开了双眼，对上近在咫尺的目光，心中难免有些羞意，但他没有表现出来，神色清清冷冷，十分认真的样子，轻声问道：“怎么了？”叶无双摇了摇头，道：“没什么，只是感觉这天门境的修炼速度确实慢了很多。以他的感知，推开第4道天门大约需要3个月时间，看似很短，对他人而言也确实很短。3个月推开1道天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有的人30年都推不开1道天门，但是人格不同。叶无双如今是什么情况？天赐神体，圣阶功法，双修道侣是仙灵圣体，5道世间神话级别的奇物，内外条件皆是世间最顶级的，不说前无古人，也绝对是屈指可数了。正是境界暴涨的时期，修炼速度却不增反降，心中当然会有些许落差。4天门需要3个月，5天门又需要多久呢？难度翻倍，修炼时间可不止翻个倍。推开一道厚重大门，花费了1分钟。如果大门重量翻倍，难道你2分钟就能推开？不，你可能直接推不动。天门境的修炼道理便是这样，越往后越是如此。当然，叶无双还不至于气馁，他的心境没有那么脆弱，只是高速发展到降速的些许不适应罢了。洛清仙看出了叶无双心中的想法，轻声说道：“欲速则不达。你知道上官鹤轩多大了吗？”叶无双摇了摇头，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有些疑惑。他已经2100余岁了，干上官兄，
原来你也是个老妖怪啊！叶无双感觉心中的某些滤镜在破碎，虽然他知道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大，年轻与否是相对而言的。以上官鹤轩的资质，领域境绝对毫无难度。而以领域境9000年的寿命而言，2000岁不是年轻人是什么？洛清仙的声音继续响起。上官鹤轩1800岁时就已是8天门了，可是如今他依旧是8天门。叶无双听出来了，洛清仙是在安慰他。但是师尊为何对上官鹤轩的年龄如此清楚？正在安慰他的洛清仙神色一愣，眼神茫然。叶无双感觉自己在他眼中看见了3个问号。师尊为何不说话了？举例的话，为何非要以上官鹤轩为例？不能换成女子吗？比如五月瑶，她不也是8天门？师尊，我在等你的解释。接下来的月余时光，叶无双过得很惬意，修炼与生活平静而温和。也许是知道两人即将分别3年，这段时间的洛清仙很好说话，甚至不用叶无双去软磨硬泡了。当平日里清冷的仙子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叶无双便总是忍不住想要欺负一番。而洛清仙也从一开始的拔剑威胁，到如今羞愤难当时只会将脸颊埋在枕头里化身鸵鸟，直到月余之后，学宫令牌震动，讯息传来，太初池即将开启。师尊，我走了。叶无双的眼神中满是不舍。对正处于蜜月期的小情侣而言，突然要分别3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洛清仙神情清冷，微微颔首，看起来和往日并无不同。不过叶无双现在也不是小白了，长期和洛清仙黏在一起，如今洛清仙一个眼神乃至微妙的神情变化，他都能大概猜出是什么意思。所以洛清仙眼底的那一丝不舍之意还是被他捕捉到了。外表冷，可不代表心也冷。在慕云贤无奈的目光之中，叶无双忍不住拉过了洛清仙，低头用力地咬了下去。他是真的咬了一下，看似用力，实则不轻不重。不过怎么感觉师尊好像比我还主动呢？叶无双有些不确定，所以他停下了动作。然而洛清仙的动作没有停，这下他确定了，眼中的笑意也随之浮现。一旁的慕云贤偏过了脑袋，表情无奈且无语，眼睛早已经闭上。我说你们真的是够了，都黏在一起1个多月了，还没黏够呢，就非要当着我的面来呗。等等。当叶无双转身离开之时，洛清仙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叶无双回过头来，神情疑惑。师尊。洛清仙神色平静，淡淡地道：你往哪去？太出池啊！叶无双一脸懵逼，心想师尊被我轻傻了，怎么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你知道太出池在哪？叶无双沉默了。良久之后，黄兜上空，叶无双一言不发地跟在洛清仙旁边飞行，十分老实的样子，心中早已骂翻了天。干啊！谁他妈发的通知啊？时间呢？地点呢？有没有一点办事效率啊？喂！叶无双在心中掩面而泣，原来傻了的不是师尊，是我。不过他很快就恢复过来，没事，在师尊面前丢点面子有啥羞耻的？反正我最后也能在其他地方找回来。在心中如此安慰自己，羞耻心消散得很快。他也很快察觉到这路线似乎有些熟悉，目的地好像是皇宫。果然不出他所料，又来到了那座熟悉的高台。四方看去，只有几栋雄伟宫殿阁楼可见，其余的除了天就是云。四方绵延向下，台阶无数，不见尽头。在皇宫中有这么一座空旷巨大的高台，明显不同寻常。洛清仙轻抬手指，在虚空中微微一点，无形特殊的波动从指尖散发出去，一道高大的白色漩涡门户随之出现在眼前。太初池在师祖的小世界里。看到这一幕的叶无双忍不住出声问道。洛清仙微微摇头道：这是皇族的圣界入口。叶无双心中一震，皇族的圣界岂不就是命圣当年创造的小世界？命圣这个称号蕴含了太多的传奇。自叶无双步入大夏皇朝的疆域之后，他已经听过太多遍这个名字了。神秘、强大、无敌，这是他对命圣印象最深的一面。如今即将接触这个传说中人物的圣界，心中难免还是有些激动。步入漩涡之中，下一秒，眼前的视野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叶无双进入过北唐云的小世界，所以适应得很快，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叶无双眼神很快聚焦，精神力向四周探出，延伸很远。这里有森林、山川、沙漠、湖泊、鸟兽，甚至还有城池和人类。天地间的灵气很浓郁，但和师祖的小世界以及下学宫相比，倒也没有质的跨越。不过叶无双伸出手，默默感知，和师祖的小世界相比，似乎更加完善。感知到这方天地的一切，叶无双感觉自己和命圣似乎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来到命圣遗留的圣界，叶无双的感受大抵如此。圣界的空间层次也是要弱于大陆的。洛清仙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叶无双对此表示理解。大陆毕竟是一个完整的大世界，规则运转完善，圣界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一座独立运转的小世界，两者难以相比。空中传来无形的波动，落到两人身上，很快消失不见。这座命圣遗留下来的圣界，就是北唐圣族的真正老巢，早已被掌控的无孔不入。便如叶无双刚才感应到的那座城池，就是北唐圣族新建而成，里面居住的大多是妇孺以及一些教导小孩子的中年人。北唐圣族的孩子大多都是在这里出生，接受教育，长大突破至天阳境之后，
才会转到稷下学宫，继而学成之后外出闯荡，或是负责皇族的某些事务。当然，北唐圣族一些不出世的老怪物，肯定也会于此隐居。叶无双跟着洛清仙朝着某个方向飞去，一路掠过广袤的森林、山川，偶尔还能看见一些北唐圣族的少男少女，向两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很快来到一处狭隘的入口，被两座山峰相夹，无形的压抑感从心中而起，代表着此地存在禁制，强大无比。两人落到下方，步行而入，刚刚穿过入口，眼前便豁然开朗。群山交错间，林木郁郁葱葱，眼前是一道白茫茫的禁制，感知落入其中立马消散，毫无反馈回来。禁制前已经盘膝坐着许多身影，这些人也没有深入打坐，感知到有人来，纷纷睁开双眼，投来目光，然后脸上皆是露出微笑。洛殿下，殿下怎么也来了？旁边这位想必就是叶无双吧？果然是少年英杰啊，这蓬勃的生命力真是令我羡慕。一道道声音响起，皆是带着善意。叶无双看去，一共10人，个个气息如同凡人，不见丝毫灵力波动，但细细感知之下，却又如同深海猛兽，恐怖无比，令人心生颤栗。一道道深邃的波动，领域无形展开，彰显着在场之人的强大实力。在场之人放到外界，无疑不是威震一方的王者，难见真容。可是在这里看起来却是如此普通，一个个亲切温和。洛清仙微微颔首以作回应，众人也没有感觉到丝毫不妥。其中一个面容自带威严、略显凌厉的男子来到两人身前，微笑道：“清仙，许久不见了。”叶无双眼神微微眯起，马德，找事是吧？他和洛清仙的关系，学宫大比之后，可谓传得沸沸扬扬，比他拿了首名一事还要火爆。在场之人无不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可能有人没听说过。叶无双略一感应，发现这家伙身上居然没有领域的波动，给他的感觉就像是慕云闲一样。叶无双心中了然，这大概率是一个意境9重的破虚境强者，想要借太初池冲击领域境。不过在场除他之外，可都是清一色的领域境王者。这个家伙，叶无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身影化作流光冲入了太初池内。洛清仙静静地站在原地，直到叶无双的身影消失在湖面上，才化作流光离开了这里。自始至终，两人都没有搭理过北唐玄风，哪怕一个字。北唐玄风的脸色很难看，上位者可以喜怒不形于色，也可以毫不掩饰心意。强者为尊的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想要如何行事，全看自己。北唐玄风的怒意很明显，洛清仙无视我，习惯了。你叶无双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无视我？北唐玄风能够做到太子之位，天资心性缺一不可，自然不可能是蠢货一个。只能说身居高位者，沉稳与肆意，温和与冷冽，甚至好与坏都太容易走到极端。自己刚才不过打个招呼，有什么恶意？也许没有，但是试探很明显，其他意味很明显，所以叶无双很不爽，所以不想给他面子，老老实实的可以当你是个空气。要是有什么想法想付出实践，呵呵，正好我还没用过轩辕剑，到底威力如何，我也想见识一下。北唐玄风深吸一口气，刚准备进入太初池，一道嘶哑苍老的声音响起，让他的身形瞬间定住。洛殿下和叶无双结为道侣，老祖很满意。是严老的声音让北唐玄风身子一僵，转头看了过去。严老甚至没有看他，目光落在茫茫无尽的太初池上。这件事，陛下除了喜悦，想来也不会有其他心情。北唐玄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恭敬地躬身道：“玄风明白，夏皇都没有资格插手的事情，他又算个什么东西？”太初池池水清幽，宛若凝成实质的灵液，散发着独特深邃的灵性。水面上升腾起混沌般的朦胧水汽，一眼望去，茫茫不见尽头。叶无双独自一人飞行在水面之上，这里的空间有点奇特。叶无双暗暗思索着，一进入太初池，他就好像迷失了方向，根本感知不到其他人的存在。前后不过几分钟，其他人就已经深入太初池这么远了吗？这明显不符合常态。迷失方向这种事，普通武者身上都不会发生，而天门境的他居然还会碰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此地存在神秘的力量，对他产生了干扰。况且太初池，此地真的有那么大吗？真的很大的话，为何不叫太初湖？可见这里的空间肯定是有问题的。对空间的掌握与了解，那是破虚境才开始接触的事。我虽然力量能够达到破虚境，但是生命层次本质上存在差距。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我确实玩不转空间。叶无双并不纠结，飞行许久之后，在水面上停了下来，精神力探出到极限，没有感知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身形一动，俯冲进了水里，水质并不清晰，只以肉眼观看，什么都看不清楚，眼前只有一片混沌，仿佛身处的并不是水中，而是被一团轻柔巨大的物质所包裹。叶无双闭上双眼，在水中保持着盘膝的姿态，整个人漂浮其中，静心凝神，运转功法。霎时间，他的身体仿佛化身漩涡，无尽的神秘灵性被吞纳吸收。叶无双顿时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境地，意识变得无比清醒，脑海却又好像一片模糊。画卷展开，一道道奇特的景象于他的脑海中显现。太初之时，天地未分，宇内混沌，黑暗笼罩着一切，没有一丝光亮，
仿佛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混沌中，混乱的物质和能量交织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形态和界限，生命的迹象一丝未存。时间与空间似乎失去了意义，只有无尽的虚无和寂静。无尽的混沌黑暗之中，不知何处何时亮起一道光点，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一道璀璨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一切。光芒如剑，劈开了混沌的黑暗。耀眼到极致之后，是一场盛大的光芒爆炸，带来巨大的声响，仿佛宇宙的呐喊。空间开始剧烈的扭曲，无尽的物质能量喷薄而出，以惊人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不存在的时间之中，一切于无形中变得有序，一道道法则雏形诞生，逐渐完善。这宏伟盛大的场景给叶无双带来无尽震撼，内心惊颤不已。这是开天辟地之景吗？他仿佛一粒尘埃，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无尽的能量规则似乎正在冲刷着他的意识。他在一瞬间明白了太初池为何能够助人感悟领域、身临这等恐怖的景象。别说领域了，便是对领悟法则都有着莫大触动啊！这太初池真的是给领域镜使用的吗？他的脑海中不自觉地产生这一想法。域法则的领悟与演变，每一步都宛若天堑，特别是法则，难度根本难以言喻。叶无双将心神沉醉于那开天辟地的景象之中，一帧一帧地观看，每一份能量，每一道法则，都让他痴迷无比。剑域无形地被影响展开，不时传出波动。他仿佛瘾君子一般，心神痴迷而沉醉，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机缘，没有之一。而池水之中那神秘深邃的奇特灵性，也开始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绝大多数的武者而言，太初池的开启他们并不知晓，那属于他们接触不到的层次，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这片广袤无尽的疆域并不缺乏天才，精彩而耀眼的传奇故事时刻都在上演。基于此，饭后茶余的闲谈时刻都在更新的。当然，回想起1个多月前的那场继下学宫大比，叶无双的名字一旦被提起，依旧能给无数人带来滔天震撼。这是一个绝世妖孽带来的武道3关上的冲击。继下学宫作为大夏皇朝的武道圣地，自然时刻被无数人关注，数不尽的精彩传奇与天骄名讳自此传出。而就在太初池开启不过半天之后，一则令人震惊乃至恐惧的消息从继下学宫传了出来：洛殿下通过学宫试炼塔第17层了。宛若深海之中投下一枚巨型炸弹，一道恐怖的风暴在所有人头脑当中炸裂开来。久居于黄州的人们，对于继下学宫的一些公开性消息，甚至比刚入学宫的天才们还要熟悉。试炼塔作为继下学宫的著名标志，显然算不得什么秘密。对于试炼塔的用处，每一层意味着什么，许多人都再清楚不过了。什么？试炼塔第17层？那可是9天门级别的战力，你确定没有听错消息？我一个人可能听错，现场这么多人呢，难道都听错了？兄台为何惊讶？洛殿下堂堂仙灵圣体，古今难寻，传闻他已经打开9道天门，如今通过试炼塔第17层，岂不是很正常？呵，兄弟岂不知，往往一个时代最顶尖的妖孽，也不过是8天门而已。9天门级别的妖孽，多久才能出一个？是没有规律的，完全看运气。是以，继下学宫的试炼塔第17层留下的精神烙印非常之少。我曾听闻某个不确定来源的消息，洛殿下之前数次闯学宫试炼塔第17层，碰到的都是命圣留下的精神烙印，这次只怕也难是例外啊。这怎么可能？便是洛殿下，也不可能在铜镜之中击败命圣。你的消息肯定有误。学宫试炼塔第17的精神烙印在手，也是有一些的。洛殿下怎么可能次次碰到命圣？呵呵，真真假假，那可难说。听说继下学宫的维序殿石碑之上，洛殿下的名字已经被抹除了，这可不是什么隐秘消息，你打听一下就知道了。这意味什么？还用我多说吗？这，也许洛殿下已经晋升破虚境了，抹除名字也是正常的。呵呵，兄弟先别急，我也不认为洛殿下能在铜镜之中击败命圣。哦，此言何意？呵呵，答案很简单，命圣他老人家虽然铜镜无敌，但若是不铜镜呢？兄弟难道忘了学宫试炼塔一共可是有18层的？卧槽，这不可能吧？那个境界也许都不存在啊，古今未闻啊。呵呵，随口一说，满城风雨，真真假假，有心无心。哪怕是一个再普通的武者，听闻这些消息之后，心中也难免浮现一道荒诞的念头：洛殿下难道真的突破到了那一不存在的境界？偏偏不管是大夏皇族还是继下学宫，都没有出面解释或是澄清此事。如此一来，更加让人遐想连篇了。洛氏府邸，南宫书梦、洛南巡、慕云贤3人面面相觑，神色中不免有凝重之色。显然他们也被这些消息弄昏了头，不清楚如今的洛清仙到底是何境界。毕竟知道此事的只有2人，一人已经进了太初池之中，而另一人待在自己的1亩3分地，不知道捣鼓些啥呢。偏偏洛清仙本人此刻又已经闭关了，正在冲击破虚境。虽然这对他毫无难度，但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说你们俩一脸凝重的，这是干啥啊？洛南巡一脸无所谓的说道。北堂书梦在丈夫面前气质全无，没好气的拍了他一下：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关心一下，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洛南巡无缘无故挨了一下，
十分懵逼，无奈地说道：“我怎么不关心了？这不是仙儿闭关了吗？我们在这瞎想也没用啊。再说了，反正这是好事啊。仙儿要还是9天门，那不是说明他同境界之中都可以报锤命胜了？他要不是9天门，那不是更炸裂了？怎么看都是好事啊。”北堂书梦和慕云贤对视一眼，好像是这个道理，一激动反而脑子都不够用了，竟瞎想去了。啪！北堂书梦又给丈夫来了一下，道：“你怎么不早说，害我们在这瞎想？”洛南巡一脸懵逼，合着我说不说都不对呗？你想打我就直说呗，还找什么理由啊？真的是。清幽的水面之下，一道人影盘膝悬浮，心神进入那开天辟地的太初奇景之中。叶无双的感悟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提升着，便是身体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惊人的益处。这得益于太初之中那无处不在的神秘灵性。叶无双的周身数道奇特的意境波动若隐若现，仔细感知之下，可以发现这分别为金木水火土5种意境，正在以一种奇特的规律交织运转。五行为世界之基，是世界运转的根本之一。显然，叶无双在那开天辟地之景受到了触动，竟一次将5种意境全部领悟，而今更是到了一种特殊的状态，有往五行归一演变的趋势。难以想象，若是让叶无双将5行意境圆满掌握，将会造就出一种何等强大的意境。沉醉于这令人心神愉悦的感悟之中，时间似乎都被忘却了。你要去戒狱？北堂叔梦看着面前的女儿，眉头紧皱。洛清仙微微颔首，你才刚晋升破虚境，去戒狱做什么？北堂叔梦忍不住说道。显然，洛清仙的这番举动让他难以保持往日的气度。你在领域上的感悟已经圆满，领域境巅峰之前毫无瓶颈，你又不缺资源，接下来安心修炼即可，为什么非要去戒狱？洛清仙摇了摇头，罕见的不再以回应。母亲，资源不等于机缘，何况我已经苦修太久了。北堂叔梦沉默了，他知道女儿的性子已经决定好的事，难以被他人影响更改，此番过来不过是将决定告知他而已。不过他还是没忍住劝道，你想去戒狱，娘不拦你，但你可以修炼到领域境巅峰再去啊。洛清仙没有说话。北堂叔梦又说道，那叶无双呢？他如今在太初池，3年转瞬即过，你不等他，这小家伙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只怕3年来对你的思念早已积累成河。你想一下，他从太初池出来之后没能见到你，该是何等的失落。洛清仙的神情有些波动，眼神复杂起来，但还是摇了摇头，轻声道，我会在3年之内回来的。北堂叔梦不置可否，轻轻冷哼道，去了戒狱何时回来是你能把控的，万一陷入什么奇地险地，数百上千年你都回不来。洛清仙神色平静，我会在3年之内回来的。北堂叔梦轻叹一声，就知道改变不了女儿的决定，最终声音放得温和下来，戒狱不比大陆，机缘虽多，危险可也不少，娘知道劝不动你，只希望你行事之前，哪怕不想着我们，也想想那个小家伙，不要以身犯险。还有，出发之前去见老祖一面，听听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洛清仙声音也轻了下来，母亲放心，戒狱最多只允许领域境进入，我哪怕不敌，也有保命之法。北堂叔梦并不言语，只是心中轻叹，他也知道以女儿的实力，在戒狱之地很难遇上致命危机，但戒狱终究属于不可控之地，哪里有完全把握呢？若是在大陆上，北堂叔梦根本就不会担心，因为洛清仙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出事。3年之后，太初池前，严老起身自言自语地道，时间到了。他正准备有所动作，却突然眼神一凝，数道绝世凶兽般的气息从极远处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圣界之内。严老神色疑惑，但没有收到消息，也不再多想。苍老的手掌探出，不见有什么动作，太初池却仿佛化身巨口，吐出了10道身影。叶无双一个趔趄，从深度感悟中脱离，眼神出现一丝茫然，然后迅速恢复清明。严老嘶哑苍老的声音响起：3年感悟，想必诸位现在需要静修一段时间，消化收获，我就不啰嗦什么，耽误诸位的时间了，请吧。严老说着，抬手在空中一划，一个漩涡通道凭空出现。10人的眼中或是茫然，或是沉醉之色，听到声音都很快恢复过来，眼神中流露出不舍，但都没多说什么，对严老点头示意之后，相继走入漩涡通道之中，离开圣界。正如严老所说，进入太初池一趟，所有人都收获巨大，亟待消化。叶无双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还没等他跨入漩涡通道，眼前便是一花，身影就此消失。还没离开的几人神色皆是一愣，还是严老率先反应过来，摆了摆手道，没事，你们先离开吧。没有人能够如此嚣张地将力量渗透到北堂圣界之中。带走叶无双的人是谁？显而易见。北堂玄风看着消失在原地的叶无双，心中不免浮现一丝妒意，老祖对这家伙还真是偏爱啊。叶无双的视野断了一针，在聚焦时，眼前已是一片云海，他的目光很快转向一旁的小亭子，悬衣男子安然就坐，身前漂浮着一个罗盘状的器物，此刻正在运转，散发着清幽的光芒。叶无双心中一定，来到亭中，在北堂云对面就坐，不解道：“师祖。”北堂云神色平静，抬手轻挥，罗盘状的器物消失，淡然道：“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闻言，叶无双神色一愣，
心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很明显，不管是什么消息，都是和自己有关的，不然师祖不会将自己捞过来。而与自己有关的，只有叶家以及洛清仙。叶家能出什么事？即便真发生了什么事，在北唐云面前也不过是芝麻大小，不可能算是坏消息。所以答案很清楚，大概率是师尊出事了。稍早之前，第三界域，这是一片无垠无尽的空间，白茫茫一片，没有上下左右之分。狂暴的雷电肆意狂舞，宣泄着毁天灭地般的能量。火焰在燃烧，水流漂浮在空中，裂缝之中凭空生长着巨大的树木。空间在破碎中重组，又在稳定后破碎，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序。一道月白色的流光在空中划过，于此地停顿，显露出身影。一袭洁白长裙，神色清冷，容颜绝美，宛若不染尘埃的仙子。生长在混沌虚空之中的青莲，洛清仙轻声自语，眼神有所动容。他的前方不远处的虚空之中，一朵青莲无垠生长，散发着奇异的波动。只是一眼，洛清仙便知道此物非凡，绝对是一株世间罕见的大药。虽然耽误了一点时间，但是用这株青莲当做礼物的话，应该也不会生气吧。洛清仙轻声自语着，不知想到什么，绝美的容颜之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因此变得明媚起来。他飞到那株青莲面前，正欲取下，动作却突然停了下来，转头看向了一旁。约莫10里开外的地方，虚空寸寸断裂，化作一道裂缝，一股漆黑可怕的力量从中渗透而出，迅速浸染周围虚空。一道奇怪的身影也从其中显现出来，这是一个类人形的生灵，只不过除了形体大致相似，其他的地方却和人类一点关系也没有。手指是4根弯曲锋利的兽爪，裸露在外的皮肤与面容之上覆盖着青色的鳞片，额头两侧凸起，长出2根漆黑的角。只是来者的气息实在太过恐怖，使得虚空震颤，空间寸寸崩裂。这个陌生的生灵发出一道奇怪的声音，依稀可以分辨出他是在笑，这是看到猎物的笑容。声音很古怪，不是天前大陆的任何一种语言，只是到了洛清仙这个境界，也不怎么凭借语言交流了，只从精神波动就可以分辨出这个生灵想要表达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破虚境的小家伙。洛清仙并不惊讶，但是眉头已经皱起，轻声自语着：涅槃境的一族怎么可能进来界域？10里的距离，在这个境界的生灵面前可谓近在咫尺。而自己虽然已经领域圆满，但境界仍是破虚境，对上这个一族绝无一点胜算。简而言之，不过数息之间，他便已经陷入一场生死危机。虽然想了很多，但实际上洛清仙的动作很果断，在这个一族显露身形的时候，右手便已经从空间界上抹过，一枚弯月形的吊坠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之中，和当初他送叶无双的那枚吊坠一模一样。手掌微微发力，吊坠瞬间破碎，化作点点灵光，凝聚成一道人影，正是北唐云的模样。好！远处的一族发出怒吼，神情变得惊恐而谨慎，身体表面的鳞片瞬间立起，额头的2个长角亮起漆黑的光芒，如同炸毛的绝境之兽。北唐云看向徒弟，神色有些无奈地道：这么倒霉。洛清仙没有说话，神色平静，不见丝毫慌张。然而虚空之中的雷霆却突然变得无比狂暴，像是寻找到了死仇一般，疯狂地向北唐云劈来。而无尽的虚空也像是活过来了一般，空间似刀，寸寸崩裂，要将它湮灭在虚空之中。电闪雷鸣将整片虚空照射得耀眼无比，散发出的力量却是可怕到了极点，仿佛要将整片天地劈开。这是天威，岂是人力可挡？北唐云的脸色毫无变化，似乎根本不打算抵挡。他抬手一指点出，一道青光从指尖射出，10里外的一族发出震天怒吼，漆黑的光芒能量从额头双脚之中涌出，发出毁天灭地的一击。然而在那道青光面前，他的攻击如同纸张一般脆弱，连一瞬的抵挡都没能做到。青光轻柔，那一族甚至来不及反应，脑袋就已经被洞穿。北唐云将那一族残躯席卷过来，洛清仙迅速将之收入空间界之中。也就在此刻，无尽的狂暴雷霆落到了北唐云身上，他的身影变得虚幻了些，空间在嗡鸣，在愤怒，无尽的虚空在自我湮灭，要将他葬于此地。北唐云一指点出，青白色的光芒将洛清仙包裹，宛若实质般的灵液，很快化作一道晶莹透明的晶体，将洛清仙护在其中。北唐云嘴角上扬，看着徒弟说道：看来有人要着急了，看你回去之后怎么哄。闻言，洛清仙平静无波的眸子微微一动，嘴角轻轻抿起。叶无双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迅速说道：坏消息。北唐云看着他，淡淡地道：你师尊闯荡界域，结果很倒霉。界域扩张，他遇见了一个涅槃境的一族。界域、一族，这些陌生的名词突然蹦出，让叶无双十分疑惑。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师尊遇上了一个涅槃境的一族。自己3年前进入太初池的时候，师尊才10天门，3年之后他能是什么境界？根本不可能是涅槃境的对手，甚至逃都很难逃掉。要知道，境界越往上，修炼愈加艰难，同时差距也就愈大。不然为何提升一个境界，武者的数量就呈断崖式骤减？有时候同境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更不要说跨境了。以领域境和涅槃境而言，毫不夸张地说，
那是人和蝼蚁之间的差距。叶无双心中焦急无比，连忙道：“师祖别卖关子了，师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北唐云摇了摇头道：“年轻人就是不经斗，一点也不沉稳。好消息不听了。”叶无双神色一滞，骤然听见这样一个消息，心情急迫之下，思绪很难保持平静，让他难以凝神思考。现在被北唐云一打断，焦急的情绪也被打断了。叶无双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冷静了下来。师尊肯定是没事的，这一点很好判断，因为师祖还安然地坐在这里，没有一点凝重的样子。叶无双将心情平复下来，才开口问道：“好消息是什么？”北唐云悠然道：“我发现了一个古老残破的圣剑，里面保不齐就有什么大机缘，而且只有破虚境以下才能进入。以你现在的实力，那还不是手拿把掐？怎么样？这个好消息够大吧？这算什么好消息？这两消息之间有关系吗？”呀喂！叶无双苦笑道：“师祖别逗我了，我哪有心情去这什么圣剑？还是说说师尊的情况吧。”北唐云看了他一眼，道：“真不去？”叶无双摇了摇头：“不去。”北唐云悠然道：“不去就算了，反正你师尊还在里面等着你去救呢。去！”叶无双连忙道：“现在去，马上去，赶紧去！”见北唐云没反应，他还催促了一声：“走啊，师祖，送我一程。”北唐云张了张嘴：“不是你这包变脸的呀？你们师徒俩，一个变脸比翻书还快，一个800年不变一下表情，绝配。”叶无双光速变完脸之后才反应过来，不解道：“师尊不是在那什么界域吗？怎么又到了什么圣剑？还需要我去救？师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北唐云没了逗叶无双的心情，正准备解释，就听到叶无双催促道：“师祖，我们先走吧。”边走边说。北唐云沉默了良久，他抬手在空中轻划，一道漩涡展开，起身默默地步入其中。叶无双连忙跟上，深幽的虚空通道之中，旁边就是凌冽的空间飓风，呼啸着带着撕裂一切的力量。但凡叶无双碰到一下，绝对是要裂成两半的。好在有北唐云在，这些狂暴混乱的力量根本无法靠近两人，被抵挡在外。期间，叶无双收到了慕云贤的传讯，问他是不是从太初池回来了。听其语气，并不知道洛清仙出事了。叶无双自然也不想多说，免得他和北唐书梦担心，于是给他传讯回去：“穆仪，师祖找我有些事，我过段时间再回去。”慕云贤很快回应，表示知道了。叶无双收起传讯欲尽，看向一旁的北唐云，连连问道：“师祖，界域是什么？异族又是什么？师尊不是遭遇涅槃境的异族了吗？怎么又到了那什么古圣界了？”界域和异族虽然对普通人算是秘密，但对叶无双而言显然不是。他现在接触到的都是些什么人？不是北唐云就是夏皇，不是领域禁就，是慕云贤。在这些人眼中，显然那都是些公开性的消息。不过以前他境界不够，所以洛清仙也没说过这些事。北唐云揉了揉额头，眸子合上又睁开，解释道：“界域又称两界界域，即我们这片天地和另一方世界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通道。”叶无双心中一震，另一方世界难道是另一颗星球吗？很快他就摇了摇头，甩掉这个思想，不能以自己前世的认知来看待这件事。不过既然已经接触到这一层次，叶无双的心中还是难免浮现某些想法。这么说，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回到蓝星？叶无双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蓝星唯一值得留恋的也就只有父母了，自己的突然死亡想必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就算我真的有回去的一天，只怕也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了吧。这边北唐云还在继续解释着，这两方世界可能相距不远，在经年累月的移动中靠近，然后碰撞产生界域，也有可能相距无尽遥远，是空间的某些异变纠缠才产生了界域。界域既是两界通道，又是一片新生的小天地，里面能量规则混乱，却又可能诞生无数奇珍异宝，都是开天辟地之时才会出现的绝世神物，珍贵程度不言而喻。同时从混乱到有序的演变过程，对武者感悟也可能造成触动。这一点你进入过太初池已经有所体会。不过在这方面，界域跟太初池不可同日而语，且不可控，但对其他接触不到太初池的武者而言，已是莫大机缘，这也是他们会闯荡界域的原因。叶无双收回心神，听完之后就明白了，界域实在太过奇特，以至于洛清仙都会选择去闯荡。某些机缘，某些奇物，在天前大陆根本不可寻了，可在界域之中却可能正在孕育诞生。与人为创造的小世界不同，界域是一片新生的天地，蕴含莫大伟力。不过叶无双开口问道：“界域既然是两界通道，那另外一方世界的生灵不会通过界域打到天前大陆来吗？掠夺资源，发动战争，这在蓝星的历史上再常见不过了。而在此方世界，则要更加直接、血腥，因为这本就是一个武道为尊、弱肉强食的世界。天前大陆上的各方势力尚且如此，何况两方世界的碰撞？”听到叶无双的这个问题，北唐云扭头看向了他，似笑非笑地说道：“你怎么确定我们就是被侵略的一方呢？”啊！叶无双神色一愣，根据我阅览网文10余年的经验，这种情况天前大陆必被打爆的呀。然后作为主角的我顺势崛起，击退异族，拯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然后名传大陆，成为一代传奇，包正能量的呀。可是听师祖这么一说，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呢？
叶无双还没来得及询问，就听见北唐云继续说道：“开玩笑的，异族想要通过界域入侵天前大陆，没那么容易。两界界域往往不太稳定，两方世界在逐渐靠近到某种程度之后，就会开始互相排斥远离。所以界域从诞生之后，演变的趋势就是不断扩张，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开始收缩，直至消失。而根据这个演变趋势，界域共分为3个等级，最弱小的1级界域只能容纳破虚境层次的武者进入。你师尊这次进入的界域是一个2级界域，所以最多只能容纳领域境层次的武者进入。当然，他倒霉就倒霉在这个2级界域扩张了，演变成了3级界域。更倒霉的是，刚好就有一个涅槃境的异族进入界域，而且就在他附近。叶无双，好吧 ，buff 叠满了。叶无双继续问道：“所以师尊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又到了那什么古圣剑？”北唐云悠然地解释道：“他身上有一道保命之物，蕴含着我的一道灵身。你师祖都亲自出手了，那还能有什么悬念吗？小小一族，直接拿捏。不过，虽然只是一道灵身，但爆发出来的力量还是有点超出限制了。那处界域的运转规则跟见了仇人一样，要将我的灵身抹杀。没办法，我只好先将你师尊封印了，以此保护他。然后空间湮灭了一大片，剧烈的爆炸导致界域附近的空间震荡，一处古老残破的圣界因此显露了出来。你师尊就这么掉进去了。不巧的是，那处古圣界只能容纳破虚境以下的武者进入。你师尊身上有我布下的禁制保护，所以没事。但是他一旦解除禁制，就会被那处古圣界的规则抹杀。简而言之，他现在动不了了，需要你进去将他带出来。”叶无双6，他看向北唐云，表情古怪，意思是说，师尊本来可以一点事没有的，是您老人家没控制好出手力度，所以他才倒霉的陷入了古圣界。好吧，不管怎么说，洛清仙肯定是没有危险的。咳，北唐云咳嗽2声，掩饰表情。怎么说话呢？你这个领悟能力就很不到位。确定洛清仙并没有什么事之后，叶无双的心情也放松下来，将好奇心转到了其他方面。他开口问道：“听师祖刚才的意思，界域只有3个等级，分别对应破虚、领域、涅槃3境。也就是说，即便对面有圣人层次的生灵，也无法通过界域来到天前大陆。”北唐云点了点头，道：“这是由2方世界中层次较为弱小的那一方世界的规则决定的。层次弱小的世界，规则自然会排斥更强大的异界生灵进入，除非对面的生灵能够强大到对抗一方世界规则的地步，才能强行闯入。当然，两界界域已经产生许久了，如果对面真有那么强大的生灵，早就已经来到天前大陆。何况能够对抗一方世界规则，那可是比圣人还要强大的存在。对面要真有那种级别的强者，我们反而不用操心了，躺平等死就是了。”叶无双，师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师祖为何对这些事情这么清楚？叶无双问道。北唐云悠然道：“大陆历史悠久，古籍之中，天前大陆不止一次和其他世界相遇产生界域，这些规律都是前人的总结罢了。”叶无双想了想，继续问道：“师祖刚才所说的灵身是什么东西？”北唐云解释道：“一种身外化身，也可以说是分身，具备武者本体的部分实力。你学会相关的秘术，也可以制造出来，但没必要。你现在这么弱，整个灵身干啥？而且那是要消耗武者本源精血的，容易元气大伤。”叶无双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既然您老人家都知道师尊在哪里了，怎么不亲自出手把他捞出来？一个残破的圣界，规则还能限制住您老人家？虽然北唐云说的轻描淡写，但这看似的轻松是建立在绝对强大的实力之上的。一道灵身就能斩杀一个涅槃境的异族，北唐云的实力该是何等恐怖！再加上叶无双以往对北唐云的一些认知，可以判定北唐云绝对是涅槃境中的至强者。要知道，夏皇可都活了13000余年，而夏皇也是北唐云的徒弟。北唐云活了多久，注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而寿命本就是实力的部分象征，这处突然出现的古圣界只允许破虚境以下的武者进入，便如同一个虚弱的武者一般，色厉内荏，说明早已破败不堪，是规则在进行自我保护。而北唐云身为涅槃境中的至强者，哪怕是正常的圣界规则，也很难说就能将他抹杀，何况是这样一个残破的圣剑。他的规则限制真的对北唐云有用吗？倒也谈不上是限制。北唐云摇了摇头道：“便如同一个小池塘，你非要让一条真龙栖息进去，想想会有什么后果？真龙难以翻身畅游不说，池塘里的小鱼小虾首先就会被碾压致死。”北唐云顿了顿，继续说道：“况且这个圣界虽然残破，但已不知存在了多久岁月，里面说不定就遗留有一些传承、机缘之类的，某些奇珍异宝在这圣界中成长多年，只怕药性也到了一个极为深厚的地步。对你这样的小家伙而言，可是大机缘被我毁坏了，多可惜。”叶无双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又询问道：“师祖没有探查清楚吗？这个突然出现的圣界是哪位圣人遗留下来的？里面没有遗留下来的圣族吗？怎会变得如此残破不堪了？”北唐云摇了摇头道：“灵身消散的太快，来不及细细探查，等到了现场，自然就知道了。”叶无双点了点头，不再多言。第3界域位于大夏皇朝13州之一的北灵州境内，名为第3界域，
却并不是指它是3级界域，只是单纯以数字命名。毕竟在此之前，这只是一处2级界域，两方世界碰撞产生的界域数量有很多，散落在天前大陆各地。大多数的界域不过是1级界域而已，最多只能容纳破虚境层次的生灵进入。而像这种1级界域，各方霸主级势力只需派遣领域禁王者镇守在界域外面，即可防止异族进入天前大陆。当然，界域即是危机，也蕴含着莫大机缘。有不少天前大陆的武者进入界域闯荡，甚至前往异界，都是很正常的。不过，即便是层次最低的1级界域，也不会有3天之境的武者前去闯荡。没有掌握空间之力的他们，界域内一个空间变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而像第3界域这样的2级界域，在数量众多的界域中也不过寥寥数个。领域境层次的生灵所蕴含的力量太过可怕，一旦爆发，所造成的伤亡无疑的巨大的。幸运的是，这寥寥数个2级界域皆位于最顶尖的几方霸主级势力境内，有足够的力量镇守。而今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第3界域变得名副其实起来。第一个3级界域诞生了。北灵州虽然只是大夏皇朝13州之一，但疆域可是一点不小，南北东西各纵横10余万里，可谓辽阔无比。这般庞大的疆域，却在境内某处有着一个方圆近千里的无人区。此地被大夏皇朝划为禁区，外围有重兵把守，除非实力达到破虚境，否则根本不予进入。而在这片无人区的中心之处，天空之上，一道长达数十里的空间裂痕清晰可见，宛若天之痕、天之眼，时刻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此即第3界域。突然，轰隆隆，震天的巨响猛然响起，宛如苍天之怒，震撼人心。即便远在禁区之处，也有无数武者听到了这恐怖的声音，惊得心神俱颤，双腿发软。空间裂缝之下，一道宛若绝世凶兽般的气息猛然苏醒，带着惊天之威，气息直贯苍穹。这是一个中年男子，面色凌冽如剑，此刻起身看向上方空间裂痕，神色凝重无比。界域扩张了，只见数十里长的空间裂痕如同雷电龙蛇，狂舞游走，撕裂苍穹，几乎在转瞬之间猛地扩张到数百里之长。男子大手一招，一杆血红色长枪出现在他手中，散发出狂暴的锋锐杀意。同时，男子脚下一道道神秘的纹络亮起，赫然是一座绝世大阵。男子如同绝世杀神一般，散发着恐怖的战意气息，面色凝重地盯着空间裂痕，等待着可能出现的敌手。老祖的气息在界域之内。男子突然眉头一皱，自言自语道：“是了，那个小家伙还在界域之内。”显然，男子清晰地记得3年之前，洛清仙自此进入第3界域。但是，既然老祖的气息出现了，那么洛清仙的安危自然是不用担心的。一个小世界。男子神色一动，看向远方，在剧烈的空间震荡之下，一些本不存在的古老气息显露出来，迅速被他捕捉到。不对，是一个圣界，无人的，残破的。男子喃喃自语，真是多事之秋，也不知是哪位圣人所留。男子收敛心神，虽然面色凝重，神情却毫无惧意，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然而等待良久之后，依然没有见到一个异族的影子，反而有一些大陆武者脸色惊恐地从界域之中逃离，显然是遇见了什么可怕之事。男子神色一动，看向远方天际，数道恐怖的气息宛如天地间的定海神针，急速向此处移来。很快抵达，显露出6道身影，傲立虚空，使得天地颤动。深邃的领域，庞大的气息交织笼罩整片天地，这绝不是领域禁王者所能散发出的威势。换句话说，这6位竟皆是涅槃境地者。然而此刻这6位大陆上的顶尖强者，神色皆是凝重无比，目光死死地落在空间裂痕之上。他们显然已经感知到第3界域已经演变成3级界域了，这足以容纳涅槃境的一族通过，是一枚真正恐怖的定时炸弹。元凶，界域之中可有异动？此前可有一族通过？来人之中有人开口询问，声音恢宏正大。北唐渊摇了摇头，界域突然扩张，里面情形如何？未敢贸然探查，我等待良久，并未见到一个异族。众人皆沉默无比，心中感到十分棘手。能在此时迅速赶到第3界域的涅槃境地者，皆是大夏皇朝附近的霸主级势力化世人。不管此前是否和大夏皇朝有摩擦之处，但现在赶来，显然是支援之意。因此，北唐渊自然也不会脑瘫般说出诸位何故擅闯我大夏皇朝疆域之类的话。不过，即便是这6位涅槃境地者，他们所属势力的疆域之内，也不过存在1级界域，只需派遣领域境即可镇守。便是2级界域，都足以让他们严阵以待。也只有大夏皇朝这般顶尖的霸主级势力，底蕴深厚恐怖，才能分出一个涅槃境坐镇在此。可是3级界域，在大陆数万年无人成圣的时代，足以让大陆上所有霸主级势力严阵以待。这里很有可能化为一道鲜血滔天的战场，将爆发的是2个世界之间的战争。他们对对面那方世界知之甚少，实力是否强大，自然也无从判断。虽然有不少武者都前往过那方世界，但那里生存的种族十分特殊，与人类差异明显。何况天前大陆的武者去往另一方世界之后，会遭到世界规则的压制，实力锐减。因此他们所能探查到的消息，
可谓冰山一角。即便在场7人皆是涅槃境的帝者，此刻也不免产生束手无策之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咦，来了这么多人！就在这时，一道讶异的男声响起，众人神色一动，目光转向声音来源之处。只见虚空之中，一道漩涡通道已然打开，2道身影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来人自然是北唐云和叶无双。老祖！北唐渊微微躬身。前辈！其他6位涅槃境也尽皆微微躬身。北唐云微笑着点了点头。师祖这地位有点高啊。叶无双跟在身后暗暗心惊。面前7人气势无不威压天地，恐怖无比，致使虚空震颤，灵力紊乱。叶无双感觉自己在他们面前宛若蝼蚁见到了巨人一般，心神不自主的在摇晃。这是生命层次上天然的巨大差距。他的剑域在这7人面前宛若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倾覆之危，天地之力更是无法调动了，掌控权被剥夺。他在稷下学宫和太初池前见到的所有领域境都没有带给他这种感觉。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涅槃境，7位涅槃境。叶无双心中感叹，看来面对异界，天前大陆上的势力还是会统一战线的。唇亡齿寒，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涅槃境怎么会不懂？何况若是真的是不可为，大夏皇族绝对会退守圣界。作为一个传承10数万年、历史古老无比的圣族，叶无双毫不怀疑他们的果断。没有什么比一族传承更为重要，反而是那些弱一些的势力迫切的希望诸如大夏皇族一般的顶尖势力站出来，顶在最前面。前辈，现在该如何是好？有涅槃境出声询问，这姿态放得未免有些太低了，好歹也是涅槃境，师祖到底是什么实力？叶无双心中疑惑，但大佬对话，他一个小小的天门境自然保持沉默。北唐云淡笑着摆了摆手，道：不必紧张，不会有异族闯过来的。哦，众人神色一动，微微有些疑惑，这是为何？北唐云并不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看向一旁的北唐渊，微笑道：今后我会潜意灵身坐镇此处，小渊你就不必在这里镇守了。北唐渊点了点头，道：好的，老祖。潜意灵身坐镇此处，这可是3级界域，说不定就会突然闯出一堆涅槃境一族。北唐圣族的这位老祖是不是有些太拖大了？其余6人脑海中皆是浮现出这个念头。这位北唐圣族的老祖跟脚已经无法追溯，寥寥几次出手皆是石破天惊，震撼整个大陆。众人虽然知道他实力强大，但一道灵身就想镇守一处3级界域，狂妄！你以为你是圣人吗？不过第3界域毕竟位于大夏皇朝境内，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唐圣族，他们都不急，那我们还急什么？6位涅槃境皆是在心中感叹大夏皇朝的强大，居然都能以一己之力镇守3级界域了吗？哎，自从出了命圣之后，这北唐圣族的人就变得神神叨叨起来了，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什么天命既定，就是什么天机不可泄露。虽然众人很想评价一句无趣，但是大夏皇朝的强盛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众人皆是沉默不语。若是天天神神叨叨的就能让自家势力强盛10数万年，那我倒也不介意念上那么几句。北唐云看向叶无双，手一挥，一道巨大的立体地图浮现在半空中，他抬手在中心某处点了点，这是这一圣界内的景象。我刚才探查过了，你是尊在这个位置，不过他身上有我的部下的禁制保护，安全无虞，你倒也不用急着将他带出来，可先去搜寻这圣界内的机缘。你别看这些家伙表面老老实实的，背地里说不定已经通知自家势力了，要不了多久就有不少天门境的小家伙赶过来跟你抢东西了。6位涅槃境当面被人驱去，神色平静无波，不见一点尴尬，因为事实和北唐云说的一模一样，他们确实已经通知自家势力了。这突然出现的圣界，6位涅槃境自然也是第一时间感知到了。不过他们刚才还在担心界域的事，严阵以待，怕有什么涅槃境的异族闯出来，因此根本来不及在意这圣界。至于现在，既然这位北唐圣族的老祖都这么信誓旦旦的说不会有异族闯进来，那他们的关注点自然也就开始转移了。一位圣人遗留下的圣界，其中可能蕴含的机缘，没有任何人和势力可以无视。若是只有几位涅槃境在场，他们立刻就会封锁消息，开始清场，只允许自家天才进入。不过现在这圣界毕竟是在大夏皇朝疆域之内，他们还没有那个实力和胆子敢去这么做。何况第3界域的扩张，一个3级界域诞生造成的动静实在太大了，估计很快就会有其他霸主级势力前来了。到时候这处突然出现的圣界注定会上演一出盛大的秘境争夺战。面对师祖的提议，叶无双摇了摇头，我还是先将师尊带出来，机缘虽然重要，却也不是最重要的。况且叶无双顿了顿，语气平静地说道，那些天才来则来矣，同境之中我无惧任何人。又是一个狂傲的小家伙。6位涅槃境都是被这话语吸引，目光落到了叶无双身上。剑域，好蓬勃的生命朝气，还有几道层次极高的气息，是奇物。怪不得年纪轻轻就如此狂傲。大夏皇朝真的就不会衰弱吗？为何总是因才辈出？只是一眼，6位涅槃境心中便都感叹不已。当然另一边的北唐云可不这么觉得，他又一次沉默了。良久之后开口道，屡次在我这个老人家面前秀恩爱，真的合适吗？啊！
叶无双还没来得及反应，北唐云已经面无表情地伸出了腿，一脚踹在叶无双屁股上。走你！叶无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飞向远处的圣剑。卧槽！卧槽！呸！叶无双好不容易稳定身形，没有摔在地上，吐出了嘴里的树叶子，面色愤愤地看向天空，还有没有点气度了？公然泄愤啊！我好歹也是天门境啊，怎么可能飞都飞不稳？绝对是师祖在作怪！气度是什么东西？能吃吗？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巨响，然后化作北唐云平静的声音。叶无双神色一僵，以老实。虽然这些大佬们进不来，但是这圣界在他们眼中只怕和沙盘没有什么区别，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观察之下。叶无双收拾心神，重新飞到空中。刚才师祖给他开了全图，确定好自己的方位之后，叶无双迅速向洛清仙在的地方飞去。而与此同时，无数天门境的绝世妖孽也在自家势力大佬的带领之下，向这座未知圣界急速赶来着。师祖为何说这是一个残破的圣界？叶无双飞在半空中，精神力外放，感知到极远之地。可是，一路而来，他发现这座圣界并未有任何残破之处，林木郁郁葱葱，山川灵秀险要，湖泊河水清幽，天地间的灵气也可算得上十分浓郁，可以说是一座真正的圣界，修炼宝地。唯一不同寻常的是，此地没有任何生灵，飞鸟游鱼、虫蛇虎豹，甚至人影，一个都没有。圣界很大，真实面貌难以窥测。叶无双飞行良久，越过数千里之地，依旧还未抵达洛清仙所在之处。叶无双突然神色一动，从高空俯视而下，一道巨大的痕迹印在地表之上，宛若人之胎记，不可磨灭，散发着悠悠冷意。这是什么意境？略一感应，叶无双神色微变。不对，这是法则，一道法则留下的痕迹，绵延数十里，宛若复古之居，不断侵蚀着苍茫大地。叶无双深吸一口气，这里发生过战斗，这处圣界之主应该不会在自己的圣界中留下这样一道裂痕。那么是两位圣人于此交战，一个师祖都分辨不出主人的圣界，历史该是何等的悠久，又为何没有一个圣族遗留下来？圣界既在，圣族哪怕再弱，也应该还存在才是。叶无双思索片刻，摇了摇头，飞向远方，先找到师尊，等会儿再来探索这圣界之秘。广袤无垠的古老圣界，无一生命气息。高空之上，一道身影急速掠过，转瞬间消失在天际。这圣界也太大了，叶无双暗自咂舌。他已经急速飞行小半天了，掠过万余里疆域，可依旧没有抵达目的地。万里大地，气氛宁静祥和，宛若人间仙境。然而不时映入眼帘的清晰痕迹，经久不灭的法则气息，处处给这片平静的圣界蒙上一层诡异的面纱，昭示着此地经历过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能遗留下法则气息，很明显是圣人。两圣并立的时代，史上屈指可数，不可能默默无闻。叶无双心中暗自疑惑，到底是哪两位圣人？看这痕迹，也不像是切磋的样子，绝对是生死决战。回去该补历史知识了。师祖这个老古董肯定有所猜测，也不告诉我。不过说起来，这圣界也真是够坚挺的，这样都没毁灭。良久之后，叶无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座荒凉古老的巨城，宫阙楼阁，鳞次栉比，处处散发着悠久古朴的气息。叶无双的身形在城前停住，应该是这一脉圣族所建造的圣城。干，这城池根本就是完好无损的，哪里有一点破败的意思？叶无双心中怒骂。城墙之上，无数道神秘的纹络亮起，一道恐怖的护城禁制随之显现，哪怕历经无数岁月，依旧隐隐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仿佛太古凶兽从沉眠之中醒来，令人心神震撼。一座圣城的守护禁制，我拿头闯啊！叶无双心中不禁骂娘起来，师尊怎么会掉到这里面去？师祖他老人家确定没给错位置吗？正当叶无双踌躇无措之时，一道白光从这座圣城之中射出，化作一道高大的门户，中心是一片白茫茫的光幕，如同水波一般。安检门。叶无双脑海中莫名浮现这个念头，而后一道虚影文字在光幕之上缓缓凝形。这是一行奇特的文字，但看起来并不难以识别，与天前大陆如今的文字有些许相似。欲入圣城，先过此门。叶无双轻声自语：你搜身呢？还想看看我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叶无双不由吐槽起来，但是动作丝毫不慢，直接跨入白茫茫的光幕之中。毕竟这门户看起来并无危害，师尊还在里面呢，怎么说他也得先进去。而强闯一座禁制尚在的圣城，明显是不智之举。到了人家的地盘，只能按照人家的规矩来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北唐云一直在外面注视着呢，有危险的话，老登肯定会提醒的。既然老登没提醒，那就说明没问题。这就是大佬带来的安全感。一道无形的波动自光幕之中垂落，将叶无双里里外外扫了个遍，也不知在探查些什么。没有任何不适，就是穿过了一道光幕而已。然后叶无双就感觉到，这圣城之中的禁制似乎对自己没有威胁了，已经可以自由进入。莫名其妙，叶无双自言自语一句，然后飞身而起，进入圣城之中。果然，禁制不再阻拦他。圣界之外，界域旁边，这座圣界，诸位可有看出是哪位圣人所留？几位涅槃境地者此刻也在随意交谈着，未有头绪。有涅槃境观察片刻，
道：“这座圣城的建筑，观其样式，很是古老，倒是有一些上古时期的感觉了。”然而话音刚刚落下，就被人摇头否决了。我倒是觉得，非是这座圣城有上古时期建筑的影子，而是上古时期的建筑有这座圣城的影子。闻言，其余5位涅槃境神色皆是一凝，目光看向开口的那位涅槃境玄兄，你可确认？玄兄可有把握？看似拗口的一句话，意义却截然不同。后者的意思，岂不是说这座圣城存在的时代比上古还要久远？大陆历史悠久，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划分只有2个，其一为距今6000万年前上古时代的终结，其二为太古时代的终结，上古时代的起始。单纯设定，不用和其他的扯上关系，这个节点早已不可考究，众说纷纭。但被世间所公认的是，这个时间节点既是上古时代的开始，也是武道兴盛的起点。再往上追溯，即是混沌初开，天地诞生，那一短暂的时期被称为太初时代。在后世划分之中，太初为太古之始，也算在太古时代之内。太古时代的事迹早已毫无痕迹，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被称为神话、传说等等。上古时代的事迹部分可以考究，有些许传闻和记载。至于6000万年以内的历史，基本可以查证，记载较为清晰，所以算不上古。可是现在一座突然出现的圣界，居然疑似比上古时期还要久远，这绝对是大事件，涉及到一段断代的古老历史。别说在场几位涅槃境了，若是这个时代有圣人，也绝对无比重视，想要一探究竟。然而被称为玄兄的那位涅槃境强者摇了摇头，道：“无法确认，这只是我的个人判断。年轻之时，我曾闯入一个上古秘境，其中记载的一些壁画，上面的建筑与这座圣城有些许相似。上古时期的秘境，记载在壁画上的建筑。”闻言，其余5位涅槃竟皆沉默不语。稍许之后，众人目光再次投向远处圣界之内。一座未知的上古圣界，只会让他们惊叹；而一座疑似太古时期的圣界，足以让他们心中燃起年轻之时的火焰。不可追溯的时间节点，被遗忘的古老历史，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惊天之秘？似乎不用那些天门境的小家伙来探索了。6人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之中，谁都没有注意到，伴随着叶无双进入圣城，北唐云的神色也变得恍然起来。古老的圣城处于一片诡异的寂静之中，街道上空无一人，宏伟的建筑依然矗立，却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朝气。微风轻拂，带起的只有一地沙尘，在半空中翻滚飞舞。窗户门扉并未紧闭，时间却仿佛于此停止。墙壁上爬满了蔓藤，昔日的繁华景象被岁月所掩盖。大街小巷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死寂气息，仿佛这里已经被世界遗忘许久。这里的圣族就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了一般。叶无双没来由的浑身一颤，一股凉意从胸膛之中迅速弥漫到全身。他深吸一口气，拔高身形，于半空之中俯视而下，精神力向外探到极致，搜寻着洛清仙的身影。随着不断深入这座古老圣城，叶无双终于神色一动，找到了。叶无双神色振奋，急速向感应到的地方飞去。良久之后，他抵达目的地，一座巨大的圆台，其上印刻着无数凹槽纹路，像是什么奇特的阵法一样。叶无双一眼看到圆台之上2道透明闪耀的晶体，叶无双落到旁边，翡翠般的灵晶透明耀眼，闪烁着绚烂的光彩。而在晶体内部，一个身着月白长裙的女子平静闭目，名副其实的睡美人。叶无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抬手敲着透明晶体，咚咚，熟悉的气息波动传来。画卷中的睡美人睫毛微动，然后缓缓睁开了双眼，一个熟悉灿烂的笑脸映入洛清仙的视野之中，调笑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不是说公主要在王子的亲吻下才会醒来吗？”师尊。洛清仙那双清澈的眸子有些发愣，然后又闭上了双眼。我又没有嘲笑你，你装死做什么？洛清仙一言不发，平静装睡。叶无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扛起这道晶体就准备离开。禁制师尊应该自己就能解开，不过在这圣界之中，这道禁制却是对他的保护，防止被圣界规则针对抹杀，所以还是要离开圣界之后再解开禁制。叶无双刚准备升空，动作却突然停止。怎么会有2道晶体？他的表情僵住。该死！自己怎么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缓缓转过身子，看向了圆台中心的另一道晶体，然后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什么刺激的事情发生。叶无双很快皱起眉头，这是什么东西？他扛着洛清仙快步来到另一道灵体面前，然后叶无双狠狠地倒吸一口凉气。这道晶体里面居然也封禁着一个女子。叶无双进入圣城之后，身影就消失了。什么情况？此刻几位涅槃境正在皱眉谈论，他们探查这座圣界的同时，精神力自然也一直落在叶无双身上。也许不是消失，有人缓缓开口：“这座圣城，或者是这座圣界，遮蔽了我们的感知。”闻言，几位涅槃境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们对视一眼，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意思。不等那些天门境的小家伙了，现在就闯入圣界，一探究竟。一个古老残破的圣界，还真想限制当代帝者不成？6人十分从意将目光转到了北唐云身上，却发现这位北唐圣族的神秘老祖此刻眼神有些涣散，似乎是在
发呆。前辈，有人轻声唤道。北唐云毫无反应，六人对视一眼，就欲进入圣界。突然，一股天青般的巨力落下，让他们的身形一顿。一道平静淡然的声音响起：“走神了，诸位唤我何事？”六人目光一转，重新回到北唐云身上，对视上的是一双漠然的双眸，瞬间让他们心中一紧。前辈，这处圣界太过特殊，我等欲进入一探究竟。有人开口说道。北唐云神色不复往日平静悠然，此刻有些淡漠，道：“我的徒孙还在里面，你等进入圣界崩坏，是想害他不成？”另一人开口道：“前辈公参造化，难道不能将这个小家伙先捞出来？”北唐云声音无情：“还是先等他出来。”六人互相对视一眼，然后微微颔首，便按前辈所说，等一会儿也不算什么大事。为此和一个根脚难以追溯的老怪对上，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晶体之中躺着一个女子，看其状况和洛清仙一样，这道晶体也是保护她的静止，也是一个不小心掉进来的倒霉蛋。叶无双神色疑惑，手掌不小心碰到晶体之后，宛若冰雪消融，这道透明的晶体迅速随风消散。我靠，碰瓷啊你！叶无双迅速弹射后退，面色惊疑不定。女子漂浮在半空中，睫毛微动，缓缓睁开了双眼。但是叶无双没看到女子已经睁开了双眼，他还在疑惑，怎么静止都消散了，这个女的还没事，她不是破虚境以上的武者，你不是你整个静止包裹自己干啥呀？叶无双皱眉上前2步，然后对上了一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靠！叶无双头皮一阵发麻，迅速后退，紧紧盯着这个女子。然而等待良久之后，这个女子也没有任何动作，依旧保持着平躺的姿态，漂浮在半空中。好奇心害死猫，我还是先将师尊带出去吧。叶无双小声嘀咕2句，然后转身欲走。等一下，如今是什么时代？第一句是洛清仙传出的精神波动，此刻他已经睁开了双眼。第二句自然是那个神秘女子问出的，声音嘶哑而低沉。叶无双无奈回头，先看了一眼洛清仙，然后看向那个神秘女子。此刻他已经起身，目光看向叶无双，眼神不时流露出呆滞之意。如今是什么时代？叶无双思索了2秒，我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啊。如今大陆无圣，距离最后一位圣人命圣消失已有7万余年。洛清仙传出精神波动，回应那个女子。叶无双有些疑惑，不明白洛清仙为什么要这么回答。命圣消失7万年，女子的反应似乎很慢，神色略显茫然。良久之后才自言自语道：“命圣不是已经消失700万年了吗？”叶无双神色一愣，一瞬间一股凉意自体内而生，直冲天灵盖。卧槽啊！别倒啊，姐们！叶无双悄咪咪的后退2步，我以为你是个不小心掉进来的倒霉蛋，结果你一开口就这么劲爆。听到女子的话，就连洛清仙的神色都有些发愣，明显被震懵了。女子并没有注意到2人的神情与动作，表情有些呆滞，像是大脑死机了一样。这是睡了多久，脑子不清醒到这个地步了？叶无双心中暗暗思索着，这到底是个古人还是未来人？还没等他理清头绪，一股无形的波动不知从何处垂落，女子的眼神渐渐恢复光彩。还有高手？叶无双心中一紧，身体紧绷起来，随时准备跑路。同时他在心底不停地呼唤老登，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女子看起来终于像个人了，神情开始波动，脸上出现了情绪。这并不能使叶无双放松警惕，反而愈加谨慎，因为他的眼神是如此的冷漠，不见丝毫人性，与刚才的茫然呆滞形成了绝对的反差，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叶无双亲眼看到他的眼神从一开始的茫然，然后经历了平静、冷漠、愤怒、杀意，直到良久之后再次恢复了平静。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存在，转身就跑并不是什么上上之策，因为你并不确定在转身的那一刻会不会看见自己的后背，所以叶无双才一直保持谨慎的姿态，小心翼翼地与此对峙。毕竟沟通才是最好的选择。直到现在恢复了平静，目光落在了2人身上，咀嚼般的自言自语：命圣消失7万年。如果说刚才女子所说命圣消失700万年是一句神志不清醒之下的胡言乱语，那么现在叶无双可以肯定，那绝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句酒后真言。因为他现在的神智绝对是清醒的，所以他在思考，在评判2句话之间的联系。而缺少了相关信息的叶无双和洛清仙注定很难想明白，只能看着女子在这里思考。许久之后，也不知道女子是想明白了还是不再纠结。她的神情并无丝毫变化，精神波动也难察觉，再次将目光落到了2人身上。仙灵圣体、10天门，还有一个古怪的小家伙。果然又到了衰亡与兴盛的节点，醒来的时间倒是没有错。女子轻声低语，不加掩饰，并不在意话语被2人听到。叶无双心中还是忍不住一凛，体质因为太过特殊，有些大佬倒是能够一眼看穿。叶无双对此倒不算太过震惊，但天门若非自己主动暴露，哪怕是涅槃境，也只能看出生命层次、灵力波动强弱，绝不可能看出天门数量。这个神秘女子居然能看出来师尊是10天门。时间逆转本就是悖论，事物若不滚滚向前，何以有时间之说？风于晶体静止之中的洛清仙神色平静，此刻传出精神波动，堂堂正正，
明显是在和神秘女子沟通。所以，你是哪位古圣嫡女？亦或者，你就是这片圣界之主，自斩境界，封禁于此？干！正在一旁安静聆听的叶无双神色一凛，这么劲爆的吗？面对洛清仙的询问，女子神情依旧平静，不见变化，微微摇头道：“圣人斩禁自封，代价太大，起码据我所知，世间无物可以将其封禁。原业远远不行。”洛清仙的精神波动很快传出，所以想来你已经弄明白了自己如今的状况。你究竟是哪位古圣嫡女？还有你口中那位消失了700万年的命圣又是何人？女子声音平静，虽然我认可你，愿意与你沟通，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毫无顾忌地探寻我的来历。某些隐秘也不是你一句问询我就必须告知的。还是说……女子看了一眼洛清仙，目光转到天际，穿过无尽苍穹，落到了圣界之外。回应她的是某位悬疑男子的微笑。女子收回目光，平静的声音继续响起：“你认为你背后的这位虚圣已于世间全无敌？”轰隆，宛若晴空响起一道惊雷，叶无双愣在了原地。虚圣？什么东西？谁？师祖？啊呀呀呀呀！谜语人滚出圣界！叶无双好像听明白了，又不敢确定，他没忍住小声插了一句：“师尊，虚圣是什么？”他说的虚圣是谁？师祖吗？洛清仙还没开口解释，女子的声音就已响起：“虚圣即使已经掌握法则之力，却还没有完全度过涅槃9劫的武者。圣人力量之源根本在于法则之力，所以虚圣的真实战力其实与圣人无异。比之圣人，虚圣的不足之处也就只有境界与寿元。”叶无双明白了，这就相当于未来他突破到破虚境的情况，境界上没到领域境，却已经掌握领域之力，真实战力其实丝毫不弱于领域境。当然，因为法则和领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境界上的差距在领域之时还较为明显，但在法则之时却仅近于一刀一捅即破的薄膜，差距近无。所以师祖他老人家其实已经和圣人无异。叶无双有些发愣，继而有些头皮发麻，抬起头，对上的是一双平静无波的眸子。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师祖是谁，但外面8位涅槃境中，想必你都认识，不然不可能在他们的注视中进入圣界。其中哪位最强，你该有所判断。叶无双点了点头，怪不得6位领域境都要称呼师祖一声前辈，不过他们却未必知道师祖是虚圣，师祖略微出手就已是他们的极限，所以师祖到底有多强，肯定没有在他们面前展现过。这些涅槃境自然也不会以身试险。不过叶无双目光微聚，再次对上一双平静无波的眸子。这个神秘女子跟我解释这么多做什么？哎，师尊，你怎么出来了？透明的晶体转瞬间消散，禁制解除，洛清仙落在叶无双身边。叶无双先是一急，然后就是一愣。哎，没事，不是说这圣界只允许破虚境以下的武者进入吗？师尊，你怎么没被这圣界规则针对抹杀？洛清仙轻声解释道：“这片圣界之灵在他掌控之中，规则针对与否全在他一念之间。那你也不能就这么出来啊，这不闹吗？生死全在人家一念之间了。”叶无双还没说话，洛清仙已经扭头，目光看向了女子，道：“虚圣是否于世间无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心里并不像你口中说的那样轻视一位虚圣。”这是在回应女子刚才的话。女子神色平静，似乎世间已经没有任何事能够动摇她的心境。她并没有回应洛清仙的这句话，因为这显然是个事实。一位圣人级别的战力，自然无人敢轻视，哪个时代都不例外。女子不言，洛清仙便继续开口道：“所以你的来历、时代是否可以告知？我想，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等价交换之物。”哦，虽然女子的神情毫无变化，但是语气中的情绪变化清晰无比。女子看向洛清仙，道：“你说的不错，只要你能付出等价之物，没有秘密不可以交换。不过，能让我提起交换兴趣，只有一个。”洛清仙眉头微皱，心中升腾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果然，只见女子目光一转，落到了叶无双身上，抬起了手指：“将你的徒弟让给我，你提出的问题可以告知你答案。”一旁充当空气的叶无双：“不是姐们，闹呢？你要我干啥啊？我是什么很珍贵的东西吗？”洛清仙眉头紧皱，握住了叶无双的手掌，声音中已经有了一丝冷意：“他是我夫君，不是什么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叶无双的脸上浮现一丝轻微的得意的笑容。原来师尊也是会主动的呀。还得上压力啊。虽然只是一个鼻音，但诧异的意味十分明显。刚才听叶无双称呼洛清仙为师尊，女子便自然地认为两人是师徒，现在便道侣了。会玩。女子淡淡地道：“既如此，那就没有交换的必要了。其实，你想要探寻我的来历，本就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在这场天地兴盛的狂欢之中，我并不是个例。他人的强大、弱小、神秘、平凡都没有任何意义，唯有自己的道路才是值得不懈追求的事物。”女子说着，目光转向了天穹，不见她有什么动作，天空中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巨响。而在圣界之外，此刻已经多了不少身影，境界都在天门境，一个个气息强大而深厚，皆是天骄人杰，刚刚赶来，欲要进入这圣界之中寻求机缘。但很快他们就是神色一愣，进不去了。规则在变化，
在抵抗一切外来者。怎么回事？圣界规则怎么突然变化了？大夏皇朝的那个天门禁小家伙都进去了，为何现在不行了？6位涅槃境此刻也发觉到了变化，正在皱眉谈论。圣界规则不会无故变化，是里面发生了什么？还是有人在操控？里面有圣族遗存下来，只是可惜被圣城遮蔽感知的他们，无法看到圣城内发生的一切，自然也就无法明白这一切变化的缘由。烦人的家伙！女子轻声自语，然后看向两人，看来谈话要到此为止了。叶无双看不到外面，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女子抬手轻挥，一道青白色流光落入叶无双怀中，叶无双连忙伸手接住，摊开掌心，是一枚青白色的圆形玉佩。若遇难以解决之事，可捏碎此物，我会应允你一个要求，但同时你需要帮我一个忙，且不得拒绝。女子平静的声音响起。啊！叶无双微愣，看了一眼旁边的洛清仙，发现他面无表情。啊，这有点烫手啊。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拒绝，视野就变得摇晃起来。干！又来！当叶无双眼神聚焦之时，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北唐云旁边，洛清仙也神色平静地静立虚空，而6位涅槃境，包括北唐渊，此刻都将目光落在了他身上，显然对他进入圣城之后发生的事情十分好奇。还有，这位仙灵圣体怎么也突然出现了？6位涅槃境还没来得及询问，远方便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恐怖的空间波动传来，使得他们脸色一变，迅速看去，只见隐于虚空之中的古老圣界，此刻在剧烈颤动，界内却有遗留圣族。有人凝声说道：“6道光芒瞬间冲向圣界。”然而不过眨眼之间，整座圣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6道流光显露身影，神色严肃，旁边则是不少脸色茫然的天门境天才。我们好像白跑了一趟，自我流放了，还是什么传送之说？哎，罢了。有人掌控的圣界境制强大，便是留在此地不走，也非是那么容易就能强闯的。本来还以为是一份莫大的机缘，可惜，定是那大夏皇族的小家伙进入之后，唤醒了界内遗留的圣族，不然圣界规则怎会突然变化，还将他送了出来？多说无益。北唐圣族那个老家伙还在，你想去触眉头？这便是不要什么机缘。这座圣界明显极为特殊，那小家伙探知到的消息，总该与我们分享吧？岂能让北唐圣族一家独占？仁兄高见，仁兄请便。在下属不奉陪，先走一步。师尊，我是想要拒绝的呀。叶无双飞到洛清仙身边，摊开手掌示意这枚青白色圆形玉佩，一脸无奈。这女的简直莫名其妙嘛，说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谁。有师祖在，我有什么事能求到她那去？不可能吗？她能比圣人还厉害，还说什么帮她个忙，不能拒绝。我就是难死愁死，也绝不可能用得上这枚玉佩。免费的东西不要白不要，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北唐云悠然的声音响起。叶无双和洛清仙看了过去，三人周围早已升起一道青光屏障，隔绝探知。叶无双摊了摊双手，道：“有师祖在，我能有什么事求到她身上？再说了，这个女人有点霸道啊，还要帮她一个不能拒绝的忙，这谁敢轻易答应下来？”在知道北唐云的实力之后，叶无双总算明白北唐云为何总是一副悠然平静的样子。此时无圣的时代，一味虚圣可不就是天下无敌吗？有实力才有底气，才有自信，才有把握面对和解决一切事情。不过北唐圣族也是真的有点离谱的呀，一族2圣本就令人震惊，让一代圣族兴盛了无数年，现在又出了一位当世虚圣，这等福缘气运实在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啊。那可说不定啊，师祖也不是万能的。北唐云平静的声音响起，见叶无双眼神疑惑，笑了笑。再说霸道岂不正说明他底气十足？若真有一天你求到了他身上，估计没粮也快差不多了，到时候帮个忙算什么？你还怕他把你吃了？叶无双想了一下，也是这个道理。洛清仙开口道：“师尊可有看出此人的来历？还有他为何要打无双的主意？”叶无双也在一旁附和道：“对啊，有什么忙非得要我帮？虽然我确实小有资质，但是于他而言，我特殊在哪里？”北唐云没有立刻回答，抬手在空中一划，步入漩涡通道之中。叶无双和洛清仙跟在其后进入黑暗幽寂的漩涡通道之内，阵阵罡风呼啸着撕裂而来，却在靠近3人后烟消云散。你们俩问的问题，也算是把我难住了。北唐云的声音响起，有一丝无奈，但更多的是随意。洛清仙眉头皱起，师尊也看不出他的来历。北唐云微微颔首，虚圣却非无敌，天眼也非万能。叶无双心中一震，虽然没有听懂后半句是什么意思，但虚圣非无敌，这怎么可能？难道世间还有其他圣人级的战力？干，不是说好大陆已经数万年无人成圣了吗？到现在整这么离谱？叶无双收敛心神，及时插话：“天眼是什么？”勤学好问，一切不懂的地方都要及时询问大佬。天眼是命圣留下的圣器。洛清仙解释道。叶无双恍然点头，大道50，天眼49，人遁其一，圣器名为天眼，岂不是意味着能够算尽天下事？毕竟那缥缈的一线生机，又有几人能够抓住？天眼之名与天道合一，不愧是大陆最后一位圣人，取个名字都这么霸气。
叶无双只能感觉到这个名字的霸气。洛清仙却眉心愈发紧皱，他可是知道天眼的可怕，绝不在于一个名字而已。据说命圣执掌天眼之时，曾推演过古史，捕获无数秘辛，便是圣人事迹，在天眼之下也是无所遁形。可是现在师尊执掌天眼，居然看不透这个女子的来历，不管是她自身原因，还是有什么遮掩之物，都足以令人凝重以待。如那个女子所说，探究他人来历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洛清仙身为仙灵圣体，而今又打开10道天门，天资达到了古往今来的一个顶点，自有一颗无敌之心。按理说，即便这个女子来历神秘，洛清仙也不过是有些许兴趣罢了。可是现在，这个女子居然将主意打到了叶无双身上，这才是让他深究此事的原因。不弄清楚，心中难安。天眼不能推演，我们可以用最朴素的方式进行推测，也能得到一些判断。北唐云悠然的声音再次响起，令两人目光看了过来。推测基于2个条件，其一，时间不可逆转；其二，世间无物可以封禁圣人。这2个条件虽然绝对正确，但既然是超出认知之事，能离谱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你们或可思考一二，但现在的推测还是基于这2个条件。叶无双和洛清仙安静地聆听着，即便抛开外物，北唐云活了无尽岁月的认知、眼界与智慧，也是远远超过2人的。既然他不可能是圣人之上的生灵，又不可能是从未来逆转而来，所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们就以最开始的目光来判断，得到一个最朴素的结论。北唐云摊了摊手，随意道：这个女子应该就是一位古圣嫡女，被原叶封禁至今，于此世苏醒。原叶什么东西？就是那层透明的晶体禁制吗？还封禁至今？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前世的人体冷冻呢？真的可以在未来苏醒？叶无双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北唐云解释道：原叶蕴含天地本源灵性，只有圣人才能提取。生灵封禁在原叶之中，确实可以无视时间流逝，直到解封苏醒的那一刻。这种事情是有明确记载的，有圣人将子女封禁于原叶之中，等待某个时间节点醒来，又或者将亲人封禁于原叶之中，自己孤身存世，寻求长生之法。叶无双疑惑道：后面的理由我倒是能理解，不过将子女封禁，等待未来苏醒，又有什么意义？这图个什么？北唐云微微一笑，忘了以前跟你说过的盛世之说了。叶无双心中一动，然后就听见北唐云继续说道：即便是圣人亲生子女，血脉强大，也只能确保突破到涅槃境，破境成圣永远是千难万难。可是盛世就不同了，天地如同潮水，涌至顶点之后，灵气与规则变得浓郁而活跃。在这样一个天地兴盛的时代，成圣无疑提升了不少把握。也就是原叶封禁不了圣人层次的生灵，不然恐怕会有不少圣人自封，等待盛世来临苏醒。毕竟就算是圣人，若有机会，谁不渴望冲击更高层次呢？这个理由倒是十分充分，有冲击圣人的机会，谁不想尝试一下？涅槃境极限寿命3万年，圣人10万年，这能比？谁会嫌自己命长？不过叶无双突然想到，现在这个时代似乎就是盛世啊。叶无双抬头对上了北唐云蕴含笑意的目光。现在知道了吧？你出生在一个地狱难度的版本时代，不知多少圣人在此时留下后手，不知多少圣子圣女天骄妖孽将于此时苏醒，同境之中天下无敌。呵呵，难度不小啊。叶无双的心中并无丝毫惧意，反而愈发兴奋起来。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轻声说道：简单关卡有什么意思？毫无成就感。这种对抗无数时代的感觉让他的心脏剧烈跳动，炽热的火焰在燃烧。精彩与平凡并无高低之分，想要过怎样的人生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想法。只不过叶无双前世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人，此时心态反而变得有些像是另类的极限挑战者，渴求精彩与无拘无束，不介意面对一些困难的挑战。不是你这咋还越说越兴奋了？北唐云愕然，他看了一眼难以压制兴奋之色的叶无双，又看了一眼神色平静如水的洛清仙，一时间沉默无语。没过多久，叶无双收敛心神，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道：既然圣人无法自封，那么刚才那个女子最多就是涅槃境，那她刚才还那么嚣张？北唐云点了点头道：理论上确实如此，生命层次越高，封禁所需代价就越大。封禁一位涅槃境无数岁月，这代价都足以让圣人大出血了。所以一般来说，圣人子女被封禁时，往往境界都不会太高，甚至有圣人子女在天门境时就已被封禁。叶无双有些吃惊，境界这么低就被封禁？北唐云悠然道：境界越低，可塑性就越强，朝气蓬勃。这种人往往天资奇高，被寄予厚望，有能力有信心在盛世之中崛起。叶无双有些明白了，低境之时就被封禁的圣人子女，反而要更加慎重对待，这是天资的体现，是自信的展露。叶无双思索片刻，摊了摊手道：师祖说了半天，推测这个女子的来历，好像还是没有说那个女子到底为什么对我感兴趣，还有什么忙必须是我才能帮的，师祖没有猜测吗？闻言，洛清仙的目光微微一凝，认真起来。北唐云，他的语气有些无奈，本来就是一些推测罢了，对不对尚且难说，你让我去猜一个陌生女子的心思。北唐云也摊了摊手，这我哪里能猜得出来？
也许他看上你了。洛清仙眉头微皱，叶无双有些无奈，猜测也不能乱扯吧。北唐云微笑道，随便说说罢了。对了，师祖，那个3阶戒域真的不用管了吗？叶无双突然想到了什么，再次开口问道。于他而言，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是找洛清仙，但是那6位涅槃境却是为了戒域赶来的，圣界的出现不过是个意外。北唐云闲庭信步地走在通道之中，摇头道，这些事不用我们操心。那言外之意不就是说有人去操心？叶无双想到了师祖刚才说的虚圣却非无敌，心中暗暗感叹，深海老王八是真多呀。黑暗幽寂的漩涡通道内再次变得安静下来。洛清仙看了一眼北唐云，没有说话。师尊虽然说了很多猜测，但细细回想起来却并无太多的实质内容，大多都是在给无双讲解。而且有一点最重要的消息，师尊一句都没有提起过，便是神秘女子口中那位消失了700万年的命圣，一位虚圣，执掌天眼，真的会将一条如此惊人的消息忽视掉吗？只能是不愿提及，亦或是……洛清仙收回目光，落到旁边的叶无双身上，嘴角浮现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无关之事，倒也没有深究的必要。怎么了？一回到青韵院内，叶无双便收敛了笑意，一脸平静地看着洛清仙，这让洛清仙忍不住心中一跳。第3界域扩张的消息，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基本都是大佬，因此北唐书梦和慕云贤并不知道叶无双从太初池出去之后做什么了。看着他和洛清仙一起回来，都十分高兴。特别是北唐书梦看到洛清仙回来了，心中那仅存的一丝忧虑也随之消散。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就将时间留给了这对分别3年的小情侣。你怎么了？看着叶无双这副平静的样子，也不说话，洛清仙心中浮现一股莫名的意味，似是有些心虚。师尊为何要到处乱跑，将自己置于险境？良久之后，叶无双的声音响起，很是平静。界域之内本就难以掌控，我有把握才会去闯，这次只是意外，何况我不是没事吗？洛清仙神色平静，气质清冷超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也听起来很平静。只是交叠于小腹上的双手，此刻修长的五指已经紧紧地并拢在一起。我听岳母说，她跟你说过，让你修炼到领域境再去闯荡界域。就算你非要去，为何不去一级界域？叶无双上前一步，眼神微眯，目光不善地看着眼前的仙子师尊。洛清仙和他目光对视，没撑住几秒，便不自然地移开目光。大夏境内只有这座2级界域，声音依然平静。只是叶无双对他何等熟悉，心不心虚一眼可见。你……叶无双本来想继续说什么，让洛清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不要轻易涉险。可是话语却在此刻顿住，一株绝美的青莲漂浮在洛清仙掌心。叶无双皱眉道：“什么东西？”洛清仙没有看他，目光移到一边。礼物，本来想等在太初池外面给你的，结果叶无双不说话了。很快，洛清仙也说不了话了。不要以为你送个礼物，这事就算过去了，错了就要接受惩罚。外面晴空高照，却只有一丝微弱的光亮渗透入房间，显得有些暗淡。叶无双絮叨的声音响个不停，越说越起劲了，抬手就在洛清仙身后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怀中的娇躯本就瘫若软泥，此刻除了轻轻一颤，也无力做出其他反应了。洛清仙的脑袋无力地放在叶无双的肩膀上，眼神微闭，清冷绝美的脸颊此刻红润娇嫩，贝齿轻咬下唇，流露出一抹奇特的反差姿态。身处这样一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事情，在外闯荡，做任何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洛清仙做事当然是极有把握的，不会让自己置于险境。界域扩张这种事情，多少年不遇，属于不可控的意外。不过结果已经发生，原因就显得有些不重要了。所以叶无双还是有些生气，想要借这次机会让洛清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能够再谨慎一点。便如这次，如果洛清仙进入的是一处1级界域，即便发生不可控的意外，对他来说也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不过叶无双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自己达到洛清仙的境界，大概也会选择闯荡2级界域。天才平常不见高傲，并不代表骨子里蕴含的也是平庸。所以他的絮叨声渐渐消散，房间内只余2道轻微的呼吸声。叶无双学着洛清仙的样子，闭着眼睛，将脑袋搁在了他的肩膀上，一手揽着纤细的腰肢，一手在家人光滑细腻的玉背上来回轻抚，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宁静的氛围中，轻微的交谈声也渐渐响起，两人轻声闲聊起来。师尊，我感觉你的灵力气息有些深厚，不像是刚晋升破虚境了。破虚9重了，这么快？我的领域已经圆满了，破虚境和领域境本就不存在瓶颈，只需修炼就能慢慢堆上去。界域之中机缘很多，修炼圣地、奇物珍宝等都是混沌太初之时才会诞生的。便像刚才那株青莲，药性深厚，你如果在破虚境1重时炼化，很快就能晋升3、4个小境界，而且许多药性都不一定能被完全吸收，藏于体内，在日后修炼破境之时都会显现出来。听得叶无双暗自咂舌，都有点想去界域闯荡了。可惜不达破虚境，哪怕是最低的1级界域，对他来说都是危机重重。何况洛清仙说的轻松，界域虽然机缘深厚，但也不是那么好拿的。便如洛清仙取那株青莲时，界域扩张，为何那位涅槃境一族刚好就出现在青莲附近？
机缘存在之地，绝大可能上伴随着危机。你呢，在太初池有什么收获？洛清仙此刻的声音不算清冷，甚至还有几分娇意。听到洛清仙问起，叶无双睁开了双眼，脸上浮现一抹得意的微笑。境界和剑域没怎么修炼，现在才刚5天门，剑域3重。洛清仙的声音有些疑惑，剑域怎么才3重呢？境界没怎么修炼倒是很正常，毕竟太初池本就是感悟领域的地方，谁会在那浪费时间苦修境界？可是以叶无双的悟性，3年剑域才提升2重，洛清仙以为怎么说也应该达到剑域5重或者6重了。听到洛清仙的疑惑，叶无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拿开了一直在洛清仙后背上游走的手掌，指尖在空中轻点，一股无形的波动散发出来。这股意境，洛清仙的神色微微有些变化，眉心微皱，他居然从这股意境中感觉到了一丝威胁以及沉重的压迫感。这是以金、木、水、火、土5种意境构建形成的，我叫它五行真意，现在已经达到意境9重了。叶无双挑了挑眉，解释道。洛清仙点了点头，仔细感知着这股意境，越来越有一种心惊的感觉。五行看似普通，却是世界运转之基，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能将这5种意境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全新的意境，难度可想而知。便如上官鹤轩领悟水火意境，爆发出的威力就已极为可怕，效果远远大于2种意境叠加。这还只是五行之2融合，而叶无双的五行真意融合了5种意境，威力又该是何等惊人。不过叶无双突然皱起了眉头，说道：我总感觉这五行真意差了点什么，往领域方面演变时总觉得有些不太妥当，要是师尊当时也在太初池就好了，我就可以验证我的一些想法。洛清仙神色一愣，有些疑惑，演变领域这种事他想帮也没法帮的吧？我怎么帮你？洛清仙疑惑地问道。叶无双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我感觉其实五行真意并不算圆满，如果加上阴阳2种意境的话，是否就可行呢？不过我一个人不太好找到阴阳平衡的那个点，所以才需要师尊帮忙，现在尝试一下的话似乎也不算晚。洛清仙的脸色已经有些不自然了，绝美的脸颊上再次浮现2抹红润，如此直白的表露，他哪里还听不明白？你刚才怎么不尝试？洛清仙银牙暗咬，用力地掐了叶无双一下。叶无双一脸肉痛的样子，牵着洛清仙的小手给自己腰间揉了揉，然后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摊了摊手道：忘了。叶无双明显感觉洛清仙瞪了自己一眼，有些可爱，于是追击道：师尊，这个忙你不会不帮吧？你也不想我一直卡在意境9重，演变不了领域吧？洛清仙见洛清仙移开了目光，偏过了脑袋，叶无双脸上爆发出灿烂的笑容，顺势就倒了下去。良久之后，一道神秘而强大的领域之力传出，惊喜的声音在房间内响起。我就说吧，这个猜测一定是正确的，以后就叫它阴阳5行领域了。阴阳5行领域相当于7种领域的集合体，刚一演变成功，叶无双就感受到了强大的威力，只是一中就已压过了3重剑域。叶无双十分兴奋，他有感觉阴阳5行领域一中足以媲美其他领域的5重境乃至更高，至于他真正的威力如何，还需要叶无双在实战中得出答案。可惜洛清仙现在并不能分享到叶无双的喜悦之情，毕竟验证心中的猜想不是1次2次就能成功的。洛清仙现在的状态有点神游天外了。稷下学宫，砰！叶无双又一次从试炼塔中弹射而出，虽然不是真身进入，衣衫整齐，但是神色看起来有些茫然凌乱。洛清仙正静静地等在外面，见到他出来了，问道：怎么样，闯过多少层了？叶无双神情有些沮丧，15层，这对应着7天门级别的天骄，也就是说没能闯过第16层。如今叶无双战力全面上涨，本来还以为可以闯过第17层呢，毕竟3年之前他就已经能够击败8天门级别的5月瑶和上官鹤轩了，可现在居然在第16层就败了。你遇见谁的精神烙印了？其实洛清仙心中已经有数了，8天门的精神烙印能够击败如今的叶无双，能有谁？一个白衣男子，眉眼间和师祖有点像，眼神很平静，但又没有冷冽的感觉。叶无双老实的答道，而且他的领域境界很高，起码在7重，具体是几重不好判断。洛清仙微微颔首，声音平静：是命圣。命圣？叶无双神色一愣，反应过来后却又觉得理所当然。须知天门境武者能够掌握意境的就已是天才，8天门级别的上官鹤轩也没能掌握领域，而这道8天门级别的精神烙印，领域境界极高，和洛清仙当时都不遑相让了。纵观大夏皇朝10数万年历史，能有谁天资如此变态？只有命圣。洛清仙看向徒弟的眼神中有着一丝怜悯，他也是在第17层才开始遇见命圣的精神烙印，没想到叶无双在第16层就遇见了被针对的小家伙。得亏叶无双不知道洛清仙心中所想，不然一定会恶狠狠地皱眉反问：谁是小家伙？对了，师尊，你闯过试炼塔第18层了吗？那里面有精神烙印吗？两人飞在空中，朝藏书阁而去，周围已经升起一道结界，隔绝他人探知。当然3年已过，稷下学宫又重新恢复清冷，倒是很少在外面看见学宫弟子。听到这个问题，洛清仙的神色顿了一下，清冷的声音响起：
第18层里确实有一道精神烙印。这话让叶无双神色微愣。虽然北唐云说过史上却有人打开过10道天门，但世间根本无所传闻。而稷下学宫的试炼塔里留存的都是以前弟子的精神烙印，居然会有一个10天门？叶无双有些好奇地问道：“是谁？命圣吗？除了命圣，还能有谁？不过这也不对啊，即便是命圣，是10天门的概率也极低吧？作为大陆最后一位圣人，最近最耀眼的传奇，命圣身上的事迹数不胜数。他若是10天门，没理由隐瞒下来啊！不隐瞒的话，肯定早就人尽皆知了呀。”谁知洛清仙轻轻摇了摇头，清冷平静的声音响起：“你师祖。”叶无双瞬间脸色呆滞。师祖是10天门？叶无双愣了许久，同时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怪不得师祖曾那么肯定地说，史上却有人打开第10道天门，感情自己就是啊。老登，你挺能藏啊！命圣都未能达到10天门之境，师祖却达到了。师祖的实力估计不是一般的圣人层次啊。若是他完全度过涅槃9劫，好粗的一条大腿。叶无双深吸了一口气，妈的，怎么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变态了？一件件打破历史传说的事情就这么发生在我身边了。便是叶无双此刻也不禁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世间天骄人杰，多如过江之鲫啊。没过多久，两人就来到了藏书阁。此次前来是因为学宫大比的首名奖励，除了太初池名额外，还有一本天阶武技。说白了，也是夏皇送给他的，不然不会额外加上这么一个奖励。在太初池修炼，自然不会浪费时间修炼武技，所以当时他也没急着兑换。今日在藏书阁执勤的是位女执事，叶无双以前还见过一面。洛殿下，叶公子，这是来领取大比的首名奖励吗？女执事笑盈盈地说道。学宫执事不过是普通的破虚境，而叶无双3年前在学宫大比上大放异彩，接连击败2位8天门级别的妖孽，当时所展现出的战力，这位女执事都已经不是对手了。如此客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叶无双点了点头，问道：“阁主今天在吗？”他可是清晰地记得兑换天阶武技需要找阁主才行。女执事笑道：“阁主一直在等你，叶公子直接上3楼即可。”叶无双点了点头，径直上了藏书阁3楼。洛清仙没有跟着，安静地在原地等待。等待叶无双上楼之后，洛清仙不知想到了什么，神情有些犹豫，但思考良久，还是轻声说道：“我兑换一次秘籍燃神的学习机会。”女执事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这种极境升华之术，普通人当然是不会接触学习的，但洛殿下这样的天骄，应该早就会了才对。看来是为叶无双兑换的呀。洛殿下对这位徒弟道侣还真是上心啊。好的，女执事应了一声，转身去取秘籍。虽说洛清仙已是天门境，自动从稷下学宫毕业了，但也没有规矩说毕业了以前积攒的积分就不能用了呀。就算以前真有这条规矩，那从现在开始可以没有了。要原本。洛清仙清冷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女执事身子一顿，好的殿下。藏书阁占地极大，3楼却恰恰相反，是个小型修炼室。映入眼帘的是几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古朴的书卷，奇特的材质散发出淡淡的香气，与地上斑驳的光影交织在一起，仿佛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小室的中心，地板上盘膝坐着一位老者，身影与寂静的幻境融为一体，悄然无声。阁主，叶无双轻声喊道。这位老者即是藏书阁的阁主，叶无双在学宫大比上见过。稷下学宫3殿1阁，看似不分高低，但是这4处的重要性，大家心中自有评判。功法武技是一个势力的核心传承所在，藏书阁不管在哪方势力之中，都是绝对的重点，哪怕资源殿重要性比之都要稍弱几分。资源只是外物，没了可以再搜寻再积累，可是藏书阁要是出了问题，对一方势力造成的是根本性打击，后果难以估量。能守在这种地方的人，绝对是扫地僧级别的大佬。事实似乎也正是如此。伴随着一道轻声自语，老者佝偻的脊背逐渐挺直，身后恐怖的气息一闪而过。叶无双眼皮一跳，我就知道，迄今为止他见过的领域境不算少了，其中给他感觉最强大的，莫过于北唐圣界中的颜老。领域气息深厚无瑕，很可能是领域境圆满。可是现在这位藏书阁之主给他带来的压迫感，比颜老还要强盛。妈的，这不会是位涅槃境大佬吧？叶无双心中微惊，暗暗猜测着，他现在可不是小白了，对大陆各方势力都有一定的了解。一般而言，只要一方势力中诞生一位涅槃境帝者，就可成为霸主级势力。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如此简单。一方霸主级势力，说不定暗中就隐藏有1-2位涅槃境。可是大夏皇朝呢？光是叶无双见到的，虚圣、北唐云、涅槃境、夏皇、北唐渊，现在这位藏书阁之主也疑似涅槃境，这几人可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水面之下的大夏皇朝又该是何等的深不可测？难怪大夏皇朝能够横跨3域，扩境4州，疆域面积就是实力的间接体现。你这小家伙，天阶武技都不急着领吗？老者此刻已经起身，看向了叶无双，脸上带着和蔼笑意。叶无双笑道：“哪能啊，我可是禅天阶武技许久了，这不是一直在太初池感悟领域呢，刚出来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
老者闻言笑了笑，也没说什么，手一挥，10数道物件飞了起来，或是玉简，或是书籍，或是卷轴，皆环绕在叶无双周身。老者笑眯眯地说道：“好好选选吧。”叶无双有些诧异，这么多天阶武技，这可不是什么大白菜，每现世一门天阶武技，都必将伴随着一场腥风血雨。叶无双原以为藏书阁能有几门天阶武技就已经不错了，现在看来还是小看了大夏皇朝的底蕴啊。叶无双伸手点在一道卷轴上，卷轴停止转动，缓缓展开，恢宏的意境瞬间冲击着他的心神。太清分灵术，他的眼前出现一道巨大的白玉手掌，翻动间，天地仿佛都要裂开。叶无双心中震撼，这就是天阶武技的威力吗？简直是天威！气血13剑可是地阶上品武技，但是和这天阶武技比起来，真的就是如同名字一般，一个天一个地。这是原本。叶无双扭头看向老者，眼神中的震撼还没有消散。老者微笑着颔首，让你感受一下，原本不能代理此地。武技原本蕴含着独特的灵性，对领悟掌握武技自然有着莫大助力。叶无双吸了一口气，稷下学宫对他还真是大开绿灯啊！天阶武技的原本都拿出来了，不过这岂不是也间接证明了这位藏书阁之主绝对是涅槃境地者？不然何以有能力保存着如此多珍贵的天阶武技原本？叶无双不再多言，在这10几门天阶武技中挑选起来。剑域、主攻法、阴阳五行领域虽然威力比剑域还要强大，但其真正强大之处却在镇压方面，便如同展开一座世界，拥有着天清般的镇压之力，威力自然也就极其恐怖。所以我挑选的天阶武技最好能将攻法和镇压结合起来，才能将我的战力发挥到极致。叶无双认真思索着，既如此，就选这湮灭戒莲吧。叶无双做出决定。哦，老者有些诧异，这里面可有3门天阶高级武技，你不考虑？湮灭戒莲虽然是天阶中级武技，但可是极其难以掌握的，修行这门武技的人可是寥寥无几的。叶无双点了点头，确定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再说了，哪有容易掌握的天阶武技呢？老者笑道：“不错，年轻人就该如此，要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管他人作甚呢？”确定好武技之后，叶无双不再犹豫，抬指点在那枚玉简上，顿时庞大的信息洪流融入到他的脑海之后。良久之后，叶无双才恢复平静。这湮灭戒莲果然是最适合我的，将镇压之力与极致的爆炸相结合，如此一来也不算浪费我的2种领域。叶无双心中暗暗感叹着，但是这掌握的要求未免也太高了，领域居然才是基础，也不知道我多久才能掌握这一连境。湮灭戒莲共9重，哪怕是一连境都需要2种相关的领域作为基础，而剑域和阴阳五行领域恰好符合条件。选了哪门天阶武技？见叶无双下来，洛清仙开口问道。湮灭戒莲，询问他人武技可是大忌，相当于直接问人家的底牌，但是叶无双和洛清仙之间自然毫无这些问题。洛清仙微微颔首，确实很适合你。说着，洛清仙递过来一本书籍。叶无双疑惑道：“这是什么？”洛清仙声音平静：“秘技燃神，虽然给你了，但我希望你最好不要用上。”叶无双微微一愣，然后脸上就浮现出灿烂的笑容：“谢谢娘子。”秘技燃神，价值250万积分。叶无双1月6万积分，3年下来攒的积分都不够兑换这本秘籍。软饭是真的香啊！呼，叶无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芒一闪而过，有着一丝欣喜。这湮灭戒莲还真有几分难度啊！只是一连境，居然耗费了他足足3个月时间。叶无双右手摊开，一朵红黑相映却又透明奇异的莲花在掌中浮现，花开一半，一股无形的波动随之弥散四方，让人如陷泥沼，倍觉难受。天地之力，灵气在这朵莲花出现之后便死死被压制凝固。当然，这只是湮灭戒莲效果的一部分，它更加恐怖之处在于，那看似绝美的花朵之中蕴含着令人心惊的能量，这才湮灭2字的体现。而它一旦炸开，将会爆发出怎样的威力，就连叶无双本人也难以想象。想要掌握到2连境，必须要将阴阳五行领域先提升到2重。叶无双喃喃自语，看来又要辛苦师尊了。说着说着，叶无双的嘴角浮现一抹会心的微笑，手掌一翻，出现一本书籍。这燃神秘技共分3重，第1重还是有点不稳定，只能算是勉强掌握。叶无双眉头微皱，短时间爆发的话应该不成问题，若是强行使用第2重，只怕要不了盏茶时间我就得回归天地了。叶无双摇了摇头，微笑自语，总的来说收获还算不错。灵力气息平静而浑厚，身后6道天门虚影若隐若现。诸圣道宴，看着眼前的洛清仙，叶无双有些疑惑，那是什么东西？一场宴会。按理说洛清仙晋升破虚境之后就不该长期待在稷下学宫了，不过事实就是不会有人来多管洛殿下的闲事，所以他依旧安然地待在这里。这是很久以前流传下来的盛世了。洛清仙声音平静地解释道，大概是上古时期末年，某个诸圣并起的时期，有圣人牵头了一次宴会，诸圣交流道法，指导后辈，传下机缘。这场盛世慢慢的就流传了下来，被称为诸圣道宴。不过演变到如今，意义已经变了许多，诸圣道宴也并不名副其实了，
毕竟大陆现在连圣人都没有。现在的诸圣道宴其实就是一次大陆诸多霸主级势力的聚会，以年轻一代之间的比拼来解决一些纠纷，划定资源。诸圣道宴一般1000年举行一次，距离上一次举办才过去了300余年。这次突然举办，应该是为了第3界域扩张仪式。一个3级界域的诞生，让很多涅槃境心情都有些沉重了。所以这次的诸圣道宴应该没有太多争分的意思，只是诸多涅槃境想要借此机会碰个面，商讨如何面对异界之事。叶无双听明白了，摊了摊手道：“听起来和我们似乎没有关系，但是大佬们聚会需要我们这些小年轻比武来增添一点乐趣。”洛清仙的眼神中浮现出一抹无奈，但是总结的似乎很到位。也不单单如此，既然诸圣道宴举行了，也是要借机定下一些东西的，比如某些疆域纠纷、资源圣地的归属等，而且对你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哦，听到有好处，叶无双来了兴趣。没好处的是谁干啊？流程基本都是固定的，会在一个秘境中举行，各大霸主级势力会在其中投下一些极珍贵的奇珍异宝。最主要的是，洛清仙顿了一下，看向叶无双：“我已经晋升破虚境，大夏皇朝的天门境中，你是最强的。换句话说，你不去也得去。”叶无双：“6，去就去呗。”叶无双叹了一口气，顺便见识一下大陆上的天才妖孽们。至于为什么年轻一辈就限制在天门境，道理也很简单，往下太弱了，往上就是破虚境，谁不是一方强者？怎么可能还算小辈？只有天门境承上启下之境，处于一个战力的小巅峰状态，通过天门数量也能展现天资以及未来成就高低，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这诸圣道宴在哪举行？叶无双问道。中域的青云山，这次由中域的霸主级势力青云阁举办。哦，叶无双这下倒是真的来了几分兴奋，他也想见识一下作为大陆最强盛之域的中域风景如何。对了，师尊，我怎么感觉领域的晋升还没有我境界攀升的快啊？叶无双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确实是他的切身体会，2种领域的感悟确实拖慢了他的速度，反倒是境界上越发顺畅。再这样下去，他9天门之时领域能达到圆满吗？连媳妇都赶不上了呀喂，你这哪里慢了？洛清仙摇了摇头，宽慰道：“你见过有谁天门境就能感悟领域的？这可是对应着领域境的修炼，当然比天门境的修炼要慢了。”叶无双看着他，意思显而易见：“我不一样。”洛清仙解释道：“这是仙灵圣体的特性，我从出生开始就走在这条路上，当然比你要快了。”叶无双悄悄松了口气，紧张死我了，差点以为干不过媳妇了，原来是独属于仙灵圣体的 bug。 也不对啊，那命圣呢？叶无双突然想到试炼塔里的精神烙印，命圣天门境时领域造诣也是极其高深的。面对这个问题，洛清仙伸手在空间界上一抹，递过来一本书籍，道：“看第36页。”叶无双疑惑地接了过来，扫了一眼封皮，上面写着命圣传记。他翻到第36页，很快锁定到了一段话：天门境时偶入奇域，域内800年，世上800日，至此领域圆满。啪！叶无双合上书，脸色不忿：“妈的，又一个挂逼，不关能玩。”空间无垠无尽，白茫茫一片，剧烈的法则碰撞，空间大爆炸带来的痕迹已经渐渐消失。毕竟界域本来就是一片不稳定的新生之地，毁灭与演变时刻在这里上演。经过扩张之后，这里的生灵数量急速衰减，不管是天前大陆的武者，亦或者是异界的异族，都很难见到踪迹。原因也很简单，大家都怕碰到对面的涅槃境大佬。不过利益动人心，世上永远不缺敢于冒险的人，何况界域无垠，有时飞个1年半载都见不到活人影子，所以某些蠢蠢欲动的心脏永远不会偃旗息鼓，反而愈加剧烈。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没有引起一丝风浪，但他显然有些特殊。女子的神色淡漠无比，仿佛无情无欲的神明俯瞰人间。若是叶无双在此，自然可以认出这就是那个圣界中的神秘女子。此刻女子的眉头微微皱起，身前漂浮着一道刚被击杀的破虚境异族尸体，漆黑枯槁的皮肤，指甲宽长，好似刀刃。虽然与洛清仙遇见的那个涅槃境异族的样子有所不同，但其无形中散发出的气息波动如出一辙，说明两者确实来自一个地方无疑。女子皱眉打量良久，终于确认这就是自己记忆中的那种生物。她移开目光，渐渐有些放空，似是透过无垠虚空落到了某片古老苍茫的地域。轻声的自语在广阔无际的空间中响起：魔族。洛清仙属于提前得知了消息，数天之后诸圣道宴将要召开的消息才真正传开。诸圣道宴不是1000年举办一次吗？上一次才过去多久，怎么突然又举办了？听说是北灵州的界域出了问题，诸位帝者想要借此机会商量一番对策。界域的消息各大霸主级势力并没有刻意隐瞒，至于怕引起惶恐什么的，没有哪个必要。武道传遍大陆，武者处处皆存，行走在这条道路，谁又能绝对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就算真有一天异族攻入大陆，也无非是死亡率提升到地狱难度。以死亡本身而言，死在异族手中和死在其他武者手中有什么区别？界域的诞生虽然极其少见，但在天前大陆漫长的历史之中并不是唯一，许多事情都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即便各大霸主级势力并不可以隐瞒消息，界域对普通人而言本就属于接触不到的层次，
也算不上大范围传播。而稷下学宫显然属于这极少部分能接触到此事的地方，界域能出什么大问题？有人疑惑出声，显然对界域的扩张与消失规律有所了解，只能是扩张了呗。第3界域本就是2级界域，现在估计是扩张成3级界域了。怪不得前段时间有传闻说北灵州某地传出了剧烈波动，宛若天清地陷。现在看来，第3界域真的是出问题了。扩张就扩张呗，顶多升到3级界域还能稳住，问题不大。一族涅槃竟敢跨域而来，首先天地的压制就会让他们实力大减。还有那么多霸主级势力，圣族哪家没有圣器？要说没有，你信吗？执掌圣器的涅槃境绝对是同阶无敌的，能对抗圣器的只有另一件圣器，而这种逆天之物，一族根本无法携带着通过界域。要我说，还是先关心诸圣道宴吧。也是，不知道这次诸圣道宴各家势力会掏出什么彩头。话说洛殿下已经晋升破虚境了，这次诸圣道宴不是还有洛殿下的徒弟8天门的上官师兄都不是叶无双的对手，他的实力有目共睹。至于9天门，哪有那么轻易诞生？何况叶无双这家伙简直不能以常理来对待，才进入学宫半年就从天阳境直升3天门，如今3年过去，又是在太初池修炼，谁知道他现在的实力又到了何等地步？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有些替其他势力的天才们默哀了。+1，又是数天之后，一艘长达数千丈的飞舟从稷下学宫内腾空而起，轰鸣声宛若巨兽低声轻语，瞬间消失在天际。宽阔的甲板上站立着不少人影，大佬的聚会，天才的舞台，一场聚集整个大陆霸主级势力的盛事，前去凑热闹的人自然不少。人群中2道身影尤为显眼，少年玉树临风，俊朗神秀，笑容温润，如玉公子，举世无双，无愧其名。而他身旁的女子绝美无比，清冷超然，若仙子临尘，使得天地失色。2人并肩而立，也唯有一句神仙眷侣可以形容了。显然逼格如此之高的，也就只有咱们的主角和他的童养夫了。周围的无数道目光或是直接或是悄然地落在2人身上，极度羡慕之意几乎要化为实质。即便早就知道2人已经结为道侣，还是难以平息。天杀的，女神怎么可以有道侣？我不接受。叶无双也不行，可惜天资比不过，实力比不过，唯一能超过对方的也就只有年龄了，不然真的会有人喊上一句刀在手，杀叶狗。咔嚓，看着2人毫不避讳地进了一间房，某些脆弱的东西碎了一地。这次的诸圣道宴，各家霸主级势力可都是大出血了。洛清仙如此说道。叶无双自然地揽住纤细的腰肢，顺势在床边坐下。怎么说？洛清仙目光微微下移，看了一眼腰间，然后淡淡地看了一眼叶无双。咋？叶无双故意靠近了一些。洛清仙嘴角微抿，眼神中闪过一抹无奈，拿他毫无办法，应该有圣人子嗣出世了。洛清仙轻声说道。叶无双目光微微一凝，虽然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但是真的来临之时，还是会有风雨欲来之感。煌煌的大事似乎将要以此拉开帷幕。圣人子嗣出世和个家霸主级势力大出血，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叶无双很快恢复常态，疑惑问道。圣子圣女又如何？能有洛清仙厉害吗？传奇就在自己身边，这么一想，是不是感觉也就耳了？何况叶无双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无惧任何天才，谁还不是个挂逼呢？有人抛出彩头，定下格调，想要让所有势力都大出血，目的显而易见，想要用其他势力的资源来培养自己家的天才。叶无双瞬间明白，这是想玩赢家通吃的把戏。而既然有势力愿意这么做，就说明其必然对自家的天才有着绝对的自信，相信其能在同境中横扫无敌。叶无双问道。看这个结果，看来许多势力都默认了。洛清仙点了点头。叶无双继续道。也就是说，可能有不止一位圣人子嗣出世，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势力明知是阳谋，依旧选择大出血。洛清仙点了点头，因为每一方势力都对自家的圣子圣女有着绝对的自信，霸主级势力背后往往都有着圣人传承，极少有例外。哪位圣子圣女没有无敌之心？叶无双呵呵一笑，这份礼物有点大呀。哦，不对，应该是好多份礼物。既然如此，我也就只能却之不恭了。洛清仙看着他，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叶无双有点羡慕北唐云了，从黄都到北灵州，距离何其遥远，而只在他谈笑间，万里河山已过。这份手段，说是通神也不为过。而现在没有师祖这个快捷工具可以搭乘，就只能在非洲上慢慢苦熬了。月余之后，非洲宛如利剑劈开云海，静静地悬浮在空中，缓缓降落。叶无双已经来到甲板上，看着近在咫尺的雄景，山脉郁郁葱葱，古木遮天蔽日，一眼不见尽头。绿意盎然间，奇特的山峰瞩目无比，好似一柄青色如意，手柄垂悬于云海之间。天地间的灵气浓郁如夜，只是轻吸一口，便让人心肺剧通，清爽无比。不时有仙鹤飞起，鸣声清脆悠久，涤荡四方。天地之间的视野尽头，一座雄伟的巨城之影若隐若现。甲板上响起不少赞叹声，这就是青云山，不愧是青云阁大本营，称一句人间仙境也不为过。饶是叶无双见过了不少奇景，此刻也有这种感觉。一地一风景，
瑰丽各不同。哈哈，大夏皇朝的贵客，请快入内。爽朗的大笑声响彻天地，一道金光急速划过天穹，转瞬间落在非洲面前。一个高瘦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众人眼前，澎湃的领域波动清晰无比。金兄，眨眼间，另一道身影出现在半空中，与来人遥遥相对，微笑着回应。这是继夏学宫传道店主，负责这次带队。当然，真正的大佬肯定不会跟着这些小辈同行，如夏皇，可能早已到了。原来是李兄带队，好久不见啊！两人客套着闲聊，然后来人引导着众人前往落脚之处。大事抉择，往往不显于人前。青云山内某处奇特的空间，此刻正安然就坐着数十道身影，一个个气息深厚恢宏，如同擎天的巨人，每一道都足以让领域境强者心惊。数十道座椅看似没有特殊之处，皆处于平等地位，但若是细细观看，就可以发现其中7道座椅有着些许突出。显然，这7人或者说其所代表的7方势力非同寻常。若是叶无双在此，自然可以一眼认出其中一人，正是夏皇。夏皇一袭玄衣，脸上笑容温和，却处处散发着无上威严，皇者之气十足。第3界域扩张，演变成3级界域，我等该如何应对？诸位，今日须得商讨出一番章程来了。率先开口的是一个青衣男子，神色平静，略显儒雅。此人即是青云阁阁主，这次诸圣悼唁的主导者。第3界域位于大夏皇朝境内，自然应当由北唐圣族镇守。这番道理一直如此，还用商讨吗？一道漫不经心的声音响起，开口的男子一袭金红色长发，服饰由禽类羽毛制成，光鲜亮丽，夺目无比。此时他正随意地把玩着衣袖上的羽毛，对上夏皇平静的目光，微微一笑。大夏皇朝在3域之地如日中天，数万年来开疆拓土，四方征讨，与之有间隙的势力自然也不在少数。夏皇笑容温和，平静开口：若是金乌族能将圣器借出一个3级界域，我北唐一族自当一力镇守。金红色长发男子呵呵一笑：北唐兄说笑了，大陆最后一位圣人的圣族岂会没有圣器？难不成北唐兄想说天眼不在你手中？圣器乃是一方圣族根本，是震慑性的绝世大杀器，怎么可能外借？我不过是痛快嘴，你居然就想从我手里掏圣器？做梦呢吧你！信不信真？要是借出去了，下一秒大日言伦就得信北唐。夏皇并未反驳，温和回应：天眼不善功法，哪里比得上大日言伦？金乌族圣器的赫赫圣威，谁人不知？金红色长发男子轻轻冷笑一声：北唐兄太过谦虚了，命圣已推演一道名传世间，可不代表他只善此道。天眼又岂会缺乏杀力呢？金兄，青云阁阁主开口，声音平静，谈论的有些偏了。金红色长发男子嘴角挂着冷笑，不再多言。事实上，他也只能嘴上找不痛快，真要对上大夏皇朝，都得怵得要死，更别说得罪两方顶尖势力了，那纯粹是嫌命太长了。真要那么做，从今往后，他就可以躲在金乌圣界不出来了。一个3级界域，倒不足以令我等草木皆兵。青云阁阁主继续开口，声音在空间内回荡，传遍四方，但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让我等不得不慎重以待。第3界域的扩张，已然说明2界愈发靠近了。接下来3级界域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2界之战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都未可知。那时，我等又该如何应对？古籍记载，界域并不会无限扩张。有涅槃镜开口说道：只要我等撑过一段时间，随着两方世界的远离，界域自然会逐渐收缩乃至消失。何况那方世界实力如何，还未可知。若是对方强于天前大陆，有圣器在，我等可立于不败之地；若是对方弱于天前大陆，呵呵，到时候就说不得是谁入侵谁了。而这也是绝大多数涅槃境的想法。灵殿对此有何看法？青云阁阁主突然开口，看向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闻言，在场众位涅槃境皆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神色认真，隐隐看起来十分在意灵殿的看法。灵殿，一个听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却没有任何人和势力能够将之忽略。灵气、灵力、灵阵、灵药，似乎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能与灵扯上关系。而以这灵这一字命名的势力，到底是普通的意思，还是恐怖到极致的象征呢？面对无数涅槃境地者投来的目光，那年轻男子依旧面无表情，机械般的吐出一句话：一切照旧。这话的意思也很简单明了，即以前是怎么对待界域的，现在依然那样对待界域即可。看来灵殿的看法也与绝大多数涅槃境的看法一致，不管界域怎么变化，他们都不认为对面那方世界能够真正的威胁到天前大陆。诸多涅槃境强者闻言，脸色皆是不可察觉的舒缓起来。青云阁阁主平静地看着灵殿的那个年轻男子，良久之后开口说道：既然诸位对界域的看法一致，那便不用采取更多的举措了，维持现状即可。众人纷纷颔首表示赞同。既然如此，看来重心可以回归到诸圣悼唁上了。有人笑呵呵呵地说道：我可是很期待诸位都拿出了什么压箱底的东西。林兄又提及这事，看来是对自家的天才很有信心啊。一般般吧，呵呵。这是一阵闲聊过后，这片空间内的人影迅速减少，很快便只剩下了7道身影。肉眼可见地，
青云阁阁主的脸色变得愤怒起来，不见刚才的平静与儒雅随和。你们灵殿到底要做什么？声音低沉无比，仿佛蕴含着无尽怒火。出乎意料的是，其他5道目光并没有带着疑惑之色落到青云阁阁主的身上，反而5道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了灵殿那位年轻男子身上。灵殿的那位年轻男子眼神淡漠，和青云阁阁主对视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左阁主，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青云阁阁主怒极反笑，言语中的怒意越发剧烈，矛头直指灵殿，一个曾经相遇并且已经远离的了世界，如今为何会重新和天前大陆产生交集，诞生界域？话语一出，真落可闻。这其中蕴含的消息太过震撼，一旦传出，足以令整个大陆石破天惊。便是其他5方势力已经有所猜测，此刻依然一脸凝重地看向灵殿那位年轻男子，等待着他的解释。左阁主此言未免有些莫名其妙。灵殿的年轻男子平静开口，面无表情，看似是在解释，话语中却尽显淡漠之意。两界相遇本就难以用常理解释，左阁主的疑惑我又怎么知晓答案？况且左阁主刚才的话语是何意思？听起来似乎对那异界早有了解。青云阁阁主声音冷冽：“阁下，如今百般推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有意义吗？太古时代的终结，那段历史确实已经断代，但在场各方势力哪家没有模糊猜测？我青云阁便认为，太古时代的终结，便是因为天前大陆撞上了魔界。而如今……”青云阁阁主看着灵殿那位年轻男子，一字一顿地说道：“你灵殿为何费尽心思的将魔界重新拉回到天前大陆附近？你等难道真的不知魔界的实力如何吗？灵殿到底意欲何为？魔界竟是因为灵殿的手段才重新和天前大陆向靠近产生界域的，这怎么可能？灵殿再如何强大，也不可能影响到一个世界的运行轨迹啊！哪怕是圣人都不可能做到。”闻言，包括夏皇在内的5人皆是神色凝重无比。面对这一可能的猜测，他们固然持怀疑态度，但依旧无人能够保持云淡风轻的姿态。若事实真如青云阁阁主所言，那就太恐怖了。太古时代的终结，竟是因为撞上了魔界，那魔界的实力该是何等可怕？而能够影响到这一切的灵殿，又蕴藏着怎样恐怖的力量，在谋划些什么？这一切不过是左阁主的猜测。灵殿那位年轻男子平静开口，不见丝毫动容，不免让人怀疑他到底是个什么状态？难道没有情绪的吗？而且即便是猜测，未免也太离谱了些，毫无根据，影响一界运行轨迹。左阁主是在说笑吗？我怎么不知道我灵殿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何况便是真如左阁主所说，一切都是我灵殿所为。若是灵殿真的能做到这一切，还需要在你们面前隐瞒吗？只怕是圣人挡路，也可灭之吧。面对这番说辞，青云阁阁主沉默了，这也是他感到最匪夷所思、最不可理解的地方。可种种蛛丝马迹明明都指向了灵殿，不然灵殿为何悄无声息地搜寻古籍传闻，意图确定魔界的位置？左阁主还是不要杞人忧天的好，反正天前大陆不会有什么损失，不是吗？灵殿的年轻男子说完，一步跨出，身影消失在空间之内。其余无人眉宇间皆有思考之意，心中到底怎么想的，也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见青云阁阁主保持沉默之态，几人的身影的逐渐消失，退出此地。夏皇最后看着灵殿那位年轻男子消失的地方，脑海中想起曾经被唐云随意说过的话：3级界域，师尊却说不用去管。那么到底有谁会去管呢？距离诸圣道宴的开始还有半月左右，毕竟大陆各方霸主级相距甚远，不可能刚好在同一时间抵达青云阁，还有一些势力正在赶来的路上。青云城即是距离青云山最近的一座巨型城池。抵达青云山之时，叶无双就曾在非洲上遥遥看到过此城的轮廓，如今闲来无事，自然也就去闲逛了一番。两人走在街道上，无数道或明或暗的目光都被吸引。好漂亮的仙子，这是谁啊？蠢货！大夏皇朝的洛仙子，当世天资第一人的仙灵圣体，你没听说过？卧槽，原来是洛仙子！当然听说过啊，这不是没见过吗？不过洛仙子旁边这男的谁啊？居然和洛仙子走得这么近？不认识。不过听大夏皇朝传来的消息，洛仙子似乎有道侣了，好像叫什么叶无双。这男的不会就是吧？什么？洛仙子居然有道侣了？叶无双是何方神圣，配得上洛仙子吗？据说稷下学宫的上官鹤轩是他的手下败将，那也还差点意思。这叶无双是9天门级别的妖孽，那就不知道了，没听说过。不过稷下学宫的上官鹤轩可是声名极盛的8天门妖孽，叶无双能够击败他，天资实力可见一斑。而且听说他原先是洛仙子收的徒弟，年纪不大。他妈的畜生啊，充实逆徒，真该死啊！这番话语叶无双已经听到不少了。他扭头看向一旁的洛清仙，摸着下巴说道：不是，这些人都什么眼光啊？怎么都是羡慕嫉妒我的？没一个人嫉妒师尊你呢？洛清仙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叶无双凑近了几分，从洛清仙如水般的瞳孔中打量着自己的影子，这眼睛，这鼻子，这眉毛，多像个人啊！怎么就没人嫉妒师尊你呢？洛清仙对上徒弟的目光，没有几秒就偏过了脑袋。叶无双切了一声，肯定是因为这都是男的，
要是个女的，我不信她不嫉妒师尊你。洛清仙神色淡淡，根本不搭理他。叶无双随意的在青云城中闲逛着，除了谈论两人的话语，自然也听到了不少有关朱胜道宴的消息。听说了吗？这次朱胜道宴，各方霸主级势力可都是下了血本了。光我知道的，都有数件绝顶资源：七天剑宗的洗剑池，三圣殿的三圣坛，云淼圣地的太初玄云果。卧了个槽！真的假的？这可是诸方霸主级势力的心头肉了吧？这种逆天资源，一般只有各家的继承人才有资格获得赐予。现在这是怎么了？就这么拿出来了？要不怎么说叫下血本呢？这次参加诸圣道宴的天才们，可真是走了大运了。连叶无双听到这些消息，眼神都浮现出诧异之色，看向了一旁的洛清仙。真的假的？这些霸主级势力这么狠了吗？七天剑宗的洗剑池，三圣殿的三圣坛，云淼圣地的太初玄云果，这些东西连叶无双都听闻过，可想而知有多么珍贵。或许在效果上，这几样东西比知太初池差了些许，但以珍贵程度而言，绝对是弱不了多少的。洛清仙点了点头，道：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甚至有霸主级势力抛出一页圣道经文，蕴含圣人感悟，可称价值无量。叶无双轻轻的倒吸一口凉气，眼中冒出一道摄人的金光。我的，都是我的！不行不行，赶紧回去！叶无双拉起洛清仙的手，就往青云阁安排的居所方向赶去。洛清仙被他牵着飞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疑惑：你不是要出来逛逛吗？叶无双火急火燎的说道：这还逛个啥呀？赶紧回去修炼啊，提升一点实力也是好的呀，到时候抢起东西来优势也能大一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洛清仙的表情瞬间一愣，虽然没有脸生飞霞什么的，但还是不免有些微微发烫，毕竟修炼可是门体力活。而就在两人没有注意到的某处地方，青云城内的一处阁楼顶端，一个身材高挑、火爆火红倩影正静静地注视着两人远去，脸上浮现出莫名的笑容。我倒要看看这家伙是何方神圣，居然能把这个冰山女拿捏得死死的。要是我能把这个小家伙拿捏住的话，以后这冰山女岂不是任我摆布？嘿嘿嘿。半月之后，青云山天空之中，一道巨大的画卷缓缓展开，磅礴的波动席卷四方，无数人都被惊醒。本次诸圣道宴规则与往届无异，恢宏庞大的声音裹挟着灵力响彻天地，破虚境以下的武者皆可进入秘境争抢机缘。秘境之中，各方势力皆投入有顶尖资源，有能力者居之。当所有资源被消耗殆尽之后，中心之地的擂台赛将会开启，直至决出10个名额，赐下诸圣果酒。叶无双仰望着天穹之中的巨大画卷，这是由诸多涅槃境地者临时创造的秘境。至于那些涅槃境大佬，此刻应该都在青云山的主殿之中论道交流，遥望着秘境内的一切。诸圣果酒就是一种特殊的酒酿，蕴含惊人灵性。洛清仙在一旁解释道，放在以往的诸圣道宴上，这是最大的奖励。不过这次嘛，显得有些弱了，比不得秘境中的那些逆天机缘。话虽如此，但是该争依旧还会争。获得那诸圣果酒，更多的是一份荣誉的象征，是天资实力的体现。现在欲入秘境者可自行进入。伴随着宏大的宣告声响起，无数道流光冲天而起，密密麻麻地撞入天穹上的画卷之中。有人化作今日大洋，堂堂正正威压四方；有人发出清脆凤鸣，圣兽虚影显现，护持左右；有人带起惊人异象，海上升月，演化诸天；有人引发漫天花叶，伴随着仙乐飘然而入，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妈的，整这么花里胡哨！叶无双心中暗骂一声，和洛清仙道别之后，老老实实的飞入了画卷之中。嗡嗡，一阵空间波动之后，数十道身影落在此地。叶无双很快稳定身形，打量四周，周围半空中漂浮着数十道人影，有男有女。从气息上感知，最弱的也是三天门。在叶无双打量众人的同时，其他人自然也在互相打量着，神色略显谨慎。大夏皇朝的叶无双，当是圣体的道侣，有许多人都认出了叶无双，面露忌惮。哪怕有人不认识叶无双，在听到其他人叫出这个名字之后，都是面色凝重的将目光投了过来。人的名数的影，在诸圣道宴开始前的这段时间，许多参赛者自然也在收集天门境中佼佼者的信息，提前做好准备，遇见强敌也能迅速做出反应，是战还是避。因此不少顶尖妖孽们的实力、战绩等都会被拿出来谈论，并通过青云城传遍各方。在这种情况下，想找到一份当事人的画像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也是有人能将叶无双认出来的原因。而关于叶无双传出来的消息只有2件，其一，叶无双是当时圣体洛清仙的道侣；其二，大夏皇朝的上官鹤轩、五岳瑶皆败于其手。2条简短的消息，一则消息令无数人羡慕嫉妒到极点，另一则消息却让无数天才人物凝重无比。五岳瑶放在北域算是颇有名气，但放眼整个大陆，听过他名字的人并不多。不过那是以前，现在一具新晋的8天门级妖孽足以概括一切，令他的形象迅速拔高的一个极点。这是一个时代中最顶尖的人物，霸主级势力中往往都只能出现一位。上官鹤轩那就更不用说了，成名已久的8天门妖孽，战力放在同境中都是极强的存在。这样2个妖孽
居然都败在了叶无双手中。谁遇上了，能不忌惮几分？诸圣道宴，参加者争机缘，求名气。可以说，遇见的所有的人都是对手，是机缘的争夺者。不过，刚刚进入秘境，众人自然不会无故产生冲突，在相互打量一番后，四散离去。三天门居然也来掺和，没有实力，想捡漏也不容易啊！叶无双看着迅速离去的众人，不禁摇头感叹。即便放在以往的诸圣道宴上，一些顶尖资源也只有7天门才有资格捡漏。而如今圣人子嗣逐渐解封苏醒的时代，恐怕8天门级别的妖孽都将沦为陪衬，只有9天门才能纵横四方。叶无双收回心绪，略一感知，循着灵气浓郁的方向探寻而去。这一秘境是由诸多涅槃境临时建造而成，空间层次并不高，当然承载破虚境级别的力量还是没有问题。空间层次再高一些，消耗可就大了。一个临时秘境而已，本就没有维持多久的打算，诸位涅槃境自然不会在此投入更多心血。不过空间层次不高，面积可就大了，不然秘境太小的话，某处发现一个机缘，一争抢打起来，那剧烈的波动恨不得让整个秘境的人都感知到。砰！轰轰！一场声势极大的战斗在此展开。交战的共有5人，2位7天门，3位6天门。战斗极其混乱，无数陵墓毁灭，地上静静地躺着无数大坑。而被5人争抢的东西是一株人参灵药，白光悠悠，散发着诱人的气息。突然，一道流光如锋锐剑芒划过天穹，很快悬停下来。下方正在混战的5人瞬间停下动作，神色谨慎地盯着来人。叶无双看了那人参灵药一眼，便转身离开。一些无用的东西，没有事事近战的必要。现在能够打动他的，唯有各大霸主级势力投进来的顶尖资源，如7天剑宗的洗剑池、云淼圣地的太初、玄云国等。5人保持谨慎的姿态，直到确定叶无双离去之后，才再次看向对方，眼中极盛的战意重新爆发。滚！灵药是我的！伴随着一声怒吼，混战再起。一处峡谷，四面环山，中心之地是一处不大不小的湖泊。然而此时宁静的小湖附近波动不断，强大的灵力不断碰撞，天地之力被调动，如海水般倾压而下。嗡嗡，洪钟大吕般的轰鸣声不断响彻天地，震动四方。这真的是一口黄铜古钟，此刻被一个男子催动，横击四方。而他的对手显然也不是普通人，一个浑身笼罩在白色光芒之中的倩影，长袖一挥，喷薄出无量霞光，映照满天，直接将黄铜古钟击退。而另一边，一道凌冽无匹的剑光已经袭来，趁着黄铜古钟被震飞，直斩男子本体。开阳，你要苏梦妍联手？男子长笑一声，神色并不慌乱，左手五指弯曲成爪，稳住黄铜古钟，右手握拳轰出，澎湃的威力使得空间不稳，大地颤动，拳光无匹，威势惊人。与剑光碰撞的瞬间，两者急速消弭。五兄实力惊人，行事霸道，只能先请你出局了。开口之人是一个朴素的男子，正是他刚才劈出那一道剑气，此刻神色平静，如此说道：“踢我出局，就凭你们！”掌握黄铜古钟的男子冷笑一声，神色不屑，但眼神深处尽是谨慎之意，并不轻视对手。本来是3人混战，结果变成了2打1。面对2位8天门级别的妖孽，无人能够不凝重以待。不过掌握黄铜古钟的男子并不相信2人已经联手，肯定都在防备着对方。四周不远处的山川、湖泊乃至大地之中，此刻都隐匿着不少人影，一个个静息凝神，企图3人混战重伤之后摘下胜利的果实。怎么不打了？接着打呀！他们不会想要平分吧？应该不会吧？这下还怎么捡漏啊？看到3人停止交手，在半空中遥遥对峙，躲藏起来的武者们反而急了。然而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现在就跳出去，那不是捡漏，是找死。正在3位8天门级别的妖孽遥遥对峙之时，一抹流光急速划过天穹，落在此地半空中，显露出身影。3道目光以及暗中的无数道目光同时落在叶无双身上，令他轻疑一声。7天剑宗的开阳剑子，云淼圣地的梦妍圣女，还有叶无双目光落到掌握黄铜古钟的男子身上，眉头微皱，似是在搜索人名，对号入座。武圣一族的武灵天，还没等3人出声，叶无双的目光就已经落到了一旁的小湖上。只见湖泊中心离水面3尺之处悬浮着一团幽蓝的水珠，叶无双的目光一点点变得火热起来。清神仙漏，哪里来的愣头青，居然敢直接插手3位8天门级妖孽之间的战斗，活得不耐烦了不成？大夏皇朝的叶无双，好家伙，这下有好戏看了。不对，这样一来岂不是捡不了漏了？干啊！隐匿在4周中的武者，有人将叶无双认了出来，也有人对他不甚了解，此时脑海中闪过的想法自然也不尽相同。哪来的家伙，不知道这里已经清场了吗？武灵天语气不善，不耐烦地说道。突然响起的话语令叶无双眼神中的情绪渐渐收敛，目光收回，落到了武灵天身上。武灵天眼神不善，眉头皱起，睥睨而视。而事实上其眼神深处并无轻视之意，世上哪里有几个傻子呢？来人既然认出了3人，还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3人面前，这可能是同层次的妖孽。叶无双淡淡地看了武灵天一眼。武圣一族威名显赫，其先祖武圣
更是10大圣体之一的战绝圣体。武圣以战闻名，又是圣体，其实力即便在诸圣之中也是极强的存在。武圣一族的族人倒是继承了武圣的某些特点，好战无比，嚣张霸道。你若有实力，直接将这清神仙漏夺了去便是。叶无双平静开口，在这里嚷嚷着清场，是来惹人发笑的。你武灵天神色骤怒，虽然他不是鲁莽无脑之辈，但五族之人本就好战，不惧战，何况还是武灵天这样的妖孽人物，岂能容忍他人挑衅而不反击？高端的战局导火索却是如此的朴素。武灵天果断出手，催动黄铜鼓钟，声势浩大，威压弥漫四方，悍然轰向叶无双。叶无双随手挥出，手中便已经出现一柄长剑，锐利无比的剑气展出，轰！嗡嗡嗡，剑气与黄铜鼓钟相撞，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过是在刹那之间，黄铜鼓钟就已被击飞，瞬间飞出数千米，才被武灵天掌控着稳住。武灵天脸色难看，只是一接触，强弱便已初窥一角。他长啸一声，衣袍飞扬，黑发狂舞，浑身灵力倾泻而出，天地之力碾压而来。黄铜鼓钟中身上亮起黄色光晕，嗡嗡作响，威势比刚才强了数倍不止。武灵天一拳轰出的同时，黄铜鼓钟也再次旋转着击向叶无双。好家伙！武灵天被激怒了，这绝对是他的全力一击，隔着老远我都不禁心中一颤。隐匿在四周的武者纷纷闪过这样的想法，紧紧地盯着两人。当然，也有人对叶无双很是自信。武灵天对上上官鹤轩都是5-5开，怎么可能打得过叶无双？不过叶无双也注定不会太轻松，打吧，越激烈越好。等到灵力耗尽，最好2败俱伤，那才是我出来的捡漏的最佳时机。开阳剑子和苏梦妍已经悄然退得远了一些，鹬蚌相争，两人可没有现在插手的想法。叶无双眉头微皱，纠缠起来真是挺烦的，浪费时间。他单手持剑，剑域的波动传出，威压四方，玉之力。无数观战的武者心中大惊，传闻竟是真的，叶无双居然真的掌握剑域。退到一旁看戏的开阳剑子和苏梦妍，此刻也都神色凝重无比，两人都已认定叶无双是和他们同级别的8天门妖孽。这种情况，大家都还在意境层次玩耍，你却直接掌握了领域，这还怎么打？两人已经认定武灵天虽强，在领域之下却也必败无疑，现在只能期望他能多消耗一点叶无双的实力吧。感知到强盛的剑域之力，武灵天也是脸色微变，但此刻他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怒吼一声，悍然轰出攻击。叶无双持剑轻挥，剑尖自下而起，斜斩而出，剑光耀眼，剑气锐利至极。刚一接触，黄铜鼓钟便被劈飞，发出阵阵嗡鸣声，钟身上的昏黄光晕瞬间暗淡下去。噗！锐利无匹的剑光直接落到了武灵天身上，令他脸色骤变，防御尽破。在半空中吐出一口鲜血之后，便倒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带起一个大坑，以及满天烟尘。场间除去喧嚣的风儿，唯鱼死一般的寂静。众人一脸懵逼，荒诞的想法在脑海中浮现。8天门级别的武灵天一剑就败了。稍许之后，无数道倒吸凉气的声音在四周响起，寂静无声之下，这些声音是如此的清晰。不过现在显然也不会有人在意了。叶无双收回目光，落到了开阳剑子和苏梦妍身上，两者瞬间如临大敌，身体紧绷，神色谨慎。叶无双便知道两人应该没有抢夺之意了。他扭头看向小湖中心，手一挥，那团幽蓝水珠便自动飞了过来，被他收起。叶无双头也不回，径直离去。他需要寻找一处僻静之地来炼化这清神仙漏。等他走后良久，此地才爆发出巨大的喧嚣声。我靠，这他妈变态吧！武灵天一剑都没抗住，完呢！要不等武灵天恢复过来，你去找他试试手。你咋不去？不敢。那你他妈让我去？我看起来就那么像傻子吗？开阳剑子和苏梦妍在空中静静而立，沉默不语。最终，开阳剑子苦笑一声，道：“玉之力这么可怕？云淼圣地是中域的霸主级势力，而七天剑宗却是北域另外2家霸主级势力之一。今天见到叶无双的恐怖实力，开阳剑子饱受打击，终于体会到七天剑宗面对大夏皇朝的感觉了。”苏梦妍婉转清丽的声音响起：“玉确实对弈有着绝对碾压，但武灵天也不是一般人，怎么可能败得这么彻底？”开阳剑子神色微动，默默自语：“难道他是9天门？”苏梦妍微微摇头，没有感觉到天门波动，无法确定。不过从他的表现来看，9天门应该是有可能的。苏梦妍神色凝重，不管怎么说，只能避开叶无双了，不然这次诸圣道宴只怕会收获全无了。开阳圣子摇头苦笑，转身离去，背影尽显落寞之色。